江心月穿越到大燕巢的第1秒，就被结结实实的扇了一个大耳刮子。被打懵了的他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腿上又挨了一脚，一双膝盖咯噔一声跪在了御花园的鹅卵石小路上。江贵人莫不是被这暑气热昏了头？我们娘娘看中那朵海棠，是海棠的福气，你抢了去又算得个什么？白白辱没了海棠那段香了。贵妃娘娘明鉴，嫔妾实在不知娘娘看中了那朵海棠，若是知道，嫔妾万不敢与娘娘相争。娘娘，您是那天上的皎月，嫔妾不过您脚底尘埃，嫔妾岂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自己又处于弱势，还是放下尊严，伏低做小为好。哼，既知错了，那就在这儿跪上2个时辰，长长记性。腊月，起轿回宫。周遭妃嫔与宫人嘲笑和异样的眼神都不能让江心月脸红。穿越之前，她可是京市贵族私人医院的顶级心理疗愈师，大学主学的就是心理学，完美拿捏每一个 VVIP 顾客的心理，区区几句奚落之言，她当个笑话听听。她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一遭，总要在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真是丢人现眼，父亲往日总说你的美貌能帮我在后宫平步青云，可你瞧见了吗？这后宫里美貌的女子比比皆是，却没有哪个比你还蠢的。你自己找死，可别连累我。你也配被本小主连累？瞧瞧你那张小家碧玉的脸，谁会觉得你是本小主的姐姐？你可别有一日就到我跟前来。你一个小小的宝灵，我求你什么？原神好歹受宠了2日，封了个贵人。小主，您这入宫没几天，后宫的主子们您得罪了一大半了，这不好吧？是不好。他是没打算忍气吞声走温柔路线出圈，但小鹿锋芒也不是见谁都咬。原神属狗的吧，见谁都要刺2句，得罪了丽贵妃，这后宫发生的事儿，没有什么瞒不过皇帝的耳目，恐怕我这就要失宠了。那可不行，我不能坐以待毙。刚被扶回喜和殿的江心月屁股都还没有坐热，皇帝又派了太监来训斥他，这让本就受伤严重的江心月雪上加霜。上千条宫规，他要抄2遍呢。狗皇帝，等我拿下你，也让你抄2000条爱妃守则。嘿，还以为是个多厉害的，结果就这点能耐，比娘娘她可差得远了。皇上心疼娘娘，还罚她抄宫规呢。什么人都拿来跟本宫比，哼，她配吗？美貌又如何？这宫里年年进来的美人还少吗？可有哪一个越过她去了？美貌是这后宫嫔妃最不值得炫耀的优点，她应该成为自己的武器。第2日，喜鹊，我们去赏荷吧，雨中观荷肯定别有一番光景。啊，小主儿，咱们还是别出去了吧。主要是他家小主一出门就惹事儿啊。你不去，我带霜降去了。喜鹊、霜降，你们拉着我，我摘几朵花回去做插瓶。别，小主，让奴婢们来摘吧，您当心着些。这边雨水嘈杂声大，没有人听见皇帝仪仗的近身声。怎么不走了？回皇上，前头好像有哪位主子在摘荷花，挡住路了。
这次新入宫的秀女都没学规矩呢，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莽撞？你们不懂，只要自己亲自摘的才美。你们在做什么？喜鹊和霜降听到声音吓了一跳，赶紧跪倒在地上请安。江心月就惨了，她惊呼一声，跌入了荷花池之中。校主！皇帝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宫女这般的胆小，随即马上反应过来，让内侍们下水救人。哗啦一声，还不等他们下水，接天莲叶与粉河之间，一清丽绝色的美人破水而出。皇帝看得目光一暗，对着水中美而不自知的江心月伸出了手。爱妃这是做什么？还不快上来！感染了风寒可就不美了。狗皇帝还是很有男子气概，只微微一用力就将他抱在怀中。皇上，皇上，您和江贵人都湿透了，洗河殿就在前头，不如去沐浴更衣一番。楚婕妤那儿，奴才去通报一声就是了。去吧。江贵人，这女人怎么和前几日宠幸的女子大不同？他一时间还真没认出来。她私底下都这般活泼好动吗？江心月可不管这旁人是怎么想他的，今天他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人劫到喜和殿来的，不发生一点难以言喻的事儿，他不会放人走的。皇上，对不起，是嫔妾连累皇上了。你看你下次还去不去做这么危险的事儿。江心月害羞地遮掩着身子，任由喜鹊给自己脱了衣服，飞快地下水，从浴桶边缘露出了那双大眼睛。不危险的，嫔妾会浮水。皇帝可是不会委屈自己的主儿，喉结滚动之际，他已经是挥退伺候的宫人们，也下到了浴桶之中。皇上，终于到了可以嫖男人的时候了。江心月还有一点小兴奋。小说里皇帝那可是一夜7次，次次勇猛，让宠妃下不来床的勇猛存在呢。随着他的靠近，少女浑身发抖，水雾缭绕间，胸口雪白的肌肤也成了粉色，害羞得不成样子。可当皇帝伟岸的身躯靠近之后，少女虽然害羞，仍是坚定地用双手攀附住了他的脖颈，稍稍一抬头便吻住了他的唇。两人的身体紧密地贴在一起，抵死缠绵。浴桶的水凉了之后，皇帝又抱着江心月软成一池春水的身子去床上狠狠地要了几遍。这女人的声音、身体以及在做那事时吐露出来的床子之语，他的大胆露骨都深深地刺激着他的感官。这种感觉太美妙了。后宫之中的女人，循规蹈矩有之，优雅端庄有之，活泼俏皮有之，但绝对没有一个像她这般与她身体契合，使她灵魂都在颤抖。待皇帝结束，已经是到了用午膳的时候。江心月累极了，本来昨晚为了抄宫规就是一整晚没睡，这会儿被折腾的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皇帝又叫了一道水，抱着没骨头的江心月放进水中擦洗身体，擦着擦着又擦枪走火了。皇上，不要啊，嫔妾受不住了。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让一个男人振奋的？江贵人呐，还是太不懂男人了。但正是他这种懵懂无知才最勾人，勾得皇帝又与他妖精打架了2回，直到江心月快要晕过去，皇帝才给他擦干净身子，穿上衣物，抱回了床上休息。
女子平缓的呼吸声证明她睡得很安稳。王德全听到皇帝传唤才敢进来，眼睛都不敢乱看一下。今日之事让进士房不要记录在册，今晚朕翻了江贵人的牌子再记。王德全抬眸，不得不高看江贵人两眼。是，皇上可是要走了。许丽贵妃宫中用膳。皇帝眼眸一转，就看到了床榻下小桌上摆着的宫规。这江贵人的字，王德全看了一眼，差点想自戳双目了，求一双没有看过江贵人字的眼睛。这一半宫规已经抄完了，朕拿去给丽贵妃赔罪便罢，让你家主子别抄了。别浪费这上好的宣纸和笔墨了，他随便丢根骨头在纸上，狗都比他写得好。屋外雨打芭蕉，他就祈祷着楚婕妤可别被真的气病了，来找他的麻烦可就不好了。小主儿，长春宫的楚婕妤来了，说是来赏荷的时候突遇大雨，想借个地儿歇歇脚。好嘛，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引楚婕妤进来。喜和殿正殿，楚婕妤的宫女红喜撅着嘴：娘娘，这江贵人也太过分了，明知皇上是去长春宫看您的，还敢半路把人劫走，咱们一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不然……雷霆雨露俱是天恩，皇上要看谁要宠谁，那都是皇上的事，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小的宫女来智慧？奴婢知错。江心月进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个场景，一时间分不清楚婕妤是在教训奴婢，还是在给他下马威。但是他还是按着规矩给楚婕妤请安，只不过楚婕妤在教训婢女，一时间没叫起。既知错，那就起来吧。哟，江贵人怎么还屈着？本宫教训宫女，又不是教训你，可怜劲儿的。能得婕妤娘娘教诲，也是她的福气。到底是贵妃娘娘调教过的人，本宫瞧着你倒是沉稳了不少，就是要一直沉稳下去才好，别辜负了贵妃娘娘对你的教导。深宫里的女人还是有涵养的，骂人都不带脏字儿。电视剧里头的那些宫斗剧，妃子们动不动的就撕逼干架，根本就不切实际，一个个的都是体面人。婕妤娘娘说的是，反正你骂我就是你对呗，这样总找不到罚他的理由了吧？楚婕妤阴阳怪气，明里暗里的把江心月骂了一顿，但他就跟听不懂似的，总觉得拳头下去都打在了棉花里。他带着一肚子的气过来，攒了2肚子的气回去。小主没事吧？啊，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江心月往榻上一靠，悠闲地吃着桌上美味的小糕点。哪里来的药味啊？回小主，咱们紧挨着荷花池，夏日蚊虫最多，这是内务府分到咱们喜和殿来的艾叶草，潮是潮了些，好歹能用。哎，别烧了啊！白天能有什么蚊虫啊？留着等晚上皇上来了再熏一熏便是了。喜鹊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这劣质的艾草，小主儿自己都受不了，怎么还敢给皇上用啊？长信宫，皇帝离开之后，丽贵妃的脸瞬间就阴沉了下去。赖月，去打听看看，皇上今日为什么去了喜和殿？他了解皇帝，他厌弃了的妃子，没有哪个还能再死灰复燃的。江心月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丽贵妃怕是没有机会知道的。这么热的天，爱妃何苦在外头站着？以后就在里头等着朕即可。嫔妾知道皇上要来，一点都不觉得热，只觉得神清气爽呢。皇帝的大手在他的头顶上摸了摸，感受着怀里的女子那傲人的身姿，
喉间不自觉的一紧，腰间禁锢着的手臂越发的紧了。两人对视间，暧昧的气氛升温。皇帝的眼神侵略性极强，手心灼人的温度令江心月面红耳赤。王德全见状，忙无声地挥退了满殿的宫人。室内一静，宣武帝就如同一头凶猛的野兽，低头咬住了他甜美的嘴唇。半晌过后，他才将唇瓣松开，两人皆是呼吸急促，眼神拉丝。烛火摇曳间，满是活色生香。饕餮盛宴之后，宣武帝轻咳两声，他穿衣服的手一顿。王德全，奴才在。明日让内务府送一些艾草熏香来喜和殿。王德全闻着空气里劣质药草的味道，忙点头应是，脑子里疯狂地运转，自己应该没有得罪过这位本事滔天的江贵人吧。第二日一早，皇帝要去上早朝，浑身酸痛的江心月也没起来，而是披着白色的外衣，衣衫不整地坐在床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江心月抱住他精壮的腰身。嫔妾一想到皇上要离开嫔妾这么久，就难过的睡不着了。傻瓜，朕晚上再来陪你，别难过了。这可是皇上您自己说的，那嫔妾晚上可等着皇上了。好，是朕说的。这江贵人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向皇上要承诺。王德全伺候了一辈子的皇帝，也没有见过如他这般另辟蹊径的后妃呀。若是掌握不好这个度，触碰到了皇帝的雷区，绝对的冷宫一世游啊！江贵人怎么能够做到这么精准的在皇上的底线内来回反复横跳的？听闻皇上昨日掌灯喜和殿，也真是稀奇了。也没什么稀奇的，江贵人是这批新晋妃子中颜色最好的，梁妃娘娘当初不也如花似玉，颇得恩宠吗？后来呢？年纪大了，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梁妃气得咬牙，却是冷笑一声：哼，这宫里谁不是如花似玉？难道蒋昭仪是个丑的？蒋昭仪容貌并不出众，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只能算得上是小家碧玉，最忌讳旁人用容貌攻击自己。眼见着要吵起来了，行了，宫中再添一位受宠的妃子是好事儿，多一位姐妹早日为皇家开枝散叶，本宫也好向太后交代。你们这些进宫已久的，也努力，莫让皇家子嗣凋零。丽贵妃冷冷一笑，皇后自己都没孩子，还在这里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怕这后宫最不想嫔妃生子的就是朱皇后了吧。被整个后宫关注的喜和殿，在皇帝走后不久，就迎来了一大波的赏赐和册封的圣旨。甄荣华，快起来吧，奴才要回养心殿复命了。劳烦王公公了。王公公，皇上晚上真的会来吗？皇上答应了小主的，应当是会来的。皇帝的封赏过后，各宫都是送了贺礼过来，就连皇后娘娘与丽贵妃也是送了厚礼来。丽贵妃的贺礼之中还有一盆昙花。喜鹊和霜降偷偷去看自家娘娘的脸色，见她并无不快，才敢小心翼翼地抱起花盆，准备扔到库房里头去。这么美的花，放起来太可惜了。摆在那儿吧。若是夜里开花了，本宫还能有皇上一道赏花，也算美事一桩。什么昙花一现，明日黄花的，他从来不以花自喻，所以任何人借花来讽刺他，他也不放在心上。人就是人，岂是那等死物可比的？你是说丽贵妃送了盆昙花给甄荣华？从司珍房直接送过去的，
今年司针坊的花农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名为幽檀，据说只在夜里开放1个时辰。那你就把司针坊所有的昙花都送到喜和殿去。一朵昙花不够看，满屋子的昙花盛放，方配得上朕的真荣华。哪怕是转瞬即逝的美丽，一片昙花花海，也是能永久留在人心底的盛景。姐姐来我这儿想做什么？没什么事儿，赶紧回去，皇上马上就要来了。你难道忘了进宫之前父亲怎么说的了吗？你不过区区一个庶女，在家中时就是我的陪衬，不要以为进了宫得了几分宠爱就有什么不一样。自我进宫以来，一直谨记父亲教诲，我出得圣宠，是你说我得把皇上让给你，我才故意惹怒贵妃娘娘，给你机会表现你对我的爱护，让皇上对你刮目相看。可你非但不护着我，还对我落井下石。如今我意外再得圣心，你还要我怎么做？你可以故技重施，这次我定然不会再不管你的。心月，我受够了这宫里不受宠的日子，人人都可以欺负我，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只要我能得到皇上的宠爱，我会报答你的，好吗？不，从今往后我不会再把皇上推出去了。为什么？你这个蠢货，你爱上了皇帝，你动了真心。江心月，你知不知道这后宫容不下对皇帝动心的女人？你真是蠢得无可救药了。心是我自己动的，南墙也是我要撞的。纵使最后我一败涂地，我也绝不怨恨任何人。爱过便无悔。这么说，你不肯帮我了？皇上，将宝玲御前失仪，贬为才女，迁至冷宫。小小宝玲都能欺负到你头上来，你让朕说你什么好？嫔妾怕与他们起冲突，会让皇上为难。嫔妾不想让皇上为难。只有深爱一个人，才会这么设身处地的委屈自己，为对方着想。心肠冷硬如宣武帝，也不禁为之动容。这一晚，皇帝没有和江心月讨论身体的奥秘，而是握着她的手，看了一夜的满是昙花。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你能重得圣宠，是你的福气，可要好好珍惜，万不能再像从前那般任性骄纵了。嫔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这教诲啊谈不上，只不过舍不得你们这些如花儿一般的小姑娘们在这静庭之中蹉跎了岁月。哎呀，说起来呀，真荣华娘娘还要多谢贵妃娘娘。若不是贵妃娘娘赏了你一盆昙花，皇上怎么可能把司针坊所有的昙花都搬去喜和殿呢？是该多谢贵妃娘娘的，满是幽檀，是嫔妾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景色。真荣华，本宫听楚洁于宫里的人说，昨夜江才女去喜和殿找你，却被皇上贬为才女，打入冷宫，可有此事？啊，嫔妾不敢揣测圣心，是已不知道皇上为何会将姐姐打入冷宫。昭仪娘娘若是好奇，何不去问问皇上？放肆！本宫问你话，你拿皇上出来搪塞本宫是什么意思？皇后娘娘恕罪，昭仪娘娘问的问题，嫔妾真的不知道。皇上要贬一个宫妃，亦或者升哪个后妃，嫔妾大敢揣测其原因啊。昭仪娘娘似乎很想知道，嫔妾这才让昭仪娘娘自己去问皇上。这江才女被贬，自然是她犯了宫规，你们也要警醒着些。若是敢在这后宫里头兴风作浪，她的今日就是你们的明日，听清楚了吗？是，谨遵皇后娘娘教诲。娘娘，别再等了，皇上今日不会来了。
误以为江心月对皇帝一往情深的喜鹊，把欣赏美景的他当成了在对月自怜。江心月便故意逗他：喜鹊，你说皇上和丽贵妃在一起，与我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吗？喜鹊不忍心说，春宵苦短，贵妃娘娘与皇上早就歇下了。长信宫，温存过后的丽贵妃沉沉睡去。不要吵醒贵妃，朕出去透透气。娘娘，你快下来，万一被人看见就不好了。嘘，小点声，这是在咱们自己宫里，不会被发现的。后世他做心理疗愈师的时候，时常也要陪着病患喝几杯，这样才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让对方相信自己。那时他的外号就是千杯不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女子空灵的声音落在宣武帝的耳中，是那样的悲凉与伤感。他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喜和殿外。朕竟不知朕的爱妃如此有才华，还会作诗。江心月眯着眼睛，歪头看着宣武帝，直接越过了院墙，飞扑着跳了下去。喜鹊双将王德全都是吓得差点叫出声来，但见宣武帝飞一般的冲过去，稳稳地把人给接住了，这才松了一口气。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啊。像是像我喜欢的人。皇帝喉结滚动了两下，但想到丽贵妃的性子，还是将江心月抱回了喜和殿。好好照顾你家主子，可不许他再喝醉了。他不想旁人看到他这副媚态。是。就在喜鹊以为皇帝会留下来的时候，他却是又回了长信宫。他一走，江心月就睁开了眼睛。吓死了，还好皇帝今夜没有歇在这儿。真惹毛了丽贵妃，人家碾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丽贵妃中途醒来，发现皇帝已不在，已经是发作了一轮了，摔碎了好几个花瓶，打伤了几个工人。宣武帝返回的时候，丽贵妃还没有来得及收起脸上的怒容呢。皇上，爱妃这是怎么？可是哪个不长眼的奴才让爱妃不开心呢？他给了台阶，丽贵妃马上就顺势而下了。屋子里的冰盆都用完了，那些奴才也没续上，臣妾都被热醒了。皇上您又不在，臣妾一时害怕。王德全在心中腹诽：8年前丽贵妃出进宫时多曼妙的一个少女啊，如今瞧着也与后宫里那些心机深沉的女子没有什么两样了。今日甄荣华倒是来得早，可见皇上不在，甄荣华总要勤勉几分。若这么说，那楚婕妤应当是最勤勉的了。怎么不见你日日起早来请安？难道私心里在懈怠皇后娘娘？你胡说什么？皇后娘娘明鉴，嫔妾绝无此意。甄荣华不过是与你玩笑几句，怎的就把你吓成这样了？楚婕妤是丽贵妃的人，心虚了呗。楚婕妤，我与你说笑的，你该不会生气了吧？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玩不起吧？怎会？本宫瞧着丽贵妃脸色不大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身体不舒服的绿头牌都要撤下去，什么时候能够摆上去，那可就不好说了。哼，皇后娘娘少有恩宠，自然不会理解臣妾等人的辛劳。甄荣华，你说是不是？皇后娘娘打理六宫，无时无刻不关切着诸位姐妹，还有比皇后娘娘更辛劳的吗？嫔妾愚昧，竟是不知的。本宫还有事，皇后娘娘若没有其他事情，臣妾就先告退了。那甄荣华不过有几分他从前的影子，
皇上拿她当个玩物，丽贵妃自己又怎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对付她呢？皇后巴不得他们俩相争，自己好稳坐钓鱼台呢。留着那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甄荣华，更能对后宫宣告她丽贵妃的受宠。夜沉如水，宣武帝今日一整天都在惦记着醉酒姿态撩人的江心月，若是能哄得甄荣华多吃上几杯酒，与他醉中，只是想着，身体便是有了几分变化。王德全，再快些！轿辇已经是抬得起飞了，再快些，抬轿的太监鞋底子都快要磨冒烟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爱妃在饮酒。喜鹊和霜降说昨夜嫔妾喝醉了，嫔妾今日便想看看是什么酒还能把嫔妾给喝醉。我为什么喝酒？还不是为了满足你心里那点儿不可告人的小癖好。如此说来，爱妃的酒量很好。自然是的，不信的话，皇上与嫔妾共酌几杯，这次嫔妾肯定不会醉的。这次不会醉，那就是上次喝了几杯就醉了。饮酒之人酒量不好，偏爱说自己能喝，如后宫众妃，个个都是千杯不醉，偏到了他的跟前，一个个喝了没2杯就说头晕，直往他的怀里钻。他是皇帝，不是傻子，不像眼前这个。喝呀，皇上为什么不喝了？小样儿，影视剧里各种女明星演绎的贵妃醉酒，他都看过800遍了。宣武帝再见多识广，也没有见过从千百年后带着《甄嬛传》杨贵妃秘史武媚娘传奇穿越而来，勾引自己的绝色美人吧？哼，抓到你了，不许逃哦！朕不逃。甄荣华欲待朕如何？已经晕晕乎乎的美人儿歪着头，努力撑开那双水润润的眼睛，复又用力的摇头，那半晚的青丝全都落了下来，将甄荣华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儿全都拢了起来，这让人心生怜爱，恨不能将她揉入自己的身体里，狠狠疼爱。这么想着，宣武帝也直接这么做了。喜和殿外，王公公，我家婕妤娘娘旧疾又犯了，哭着喊皇上呢，能否劳烦王公公通禀一声？真的只是去看一眼就好了。说得轻巧，且不说他不敢进去打扰皇上与甄荣华的好事，就说皇上一旦真的去了长春宫，哪里还能够出得来呀？婕妤娘娘却是病了，就去太医院请太医。皇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睡下了，咱家可不能让任何人扰了皇上的睡眠。红喜姑娘，请回吧。红喜听着喜和殿内传出来的声音，在心里把江心月骂了个狗血淋头。骚浪贱的小蹄子，只会勾得皇上流连床榻，真是不要脸。他只能等在喜和殿门口，试图发出一点什么声响，引起皇帝的注意。被宣武帝捉住的江心月柔弱的红了眼，只想要逃跑，奈何他喝醉了酒，越是扭来扭去，让宣武帝更是头皮发麻，到了崩溃的边缘。别乱动！他扣住江心月的肩膀，将头埋于他的肩窝，极力地克制自己，在他的肌肤上轻轻的撕咬亲吻，极尽缠绵姿态。月光笼罩着喜和殿，荷花池中的一对鸳鸯交颈，好不亲密。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太小。有皇后娘娘和良妃姐姐护着嫔妾，嫔妾就是胆小一些，也不妨事的。哟，这不是甄荣华吗？瞧着眼睛红的，莫说是皇上了，就是本宫瞧着也心疼得紧呢。嘘寒问暖不如金银细软，皇上的确心疼嫔妾，所以赏赐给嫔妾那么多珠宝首饰。昭仪娘娘那么心疼臣妾，只是嘴上说说的吗？蒋昭仪说她装，
那他就骂他假，看谁气死谁喽。梁妃极满意他的反应。哼，日头快出来了，你快些回去，说不定皇上还有赏赐。记住了，你现在可是皇上的心头好。不像楚婕妤和蒋昭仪，又无圣宠，只依附着丽贵妃度日。瞧着，江心月又省去了和他们打嘴仗的功夫，扶着喜鹊的手跑回了喜和殿。你站住！江心月，你没听到本宫说话吗？啪的一声，刚冲到江心月的面前，就被他抡圆了胳膊扇了一巴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真荣华，楚婕妤见了本宫，不但不行礼，还语气恶劣，自称本宫，是否对皇上给予本宫的封号很是不满啊？荣华之位本就是在婕妤之上，楚婕妤被一巴掌给打懵了，回过神来，狠狠地瞪着江心月。我爹是户部侍郎，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红炉4成庶女，也敢打我？本宫打的又不是你爹。哼！再说了，咱们进了宫就都是皇上的女人，前朝如何与你有何干系啊？难不成咱们吵2句嘴，你也要告诉你爹？那你将皇上的脸面置于何地呢？后妃联系前朝乃是大忌。皇上驾到！甄荣华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嫔妾一巴掌，嫔妾好疼。昨夜蜀婕妤身体不适，来喜和殿找朕了。嫔妾多谢皇上关怀，昨夜是很不舒服，都睡不着觉。红喜这丫头见嫔妾犯病时，在皇上身边能睡得安稳，便自作主张寻来了喜和殿。谁知甄荣华或许是没听到吧。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呀。昨夜宣武帝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活来死去的，更何况在皇帝的眼里，他已经是醉得一塌糊涂，当然听不见殿外的争吵了。朕今日是想去长春宫看望楚婕妤的。楚婕妤抬头，笑容浮现在脸上，得意挑衅地看着江心月。可朕方才见你怒斥甄荣华，见了他也不问安，一口一个本宫的，中气倒是十足，不像有病在身的样子，看来是康复了。既然身子没有不适，那你以下犯上，朕便罚你在这里跪上2个时辰。下次见了甄荣华，记得向他行礼。语罢，伸手就揽住了江心月的肩膀。爱妃脸这样红，莫不是被晒着了？故意打趣逗他来着。江心月嘟着嘴，一脸的难为情，甩开皇帝，慌不择路的跑回了喜和殿。楚婕妤被他这一系列的骚操作看的是目瞪口呆的。甄荣华怎么这么大胆？他怎么敢甩下皇上的手？怎么敢当着皇上的面跑走？而且看样子皇上还不生气。他的小脑袋瓜儿想不明白，眼睁睁看着宣武帝追着甄荣华的背影而去。若是他想得清楚，也就不必跪在这里了。你个蠢货，还不明白皇上为何罚你吗？还不是甄荣华那个虎妹子，仗着和娘娘您有几分相似，皇上正图她新鲜，在皇上面前吹了耳边风。后宫嫔妃再怎么闹，那也是小打小闹，皇上绝不会偏帮任何人。你这蠢货，却搬出家事来压人。可知皇上最厌恶的，便是前朝与后宫有牵扯。就如当年太后与吴家勾结，导致买官犯爵猖獗，令皇上是深恶痛绝，最后亲手处置了自己的母后与舅舅全族。楚婕妤这才知晓厉害，慌乱地求着丽贵妃救命啊！本宫再帮你最后一次，若是你还这样烂泥扶不上墙，本宫也懒得管你了。大中午的，江心月还在睡觉，就听见一声高亢的叫声，好像是从喜和殿中传出来的。主，怎么了？
发生何事了？偏殿，有人在偏殿上吊了。偏殿门口围了几个小太监和小宫女，江川呵斥了一声，他们跪倒一片。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在这里围着。主，你先回避，别冲撞了你。奴才几个先将人放下来。快去！衣裙一晃，房梁上挂着的人影就被放了下来。只听得喜鹊大喝一声：“主，是大小姐！”什么？王德全步履匆匆地往御书房赶。皇上，喜和殿出事了！太医，我家主子怎么样了？荣华娘娘脉象缓似而行，晨躯若有若无，应当是受惊过度，气血运行受碍，心胆气虚。老臣给娘娘开个方子，你们来个人去太医院抓药吧。本宫的侍卫都是干什么的？怎么会让人跑到喜和殿来了？江才女好像是甄荣华的姐姐，她们姐妹之间有什么仇怨呢？她不过是在提醒宣武帝，甄荣华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的善良。她不知道的是，江心月与长姐不和的事情，皇帝早就知晓了，无非就是嫉妒妹妹能够得到帝王宠爱，心有不甘，所以想要报复。但是因为她恶毒的模样已经是暴露在宣武帝面前，还被打入了冷宫，自知这辈子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所以用自己的死来吓唬江心月。好好照顾你们主子，朕还有事儿，晚些时候再来看他。王德全，你陪着去太医院取药，让太医院的人仔细着些。仔细什么？自然是仔细的给甄荣华看病，不要让她的身体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好好照顾甄荣华。便又追着宣武帝出去了。主，皇上走了。床上病弱的仿佛只剩下半口气的江心月睁开眼，哪里还有半点子病气的样子呀？坐起身，用手里小小的铜镜照了照自己的脸。这带病妆画得不错，应该可以让皇帝对自己再多怜爱几分的。毕竟他前脚才得罪了楚婕妤，后脚就出了这档子的事儿，任谁都会怀疑这背后是楚婕妤在策划。大小姐怎么会自杀呢？她心气儿那样高，从前在府里还说过要做皇后娘娘的豪言壮语，这才进宫短短2个月，怎么就寻了短见呢？外头府里若是得了消息，还不知道大夫人要怎么闹呢。想不通就不要想了，左右这事儿跟咱没关系，皇上会处理好的。哪怕是袁深和江雨桐都没有什么感情，更不用说他这个冒牌货了。养心殿，去翊坤宫找皇后娘娘，让她彻查江才女自绝一事。还有，甄荣华胆子小，怕是不能再住喜和殿了，让皇后挑一处好一点的宫殿给她住。朱皇后收到皇帝口谕之后，马上带了百年人参到喜和殿来探望，同行的还有梁妃与德妃。可好些了，江心月从善如流的咳嗽一声，多谢皇后娘娘关心，嫔妾好多了。今儿说了你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还真被本宫说中了。不就是个死人，也能把你吓成这样？你这病歪歪的，可就着了那贱人的道了。他就是想用自己的死把你也给吓死，你可千万别如了他的意。梁妃姐姐说的有道理，嫔妾会快点好起来的。也不怪他被吓着，他才15岁，还是个不大点的孩子呢。别怕，皇上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等你身体康复就迁宫。本宫替你选了景仁宫、河西宫、顺安宫3处，其中这景仁宫和翊坤宫挨的是最近的。以后要是再有类似的情况，可快些向本宫求救。顺安宫主位是梁妃，本宫瞧你们也很是聊得来，不过也要看你的意思，
河西宫呢，是皇上替你挑的，离承乾宫最近。朱皇后在试探他。皇后娘娘和良妃姐姐都待嫔妾好，景仁宫和顺安宫都是极好的，但嫔妾还是想离皇上近些。皇后娘娘，您可别生嫔妾的气啊！嫔妾以后一定会经常去翊坤宫找您玩的。好赖话都被你说了，本宫还怎么生气呀？行了，本宫知道你的意思了，也就不打扰你休息了，快点好起来，才好搬过去呢。江心月用力的点头，送走了朱皇后一行人。喜鹊挠了挠头：“主儿，您拒绝了皇后娘娘，她会不会？”“不会，跟御上房的人说，本宫这几天就吃百年人参炖汤。”皇后娘娘真的不生气吗？咱们这么护着她，她还不领情了？她要是选了景仁宫或者是顺安宫，咱们才真该提防她了。娘娘为何这么说？她若是选了你我，证明她是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真心、图谋甚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10个你也难斗赢她。可她想也不想的就选了河西宫，说明此人直来直往，半点心机也无，很好掌控。晚上掌灯的是蒋昭仪宫里，皇帝没有来喜和殿，为此霜降还觉得有些失望。皇上不是说了晚些时候来看咱们主吗？怎么去蒋昭仪宫里了？皇上去哪里都是皇上的自由，这话你在本宫面前说说就罢了，若是让本宫听见你去外头说，本宫也饶不了你。江心月很少发脾气的，所以他第一回训斥霜降就显得十分的威严。本宫这人脾气是好，但那是你们不犯事的时候，若是让本宫知道你们谁在外头嚼舌根子，说主子们的是非，连累了喜和殿，别怪本宫没提起你们，这样的奴才就是被打死，本宫也不会救的，听明白了吗？奴才不敢。都下去吧。宣武帝不来才好呢。江心月还懒得装柔弱，躺在床上让喜鹊和霜降服侍着，日子不知道多潇洒。7天时间一晃而过，今儿是江才女的头七了。他倒是要看看谁会装神弄鬼的来吓唬他。这7天，宣武帝去了丽贵妃那儿2晚，去了德妃和良妃的宫中各1晚，和江心月一起入宫的那批秀女之中，又起来了一个从7品的苏贵人。皇帝在他那儿呢，也是歇了2晚，还有1晚没有翻牌子，皇帝一个人在承乾宫睡的。一阵风吹来，寝殿的窗子被吹开，喜鹊和霜降被吓得抱在一块儿，死死地闭着眼睛，根本不敢睁开眼。他们家主说的，害怕就闭上眼睛，什么妖魔鬼怪都由他来收。突然，阴风阵阵之中，从窗口倒挂着掉下来一个披散着头发、红衣白脸的女鬼。霜降没忍住，睁开了眼睛，立刻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江心月切了一声，翻了个白眼，抓住那女鬼往地上一甩，原来只是一个假的布人而已。这女鬼做的也太假了吧，比江心月在后世玩的恐怖鬼屋那差远了。妹妹，我死得好惨啊，你下来陪我呀。女鬼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江心月一把掐住了喉咙，从窗外吊着的绳子上给拖了进来。啊！红喜，怎么是你啊？寝殿的大门被推开，宣武帝一脸肃容地出现在门口。王德全，去请皇后过来，顺便再去长春宫把楚婕妤一并带来。皇上这么久不来看嫔妾，是不是把嫔妾给忘了？小没良心的，真若是忘了你，又怎么会每日让王德全给你送东西来？
他不来是因为他想让凶手放松警惕，以为他不关心甄荣华了，才能够让对方肆无忌惮地对喜和殿出手。朕看爱妃胆子不小，竟敢徒手抓鬼。什么神鬼之说啊？嫔妾都是不信的。就算这世上真的有鬼，他们又怎么敢在皇宫里现身呢？皇上乃真龙天子，能镇这世间所有的妖魔鬼怪。嫔妾不信有鬼，自然就是有人装神弄鬼，有什么好怕的？这一番马屁可算是拍在了宣武帝的心口上。爱妃说的不错，朕也不信这世上有鬼，所以今夜来帮你抓鬼来了。皇后娘娘到。甄荣华不必多礼，没吓着你吧？没呢。朕看他不吓着那鬼，求阿弥陀佛。正说着呢，王德全已经是带了人，押着楚婕妤到了帝后的面前来。皇上，楚婕妤到了。毒妇，是你去冷宫唆使江才女来喜和殿上吊，又是你让你的宫女假扮鬼来吓唬甄荣华。唉，楚婕妤，你可知罪？嫔妾没罪，嫔妾没有去冷宫，是甄荣华自己作恶多端，自己的姐姐都恨毒了他，见不得他这小人得志。臣妾不过让洪喜扮鬼吓吓他，他又没有怎么样，臣妾何罪之有？那是因为我有皇上庇护，才不至于被你吓晕过去。江心月擦了擦根本就不存在的眼泪。太医说我受惊过度，需要好好静养，说是再次受到惊吓会病入膏肓，药石无医。楚婕妤，这是想吓死我吗？楚婕妤心肠歹毒，谋害后妃，今日起贬为末等更衣，充入新者库为奴。忙活了半天，宣武帝歇在了喜和殿。7日未见，帝王热情的让江心月都招架不住了。一番云雨之后，王德全按照惯例送上了事后的补汤。打量着他不知道，见他喝的那样干脆，王德全还有点小小的自责。爱妃可有什么想要的？嫔妾想要。他抱住宣武帝的公狗腰，抬头仰望着他。嫔妾比较贪心，想要皇上的心。这个回答在宣武帝的意料之外。朕的心早就是爱妃的了，不信爱妃自己来摸摸。鬼话连篇的男人，江心月才不会相信他的甜言蜜语，但是也不影响他和这个鬼话连篇但是那方面功夫极好的宣武帝再大战上300回合。由于太过主动，江心月第2天就体会到了小说里说的女主被霸道总裁按在床上狠狠宠爱之后腿软的下不了床的感觉。朕让人去翊坤宫说了，你今日身体不适，不必去请安了。那怎么行啊？嫔妾今日还想让皇后娘娘差人给嫔妾迁宫呢，嫔妾得去。朕让王德全去内务府吩咐人来，听话。嫔妾知道皇上体恤嫔妾，嫔妾心里高兴。可嫔妾已经病了7日，不曾给皇后娘娘请安了，如今都侍请了还不去，旁人啊，该觉得嫔妾恃宠而骄了。朕乐意宠着你，你的确可以恃宠而骄。是，喜欢的时候乐意宠着，再任性都是觉得人家生动活泼、可爱天真。等到哪天不喜欢了，谁都可以用他今天的恃宠而骄来抨击他。那时皇帝也只会觉得这个女人怎么那么烦呢？半点规矩也没有。嫔妾不要，旁的后妃求都求不来的恩典，她是避之不及呀。皇后娘娘待臣妾很好，良妃姐姐也是。嫔妾不想让人家说嫔妾不敬皇后娘娘，让皇后娘娘失了面子，嫔妾会不高兴的。皇上，你下次不要再这么勇猛了，嫔妾腿都软了。这甄荣华昨日已经侍寝，想来身子大好了，怎么还不来向皇后娘娘请安呢？嫔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嫔妾昨夜受了惊吓，身子沉疴，来得迟了，还请皇后娘娘恕罪。他谦卑的态度打了蒋昭仪的脸，
也是极大的给了朱皇后面子。甄荣华不必多礼，快起来坐下吧。虽说昨夜楚婕妤荒唐行事，但好歹皇上宠你，如今你的身子大好了，那今日本宫便让内务府来帮你迁宫了。皇后娘娘疼惜甄荣华，本是她的福分，只是迁宫这么大的事，皇后娘娘不问问皇上的意思吗？江心越想，论沉得住气，丽贵妃还是不如朱皇后啊。丽贵妃这么问，正中了朱皇后的心思。本宫虽是皇后，但是正如丽贵妃所言，迁宫这么大的事情，本宫岂敢擅自做主？甄荣华迁河西宫的事情，乃是皇上亲口预言。那就恭喜甄荣华了。河西宫离这承乾宫不过一盏茶的距离，皇上可真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疼了。满室的嫔妃都对江心月露出了既羡慕又嫉妒的眼神来。贵妃娘娘有所不知，昨夜皇上掌灯喜和殿，见嫔妾被楚婕妤吓得三魂没了七魄，发了好大的脾气，说宫里头竟然有人装神弄鬼，一点都没将皇上放在眼里。嫔妾此番因祸得福，还要好好谢谢楚婕，不对，要好好谢谢新者库岁奴楚氏呢。楚婕妤呢？众人这才惊觉，楚婕妤都没有来给皇后娘娘请安。朱皇后也是趁机宣布了皇上将楚婕妤贬为了末等更衣，已经发配去了新者库为奴的旨意。末了还不忘震慑后宫众人。江心月柔柔下拜，嫔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由她带头，不管这满室的女人是不是心甘情愿，她们也得跟着一起下拜表态。朱皇后极其满意的结果就是，内务府来帮江心月迁宫的时候格外的尽心尽力。河西宫走水了，瞧着不像走水的样子，奴才过去看看。一起去。宣武帝发话，抬着龙辇的太监们赶紧出发过去。他们已经是感受到了皇帝急切的心情，越是近了，那股香味越发的浓烈，勾得人口水直流。有个得了甄荣华亲自包好的牛肉菜包的工人，喜滋滋的从河西宫出来，正准备吃下那新奇又美味的菜包，就看到御驾停在了自己的面前。奴才，这是甄荣华娘娘亲手包的，上次给奴才的，奴才请皇上品尝。他算什么东西啊？只是帮着娘娘搬了个炉子而已，哪有资格吃甄荣华娘娘亲自烤的肉啊？该献给皇上才是。皇上，是牛肉和蒜片，还有青色的辣椒，是熟的。御膳房不是说甄荣华要的是生肉吗？他还以为这位主儿是故意使性子在吃醋呢，难道是他想差了？皇帝的膳食是有专人试毒之后才能吃的。他抬了抬下巴。洪德全，作为皇帝的心腹太监，皇帝一个眼神他就明白，今儿这一口看起来乱七八糟的肉菜他是非吃不可了。希望甄荣华娘娘靠谱一点，让他吃了不至于拉肚子。王德全一口下去，香辣味直窜鼻腔，好吃的他差点都把舌头都吞下去了。皇上，您晚上没吃饱吧？天色尚早，要不去河西宫吃饱了再去延庆宫。有这么好吃？真的太好吃了。主仆二人眼神交流之后，宣武帝点点头。准了。主儿，您已经站了半个时辰了，进去等吧。皇上翻了您的牌子，肯定会来的。苏贵人满脸的失落，终是不甘心的往回走。德妃饭后带着二公主在消食散步，还不到事情的时间，皇上去甄荣华宫里用膳了，你不必如此着急。甄荣华是个极和善的人。意思是甄荣华想必知道今晚侍寝的人是苏贵人，
不会强留皇帝的。嫔妾知道了。被江心月喂得酒足饭饱、意犹未尽的宣武帝心情好，进了苏贵人的寝宫，听见哭声也没有转头就走。怎么哭了？皇上，嫔妾还以为您不来了。想到今日他吃了甄荣华大半的烤肉，走的时候甄荣华甚至是气得都没理他，他就轻笑出声了。苏贵人望着笑容俊美的皇帝，不禁红了脸。皇上是在笑嫔妾爱哭吗？爱妃今日是用桂花头油了。特意从头到脚都装扮了一番的苏贵人挽了一下发。皇上喜欢吗？连他换了头油都知道，皇上的心中是有他的。若不是，后宫的女人这么多，怎么就单单发现他的变化了呢？爱妃天生丽质，就算不用那些，也能叫朕倾心的。嫔妾总想着将最好的一面展示给皇上，免得皇上有了新人，把嫔妾给忘了去。第二日，封苏贵人为婕妤的圣旨就下来了。可本该高兴的苏婕妤第一次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时，皇上又一道圣旨，封了甄荣华为从六品的甄姬娘娘。苏婕妤是因为侍寝了才被加封的，她江心月凭的又是什么呢？河西宫的人真这么说？是，还说几位小主子也可以一块过去。那小宫女还说，甄姬娘娘说了，烤肉就是要人多才热闹。哼，旁的人巴不得独占着皇上，他怎么想的？不好好把握和皇上独处的机会，还要把皇后娘娘和咱们都叫过去，也算他有几分真心。既说了让咱们穿的简单些，也就不要太繁琐了。大公主也要肃静些。王德全，河西宫那边有人过来传话没有？什么时候用膳？回皇上，说是要到戌时。皇上，要不您先传晚膳，烤肉就当宵夜喽。不行，都已经忍了那么久了，现在用膳，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王德全，你闻到烤肉的香味吗？甄姬是不是已经在烤肉了？王德全的眼睛里都重新有了光。奴才再派个人去问问。臣妾参见皇上，儿臣参见父皇。江心月左手拿着小刷子，右手拿着羊肉串，烟熏火燎的。皇上，臣妾不是很方便，今日家宴就不要怪罪嫔妾不知礼数了吧。劳累咱们甄姬娘娘做了回御厨，朕岂敢怪罪。甄姬娘娘做的烤肉滋味如何？父皇，甄姬娘娘好厉害呀！儿臣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洋芋。童言童语，逗得众人发笑。朱皇后一开始还觉得这烤肉的吃法有些有辱斯文了，但是学着甄姬之法吃了一个五花肉菜包之后，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瞧着皇上虽然依然优雅，但是动作迅猛的样子似乎是十分的熟练。平时眼高于顶的大公主和素来冷清的二公主以及熊孩子三皇子都已经臣服在甄姬的魅力之下，一口一个甄姬娘娘，欢喜之情溢于言表。这顿烤肉可谓是宾主尽欢。他就是故意针对我的，明知道我在德妃娘娘的延庆宫里住着，请了德妃去，偏偏就落下我。他是故意让我难堪，拉拢了德妃来对付我。珠儿，你别想太多了。甄姬娘娘她不认识你，怎么可能故意针对你呢？他迁宫那日，皇上来了我这儿，心里指不定想着怎么报复我呢。爱妃，给朕生个小皇子吧。为什么是小皇子啊？不能是小公主吗？若嫔妾生的是公主，皇上就不喜欢她了吗？胡说什么？生个像你一样可爱的小公主，朕会给她挑一个像朕一样的好夫君。可别了吧。
江心月可不想自己的女儿将来嫁上一头种马，将来他女儿的驸马必须要爱他的女儿，尊重他的女儿，花心男别来沾边儿。苏婕妤被皇上宠了2日，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吗？竟敢挡了蒋昭仪娘娘的路！咱们几个过来人还是劝劝你，皇上心里只有丽贵妃娘娘，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不过是皇上的玩物而已。江心月施施然地走过去，很是敷衍地蹲了蹲身子。嫔妾给3位姐姐请安了，这是怎么了？他自顾自地起身，不给蒋昭仪故意为难自己的机会。春姬妹妹来得正好，听说你和苏婕妤是同时入宫的，少不得有些情谊。本宫方才走在路上，她却挡着本宫去路，你说她该不该打？这么大一条道，苏婕妤脑袋后面就该多长2只眼睛。见了是蒋昭仪娘娘，得立马跑开。毕竟你年轻，多跑几步不妨事的，要尊老爱幼，知道吗？拐着弯的说，蒋昭仪年老色衰了，应该给新人让路，不应该倚老卖老，仗着资历欺负新人。嫔妾宫里还有事，就不打扰蒋昭仪姐姐，给新人立规矩了。她既然穿越成了后宫妃子，可不是来这儿交朋友的，她的目标很明确，要做这深宫里的宠妃。已经半个月了，皇上都没去河西宫，因为丽贵妃病了，太医说是忧思成疾，须得静养，而且不能受刺激，否则身体垮了，日后怕是很难受孕。皇上，甄姬娘娘又去翊坤宫了。朕知晓了，退下吧。甄姬炖了半个月的补汤，一次也没有送来承乾宫，哪怕2宫之间距离这么近。宣武帝的心里头堵得慌，酸唧唧的。浪了半个月的江心月从翊坤宫回来，路过承乾宫，终于良心发现，想进去看看皇帝，才走到承乾宫的台阶下，就碰上了迎面而来的丽贵妃。嫔妾给贵妃娘娘请安。丽贵妃看都没有看她一眼，直接让小太监进去通报。皇上，尝尝这猪肚汤，是臣妾让长信宫的小厨房做的。不爱吃内脏的宣武帝很给面子的喝了几口，瞥见王德全一副欲言又止、便秘似的表情。朕今日政务繁忙，爱妃身子刚好，还是先回长信宫歇着。王德全，用朕的龙辇送贵妃娘娘回去。丽贵妃是不想走的，但是皇上说要用龙辇送她，这就让她实在拒绝不了。国事虽重，皇上也要保重龙体，臣妾就不打扰了。那可是龙辇呢，皇后都从来没有坐过的龙辇，她将是第一个坐上去的妃子。皇上，方才贵妃娘娘来的时候，甄姬娘娘也在外头，应该是来见陛下的。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奴才也是出去的时候才看见的，问过门口当值的小太监了，说是甄姬娘娘先来的。甄姬先来的，为何通报的是丽贵妃？今日门口当值的都给朕换了。娘娘莫再哭了，没有猪肚汤，咱们还有天麻鸽子汤，一样的很好吃的。我是哭猪肚汤吗？都是我不好，当初不该为了失宠故意挑衅贵妃娘娘，如今害你们跟着我，还要挨腊月的打，我太没用了。奴婢不疼，双枪别怕，我一定不会让你脸上留疤的。宣武帝推开房门，怎么了？这是被欺负了？你来说。双将看了看江心月，皇上问你话，你看本宫做什么？回应皇上的话，奴婢今日晚膳时。奴婢只说咱们主是气血不调，主持当归，不是要隐喻什么。腊月他说奴婢顶撞他，要对贵妃娘娘不敬，赏了奴婢10个耳光。放肆！
早知道皇上要发这么大的火，嫔妾便不让霜降说了。伤了皇上的身子，疼的还是嫔妾。奴婢该死！朕不是说你们，你们带她下去上药，别让她脸上留疤。丽贵妃出身显贵，性子难免骄纵，她身边的宫人也沾染了几分傲气，委屈爱妃了。贵妃娘娘自是高贵，可她宫里的人竟仗着贵妃娘娘的名义在外行凶。腊月不过一个宫女，也敢自比贵妃娘娘，实在胆大包天。下次她若敢对嫔妾不敬，嫔妾定不饶她。他没法教训高贵的丽贵妃，难道还怕了一个宫女吗？他才不要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也不要君子报仇10年不晚。正所谓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他有仇当场就要报。一会儿你可别怂，本宫让你打你就打，不要犹豫，听到没？可是奴婢怕，万一贵妃娘娘知道了，会连累主子你。本宫不怕，让她尽管来找好了。等到了御花园，江心月朝着喜鹊点点头，自己站在柱子后隐藏了身形。月儿，咱们就用这花给主当便便花，便便海棠，主一定会喜欢的。放肆！哼，看来甄姬娘娘被我们贵妃娘娘教训了一次，还没长记性。这垂枝海棠是皇上特意为我们贵妃娘娘种下的，今日我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是学不好这宫里的规矩了。他走过去就抬起了手，要扇喜鹊的巴掌，却被早已有所准备的喜鹊抓住了手腕一推，连连后退。同样都是主子们的贴身宫女，腊月姐姐倒是好大的气派。对咱们说打就打，这也是贵妃娘娘给你的特权吗？大胆奴才！我这是替贵妃娘娘教训你，你竟然还敢还手！来人，给我把他按住！本宫看谁敢！二话不说，一巴掌打在了腊月的脸上。就算本宫是小小的从6品甄姬，也不是你这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有资格评论的。如此嚣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贵妃娘娘亲临呢。甄姬娘娘，奴婢就算是狗，那也是贵妃娘娘的狗，你打狗也要看主人不是吗？本宫第一次见有人乐意做狗的。打狗是要看主人，但狗主人忘了给畜生牵狗绳，咬了本宫的人，本宫打回去，难道狗主人还能杀了本宫不成？你什么你呀？江心月一脚踹在腊月的膝盖上，痛得他跪了下去。见了本宫也不下跪行礼，本宫看规矩没学好的应该是你。霜降，给本宫打！他涨红着一张脸，大叫一声，抓住霜降的手就要反击。江心月见状，赶紧拉着霜降往后一扯，再抓住腊月的手往自己的脸上扇了一巴掌。他啊了一声，整个人飞了出去。甄姬娘娘，娘娘流鼻血了！腊月，你竟敢打珍珠娘娘！皇上，嫔妾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生气了。疼吗？不疼不疼，皇上更疼。朕疼什么？打在嫔妾身，疼在皇上心嘛。皇上，嫔妾错了，害得您和贵妃娘娘。嫔妾没想到会闹成这个样子，就是想给霜降出出气。给霜降出气的法子有很多，你偏偏选了最蠢的一种。腊月只是个宫女，你明明可以直接处置她，却以伤害自己为代价，你蠢不蠢？宫里聪明的妃子多了去了，嫔妾有皇上，用不着那么聪明，蠢一点儿，不是有皇上护着吗？你还觉得挺自豪的是不是？有一点吧。宣武帝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宫里聪明的妃子那么多，偏他这个被骂蠢的被他护着，他已经很高兴了。就如此而言，他更加喜欢甄姬的心性。第二日去翊坤宫请安，众人都期待着丽贵妃和甄姬。哦不，今早皇上下旨封了甄姬为庶5品的甄房仪，又是连跳一级，如江心月所愿，没有成为正6品的甄贵姬。往日从翊坤宫请安回来，小爱江都是第一个冲出来迎接江心月的。阿江呢？阿江怎么没出来？
主子饶命，小爱江不知被谁用吃食引出去了，奴才们正在找着。爱江那么小，平日里几乎不出门，你们四处找找，附近各宫都去问问。光顾着保护人去了，忘了家里的小奶狗也有危险。怎么回事？那位又做什么妖？娘娘，苏婕妤寝殿的门口被人悬挂了一只打死的狗，苏婕妤受了惊吓晕过去了。这宫里都有谁养狗？养猫的倒是不少，养狗的好像只有甄芳宜一人。甄芳宜这事又惹着谁了？这么残忍的法子！唉，去河西宫一趟，告诉甄芳宜。三皇子说甄芳宜娘娘很喜欢小爱江，这下可有得他伤心了。皇上，嫔妾到底哪里得罪了甄芳宜？自打嫔妾承宠以来，他处处针对嫔妾，现在还弄这一出，嫔妾真的吓坏了。苏婕妤口口声声指责着甄芳宜，可是亲眼看见他把小爱江挂在你的门头上了。除了他，还有谁如此痛恨嫔妾？谁痛恨你？江心月匆匆赶来，就听见了他的控诉。嫔妾给皇上请安，给皇后娘娘请安。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给帝后二人请升天呢。毕竟甄芳宜的脸色实在是难看。你说清楚，谁痛恨你了？我与你虽然同日入宫，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你。入宫之后，除了那日蒋昭仪娘娘怪你挡路打了你，我经过之时与你近距离说了几句话，何时还有与你有过交集？我至于虐杀了我的爱宠来恐吓你？芳宜娘娘说是不记恨嫔妾在你迁宫之日承宠，为何那日邀请德妃娘娘去吃烤肉，却忽略与德妃娘娘同处一宫的嫔妾？哼，你就凭借着自己的臆想，就这样恶意揣测甄芳宜，半点实际的证据也没有，你就来攀咬比你高位的嫔妃，你可知犯了宫规是要被打板子的？嫔妾只是合理的猜想，并非有意要指认甄芳宜娘娘，还请皇后娘娘看在嫔妾受了惊吓的份上，不要与嫔妾计较。你看，说他蠢，他还知道趋利避害呢。王德全，把小爱江带回河西宫安葬。你是说，有人杀了甄芳宜的狗，挂在了苏婕妤门口？现在皇上要给甄芳宜的狗举行葬礼，还要各宫都去吊唁。腊月挨了50大板，还在房中歇着。不过，就算是他康复了，也不可能再到丽贵妃的近前来伺候了。是，皇后娘娘、德妃娘娘、良妃娘娘以及各宫的小主们都去了。皇帝发话，谁敢不从呢？皇上也任由着他胡闹。要是太后娘娘执掌宫馗，岂会是这番光景？为了一只狗如此兴师动众，说到底，还是皇后无能。娘娘无需动怒，奴婢已经替您回了。皇后娘娘还说让你好好养着身子，就不必去了。做得好。说吧，是谁今儿趁着主子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的时候，用肉骨头把小爱江引出宫了？现场一片的寂静。非要我让御膳房查是谁领了肉骨头吗？主子饶命，主子饶命，是奴才为小爱江吃了肉骨头，但是奴才绝对没有要害小爱江，还请主子明鉴呐。爱江的吃食一向是我和霜降负责的，你为什么要喂他？而且那根骨头是在门外被发现的，你还敢狡辩？是谁指使你的？皇上和皇后娘娘都在这儿，欺君之罪可是要诛九族的，你想好了再说。为了一只狗诛人9族？皇帝挑眉看了一眼江心月，江心月心虚的移开眼睛。怎么了？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婢女，炸一炸那太监怎么了？他红着眼，颤抖着手指指向了蒋昭仪，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了一脸幸灾乐祸还没有来得及收回视线的蒋昭仪。本宫没有杀他。你的意思是，你承认让他把狗引出去了？是我，但是我
蒋昭仪在极为愤怒的情绪下，一时嘴快地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事儿。但是皇上，臣妾只是想让这狗消失一段时间，让甄芳宜着急。臣妾真的没有杀他。可就是他消失的这段时间，他死了。不管是不是昭仪娘娘杀死的他，他都因你而死了。蒋昭仪心肠歹毒，不堪为妃位，将他贬为庶五品顺仪，迁居喜和殿，禁足3月。我记得喜和殿是甄芳宜以前住的地方，那里面不是死过人吗？谁说不是啊？这皇上要为甄芳宜出气，有的是法子。就因为一只狗，10年的努力，一朝化为乌有。只要有甄芳宜得宠的一日，蒋顺仪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还可真是得不偿失啊！到底是人命金贵，咱们爱将那样惨，蒋顺仪却只降了位分，真是不公平。已经不错了，哼！这后宫里没有什么是比位分更重要的。贬了蒋顺仪的位，就等于要了他的半条命了。真的是蒋顺仪杀了小爱将吗？奴婢瞧着他的样子，好像真被人冤枉似的。杀死爱将的另有其人，但是江心月不打算告诉喜鹊和霜降，免得他们又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做了坏事的人嫁祸成功，他就不可能只做一次坏事，早晚都会露出马脚的。江心月入宫都半年了，宣武帝说要给他一个孩子，可他1个月前都已经过了16岁的生辰了，肚子也不见有动静。为此，皇帝还专门找了太医院擅长妇科的太医来给他看了。太医只说甄芳宜幼时似乎受过寒，导致体内有寒症，月事不调，需要吃药调理身子，否则很难有孕。还有这回事？那太好了。皇上没事儿的，没有孩子，嫔妾还能和您2人世界呢。况且太医说了，只要嫔妾配合吃药，过个1年半载，嫔妾定能怀上的。明明自己都难过的要命，还要反过来安慰他。甄芳宜真是懂事的，令他心疼。正当他想要好好的亲热一番时，皇上，贵妃娘娘落水了，怕是不好喽。怎么回事啊？好好的怎会落水？现在怎么样了？太医院的人呢？让他们全部过来朝信宫。打听到了，说是贵妃娘娘身子好了些，蒋顺仪便约了她到喜和殿坐坐。结果经过荷花池的时候，给贵妃娘娘抬轿撵的太监不小心撞到了栏杆，贵妃娘娘摔下去的时候还磕着头了，流了好多血，宫人们都吓坏了。喜和殿、荷花池、蒋顺仪，江心月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去本宫的龙箱里多拿点银子藏在身上。喜鹊虽然不解，但还是照做了。实在不放心，江心月还往自己的身上藏了不少，总归不会有奴才敢搜他的身。到底发生了什么？丽贵妃怎么会摔进荷花池里？嫔妾才搬去喜和殿不久，还不曾去过荷花池，嫔妾也不知道为什么荷花池的栏杆会无故断裂。这话有很强的暗示性，众人都看向站在皇后身旁的甄芳宜。皇帝怀疑的眼神看过来，江心月就知道自己的预感马上就要成真了。给朕查！一国之君下令彻查，玄镜司的内官莫敢不从。不出半日的功夫，就查到了河西宫内的喜鹊床底下有一把锯子，锯齿的大小正好对得上荷花池被锯断的栏杆。嫔妾听闻，甄芳宜之所以得皇上宠爱，是7月5日那天掉进了荷花池里，碰巧被皇上救了。哪儿就有这么巧的呢？这锯断荷花池的栏杆一事，或许是当日甄芳宜为了承宠而给皇上准备的。后来甄芳宜如了心意，就忘了将锯断的栏杆修复，才导致了贵妃娘娘今日遭此大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别说我没有做过，就是做了，也不会蠢到将罪证从喜和殿带到河西宫，留在喜和殿，今日不就成了蒋顺仪谋害贵妃娘娘的铁证吗？
甄芳宜娘娘，宫里人都说您是贵妃娘娘的替身，难道你不怀恨在心吗？您就不想取而代之吗？这话本宫不知该如何回你。本宫也从未听皇上说过把本宫当成贵妃娘娘的替身的话，所以你该帮本宫问一问皇上，嫔妾是丽贵妃的替身吗？哪里听来的胡言乱语，就敢在这面前放肆！王德全，拨下去，重打30大板。嫔妾请皇上重罚甄芳宜，否则这满宫的妃子，难道都可以学她妖宠的手段吗？请皇上重罚甄芳宜，请皇上重罚甄芳宜。愚蠢啊！在此之前，江心月都不相信丽贵妃会为了对付他以身犯险，兵行险招，他的心里就有数了。丽贵妃没事儿，有事儿的是他，这就是针对他故意设下来的局。甄芳宜德行有亏，即日起贬为贵人，迁入冷宫。皇上，朱皇后觉着这惩罚实在是过重，还想要再劝劝。哎，都退下，有朕陪着贵妃就够了。哎呦呦，喜鹊姑娘，你后退一些，这些粗活哪能您来动手啊？奴才小轩子这就打扫干净。宣公公言重了，你我都是伺候主子的奴才，不分什么高低贵贱。劳你受累了，咱们快些打扫干净，让主子住进去吧。小轩子愣愣地接过了赏银，在江心月温和的笑容中，和喜鹊一起去打扫房间了。现在他有点理解为什么皇后娘娘他们要来为甄贵人送行了。这样的性格谁会不喜欢呢？说是打扫，其实也就是擦擦灰扫扫地而已。冷宫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2把凳子，再无其他了。贵人主子，这内务府很少往冷宫送份例来，1年也没个2、3次。那就劳烦小轩子公公再跑一趟内务府，我让喜鹊写张单子给你，你去把我要的东西都要来。对了，有纸笔吗？有。小轩子不信内务府会给，但是又抱着一丝侥幸，万一呢？那他也算是为甄贵人办过事儿了。出了长信宫，宣武帝脸上的疲态一扫而空。甄芳，甄贵人去冷宫了吗？回皇上，下午就去了。王德全小心地打量着他的脸色。甄贵人出自书香世家，恐怕打小没有吃过这等苦。冷宫破败，奴才是不是去内务府打点一番？随你的便。皇帝如是回道。王德全便知道皇帝的心里还是在乎甄贵人的。小轩子回冷宫的时候，人都傻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指使得动内务府那帮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公公们。蒋顺仪娘娘，没有皇后娘娘的手令，您不能进去。蒋顺仪来了，他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来看我的笑话呀。小轩子是拦不住蒋顺仪的，给蒋顺仪娘娘请安。说完他又坐回去了。放肆！你一个小小的贵人，我们主子没叫你起身，你怎敢自己起来？我还是贵人呢，你一个小小的宫女见着我，给我行礼了吗？木檀被他那一眼看得有些心虚。你1根手指头指着我的时候，别忘了还有3根手指头指着自己。蒋顺仪想来嫔妾这里耍威风，就直说，何须找这么多理由呢？看来甄贵人在冷宫中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倒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太过忧心了，怕妹妹在这里吃不到爱吃的马蹄糕，我特意吩咐御膳房做的，妹妹尝尝看它是不是原来的味道。无缘无故的跑到冷宫来给他送糕点，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呢。怎么，妹妹不愿意接受我的好意，不尝尝看吗？亲眼看着江心月吃下糕点，蒋顺仪才露出一抹坏笑，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冷宫。主儿，奴婢可以吃一块吗？伸过去的手挨了一记巴掌，喜鹊瞪圆了眼睛，
眨了眨，江心月将那碟子的糕点倒扣在了小桌子上，闭了闭眼睛。这后宫想要他命的人可真是多呀！主，相公公，去找太医，去找太医来！不去太医院，去翊坤宫找皇后娘娘，快去！太子殿下，您在哪儿呀？快点回慈宁宫去，晚了太后娘娘该担心了。母后不会担心姑，母后只喜欢吴家人，连姑养的小花，母后也要送去给吴承义。小花，吴承义，叶儿乖，你比小义大3个月，是哥哥，做哥哥的就该让着弟弟，不就是一条蛇吗？改明儿本宫让内务府再给你送一条过去。再送来的也不是小花，本宫是你的母后，小义是你舅舅的儿子，你能坐在这太子之位，都仰仗本宫与你舅舅。别说是一条蛇，只要小义不要你屁股底下的龙椅，你就应该满足他所有的需求。姑母，还是姑母对小义最好了，小义可以在宫里多住一段时日嘛。小义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就把宫里当成自己家就好。母后偏心，你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来人，把太子关进报室反省，不用给他送饭。什么时候他知道错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江心月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猛地睁开了眼睛。小姐，是宣武帝的过去吗？主醒了。甄贵人，你感觉如何？肚子还痛吗？他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摇了摇头，也不说话，看着就像是痴呆了一般。主，你别吓奴婢啊！朱皇后也是紧紧地蹙着眉，不知在想些什么。江心月猛地惊醒，嫔妾多谢皇后娘娘，嫔妾只是有些精神不济，已经无大碍了。老夫给甄贵人再开2副方子，一会儿让医女送过来。甄贵人体内尚有余毒未清，这几日一定要按时服药排毒。7日后，老臣再来为甄贵人复诊。有劳严太医了。你也太不谨慎了。江顺仪因你被贬，他对你是恨之入骨，他送来的糕点你也敢吃啊？你这心也太大了。嫔妾也不想吃，可如今嫔妾失势，谁都能来踩嫔妾一脚。他既然敢给嫔妾下毒，嫔妾不吃，他也会强行逼着嫔妾吃下去。唉，好在他也没有掌握好伎俩。严太医说那点砒霜被稀释以后，还不足以要人的性命。这事儿人证物证俱在，江顺仪逃不掉的。你放心吧，本宫定然会为你讨回公道。皇后娘娘大恩大德，嫔妾无以为报。日后娘娘有需要嫔妾的地方，嫔妾一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是。江顺仪大概是猜到是自己给甄贵人下泻药的事情暴露了，不就是让甄贵人出糗吗？皇上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怎么，蒋顺仪在马蹄糕里加了什么？为什么不敢吃？皇上，嫔妾再也不敢了，求皇上饶了嫔妾这次吧。是听不懂朕说话了吗？头碰在地上的蒋顺仪咬咬牙，捡起一块马蹄糕吃了下去，渐渐的就感觉出来不对劲儿了。他的嘴里吐出了一大口的鲜血，肚子疼得要命，痛苦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甄贵人她也这么疼？她那样娇气，这么疼，她当时得多害怕。蒋顺仪也晕了过去，但皇帝这回可是没有那么的好心，还给他请太医，直接贬为宫女，发落冷宫，一个贴身的侍女都不让他带。
以后被打入冷宫的妃子都由他来伺候。朕只说一次，朕的后宫容不下蛇蝎毒妇，日后若是有人用这些阴毒法子害人，朕绝不轻饶。说完，就带着王德全回了承乾宫。都听到皇上说的话了吗？本宫就不再复述了，你们自个儿的心里有数就好。犯了事儿，皇上厌弃不说，你们身后的家族也会跟着遭殃。行事之前，多想想自己的家人，就会约束住自己的行为了。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冷宫里又来人了，是蒋顺仪。蒋顺仪若是进来了，那离他出去也不远了。什么蒋顺仪？皇上已经把她贬为宫女了，她如今和奴婢平级。吃了2日的中药，江心月的身体已经是大致恢复。对面的蒋元却是没有动静，小轩子每顿都往门口扔上2个窝窝头，都已经成堆了，动也没动。他不会死了吧？要不咱们进去看看？打开吧。江心月走过去，轻轻一推就将房门打开了。万一真的死了，也只有咱们来为他收尸了。甄贵人，是污秽的气味，应该是醒了。江心月，拿命来！喜鹊一脚踹在他的膝盖窝，迫使他双膝跪在地上。大胆宫女，见了甄贵人还不跪下！我根本就没有给你下毒，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放了泻药而已。你去跟皇上解释清楚。是不是你？有那么重要吗？难道不是你想害我，才给了别人栽赃你的机会？难道你不想毒死我？你什么意思？你早就知道下毒的不是我。对我来说都没差别。下毒的人想让我与丽贵妃为敌，你只是棋子而已。于我而言，你也是敌人，所以是谁下的毒不重要。是皇后，是皇后。我这辈子翻不了身了，难道你就可以吗？皇上不会再宠幸你的。那你就拭目以待吧。小轩子送的窝窝头，你还是吃一些比较好。你要亲眼看着我平步青云才行，可别饿死在冷宫里啊。这里，哎，这里还有这里，都要打扫干净。你还敢动我？还当自己是蒋顺仪吗？你现在是冷宫罪奴，谁都能吩咐你办事儿，懂吗？别摆主子架子，干不好活没有饭吃。喜鹊，主儿，你醒了。小轩子给咱们拿早膳去了，您先坐着。变脸之快，令人咂舌呀。江心月，我好歹也是吏部尚书之女，你让你的丫鬟这般折辱我，难道？长子，江心月，再打。等这冷宫罪奴什么时候学会行礼，什么时候学会怎么跟本小主说话再听。让你骂我家主子，让你给我家主子下毒，让你和丽贵妃沆瀣一气，让你算计我家主子。别再打了，我不，奴婢见过甄贵人。金冲仪和婉贵仪来的时候，就被这凶残的画面吓得都挪不动步子了。甄贵人好大的威风，都被打入冷宫了，还敢如此行凶，就不怕皇上知道了知你的罪吗？二位姐姐见谅，嫔妾身子还很虚弱，就不给二位姐姐行礼了。想来姐姐们宅心仁厚，是不会怪罪的。他在提醒他们，蒋元是给他下毒的元凶，他因为蒋元差点没了一条命，只是教训教训他而已。皇上已经将他贬为宫女了，该受的他都已经受了。你若是不满，大可找皇上说道去啊。嫔妾一个贵人，冷宫罪奴指着嫔妾的鼻子骂，对嫔妾大呼小叫，嫔妾罚不得他吗？这点小事也要惊动皇上，到时候不知皇上到底是治嫔妾的罪，还是二位姐姐的罪了。你见着婉贵仪和本宫，也未起身行礼，本宫是不是也能掌掴你？既然金冲仪娘娘可以来冷宫为难嫔妾，嫔妾也无法。这就见过小主，小主说的没错，你失了势，就到处都是想要你命的人。咱们在冷宫里好好的，招谁惹谁了？
怎么不是今天中毒，就是明天被为难啊！我的小主，我苦命的小主啊！哼，真是晦气。江心月这么往地下一躺，他们就束手无策了。送走了他们二人，冷宫里着实是清静了一段时日。转眼就到了12月。主儿，你别嫌弃这炭不好，冷宫里的娘娘能有这份的，也只你一个，总比没有强。我哪里又是这种拎不清的人了？苦都是一时的，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还有半个月就是除夕了，这里的人称春节为新岁，而新岁宴是一年之中最盛大的宫宴，到时各国使臣都会来到大燕上贡。江心月的便宜爹，也就是鸿胪寺少卿，皇帝若是惦记着他，就会在新岁之前找个理由把他给放出去。主子，主儿，偷偷摸摸的身影接近了江心月的卧房。甄贵人，有人来看您了。小主，奴婢终于见着你了。你身体好了吗？余毒都清干净没有？婉贵姨那天是不是欺负你了？别哭别哭，你这一哭啊，倒叫我心里不是滋味了。河西宫里的人都还好吗？你们有没有被欺负啊？主入冷宫之前，把咱们都托付给了皇后娘娘和大公主、二公主和三皇子。几位小主子常去河西宫摘些新鲜的瓜果送去御膳房，让御厨们做给皇上吃。内务府那帮奴才碍于几位公主和皇子，不敢克扣咱们宫里。你别担心主了，咱们主可不是那吃亏的性子。不过你这炭是哪来的？是梁妃娘娘和德妃娘娘从自己的例份里分出来的，怕被丽贵妃的人看到了，奴婢装成是拿的吃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房里的炭换上，空气才清新了许多。对面的房间里发出重物落地的声音。一个个都说是好姐妹，如今我落了难了，竟是连个送床棉被的人都没有。内务府的人是死了吗？想冻死我吗？江心月让喜鹊将劣质的墨炭装了起来，让小轩子给对面送过去。主儿，你别……我不是可怜他，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步步高升，平步青云。说是他熬不过这个冬天，如何能见我出冷宫的那一日？这是甄贵人让你送来的。甄娘娘心善。心善，在这宫里心善的女子早就去见阎王了，她不过是深藏不露而已。小轩子不说话，眼神里没有半点的情绪起伏。你就这么效忠她，无非是期望着有一天她重出冷宫，能把你给带上，从此飞黄腾达。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她只是因为暂时失势而不得不讨好你而已。等她再复起的那一日，就是你的死期。宫里太多落魄时患难与共的主仆，待主子发达时，第一个就拿中仆来开刀的。只因那人是见过他最不堪，也知道自己秘密最多的人。后宫不得干政，婉贵姨却向朕进言，鸿鹄4城可替少卿之位。你可知江少卿师从海外，会5国语言，乃我大燕第一人。婉贵姨因着干政而触怒了皇帝，由从4品的婉贵姨被降为了正5品的婉姨，这令很多想要在新岁宴上大做文章的后妃们一时间都安静了下来。朱皇后突然将前段时间丽贵妃落水一事的调查结果公布了出来，一切都是因为醉奴蒋元嫉妒甄贵人受宠，小爱江一事又害得他被贬，所以对甄贵人起了歹心。好毒的心思，那甄妹妹岂不是白白受了这一场罪？臣妾曾经听闻，鸿胪寺的江少卿之女从小就受其父熏陶，精通多国语言，江家5个女儿皆是如此。新岁宴上不是缺这种人才吗？皇上何不将甄贵人放出来，弥补一番，再让她随嫁给皇上翻译，岂不更能够显示我泱泱大国女子也博学多才的大家风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为王画使于宫廷，无疑世事，复得章与衡配。从江贵人到甄姬，再到甄方仪，再到现在连跳数级被封为了甄桂荣，这江心月好像每被害一次就会往上进上2个位分，到了危及生命的事情上会连跳4级，简直就是可怕。臣妾谢主隆恩。桂荣娘娘快别哭了，皇上让奴才带了上宫局的人来服侍娘娘更衣洗漱，如今河宫上下都在冷宫门口等着迎娘娘您回河西宫呢。这可是天大的殊荣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妃子能得皇上如此看重，这其中包括皇后娘娘和丽贵妃。从今以后再没有任何人敢看不起甄桂荣了。臣妾见过皇上，见过皇后娘娘。爱妃受苦了。皇上还记得臣妾，臣妾便不哭。看见没，他如今发达了，可有半点提拔你的心？虽然小轩子知道甄桂荣不是这种人，但一想到他们走了，自己还要守着这个没有人气的冷宫，就不免有些失落。你就是小轩子，听闻你在冷宫对甄桂荣娘娘颇为照顾，娘娘感恩，向皇上和皇后娘娘要了你，以后你就在河西宫伺候啦。真是好命啊，但这好命也是他用自己的善良挣来的。奴才多谢皇上，多谢皇后娘娘，多谢甄桂荣娘娘。第2日一早，甄桂荣娘娘，皇后娘娘病了，让奴婢来知会您一声，这3日的请安都免了。皇后娘娘病了，可是因为昨日在冷宫门口等得太久，感染了风寒。跟甄桂荣娘娘无关，我们娘娘每到冬日就有头疼的老毛病，已经宣了太医了。没事就好，那等皇后娘娘好了，本宫再去探望。那奴婢就告退了，还要去其他宫里通知呢。这就是在隐晦地告诉他，皇后娘娘看中他，其他宫里都还没去，先来通知他了。我送姐姐出去。大雪连着下了一整晚，他中午起床的时候才停了。喜鹊和霜降、江川和小轩子已经是在院子里堆起了好几个高高的雪人来了。甄桂荣宽厚，河西宫里的宫女太监比别处的都要活泼，她要一直得宠才行啊。只有一直得宠下去，她宫里的这份鲜活人气才能够保得住。娘娘醒了，娘娘醒了，怎么不叫奴婢们进来伺候？哟，你们在外头撒欢，本宫床前无人伺候，倒说起本宫的不是来了，好大的胆子啊你！啊，娘娘息怒，都是奴婢不好。奴婢见今日雪大，想着堆几个雪人给娘娘看，这才叫了喜鹊他们几个帮忙，还请娘娘恕罪。江心月和喜鹊对视了一眼，合着他们3个里还真有一个老实人。霜降，娘娘吓唬咱们呢。娘娘，你吓死奴婢了。宫里真和善的主子很少，私底下个个呀都难伺候，能够遇到甄桂荣是他3辈子修来的福分。他不想去伺候别的主子了。院子里堆积了厚厚的白雪，几个洒扫的工人在庭中扫雪，银装素裹的侍监分外的妖娆。此情此景，江心月诗兴大发，想了良久。不知庭线今朝落，疑似林花昨夜开。正欲再做，不是，再念上一句，王德全的身影就从宫门外走了进来。王公公，这大雪天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吹得我这只喜鹊都喳喳叫。意思就是王公公一来，河西宫里头准有好事儿。你们娘娘用膳了吗？该说用了还是没用啊？皇上该不会想宣主子一起去用膳吧？江少卿在御书房和皇上商议新岁宴上接待各国使臣的事儿，皇上让咱家来请你们娘娘过去，
虽未曾明说是让他们父女两个见个面，但是这不是明摆着的意思吗？要去见这个身体的便宜爹了。臣妾见过皇上。见过甄桂荣娘娘。父亲大人，不必多礼。爱妃，到朕身边来。江心月只是来得及近距离的看了便宜爹一眼，就快步走向了宣武帝。不愧是这具身体的亲生父亲，果然生得十分好看。江少卿有个好女儿，朕的甄桂荣，自入宫以来，给朕带来太多的惊喜。方才朕与两位爱卿说的烤肉和炸鸡，便是甄桂荣想出来的。还有宴会上的12女子乐坊，也是她编排的。朕想，由她亲自来说，或许能比朕解释得更清楚。翊坤宫，娘娘，甄桂荣去了御书房，已经1下午了，还没出来。本宫一次次的提醒自己，不能小看了这后宫里的任何一个人，饶是如此，还是一次次的小看了他。且先看着，若是他也像丽贵妃一般狼子野心，本宫也绝不能容下他。就算皇帝会恼怒，他也一定要维护他作为后宫之主的威严。反正皇帝对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什么感情，不过就是利益的结合。他有权利保住自己的体面，皇帝也必须要给他面子。帝后乃是一体。父亲，阮姨娘和泽哥、严姐儿都好吗？你嫡姐之死到底与你有没有关系？不是，是他自己蠢，遭了皇上厌弃，又被人挑唆，穿着红衣裳到我宫里上吊，想变成厉鬼来害死我。有你这句话便够了。阮姨娘和你弟妹，为父会照顾好他们，你放心尽力伺候皇上，家中一切都有父亲在。江心月点点头，便宜爹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了。你进宫也有大半年了，听说皇上也很宠你，你这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深宫之中还是要有一个皇子傍身为好。是为你的仕途铺路才好吧？刚才做了个人，一瞬间又变狗了。又聊了一些泽哥儿的近况，宫门就近在咫尺了。也不知道是这具身体残留的感情还是什么，江心月的鼻头泛酸，莫名的想要落泪。娘娘就送到这儿吧，一会儿天黑了，路不好走，小心摔跤。你小时候便是姐妹中走得最不稳的，时常摔跤，在宫里好好照顾自己。这儿不比家中，你摔倒了只能自己爬起来，父亲抱不到你了。父亲照顾好家中，也请照顾好自己，女儿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的。就此别过吧。转身，父女二人同时擦掉了脸上的泪痕，表情如出一辙的冷漠。若是王德全见了，都要感叹上一句：真是戏精妇女。回来了，饿了吧？朕叫了晚膳来，陪朕用膳，如何？皇上，您对臣妾真好，臣妾越来越喜欢您了，怎么办？虽然江心月不知道自己昏迷的时候为什么会梦到皇帝的幼年，但这是上天给他的金手指，不能够浪费。他缺爱，就给他很多很多很多的爱，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毫无保留的飞蛾扑火的爱他。这么说，爱妃之前只有一点点喜欢朕，那爱妃要如何才能给朕全部的喜爱呢？在我姨娘的家乡，女子亲吻一个男子的眼睛，代表了她想进入那个男子的内心，代表她将自己毫无保留的爱都献给那个男子。她像是下了极大的勇气，声音都在颤抖，紧张地瞧着他。叶郎，你愿意接受我这颗滚烫的心吗？叶是皇帝的名字。迎着他期待的眼神，宣武帝第一次有了一种
想要逃的感觉。那样赤诚直白的表白，让他觉得自己被人妥善地放在了心上，爱得真真切切，入骨三分。他从未有过这样新奇的，仿佛连心脏都热了起来的感受。他默默无语，将他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没有正面回答他。去朕的库房里，把去岁金国上贡的白狐球赏赐给甄桂荣。什么？去岁不仅是皇后娘娘和丽贵妃，就连在慈宁宫养病不出的太后都委婉地表示想要这件狐球，但皇上谁也没有给，竟然要送给甄桂荣吗？奴才这就吩咐人去送过来。不急，等朕散了早朝，你亲自送过来，才能够以示帝王恩宠。夜晚本来是河西宫掌灯的，但长信宫偏殿的荣嫔突然被爆出怀有身孕2个月了，丽贵妃派人将皇帝给请了过去。唉，荣嫔娘娘有孕，慈宁宫那边只怕又不安生了。江心月好奇地看过去，还未开口，喜鹊已经帮他问了。此话怎讲？荣嫔和荣贵嫔是皇上的表妹，太后的娘家侄女儿。先前皇上处置了吴家，太后一气之下关闭了慈宁宫的大门，称病不出。但奴婢瞧着，那位可不是个放权的主。荣嫔娘娘突然被爆出怀孕，是太后娘娘要出山的征兆。不错啊，霜降，你都能想到这么多了。哎呀，娘娘，奴婢这是提醒您，慈宁宫那位可不是善茬，您对上荣嫔娘娘可要避其锋芒一些，否则吃亏的是您。是吗？江心月眯着眼睛笑了笑。你家娘娘我呀，最不怕的就是吃亏了。俗话说得好，吃亏是福。皇上，让荣嫔好好休息一下吧。更深露重，臣妾那儿备了胡辣汤，皇上若不嫌弃，可去臣妾那儿喝碗汤暖暖身子。爱妃都如此说了，朕再不去，爱妃岂不伤心？丽贵妃嗔怪地斜了皇帝一眼，与他相携着走出了偏殿。主子您有身孕，又不是他有身孕，他得意个什么劲儿？皇上今日分明是想陪着娘娘您的，他也来这儿抢人，越发不要脸了。梅香，别说了，皇上留下来又能如何？你要我卑躬屈膝的去讨好自己的杀父仇，自己失言了。荣嫔再睁开眼，眼底浓浓的化不开的哀愁已经是掩饰了起来。爱上帝王的女子才是最可悲可怜的，看着花团锦簇，内里早就腐烂的。他看丽贵妃就像是在看红颜枯骨，没想知道自己的主子又想起了伤心事。主子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想想。你有了身孕，这后宫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将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您自己不振作起来，小皇子能平安生下来吗？这话像是触动了荣嫔，她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实在是不敢相信自己肚子里已经是有了一条小生命了。她露出好看的微笑。你说的对，本宫是要振作起来，倒希望她是个小公主才好。太后姑母与皇上的博弈，她不想自己的孩子再卷入其中。当夜幕降临，皇宫门口才陆陆续续的出现各家华丽的马车。江雨林偷偷地撩开了一片车帘，新奇地打量着巍峨壮丽的皇宫，越发为那些美丽的景色叹为观止。很快，他的手背上就挨了一巴掌。没规矩，忘了入宫之前我与你说的话了吗？女儿记得，母亲说了，让女儿入宫服侍皇上，取代江心月。
虽然你父亲说你姐姐不是他杀的，但是凭什么你姐姐死了，他却是得了圣宠？他不救你姐姐，你就替你姐姐去报仇。说实在的，江雨林想到江心月那张美到令世间万物都失色的脸，还是有点信心不足的。但是在强硬的母亲面前，他并不敢说出来，不然换来的又是一顿痛骂，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啦，什么以色示人终不能够长久。思绪翻涌间，已经有太监来请他们下马车了，穿过了太华门，就要步行至保和殿了。另外，比如皇后娘娘的母亲王氏、丽贵妃的母亲裴氏，他们都是有专门的小轿来抬的，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之中被抬进了太华门，分别往翊坤宫和长信宫而去。不是说江心月也很得宠吗？他怎么没有派轿子来接母亲您？他再受宠，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贵荣，自己都没有资格乘坐轿辇，哪里就能够派轿子来迎咱们了？那他也不是很厉害吗？江雨林撇撇嘴，等他入了宫，一定会笼络好皇上的心，让皇上爱上他，从此以后啊，只宠他一人。主儿，主儿！小轩子从外头走了进来，面上喜色难掩。皇公公来了。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好大的一个赏赐。王公公，这是……江心月不解，以他的资历和位分，是绝对没有不年可做的。今儿慈宁宫那边上了荣嫔娘娘一家布念，皇上念着珍珠子之前中了毒，怕您受累，特意吩咐奴才去内务府又拿出来一架送来河西宫。时辰也不早了，珍珠子快请吧。行，很好。他都还没有去碰瓷儿慈宁宫和荣嫔，狗皇帝已经是决定把他立为箭靶子了。怎么说呢？利用好了对他百利而无一害，利用不好那就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刺伤太后，也有可能刺伤他自己。换个角度来看，宣武帝这是在给他选择的机会呀，搞不好又要升职的。行，可以，他觉得他又行了。那是不是丽贵妃娘娘？肯定是啊，早就听闻丽贵妃艳冠群芳，是后宫第一美人儿。刚才那位娘娘，神仙妃子都是难以比得过去，不是丽贵妃是谁啊？主子，要不要我和霜降过去告诉他们你不是丽贵妃？不必，等到了保和殿，谁还能不知我身份？就是要让他们认错才好呢，这样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们才足以震惊啊。从旁人嘴里知道他，不是比从他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的更有可信度吗？陈贵荣到，雪白的一身叫人群炸开了锅去。这是谁？好生貌美啊！后宫中何时出了这么一号人物呀？细看之下，颇有几分丽贵妃的影子。你什么审美呀？这女子看着比丽贵妃漂亮多了。具体形容的话，那丽贵妃是抽象派的美人，而眼前这个是写实派美人。我没看错吧？她身上好像穿着去年金国上供给皇上的白狐裘。什么？是那件被皇上珍藏起来，谁也没给的白狐裘吗？有和周氏相熟的夫人们拉住了周氏的手，确定又怀疑道：周家姐姐，我瞧着那位娘娘怎么这么像你家二姑娘月姐啊？年初下选秀，你们家是不是送的彤姐和月姐入宫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江心月无疑了。周氏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那看起来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娘娘，是那个在家中惯会装成小可怜的庶女吗？宫中最是折磨人的青春，她怎么能够越来越美呢？保和殿内温暖如春，实则不用狐裘也不会冻着。已经穿着它晃了一圈，转足了眼球，江心月便脱下来了。苏婕妤，你这件衣服怎么跟甄桂荣一模一样？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上方宝座之上，宣武帝显然也是注意到了。把苏婕妤拖下去，别惹甄桂荣不开心。苏婕妤被堵了嘴，带下去了。小小插曲过后，宴会正式开始。一道浑厚的笑声从后头传来，一个皮肤黝黑、长得很有咖喱味儿的中年男子起身，对着宣武帝弯腰行礼之后，嘴里狂飙着一股不太正宗的洋文，大概意思就是他觉得这场宴会上最佳的就是炸鸡这道菜式，询问鸿胪寺卿这菜是咋做的，能不能够告诉他呀？鸿胪寺卿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听不懂洋文，只能把主战场让出来给江少卿了。江少卿又借此而引出了自己的女儿。This is what my doctor did. 爱妃，到朕身边了。皇帝要把他立起来，和慈宁宫打擂台，他为什么不能够利用皇帝来给自己造势立威呢？ This is for chicken. 苏丹汉越听，眼睛瞪得越大，这个女人怎么会洋文啊？而且她的眼神看向高卢国那位金发碧眼的使臣，好像是在说，他的洋文怎么说的跟你一样好？随后又有大食国的使臣故意为难宣武帝，说了一些晦涩难懂的单词，就是江少卿翻译起来也是极为困难的。磕磕巴巴的翻译听得宣武帝直皱眉，四国使臣笑的是嚣张又猖獗。江心月今日本不欲再出风头，但是联想到后世西方世界的强盗行为，冷笑一声，我们天朝也祝愿大食国能早日统一西方，到时候更希望大食国能邀请我们天朝使臣去西方做客，一览你们的大好河山。要知道，在四大使臣国里，做主的可是高卢国。刚才其他三国都是在看高卢国的眼色，要真让高卢国王以为他们大食国要造反，派兵来镇压，那他就成了大食国的千古罪人了。爱妃，他们方才说什么？大食国使臣代表四大使臣国，祝皇上您千秋万代，永世昌盛呢。是吗？也祝尔等万事顺意，新年快乐。被江心月打下去的巴掌，又被宣武帝给了颗甜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帝妃二人提前打好了草稿，配合的这么的默契。使臣国没讨着好，约着一块儿欣赏歌舞，说天朝的坏话去了。皇上，江少卿之女江玉玲，礼部侍郎之女王若兰，国子监司业之女孟婉如给皇上献艺。原本是江心月一时兴起，用自己在现代时很喜欢的一支女子乐队从教坊司挑选出来，组的大燕女子12乐坊，里面有3个竟然换成了大臣之女。搞什么呀？薛荣嫔和荣贵嫔想姐妹共侍一夫，好变态啊！宣武帝目光冷冷的眼睛显露出一股凶狠的不悦，他不高兴自己的安排被突然打乱了。皇上是天子，文武百官都要听皇上差遣，区区几个大臣之女歌舞一番，讨皇上欢心，赏些金银，哪怕一朵绢花也是天大的恩赐了。开玩笑，这宫里头这么多的莺莺燕燕还没摆平呢，再给自己招几个情敌进来，那他也是太忙了吧。有赏有赏，统统有赏。教坊司赏银1000两。至于3位爱卿之女，黄白之物辱没了你们的身份。他的犹豫让底下3人都是心跳加速，狂奔如雷。就赏你们3人每人1朵江南之景之乡的绢花吧。啊，那还不如送黄白之物呢。江雨玲差点没有晕过去，她是要进宫做娘娘的，谁要这破绢花呀？甄桂如，甄桂如。江心月再不想多管闲事，卷入任何的纷争之中，也必然是躲不过了。荣嫔娘娘，臣妾参见荣嫔娘娘，您这是怎么了？
本宫的孩子，甄桂荣，救救本宫的孩子！去太医院，这里离长信宫太远了，离太医院却近。现在就去太医院，要快！你们娘娘到底怎么了？方才我家娘娘从保和殿出来，不知道是哪个上菜的贱婢在门口撒了油，没有处理干净，我们娘娘摔了一跤，她又护住肚子，还以为没事的，结果才走出来这节路，我们娘娘就见红了。这话江心月是不信的。王德全负责监管整个宴会上的太监和宫女，他做事向来是仔细，怎么会让保和殿的门口留有油渍呢？甄桂荣护送本宫去太医院，算本宫欠你个人情。这宫中最难还的便是人情，他拿出了自己的诚意，只希望甄桂荣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良善之人。喜鹊、霜降去前头探路，小轩子去长信宫请皇上来。这么大个盘子他可接不下来，还是让能接的人来分担一下比较好。皇上，荣嫔娘娘出事了，甄桂荣路上遇见，朕送她去太医院。皇上，荣嫔娘娘求您保住她的孩子。不能说是他家主子让他来请皇帝的，不然给主子招仇恨呐。屋子里静了一瞬，很快就响起了穿衣服的声音，好像还有什么东西的破碎声。宣武帝风风火火的出来了，王德全一眼就看见了小轩子，还不等他打招呼呢，那小子低着头，飞快地跟在皇上身后跑了出去。娘，刚才大声叫嚷的太监是谁啊？哪个宫里的？谁都知道，贵妃娘娘脾气不好又得宠，宫里有几个不怕死的敢来坏了他家娘娘和皇上的好事儿啊？那报信的太监连滚带爬地冲进来，跪下就开始叫嚷，全程低着头，在这昏黄的灯光之下根本就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可丽贵妃明显正在气头上，太监可是不敢一问三不知，脑子里头来不及多想，脱口而出：是荣嫔娘娘身边的小义子公公。江心月守在太医院的药材室外，听着里头惨烈的叫声，心里明白荣嫔这一胎怕是保不住了。主，要不然你先回宫吧，这里有奴婢和喜鹊守着，等皇上来了，奴婢们就回去，可好？霜降怎么这么急着要他走啊？太后娘娘驾到！主子，太后娘娘她肯定要迁怒于你，这可怎么办呀？皇上怎么还没到啊？他眸子冰冷，扫过来的时候，江心月只觉得自己被一条毒蛇盯上了。臣妾参见太，给哀家跪下！江心月半点也不敢挑衅太后的威严，立马跪了下去。宫女太监们簇拥着吴太后坐下，江心月主仆三人像是被狼群环绕的小羊羔，看着可怜极了。宣武帝和吴太后几乎就是前后脚到的，所以吴太后抽江心月的那一巴掌他也看到了。儿臣给母后请安。宣武帝侧身挡住了太后的视线，伸手就将小可怜江心月给拉了起来。多亏了你，荣嫔才没有性命之忧。这里没你什么事了，快回河西宫休息去吧。受了委屈的小可怜江头也没抬，屈了屈膝盖，在霜降和喜鹊的搀扶下，脚步凌乱地跑走了。哼，哀家太久没出来了，竟不知皇帝的后宫何时又多了这样一个绝色佳人，只是不知这漂亮的皮囊下掩藏着怎样一颗恶毒的人心，敢加害荣嫔，谋害皇嗣。宣武帝最是讨厌吴太后总是这样的强势，不容人分辨的样子。是荣嫔向他求助的，他才冒着风险护送荣嫔，还吩咐他身边的进士去长信宫教导儿臣。若母后觉得这样的人还恶毒的话，那这满后宫怕是没有人入得了母后您的眼。那个傻女人大概不知道她和太后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所以被打了还不敢让她看见她脸上的印子，怕她和太后闹不愉快。太后娘娘也太不讲道理了，就算荣嫔娘娘是她侄女，
他也不能胡乱打人吧？要不是咱们主子，荣嫔娘娘早就……喜鹊，不要说了，太后娘娘也是关心则乱。新年伊始就被人莫名其妙的打了一巴掌，给谁的心情也不会好呀。但心情不好的也不止他一个，满宫的失忆人真的计较起来，恐怕皇后娘娘才是最不开心的。除夕之夜，皇帝本应该在正宫皇后的宫里，却被丽贵妃劫走了，这不明晃晃的打皇后的脸吗？江心月了解宣武帝是冷静自持、心怀天下的帝王，不给皇后脸面这种事情，从前也的确从未发生过。这次是为什么呢？脑子里有很多细小关键的碎片，拼拼凑凑只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每宣武帝走一步，江心月总要将那一步拆成10步，慢慢的仔仔细细的去分析其中深意。天桂荣，昨夜多谢你救了我妹妹。举手之劳罢了，贵嫔姐姐不必言谢。妹妹平日里无事，可以来景仁宫找本宫闲聊。说起来，你还未从喜和殿迁宫之时，皇上是想让你来景仁宫与本宫作伴的，只是皇后娘娘说你自己选了河西宫，咱们这才无缘在一处的。竟还有这一出！江心月也跟着笑起来。倒是嫔妾辜负贵嫔姐姐的心意了，得空啊，嫔妾一定上门叨扰，姐姐可莫要嫌弃妹妹是个话痨了。那本宫就恭候妹妹的大驾光临了。皇后，将朕大封后宫的旨意传下去吧。朱皇后点点头，传来翊坤宫的大太监杨公公去宣旨吧。说是大封，其实就是贵嫔以下位分的嫔妃晋升。原先是才人的晋为贵人，原先是贵人的晋为婕妤，原先是婕妤的也往上晋升一位，以此类推。今夜轮到喜鹊守夜。小主，苏婕妤买通了御花园侍弄花草的小宫女，今夜在御花园中偶遇了皇上。新岁宴那晚，苏婕妤和江心月撞衫，宣武帝下令把她拖出去，已经是令她颜面尽失。事后还被朱皇后罚了2个月的俸禄。苏婕妤极力的撇清自己，说是织造司的人给她送的衣服，她并不知道有违规制。可织造司查证过后，却是没有人肯承认往延庆宫送过衣服。任谁也没有想到，那件衣裳是江心月让原生未出嫁时，在织造司的好姐妹送过去的。主儿，杀死咱们小爱将的真凶，真的是苏婕妤吗？她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动不动就哭。入宫这么久，宫里都传遍了，说她是水做的，胆小怯懦得很。这宫里用的假人设来隐藏自己真性情的可不止一个。苏婕妤是刑部司务郎中之女，刑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觉得生在这样的人家，她会是这般胆小之辈吗？江心月基本上可以确定，她是一个喜欢虐待小动物的变态。可是，如果苏婕妤这么可怕，主子你为什么还要让她知道陷害她的人是你呢？因为我要给小爱将报仇。人人都以为他已经翻篇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没有。他算不得是什么爱狗人士，但是养在他这里的宠物被人那么残忍的虐杀了，他接受不了。杀害小爱江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不，往大了说，他要为那些死在苏婕妤手里的所有小动物们报仇。皇上，现在你相信嫔妾了吧？屋外，织造司的9品女官方如梦跪在长廊之下，冻得整个人都在打哆嗦。阿月说的对，不破不立。她在织造司备受打压，一手精湛的技艺得不到施展，不如从织造司跳槽到上宫局去。苏婕妤说动她来作证的筹码，就是她在上宫局有人，将她调入上服局，在司衣房做个女使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她可以隐藏她和阿月的关系，旁人死都想不到今夜被刺甄昭仪的女官是甄昭仪的人。嫔妾真的不知道哪里惹了甄昭仪姐姐不高兴，
嫔妾想明日去当面向甄昭仪姐姐道歉，但是嫔妾怕，皇上可不可以陪嫔妾一道去？甄昭仪不是如此睚眦必报的恶毒之人，可如果真的是呢？他喜欢的女子难道最后都会变成面目全非的模样吗？那他真的会很失望。去内务府找一只和小爱江差不多的小狗来，就说我太想念小爱江了，想要重新养一只。喜鹊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立马就喊上了小轩子一起去了。娘娘，娘娘！丽贵妃宫里，夏荷难掩喜色。苏婕妤带着一群人去河西宫了。那怎么了？苏婕妤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还能把甄昭仪怎么样不是？昨日母亲进宫来，还训了她一顿，怪她自降身份去对付那个甄昭仪，没惹得皇上生气，白白的给河西宫抬了身份。夏荷附在丽贵妃的耳边说了句什么，丽贵妃猫儿一样的明亮的眸子又放出了光来。真的？千真万确，那个织造司的女官还是甄昭仪入宫之前的朋友。这回啊，那女官为了升迁出卖甄昭仪，也不知她心中是何滋味。苏婕妤也太天真了，不过就是件衣裳，她又没怎么样，皇上也不会把甄昭仪如何的。但男女之间的隔阂往往就是一件件极小的事情，互相不信任才产生的，之后隔阂越来越大，就离了心了。河西宫里传来一阵阵犬吠声，宣武帝拦着通报的太监，带着一群人走了进去。一只雪白的小狗从江心月的怀里跳了出来。皇上，是那只狗，是那只狗！皇上，您和苏婕妤这是？甄昭仪认的这位织造司的女官吧？不过是送件衣服给你，就算你不认识那宫段，你身边的宫女总识得，他们应该提醒过你不要穿吧？但你还是穿了，你因此被皇上斥责，与我有何干系？那昭仪娘娘你为什么要送有违规制的衣裳给嫔妾？你不送，嫔妾又怎么会穿？本宫为什么送？苏婕妤心里没数吗？非要本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做了什么恶心的事？宣武帝看不懂两个人之间的眉眼官司，但是他看得懂两人之间已经是江心月气势更盛，应当是苏婕妤做了什么不利甄昭仪的事情，甄昭仪奋起反击罢了。他连报复人都是那么温和的法子，攻其心性，让人心甘情愿的入局，但是也没有想要伤及人命，不过就是给了对方一点小小的教训而已。苏婕妤有错在先，甄昭仪也不算冤枉你，退下吧。外头艳阳高照，苏婕妤却是如坠冰窖，这次她的眼泪也不管用了。哎呀，真不是怀疑你，是苏婕妤非要来问个清楚，这么不想你被人误会，才与他一道来的。朕一会儿让王德全将海外送来的全身镜送来河西宫。朕的好爱妃，别生朕的气了，好不好？臣妾受了委屈，也没有跟皇上告状。臣妾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让他挨一下骂而已。这是什么死罪吗？皇上偏心。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哭得毫无形象，但宣武帝却是觉得十分可爱。皇上若是喜欢别人了，与臣妾直说便是，臣妾绝不做那多余的人。日后臣妾再也不信皇上了，都是哄骗臣妾的。别说这种话，朕的心也不是铁打的，也会心痛。全身进入了河西宫没一会儿，里头就传出了甄昭仪惊喜的声音。哇，这里的人是臣妾吗？这后宫除了朕的甄昭仪，还有谁这么好看？皇上的眼光果然好。皇帝以为他说这镜子的做工巧夺天工，夸他选礼物选得好呢，结果却是听他又道：本宫果然是最漂亮的那个。旁人夸你好看，你也不知道谦虚一下，是不是羞啊？皇上，
过度的谦虚会让人讨厌的。就像臣妾夸您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你也觉得臣妾有眼光，对不对？难道皇帝会说朕不是吗？2月2春分时节，朕要领百官去民间春耕，爱妃要不要与朕一同去？臣妾也可以去吗？真的吗？宣武帝稀罕死了他给的情绪，及时反馈。朕说你可以去，你就可以去。进了宫门，巍峨的朱红色大门隔绝了任何探视的目光。朕诏仪先回宫歇息，晚点朕再来陪你。意思是今儿晚上河西宫掌灯。是，臣妾告退。朱皇后看着皇帝和淑妃的背影，黑沉沉的眼睛里流露出几分不悦。江心月一边洗澡一边分析着目前后宫的势力，大概能够分为4派，一派是朱皇后在内的德妃和梁妃等人，一派是丽贵妃在内的金昭仪和张婉仪等人，一派是太后娘娘的淑妃和荣嫔几个，最后就是像江心月这样自成一派，表面依附于高位主子，实则各自为政，以攻向皇帝为己任，不属于任何一派的散妃。皇帝看似独宠丽贵妃，其实心里的人是淑妃，而淑妃身后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太后娘娘，她必须要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淑妃的行为。皇上驾到！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朕活万万岁，岂不是不能与爱妃同白头了？这是臣妾的真心话，皇上不要开玩笑。他的眼底满是崇拜与倾慕。皇上，臣妾以前在家中没有机会接触到今日的一切。从前总听父亲说民生多艰，臣妾便以为民间食不果腹，老无所依，一度觉得他们可怜。可今日皇上带臣妾去春耕，臣妾发现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开心，哪怕衣服上打着补丁，也都干净整洁。臣妾觉得皇上治理的天下，便是书中所说的天下大同。宣武帝的眼里有光一闪而过，看江心月的眼神里有探究又好奇。何谓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恶祸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避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爱护而不避，是谓大同。宣武帝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颇有些激动地默念着：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是他从做太子以来就一直奉为目标的信念，终其一生他都为这个信念而努力着。而这个政治抱负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甄昭仪他是怎么知道的？不应该说甄昭仪为何会这么的懂他。短短的一段话已经是概括了雄图大志的帝王毕生的心愿，说的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爱妃这一句天下大同，可是这世上最动听的话语。朕的祖父与父皇，乃至朕坐上皇位，3代人的努力，才堪堪做到天下大同的入门。真正要实现爱妃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朕任重而道远。皇上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臣妾见识浅薄，已然觉得皇上你已经做得极好了。爱妃这天下大同的说法是在哪儿看到的？还是听江少卿说的？宣武帝不喜欢与后宫嫔妃讨论政事，认为太聪明的女子野心也会过度，以吴太后为例，所以他更加不喜欢什么旷古烁今的大才女。大燕朝后宫之中就没有声名显赫的才女是得宠的。父亲的书房里有很多杂书，臣妾素日里总替父亲打理书房，便多看了几本书，只隐约记得是一个叫孔子的人说的，至于是什么书，臣妾也不记得了，
去年夏日府中家丁点烛火时，不小心烧了不少藏书，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呢。这么一位人才，若是寻不到，着实是有些可惜了。江心月想，你就是把这大燕朝翻过来，也找不着孔子这个人啊。这江少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皇帝若有所思，江心月挑唇一笑，自己的目的已经是达到了。他想要上位，就必须让便宜爹将阮姨娘的身份提起来。江府，江少卿从早朝回来之后，笑容就没从脸上下来过，还让仆从通知了府上所有的人在前院集合，他有大事儿要宣布。阮姨娘的卖身契我已经拿去官府销了，从今以后她与夫人一样，也是这府里的当家主母。你们以后称她为阮夫人，与夫人一道持管家之权。我不要！我堂堂枢密院编修嫡女，好歹是官家小姐，你让我和一个贱籍舞女平起平坐，江燕坤，你欺人太甚！姐姐，相公他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妹妹不会和姐姐争着管家的权利，还请姐姐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动怒呀。不错，青儿说的对，今日早朝皇上已经允了正红炉告老还乡的折子，如今我是红炉寺的寺正了，我能胜任这红炉寺卿，你以为真是我能力出众？哼！郑大人辞官之前上奏的折子上，继任的人选写的是王少卿的名字。今日早朝突然这个大饼砸到他的头上，本来还反应不过来呢，但皇上在散朝之后单独召见了他，君臣二人相谈甚欢，于朝政见解上，他们很多的观点都不谋而合。期间皇帝提到江心月所说的天下大同，让他都惊异不已，但女儿都把青云梯递到他的面前来了，没道理不抓住这个机会，相应的他也要给予回报。主子已经透露给苏婕妤，今日皇上会去皇子所探望三皇子。正好本宫今日让御膳房送了炸鸡来，也顺道去给他送个零嘴吧。一会儿要好好表现，知道吗？姐姐会保护你的。河西宫新养的小狗，名字叫过来。他怎么来了？难道也是来偶遇皇上的吗？应当不是。满宫的人都知道，大公主、二公主和三皇子极喜欢甄昭仪。甄昭仪对几位小主子也颇为上心，经常拿些小吃食送来皇子所。哼！苏婕妤才不相信甄昭仪有这么好心呢，一双眼睛那就跟淬了毒一般。他是个惯会伪装的，说不定之前装成和三皇子关系好，为的就是接近皇上。这宫里哪有什么真正纯良之人？那不是甄昭仪养的狗吗？怎么在这儿呢？宫人突然指着从草丛里头跳出来的一只雪白的小奶狗，因着可爱还逗弄了两下。小白狗却是不理那小太监，围着苏婕妤的脚边转来转去的。你们都退下吧。主子，退下！有甄昭仪在这儿，还有我什么事儿？你们都想在这儿看我的笑话吗？四下无人，苏婕妤看着围绕着自己开心蹦跳的小狗，越发觉得像极了可恶的甄昭仪，随即一脚将那小白狗踢出去好远远。但小狗不懂和主人拥有同样气味的主人为什么突然打自己啊，瑟瑟发抖的蹲在原地，一双眼睛湿漉漉的发出委屈的咕咕声。这残忍的一幕被偶遇宣武帝的江心月看了个正着。喜鹊，快点把过来抢回来，他会杀了过来的。皇上不是想知道奴婢主子为何要用宫断教训苏婕妤吗？也许现在跟过去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喜鹊，别说了，本宫已经没有保护好小爱江，不能连他的孩子也保护不好。宣武帝被他说得一头的雾水，但还是顺从地跟着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是不是以为臣妾把过来当成小爱江的替身了？难道不是？过来和小爱江长得不说一模一样吧，
但是起码是肉眼分不出太大的区别的，都是通体雪白的，奶乖奶乖的样子。过来是小爱江和内务府骑乘房里另外一只小白狗的孩子。他不是把过来当成替身，而是爱屋及乌。鬼祟的身影一路到了河西宫北面的宫墙之外，王德全已经是带着人走了过去，只是脚步放得极轻，也想知道苏婕妤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一把细小而弯的小刀划了出来，苏婕妤举起手里的细弯刀，朝着那小白狗捅过去。江心月只觉得眼前一花，明黄色的身影如同离弦的飞箭劲射而出。过来还以为自己的主人被伤害了呢，对着宣武帝龇牙咧嘴的叫唤，被皇帝的眼睛看了一眼，整个身子都瘫软了。过来立刻就伸直了脖子，耳朵动了动，直奔他的身后，自家主人的怀抱。苏婕妤被一脚踢飞，手中的掌心弯刀脱落，被王德全捡起来，呈于宣武帝的眼前。刑部官员审讯罪大恶极的凶徒时，会用细长尖锐的弯刀划破他们的手腕和脚腕，再用弯弯的刀剑勾出他们的手筋和脚筋，一点点地折磨他们，直到他们口吐真言。那么问题来了，宣武帝的后宫为什么有妃子私藏这种审讯刑具，并且用在毫无还手能力的动物的身上？一瞬间，苏婕妤的脸和吴承义都重合了起来。皇上，不是我，是甄昭仪，是甄昭仪陷害我的，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都是甄昭仪要惹怒我，臣妾。心思歹毒，还满嘴谎言，朕亲眼所见，你还要赖在甄昭仪头上，真把朕当成傻子糊弄了。王德全，将苏婕妤除服，贬为庶人，送回苏家去。告诉刑部尚书，撸了苏武阳在刑部的一切官职，朕永远也不想再听到这家人的名字。这可比什么降位分、打入冷宫严重的多了。那是什么？你们几个过去看看。被雨水冲刷过的泥土又松又软，褐色泥土之中露出一截杏色的布料来。布料打结的地方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是散开来，里面有暗红发黑的软体组织暴露在外。哎，好像是咱们娘娘在新岁宴上穿过的那件衣裳。不是咱们娘娘的，咱们娘娘穿的那件领口有绣银线，这件没有，应该是苏婕妤穿的那件。发黑的衣裳依稀能够看得出来绣着玉簪花的花瓣，而将绳结完全打开之后，喜鹊和霜降脸色煞白，捂嘴狂奔，一直跑远了才扶着树干吐得昏天黑地。皇上，发生什么事了？臣妾怎么好像闻着一股臭味了？他们发现了小爱江的内脏。吴家人嚣张跋扈，不将他放在眼里。他在前朝后宫都是备受打压，小花是他养的第一个，也是最喜欢的宠物。每次吴承义入宫，都要把小花玩的只剩下半条命。那时候他也是抱着王德全这样哭的来着。王德全，送苏婕妤出宫之前，就用他杀了小爱江的那把刑具。朕看他也需要体会一下爱江临死前的痛苦。是，奴才遵命。皇后，哀家将中宫打理后宫的宝册金印交给你，是想让你为皇帝分忧，不要让他被后宫的女人绊住手脚。可你看看，为了一个畜生，皇帝居然听了甄昭仪的耳旁风，用如此毒辣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后宫嫔妃，这不是打你皇后的脸吗？你还能容得下他？朱皇后正在想应对之法，却听到吴太后略带逼迫的语气。听闻你年前身子就不好了，若是觉得处理公务力不从心，哀家让淑妃和荣嫔来帮你分担一些。你如今最重要的是赶紧调理好自己的身子，早日为皇帝诞下嫡子，否则长久如此，国母于生养不利。你觉得你这后位
还能坐得稳吗？她难道没有生养过吗？嫁给上世太子的宣武帝第1年，她就生下了太子的第1个孩子，2年后又生下了次子，只是她福薄，都强留不住。大皇子10岁的时候得了天花，病情恶化，缢于宫外。二皇子好不容易养到了9岁，却被人发现溺死在了湖里。朱家动用人脉调查，得到的结果始终都是失足落水。从此以后，她的这颗心就很难再热起来了。可是她作为中宫皇后，没有个皇子傍身，终归是不成的。吴太后并不知道她是打算借腹生子，若是知道的话，肯定会让宣武帝直接废后。皇后将朕的后宫打理得很好，就不劳母后操心了。宣武帝连表面功夫都不想做了，拉着朱皇后的手就要走。你给哀家站住！皇帝如今羽翼颇丰，对自己的生母也不恭敬了，可是要天下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不孝。没人敢骂朕。自朕16岁登基，至今已有12年，朕知人善用，选贤与能，将兴修睦，使民间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下太平，何人敢骂朕这个皇帝做得不好？哀家从前做的那些事，都是为了让你屁股底下的龙椅坐得更稳，你就一定要抓着哀家这点不放吗？吴家强大了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舅舅还会害你吗？哀家会害你吗？母后莫要忘了，这天下姓沈不姓吴，朕也是沈氏子孙，并非你操控朝政的窝囊棋子。什么为了他好？不过就是看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比较好操控，所以才让他登基为帝。出了慈宁宫的大门，宣武帝就松开了朱皇后的手。今日若不是朕来得及时，有你好果子吃。语气里还是有几分关心的。少年夫妻终归是有一些情分在的，平日里就算是闹得再凶，在该一致对外的时候，皇帝从来不会让朱皇后一人面对，往往救朱皇后于水火的总是宣武帝，这让她如何不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不该有的期许和感情呢？娘娘，你刚才真是吓死奴婢了，奴婢还以为他家娘娘肚子里头已经有了孩子了，却因为他们的疏忽而流掉了呢。河西宫北面墙角有小爱姜的部分身体器官，还是江川公公去岁安排小太监们扫雪的时候发现的。他当即便是下了死命令，不许将这消息透露出去分毫，否则让他抓到了，一律送去新者库做苦力。江心月知道之后，才布下了今日这个局，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血崩，而且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真的是想要换个星球生活了。江心月来了癸水，7天都不能够侍寝，敬事房便是撤下了他的绿头牌。头2天，皇帝宿在丽贵妃和梁妃的宫里，第3天却是有消息传出来，皇上在翻了荣嫔牌子的当晚，在半路上碰到一个躲在假山后哭泣的秀女，那秀女成宠了。今儿个一大早，皇帝的圣旨已经是小御6宫，储秀宫的叶才女被封为了从9品的宝林了。喏，那就是叶宝林了。皇后娘娘将她安排到本宫那里，真不知道皇后娘娘怎么想的。本宫一点都不喜欢她。臣妾瞧着叶宝林好像是个极好相处的人，她做了什么让梁妃姐姐不高兴的事儿了？梁妃先是脸上一红，然后在江心月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说完羞愤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后宫里居然出现了一个和她走同一条野路子的后妃。野猫发情的时候才有那种声音，本宫听了都觉得尴尬。她第2天怎么若无其事地给本宫请安的？有如此尤物，岂有不吃到嘴里的道理啊？可是江心月也是更加相信，他这来自异世的灵魂才是攻心又攻身的高级猎手，对叶宝林才是一时的新鲜感。本宫说今早见着他的时候，怎么无端端眼熟？你觉不觉得他的妆容好像在模仿你？就连穿的衣服风格、发髻款式都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江心月挑眉，像是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那梁妃姐姐可还记得，臣妾第一次和丽贵妃娘娘起冲突，也是因为臣妾摘了一朵海棠花。他只摘一朵，就已经被丽贵妃罚在地上跪了2个时辰了。叶宝林呢比较厉害，他都是整枝整枝的折断。你，梁妃正要说话，眼见着丽贵妃的不撵已经是过来了，她赶紧拉着江心月躲到一边去，露出叶宝林折花枝的欢快身影来。放肆！你是何人？哪个宫里的？叶宝林被吓了一跳，抬头看去，只见丽贵妃杏眼圆瞪，冲过来就甩了他一巴掌。贱婢，谁允许你碰本宫的海棠花了？无非就是历史重演呗。江心月无心看戏，拉着梁妃绕过那是非之地，回了河西宫。梁妃还在想着刚才的事情，越想越是觉得就是自己想的那样。他该不会除了模仿你的脸，还要模仿你一路来是怎么进封的吧？不然怎么解释叶宝林非要去招惹丽贵妃呢？赝品终究不过是赝品，臣妾不急，梁妃姐姐也无需着急。江心月笑着送梁妃走后，心中飞快地盘算：叶宝林是皇后娘娘的人。上次皇后催生他，被他机智地利用宫寒躲了过去，皇后才打消了借他的肚子生子的念头。这才过去多久啊，他就迫不及待地又推了一个秀女出来。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这个秀女就是他找来的新的生子机器。这么着急，是因为他自己不能生了吗？真恶心！那个叶宝林跟娘娘你同一天入宫的，在储秀宫时他还同咱们住在一起，同事的人欺负他，咱们还帮过他的。没想到他竟然利用模仿自己昔日的恩人来获得恩宠，太恶心人了。皇上不是因为他像本宫才宠幸他，日后不要在皇上面前露出什么破绽来。咱们这位皇上不喜欢玩替身梗。再说了，有本宫这珠玉在前，皇上怎么会看上一个处处不如本宫的妃子？娘娘，娘娘，打听到了，今早皇上还处理了一批储秀宫的工人，据说都是叶宝林在使，一些偷奸耍滑的。江心月就知道宣武帝不会无缘无故地宠幸一个乐意模仿别人的秀女，他只是在借着这个事情在各宫各处安插自己的心腹而已。结合朱皇后安排叶宝林截胡荣嫔，应该是在慈宁宫受了委屈，打击报复太后一党来着。卷起来吧，都卷起来，那他就可以再猥琐发育一波。娘娘，娘娘！小轩子又跑了进来。出大事儿了！方才皇上亲自盯着内务府的人去把御花园的海棠树给砍光了，还有灵宝叶，皇上不许他跪了。奴才回来的时候，丽贵妃娘娘正闹呢。喜鹊张大了嘴，简直是不敢相信，那让他家主子吃尽了苦头的海棠树竟然被砍了吗？可主子不是说皇上不是真心喜欢叶宝林的吗？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他脑子不够用，都快被干冒烟了，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月儿别，以后朕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所以那片海棠其实是为了给他报当初伐桂之仇的吧？没有想到只是设计了苏轼一回，就让皇帝感同身受，将年少时的种种隐忍、委屈、退让都移情到了自己的身上，做出了1+1大于2的效果。丽贵妃算意外之喜，叶宝林呢算他倒霉吧。想要模仿他，却被皇帝利用起来，成了个现成的靶子，帮江心月报仇。那是什么？漆黑的天空之上，有零星的星子闪烁，并不明亮的夜幕被几盏飞起来的纸灯笼点亮，隐约可见上面写着什么字儿。好像是齐天灯。奴才听闻民间有传说，只要把自己的愿望写在齐天灯上，让灯飞上天，天上的祈愿仙女们记下那些愿望，上告神仙天君，所求之人的愿望就都会实现的。无稽之谈，天底下哪来的神仙？哎呀，有一盏灯掉下来了！
王德全见到皇帝一直看着那灯，很是识趣地捡了过来。吾爱夜郎，万事胜意。落款是痴心人。王德全看清上面的字后，都感受到了许愿之人沉甸甸的爱意，甚至都没有暴露自己的名字。他是真的只希望皇上好，只想让天上的神仙记住被祝福的人。哼，王德全，你说这狗爬的字像谁？狗爬字？这是……宣武帝嘴角带着浅淡的笑着，对身后进士房的太监道：“不必去景仁宫了，朕今夜去河西宫陪甄昭仪。”可是……奴才遵命。主子，别喝了，酒多伤身。你写再多的齐天灯，皇上也不会来的。你还不让奴婢们写上你的名字？好歹要是掉下来一个，被皇上捡到了，他也知道是谁在牵挂他吧？哪有你这样的？我写这些又不是给皇上看的，我是写给天上的神仙看的，他们能看见不就行了吗？喜鹊气得跺了跺脚。那这闷酒，娘娘又是为谁喝的？喂，江心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花树之下，拿着酒瓶翩翩起舞。哼，为了我的夜郎啊！他唱着他乡遇不知，一步一句是两。月光温柔地洒向人间，晚风一吹，便有漫天的花雨飘落。转了10几个圈的江心月，最后的结束动作站得不稳，整个人向后倒去，腰间的肌肤被一只温热的大手搂住。江心月收起得逞的微笑，双目迷离恍惚地看着上方出现的俊美面庞。参见皇上，皇上万福金安。怀里的美人儿眨了2下眼睛，不见他笑，却见一滴眼泪从他的左眼滚落，从脸颊上蜿蜒而下，最后晶莹地凝结在了下巴处，1滴、2滴、3滴，眼泪决堤，美人无声的哭泣，最后醉倒在宣武帝的怀里，纤弱的身子让他惊觉甄昭仪好像瘦了许多。你们这帮狗奴才，到底是怎么照顾甄昭仪的？怎能任由她胡闹？皇上明鉴，甄昭仪娘娘宽厚仁爱，对奴婢们都如亲人一般，奴婢们就是万死也不敢怠慢了娘娘。可娘娘近来忧心，每餐半碗饭都吃不完，今日又不知为何突然感伤，说吞吞吐吐做什么？还不快说！皇上，甄昭仪娘娘是报喜不报忧的性子，对奴婢们也不太爱吐露心声，再多的苦楚都是自个儿消化。太后娘娘也因荣嫔娘娘小产一事，对娘娘多有为难。还有丽贵妃娘娘和皇后娘娘都明里暗里的，今日又听说了皇上为叶宝林发作了贵妃娘娘，未免悲从中来。这是在告诉他，甄昭仪受了那么多的苦，只为了可以在皇帝的身边陪着他而已。可太后不容他的真情，丽贵妃呢又处处算计，皇后娘娘表面宽和，背地里也不知如何。夜郎，不要！他好像做噩梦了，紧闭的眸子颤动着，却怎么都睁不开。你们都退下吧。宣武帝抱着怀里睡得沉沉的甄昭仪，怕她肚子还疼，搓热了掌心，放在她的小腹上。从前嫔妃们来鬼水，莫说是睡在一张床上了，就是出现在她的面前都是不行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她从来不曾为了谁破例。难道
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喜欢吗？他是真心喜爱甄昭仪？这个想法从脑子里头一闪而过，惊得宣武帝从床上坐了起来。不可能，他爱他的江山，爱他的百姓，甚至爱他得用的大臣，就是不可能将真心这种东西交给后宫的妃子。娘娘，叶宝林吐血了，说是中了毒，他的宫女正吵着要找皇上来主持公道呢。今日不是甄昭仪侍寝的吗？让叶宝林的人歇着，你让小桂子去河西宫好好说，不要大声嚷嚷。河西宫的宫人与顺安宫向来是交好，只要不蛮横行事，他们不会记恨到梁妃的身上。那叶宝玲是个能折腾的，咱们娘娘实在没了办法，她又是吐血又是昏迷，咱们娘娘也怕她万一有个好歹，白日里连贵妃娘娘都因她而被皇上训斥禁足。主子让我来问问，能不能通报皇上一声？江川虽然有些为难，但是梁妃娘娘与自家主子关系不同，还是让小桂子在外头等着，她进去问上一声。她中毒了又不是咱们下的，来河西宫做什么？难道皇上是什么灵丹妙药，见一面就能解毒不成？谁说不是呢？可梁妃娘娘宫里的人来请，我也不好把话说得太绝了。先把小桂子请到耳房去吃茶，等娘娘醒了再说。皇上呢？皇上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你们没去通知皇上？叶宝林，皇上已经在河西宫歇下了。这满宫上下，没人比你更知道甄昭仪有多受宠，你说是吗？不然他为什么要模仿甄昭仪的穿衣打扮？有时候连说话时的小动作都惟妙惟肖。若不是长久的观察，依葫芦画瓢，怎么能够学得那么像呢？本小主如何得宠，那都是本小主的本事，容不得你一个小小的宫女来指手画脚的。再敢多言，本小主长你的嘴！翠英又是一个白眼，这次连话都不说，转头就走。天微微亮的时候，宣武帝就起身了。江心月昨夜醉酒，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王德全，去太医院，让严太医给甄昭仪请平安脉。朕要知道甄昭仪的身子，如今能不能有孕？若是有孕，能否保他们母子平安？皇上竟然想要甄昭仪给他生个皇子。王德全将叶宝林中毒的话又给吞了回去，怕甄昭仪万一听到了，会给自己穿小鞋。王德全不说，小轩子却是不能不说的。他时机选得很是巧妙，宣武帝已经走出了河西宫的宫门，小轩子才道：启禀皇上，昨夜叶宝林好像中毒了，梁妃娘娘说她闹腾的不行，非要皇上您过去探望。可奴才想着，娘娘她昨儿个喝醉了酒，必是唤不醒的，又不敢打扰了皇上您休息，所以等到现在才说，请皇上责罚。为了个宝林，责罚甄昭仪得用的大太监，那不是打甄昭仪的脸吗？中了毒不请太医来诊脉，跑来找朕做什么？不对，皇后娘娘走一步看十步，能在她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就给她下毒并嫁祸给蒋元，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把柄的人，心思之深沉，难以斗量。这样一位全露无遗的宫斗高手，怎么可能找像叶宝林那样恃宠生骄、没有半分头脑的人来夺宠生子呢？他还有什么后招？长信宫里发出一声惨叫，江心月睁开眼，就见皇后娘娘带着一大群的人从远处急匆匆地走来。喜鹊扶着江心月下了步辇，眼看着朱皇后身后跟着的一大串的嫔妃全部都进入了长信宫，便也跟着一道进去了。凌厉的鞭笞声伴随着惨叫声响起来，丽贵妃的寝殿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这是怎么了？还不是叶宝林认死理，觉得是丽贵妃给他下的毒。昨夜太医给他催吐，让他吃尽了苦头，皇上又没去看他，今儿个一早就发疯了，冲进长信宫来，说要杀了丽贵妃呢。不怪叶宝林记性如此之大，
毕竟是征西大将军家的嫡女，无父无犬女嘛。快把叶宝林和贵妃娘娘拉开，这成何体统？不成体统也已经是让大家伙儿看了笑话了。丽贵妃好不容易从叶宝林的手里逃出来，头发和衣服都已经是乱得不成样子了。地上被人按住的叶宝林更是连脸上都有一道鞭痕，红肿发紫，渗出了血粒子来。鸡飞狗跳了好一阵子之后，到底是惊动了皇帝、宋家和叶家，一个是文臣之首，一个是常胜武将，偏袒谁都会引起前朝不满，所以宣武帝采取了最为粗暴的法子，谁都不帮。丽贵妃有给叶宝林下毒的嫌疑，就着令玄镜司去查。叶宝林以下犯上，冲撞了贵妃，就禁足加抄写宫规。剧情发展和江心月不同，但是最后都是抄写宫规。这叶宝林还真是把复刻江心月进行到底了。娘娘，奴婢扭着脚了。已经行至烟波飘渺的人工湖边，正是清晨，工人们都在自家主子的宫里忙碌着，鲜少有人往这边来。甄昭仪娘娘，奴婢是淑妃娘娘宫里的，我们娘娘想请甄昭仪娘娘去景仁宫一叙，不知现下可方便？江心月看了看那宫女的脸，好像的确是在淑妃身边见过的。主子，你去吧，奴婢送霜降回去就成。霜降也点点头，表示可以。湖边清风微扬，扑通一声落水的声音过后，娘娘，他们落水了。今日咱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听明白了吗？皇后娘娘，不好了！甄昭仪被人推进了湖中，太医说许是被湖底的水草缠住了，呛了不少水进去，现下还在抢救。皇上发了好大一通脾气，河西宫的宫人全都被打了板子。朱皇后内心波澜不惊，从容的起身。走吧，咱们也去河西宫看看。太后娘娘这么快就出手了吗？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甄昭仪她会水，就算有人推她下去，她也能自救。为何你们要留她一人在湖边？是不是有人在湖底拖住她？现在你们一问三不知，朕要你们有何用？该拉下去杖毙才是。皇上息怒！朱皇后一进门，就听见皇帝要大开杀戒，于情于理，她作为皇后都该上前来规劝。旁的人就不说，这喜鹊和霜降、江川和小轩子可是甄昭仪的心腹宫人，若是他醒来发现这4人没了，该有多么的难过呀！喜鹊悄悄抬头看了一眼朱皇后，只觉得她的那张美人脸面目可憎。什么叫旁的人就不说了，这不是明着告诉河西宫里除了他们4个人之外，其他人的性命都不重要了？就算是被打死了，甄昭仪也不会为他们说上一句公道话，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宣武帝其实也知道这事儿，喜鹊他们虽然有错，但是也罪不至死，已经一人打了20个大板子了。再计较的话，甄昭仪床前可是无人伺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来说。甄昭仪从长信宫出来的时候，她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落水了，还变成了现在这样？喜鹊和霜降一口咬定是臣妾宫里的宫女把甄昭仪推下去的。可今日是太后娘娘礼佛的日子，臣妾早就去了慈宁宫，臣妾身边伺候的人也都随臣妾去了慈宁宫的小佛堂。慈宁宫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能作证，太后娘娘是淑妃娘娘的亲姑母，她老人家自然是向着淑妃娘娘的。坤宁宫的宫人恐怕还不足为证。金昭仪的意思是太后娘娘是非不分，会偏袒作恶之人吗？臣妾可没这个意思，只是合理猜想罢了。每一次她有心爱之物，只要被母后发现了，不是要她送给旁人，就是强行从她的手中夺走。凭什么每次都要掌控她的人生？她是皇帝，是天子，就算是太后，也必须以她的心意行事。传朕旨意，朕要封甄昭仪为珍嫔。太后不是一心要杀了甄昭仪吗？她偏要将人护在羽翼之下，给她无上的荣宠，
淑妃整个人跌坐在地，狼狈地流着泪。皇上此举可是恼了臣妾。放肆！你是在质问朕？再放肆也不是第一回了。皇上以前总纵着臣妾，说臣妾这样的真性情很是难得。如今臣妾再真性情一回，替曾经的夜郎和蓉儿问一问，你是否不信臣妾？若是深爱时，那肯定是信的。可一个男人若是不爱了，再问这种问题，也不过就是自取其辱。宣武帝眉宇间闪过一丝柔情，却在瞥见昏迷的江心月时，又冷却下来。信你什么？信你不是为了吴家刻意讨好奉承朕，信你从未对朕动过心，信你和太后一般，心里只有吴家。或许曾经他是不爱的，可10年如一日的温柔与宠溺，他又怎么可能不动心呢？说到底，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太后将吴家兴起的重担交给他，杀父之仇折磨着他，他早已身心俱疲。有嫔妃尖叫起来，眼中存了死志的淑妃从发间抽出了一只金步摇，直接插入了自己的脖子一侧，锋利的簪子毫不犹豫地刺入了皮肉。你疯了！臣妾愿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臣妾从未害过甄昭仪。快传太医！皇上，快带着淑妃回景仁宫吧。甄昭仪这里有臣妾，不会有事的。皇上刚才已经说了，封甄昭仪为甄嫔，可是淑妃和皇后都只是叫她甄昭仪，都不想应了皇帝，让甄昭仪晋升呢。宣武帝看着血流如注的淑妃，又看了看面若金纸的江心月，松开了淑妃的手。不了，皇后带淑妃回景仁宫就职，朕要在这里陪着甄昭仪。她胆子小，若是醒来见不到朕，会害怕的。其实皇帝若真有心，就不应该挪动受伤严重的淑妃。河西宫里为甄昭仪诊治的太医就有3位，匀出一个来给淑妃，就在偏殿里头止血包扎，更能够保证淑妃的安全，何必舍近求远呢？无非就是觉得淑妃在甄昭仪的床前自戕，见了血不吉利，恼怒淑妃的行为而已。他们这位皇帝，爱则令其生，恨则欲其亡。可惜了，他总是命好。大殿里坐着一个身着华服的宫妃，语气没有半点沮丧或者是兴奋。都处理干净了吗？处理干净了，绝对查不到您头上来。他不会次次都这么好命的。皇上，您已经1天没有用膳了，奴才求您多少吃点儿，别甄昭仪娘娘醒了，您又倒下了。若是甄嫔娘娘醒来看见了，可要骂奴才不当心了。朕吃不下，而是自己爬上岸求救的。救了他的宫女说甄昭仪昏迷前指着水里，说有人在拽着他脚。你说他当时该有多害怕？他那么相信朕，朕却一次次让他失望，置他于险境。朕明明可以保护他的。王德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总不能说因为皇帝你薄情，根本不在乎这后宫里的哪个妃子活哪个妃子死吧。反正现在有了真主子，皇上肯定是舍不得真主子死了的，也不算是太薄情。真主子对皇上的情谊，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这都是真主子应得的。河西宫外跑进来一个步子轻巧的小太监。启禀皇上，淑妃娘娘的伤口止了血，太医说要好好静养。淑妃娘娘她有身孕了。你说什么？皇后让奴才来报喜，说淑妃娘娘已经有了1个月的身孕了，只是方才情绪波动太大，又受了这么重的伤，所以见了点红。太医说须得好好静养，否则怕滑胎。王德全，去太医院拿些补品送去景仁宫。他若没有表示，
太后又要怪罪到甄昭仪的头上来。江心月昏迷3日，宣武帝除了上朝，就是守在河西宫里。原本淑妃怀孕呢，也是喜事儿，但是皇后娘娘隔天又爆出了一个惊天大事，一直住在远离东西六宫、位置很是偏僻的延禧宫蓝才女生下了一个小皇子。臣妾也是前几日才知道的，恰巧碰上甄嫔落水昏迷，还来不及跟皇上您说呢。延禧宫那边又说蓝才女马上就要生了，臣妾只能安排了产婆过去接生。刚生下来，臣妾立马就派人将这小皇子抱来了。蓝才女命苦，刚生下孩子便去了。臣妾瞧着实在可怜，特来向皇上求个恩典。什么恩典？臣妾恳请皇上将五皇子交给臣妾抚养。江心月只觉得鼻腔喉咙里一阵阵的发疼，昏沉的意识在朱皇后提起延禧宫的蓝才女时才清醒过来，但她没有立刻睁开眼睛，脑中还一团的浆糊。叶宝林不是皇后的人，不，应该说只有叶宝林自己认为她是皇后娘娘的人，只是叶宝林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在前头吸引火力，让丽贵妃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盯着翊坤宫。朱皇后早就盯好了一个肚子，瞒着所有人去母留子了。朱皇后的虚晃一枪把所有人都骗了，包括江心月。皇上，臣妾的大皇子和二皇子去了多年，心中伤痛一直难以自愈，朝中大臣都以臣妾无子，逼着臣妾退位让贤，求皇上给臣妾一条活路吧。其实朱皇后突然抱养一个皇子，对于江心月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反正她从未想过要当皇后，和朱皇后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反而她帮着朱皇后成功的抱养五皇子的话，朱皇后才会对她放下戒心。说干就干，她捂着额头，缓缓地用手肘撑起身子。皇上，皇后娘娘，臣妾这是怎么了？朱皇后拭了拭泪，从地上站起来。皇后娘娘都生了小皇子了，皇上，臣妾该不会昏迷了10个月吧？你瞎说什么？这是延禧宫的蓝才女生的五皇子，可惜蓝才女福薄，生下他就去了。皇后正在问诊这孩子的去处，爱妃以为如何？朱皇后紧张地看着他。臣妾哪里懂这些啊？就约莫着应当要给他选一个真心爱护他，把他当亲儿子来教养，不要伤害他的母妃吧。朱皇后接连丧子，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若是她领养了五皇子，只会把她对大皇子和二皇子的感情转移到五皇子的身上，她会是一位很好的母亲。皇后，五皇子养在翊坤宫，是甄嫔的意思，你们早就商量好的？皇上明鉴，臣妾也是2日前才知道蓝才女有孕，而且还快要生了。皇上，臣妾之前不知道有这个小娃娃，臣妾只是觉着皇后娘娘她看向五皇子的眼神和臣妾的姨娘看臣妾时是一样的，皇后娘娘一定很爱这个孩子吧？因为她的姨娘也很爱她。你姨娘已经被江红炉提为嫔妻了，你不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呢？便宜爹早就写了信，托外出采买的公公带进来了。啊？江红炉是谁啊？朕已经提拔你父亲做了鸿胪寺正卿，许是他觉得你在此事上出了力，便将你娘亲近为嫔妻了。臣妾多谢皇上，可皇上要转达父亲，他能做鸿胪寺卿，臣妾可没有帮他说半句话，都是他自己遇到了皇上这位伯乐，他要谢也该谢皇上的。开玩笑，差一点就把他给打到后宫干政那一波里面了，好不好？本来也是逗他，宣武帝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喉咙。既如此，皇后带五皇子回翊坤宫养着吧，朕子嗣困难，让下面的人当心一些。是，臣妾会交代下去的。朱皇后临走的时候，感激地看了江心月一眼。她走了，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臣妾觉得不是淑妃娘娘。当时霜降扭伤了脚，喜鹊扶着她回河西宫，那个自称是景仁宫宫女的女人领着她往景仁宫里去了。那宫女竟然一掌打在她的后背，将她推了下去。水底有人拽住了她的脚踝，虽然下去查探的太监说是水草打结了，但是江心月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水性极好，能在水里憋气3分钟。用那张面具遮住脸的是个侍卫，身材高大，力气也是他的几10倍。他只能装死，骗那侍卫松开手之后，趁他不注意来探他的脉搏时，猛地睁开眼，将手里的金簪插入他的胸口。他是用了死力气的，要不是水底阻力太大，金簪只刺进去他的胸口一半，侍卫再强壮也不可能逃得脱的。如果真是淑妃娘娘，她怎么可能用自己宫里的人来叫臣妾去？无非就是有人想嫁祸给淑妃娘娘，害臣妾的，肯定不是淑妃娘娘。宣武帝长舒了一口气，若是甄嫔不管不顾，吵着要处置淑妃，他才为难呢。朕已经让王德全着玄镜司去找你说的那个宫女和侍卫了，但朕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对方做出这种事，尾巴肯定也早扫干净了。任由他们再厉害，能比皇上还厉害吗？臣妾相信皇上肯定会把后宫中残害妃嫔的坏人抓起来的。他握着小拳头，一脸的跃跃欲试。到时候，臣妾一定要让坏人尝尝臣妾拳头的滋味。哼，是他对他的盛宠太过，又不曾保护过他，才让这后宫人人都觉得甄嫔好性儿啊，更好欺负。后宫众妃若是知道皇帝是这么想的，只怕都要在承乾宫门口跪着喊冤了。你好好休养身体才是，朕自会为你讨回公道。皇上，其实臣妾也很想把谋害臣妾的人找出来，但臣妾也很清楚，皇上站在这个位置上，高处不胜寒，总有许多的难言之隐。若是这个凶手动不得，臣妾也不求能报仇。只要皇上对臣妾好，臣妾什么都不在乎，哪怕付出生命，臣妾也甘之如饴。所以皇上，答应臣妾，不要太为难自己好吗？付出生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过过嘴瘾，让宣武帝感动一下。他怎么能够软乎成这样呢？怎么能够为了心爱的人如此委曲求全？玉儿，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从前是朕不好，没照顾到你的安危。从今以后有朕在，任何人也不能伤害你。娘娘，你不去看看吗？听说皇后娘娘和德妃娘娘家中都有兄弟在大内侍卫中任职，这次无比声势浩大，后宫中的娘娘几乎都去了。有什么好看的？江心月将新写好的一张宣纸扔进了火盆里，上面的娟秀字迹顷刻间被火苗吞噬，烧成了黑灰。娘娘，这样好看的字，你为何要烧了去？并不如何好，是你对本宫有滤镜才觉得好。听不懂自家主子在说什么，但霜降还是站到了他身边，一边帮他磨墨，一边去看他写的字，分明就是极好看的。叶宝莲，叶宝莲，你不能进去，给本小主滚开！江心玉，你故意的是不是？储秀宫的嬷嬷没有教会你规矩。本小主打了令贵妃，皇上都没把本小主怎么样，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小主提规矩？以为自己得宠了几日就了不得了？你信不信？本小主，本宫是珍嫔，你不过小小宝铃，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啊？敢在本宫面前叫嚣！喜鹊，掌他的嘴！毕竟这河西宫里是江心月的地盘，岂容叶宝林放肆呢？想好了再开口说话，否则本宫不介意撕烂你这张臭嘴。叶宝林开始还不相信张婉仪的话，这回是不得不信了。江心月这个贱人果然是看他家世好，故意接近他的。又是听了谁的教唆，跑来本宫这撒野？你何须旁人来教唆？咱们一同选秀入宫，我把你当成亲姐妹，什么话都跟你说，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明知我喜欢皇上，你还江心月，是我看错你了。你记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你看错本宫什么？咱们同为秀女，谁不想得到皇上的宠爱？怎么你行，本宫就不行？难道你要本宫为了你被打入冷宫，来全了咱们的姐妹情谊？你靠着模仿本宫得到了皇上的宠幸，本宫还没怪罪你呢，你倒好，跑来倒打一耙。叶宝林，你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一开始叶宝林也只是把江心月当成自己的跟班奴婢而已，说什么情同姐妹呀，都是一个身上的狐狸。你在这里跟本宫演什么聊斋？叶宝林，别试着道德绑架本宫，本宫没有这个玩意儿。本想着来斥责江心月，让她对自己心怀愧疚，从而弥补自己，没想到心中所想被拆穿了，叶宝林只能够落荒而逃。江心月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怒火，传来了小轩子：“最近过来喜欢满皇宫的抓耗子，你带着过去钟粹宫走一趟，就说听宫女说的。张婉仪宫里耗子多，本宫好心替她清理一番。”他让过来，去张婉仪宫里，把钟粹宫砸得稀巴烂。可不是，这珍嫔娘娘小孩星星，不仅得几位皇子公主的喜爱，就连小动物在她那儿养着都格外的有灵性。张婉仪怂恿叶宝林去河西宫闹事，就是想着坐收渔翁之利，没想到珍嫔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打上门去了。皇上，珍嫔娘娘仗着您的宠爱，现如今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她纵容着自己的宠物来侮辱臣妾，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啊！你宫里到底有没有耗子？臣妾宫里没有小厨房，哪来的耗子呀？珍嫔娘娘就是故意找臣妾的麻烦，皇上若是还护着她，可是叫臣妾寒心了。宣武帝一阵的可惜，怎么会没耗子？若是有的话，过来也不会失望而归了。他抓属将军的名号，才能实至名归。珍嫔侮辱你什么了？是侮辱你路过湖边，对他见死不救，还是错怪了你怂恿叶宝林去找他麻烦？皇上，臣妾冤枉，珍嫔娘娘落水那日，臣妾并不知道啊。哦，冤枉，不知道？你当朕是真眼瞎吗？王德全低下头来，不敢去看宣武帝盛怒的容颜。他很想提醒张婉仪，还是快些认罪的好。在这后宫里，只要是皇上想知道的，就没有秘密可言。臣妾那日是经过了湖边，但是并没有听到动静，也没有听到珍嫔娘娘的求救啊。想来是有人把她给拖进了水底，臣妾又走得很快，所以才错过了。皇上，臣妾真的不是。张婉仪性格乖张，善妒恶毒，即日起降为张荣华，禁足钟粹宫偏殿。是连钟粹宫的主位都不打算给他了，让他搬到偏殿去住。皇帝是懂得杀人诛心的。为什么皇上要对我这么残忍？珍嫔她也害得丽贵妃娘娘落水过，不仅一点事都没有，还晋升了位分。我只是路过，没有救珍嫔而已，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婉主子糊涂，珍嫔娘娘如今是皇上心尖上宠爱的人，你给珍嫔娘娘找不痛快，皇上只会让你更不痛快。你也别怪皇上心狠，要怪只能怪那让婉主子去对付珍嫔娘娘的罪魁祸首。婉容华微微吃惊，连瞳孔都因为震惊而收缩了一瞬。他向后退了几步，对王德全口中的罪魁祸首显得害怕极了。让婉容华怕成这样的，恐怕……他的话没说完，但宣武帝懂老伙计想要说些什么。太后，想要珍嫔性命的
果真是太后吧？宣武帝几乎可以肯定，他那位狠毒的生母又想从他这里夺走自己的心爱之物。皇帝现在为了一个女人，已经昏了头了。哀家是他的生母，他竟敢如此对哀家。看来是哀家沉寂的太久，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嫔妃也敢拿着哀家做法子争宠了。太后娘娘息怒，皇上只是一时被奸妃蒙蔽了，并非真的与太后您作对。您可别为了不值得的人气坏了自己的身体。皇上会明白您的良苦用心的。哀家还能指望这个逆子吗？吴太后将椅背拍的是啪啪作响。早在那逆子将吴家推翻之时，哀家就知道他像极了他那个薄情寡性的父皇。哀家就不该指望他给吴家体面，给哀家体面。他气到颤抖，好半晌强迫着自己平静下来之后，他坐到了椅子上，眼睛里流动着阴谋的光。淑妃的身子养得怎么样了？有太后娘娘您爱护着，淑妃自然是极好的。给太后娘娘您诊平安脉的屈太医是安胎圣手，淑妃娘娘和小皇子都会平安的，太后娘娘可以放心。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只愿淑妃能够生下吴家血脉的皇子，她就可以推翻自己的儿子，扶持孙儿登基。届时她就是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真正的万万人之上。河西宫里，来照顾江心月的严太医弓着身子立在一旁。天气分明正是不冷不热，极为舒服的4月，但他的额头上不断的滚落豆大的汗珠。谁能想到，在皇帝心尖上的宠妃珍嫔，竟然是一把演戏的好手。严太医很热吗？不，微臣不热，不热的。喜鹊，给严太医端把椅子来。严太医可别客气啊。珍嫔娘娘饶命啊！微臣什么都不知道，微臣什么都不会说的。微臣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求珍嫔娘娘饶了微臣吧。什么呀？江心月觉得自己的态度已经是很和善的了，连忙让小轩子把人给拉起来。严太医，本宫之前在冷宫中毒，多亏了严太医妙手回春，救了本宫的性命，本宫一直铭记于心。感谢您都来不及，怎么会要你的命呢？真的不杀微臣。江心月点了点头，表情特别的真诚。微臣多谢珍嫔娘娘，娘娘容微臣活命，微臣定会为娘娘死守秘密，绝不会透露分毫。倒不要紧，反正你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的，谁会用自己的命去博皇上的怜惜，还不陷害任何人呢？真凶是谁？自然是皇帝猜谁就是谁了，怀疑谁就是谁。总之，就算整个后宫的女人都被猜上一遍，也没他珍嫔什么事儿。严太医刚放回肚子里的心又提了起来。珍嫔娘娘，微臣愚钝，实在不知道娘娘的意思，还请娘娘明示。严伯伯，你我两家乃世交，心叶更是我入宫前的至交好友，我的艰难不为人道，只能与您诉说一二，严伯伯可愿助我？严心怡是严太医的独女，性格是真的天真善良，毫无心机。原身入宫之前就知道严心怡的身份，故意与之结交，就是想着入宫之后可以利用严太医为自己争宠。在这宫里，不管争还是不争，不够聪明的那都是死路一条。那个假冒淑妃宫女的人的确是存在，也确实是太后娘娘的人。霜降之所以扭伤了脚，是他们在鹅卵石上提前刷了油。可那宫女支开喜鹊和霜降之后，居然只是让人抓住她，打了她一耳光，并且让她安分些，别消想着自己不该想的东西。经过湖边的张婉仪只看到宫女推江心月落水，却是没有看到是江心月故意与那宫女起的冲突。至于水底下拽住她脚的侍卫，更是她杜撰出来的人物。
他敢肯定，就算他那个时候不落水，总有一天也会被人给推下去的。那水底打结的水草，就是有人特意为他准备的。但那个人应该不是吴太后。江心月也算是阴差阳错，让自己躲过了不久之后将迎来的一场夺命落水的劫难。严太医背着医药箱从河西宫出来的时候，抬头望了一眼四四方方的蓝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皇宫是一座吃人不吐骨头的牢笼。可是，若是皇上找不出胸口有伤的侍卫，那不就证明主子你在撒谎吗？你再多想想，用你漂亮的小脑袋瓜好好想想，如今高位的嫔妃，哪个家里没有兄弟在大内任职？就算没有亲兄弟，家族旁支也总有一两个的，否则那些妃子们怎么和家里通信的呢？啊！奴婢明白了，只要咱们把主子你刺伤侍卫的消息传出去，他们就会互相陷害了。到时他们还会想尽办法陷害对方，伪造出本宫说的金簪刺伤的伤口，须得本宫费什么精神，自然有人替咱们圆谎了。此话当真，是甄嫔自己说出来的？娘娘，是甄嫔亲口回的皇上，当时3位太医都在现场，娘娘若不信，可传严太医前来证实。本宫就说，皇上突然间兴师动众的搞什么大无比，原来都是为了甄嫔。娘娘，听说皇后娘娘母家的二弟回长安郡探亲去了，还需几日才能赶回来。他在大内任的是4等护卫。去，写一封信交给祖父，让他们务必拦截朱二郎，打听一下甄嫔那只金簪的样式。本宫这次一定要重创皇后。皇上，只有德妃娘娘和甄嫔娘娘没有往外递信，其他的娘娘小主们几乎人人都写了递出宫去。哼，你们瞧瞧，这到底是朕的后宫还是奸细的后宫？3宫6院72妃，竟然只有2个是心向着朕的。王德全也只能够查到哪些妃子往外递信了，信上的内容是不敢拆开来看的。越是家世显赫的人家，通信时特有的暗号越是注意不到。万一他拆信之后将暗号给毁了，便打草惊蛇了，会毁了皇上取而代之的计划。大无比的事怎么样了？回皇上的话，还有30几个侍卫因各种原因要2天后才能到齐，已到的那些也比过一大半了，最多不过5天就能出结果了。无非就是2种结果，要么找到那个受伤的侍卫，要么找不到。如果连皇上都找不到这个人，那幕后之人的手段之高超，简直就是让人不寒而栗呀。甄嫔娘娘惹上了一个藏得这么深的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躲得过去。身为妃子，毫无仪态修养，如何能伺候好皇上？甄嫔，你该好好学学规矩了。你是何人？竟然敢擅闯本宫的寝殿，无缘无故的还这样压着本宫的宫女和内侍，就不怕皇上砍了你的脑袋吗？管他呢，他又没有自报家门，自己又不认识他，也是很正常的吗？你敢打我？本宫想打你就打你，你一个狗奴才以下犯上，难道还要本宫感谢你不成？谁让他进来就找自己的不痛快的？而且他也不自报家门，那被打了也只能认栽嘛。老奴是太后娘娘身边的贵嬷嬷，奉太后娘娘旨意，来请甄嫔娘娘去慈宁宫问话的。甄嫔娘娘打老奴，就等于在打太后娘娘的脸。一会儿太后她老人家怪罪起来，甄嫔娘娘可要好好受着。江心月又是一脚踢在了贵嬷嬷的膝盖上。甄嫔娘娘，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你是奉太后旨意来请本宫去问话的，你这是请人的态度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宫做了什么错事，你要压着本宫去受审呢。慈宁宫的宫人就是这样的规矩，见了主子也不下跪请安，反而还可以口无遮拦地训斥皇上的嫔妃。那嬷嬷，你说本宫没有规矩，本宫是绝不会认的。打你就等于打太后娘娘，谁给你这黑心肝的老太婆这么大的脸啊？敢自比太后娘娘？要不要本宫去叫皇上来，
看看你是不是他的母后。珍嫔娘娘的威风也耍够了，现在可以跟着老奴去慈宁宫了吧？脸上又挨了一巴掌。本宫耍没耍威风，还轮不到你这狗奴才来教训。等你真的成了太后娘娘，你也可以来本宫面前耍威风。现在你只是个老奴才，那就守好奴才的本分，别在本宫这里拿着鸡毛当令箭，本宫不吃你这套。反正在吴太后的眼里，但凡是和淑妃争宠的妃子都不是什么好人，都是他们吴家富起的绊脚石，怎么做她都不会给自己什么好脸色的。与其精神内耗自己，不如发疯折磨别人，这是江心月一贯以来的人生格言。这是今年金国进贡给我大燕的上好天山雪茶，统共也就几斤。淑妃若是喜欢，哀家一会儿让桂嬷嬷给你送去景仁宫。瞧哀家都忘了，淑妃怀有身孕，这茶呀还是少饮为妙。不如你替哀家送去承乾宫，也算全了哀家对皇帝的一片母子情深。放什么狗屁呀！江心月是真想翻白眼，这吴太后是以为她不知道皇帝和她之间的关系吧？不然也不会在这里演母慈子孝的那一套。江心月也不急，掐指一算，现在宣武帝应该已经是走到了慈宁宫大殿外的门口，才突然自行起身。太后娘娘若是召臣妾来，只是为了罚跪，那不如让臣妾跪到殿外去，更能以儆效尤。放肆！正等着江心月发脾气的吴太后，好似是抓住了他的把柄似的，一杯热茶砸了过来，碎在了他的脚边。江心月大叫一声，双手捂脸，用尖利的护甲划破了自己的脸颊，在淑妃和荣嫔错愕的目光之中，扯开自己的衣服，弄乱自己的头发，又扇了自己一耳光，眼睛里迅速地堆积起了泪水。太后娘娘，您不爱皇上，臣妾爱；您不疼皇上，臣妾来疼。臣妾只是希望您作为一个母亲，能多为自己的孩子着想，有什么错？皇上他不是神，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伤他、害他？难道就因为他是皇帝，你就觉得他不会心痛吗？宣武帝听到尖叫声，就大步跑了过来。桂嬷嬷原本是站在太后身边的，江心月一发疯，他就冲了过去，准备抓住江心月的手，怕他伤害吴太后和淑妃。岂知他刚抓住珍嫔的手，胸口就狠狠地挨了一脚，整个人都飞出去了。宣武帝那双盛怒的眼睛掠过想要解释却是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的吴太后，落在傻眼愣神的淑妃身上。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失望深深地刺伤了淑妃，他也回瞪着宣武帝，半点也不肯退让。皇上，臣妾没事，你别生气好不好？母后，儿臣念着您是儿臣的生母，对您一次次忍让，但您也别忘了，儿臣是这大燕的天子，儿臣想宠幸谁，想给谁体面，都是儿臣的自由。若是母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儿臣的后宫里兴风作浪，那儿臣就只能把您送去行宫避暑了。好你个皇帝，哀家生你养你，还养出仇来了是不是？你如此不孝，为了个诡计多端的妃子，与自己的生母大呼小叫，传出去也是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宣武帝眯着眼睛看向淑妃肚子的眼神变得凌厉而冷漠，淑妃下意识地护住了肚子。皇上刚才好可怕。太后娘娘，淑妃娘娘，千错万错，都是臣妾的错，还请太后娘娘不要怪罪皇上，他只是担心臣妾这不争气的身子，臣妾在这里给太后娘娘赔不是，请您原谅臣妾。吴太后忍了又忍，才没有冲上去扯她的头发。珍嫔的道歉，哀家受不起。既然皇帝护着你，哀家也奈何不了你。
希望你今后安分守己，不要再把主意打到淑妃身上。她就是个再善良不过的孩子，这点皇帝你比哀家更清楚。太后也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宫斗高手，几句话就挑起了宣武帝对江心月的怀疑，对淑妃的美好回忆。皇上，刚才淑妃娘娘受了惊吓，她有身孕，您去看看她吧。臣妾没事，可以自己回宫的。她笑得一脸的乖巧，眼底的难过却怎么都掩饰不住。皇帝看向淑妃，终是叹了一口气。王德全，传太医来景仁宫。他没说，在他和珍嫔之间，皇帝选择的永远都是他。小轩子有些不解，望着江心月时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想问什么就问吧，不告诉你，今晚你怕是睡不着觉了。娘娘，咱们不惜伤害自己，好不容易让皇上看到这一出，您怎么不趁热打铁，让皇上来河西宫，反而将机会让给淑妃娘娘呢？你也觉得是淑妃赢了？皇上也一定是这么觉得的。若是每次与淑妃对上都是自己委曲求全，一步步的退让，不仅会养大淑妃的气性，以后但凡有一次江心月不让着他就会产生心理落差，不可避免的对江心月产生怨恨，而且仗着皇上对他的不一般，他还会和皇上闹，多闹上几回，那本就所剩不多的初恋滤镜就会碎掉了。从前也没见皇上有这么喜欢淑妃娘娘啊，怎么自从她怀孕之后，皇上连珍嫔都不顾，倒显出几分淑妃娘娘来了？皇上到底怎么想的？见皇后闭着眼睛不说话，纷纭继续开口：这淑妃也是真厉害，不声不响的把珍嫔都踩下去了。你觉得淑妃厉害？本宫却是佩服珍嫔的手段，能把一直躲在皇帝身后不争不抢的淑妃逼得出来争宠，从背后走向人前，她今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呢。丽贵妃第一个就不会放过她。夜晚，江心月脸上的那条伤痕已经痊愈了，好几次被淑妃劫走皇帝，她乐得轻松呢，这几晚都睡得很早，今晚也不例外。但她刚刚躺下没多久，就感觉到有人在摸她的脸，一股烦躁的情绪涌上来，她啪的一声打掉了那只作恶的大手。力气之大，打得宣武帝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手背上红了一大片。接着微弱的烛火，江心月吃惊的瞪大了眼睛，立马就要起身。好了好了，朕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不用急着请罪，朕恕你无罪。哼，男人，他分明就是故意的。在这个后宫里，除了皇帝，还有谁敢这样摸一个妃子的脸呢？打的就是宣武帝这个三心二意、摇摆不定的大猪蹄子。皇上怎么过来了？白日里在御花园碰见淑妃娘娘，不是说她肚子疼吗？淑妃第一次向自己袒露爱意，原本她是该高兴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脑海里来来回回都是珍嫔那张娇艳动人的脸。若是她知道自己喜欢淑妃，若是她知道淑妃也喜欢她，那个傻女人她该有多难过呀。所以她没有回应淑妃的表白，从景仁宫落荒而逃，不自觉的就走到了河西宫来。朕13岁就已经是太子了，这辈子想要的任何东西都有人双手献上，可朕从小就明白，唯有爱不可强求。朕少年时，母后不爱朕，淑妃也不爱朕。朕登基之后灭了吴家，不管是母后还是淑妃，都要依附于朕。时至今日，朕已经分不清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了。月儿，朕今日才看清自己的心，朕心悦之人一直都是你啊。一直都是。紧接着江心月突然哭出声来，背过身去，哭得整个人都缩成了一团。宣武帝心疼的将她的身子扳直过来，看着泪流满面哭到打嗝的小女孩，
简直是哭笑不得。爱妃这是什么反应？是朕吓着你了吗？臣妾以为皇上最爱的人是淑妃娘娘和丽贵妃娘娘，臣妾以为都是臣妾一厢情愿，皇上根本就不愿意理臣妾。他好像要把自己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全都哭出来。臣妾刚进宫的时候，皇上还罚臣妾抄宫规，臣妾难过的都快死掉了。春耕的时候，皇上偷偷牵淑妃娘娘的手，臣妾看到了，可臣妾忍着没哭，回来偷偷的哭。皇上喜欢上一个人，原来是这么痛苦心酸的事吗？皇上来之前，臣妾已经决定再也不要对皇上动心了。臣妾怕，臣妾真的哭够了。是朕的错，都是朕的错。好月儿，快别哭了，你哭得朕好心疼你。朕答应你，从今以后，朕只对你一个人好，好不好？臣妾不要被皇上藏起来。皇上喜欢臣妾，臣妾一刻也藏不住。臣妾就要光明正大的偏爱。或许曾经的宣武帝觉得，真的爱一个人，就不能够给他太多的偏爱，免得引起后宫那些女人的嫉妒陷害。他对曾经的淑妃就是这样做的，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越走越远。他很愿意给珍嫔十足的偏爱，但他担心珍嫔没有自保的能力啊。皇上，臣妾可以保护好自己，而且皇上的圣宠对臣妾也是一种保护啊。难道皇上没有信心在后宫中护臣妾平安吗？宣武帝是强大的，这种强大体现在他制衡前朝、掌控后宫上。只要他有心，在后宫里保下一个妃子，对他而言并非难事。爱妃，朕真的很庆幸，当初能在荷花池再次看见你。臣妾亦是。一夜纠缠，满室生香，摇曳的床幔渐渐歇了。宣武帝也没有叫水。月儿，给朕生一个小皇子，好不好？皇上还没答应臣妾，爱妃手册您抄不抄呢？是个记仇的，为这1年前罚他抄写宫规的事情，一直记到了现在，要报仇来了。给不给朕生小皇子？江心月咬着唇，尽力不让自己出声，用行动回答他的问题。宣武帝额角和脖子上的青筋都凸了起来，显然已经是忍耐到了极点。皇上，抄不抄爱妃手册？偏偏罪魁祸首的女人还一脸的纯洁无辜，笑眯眯地看着他，在他的身上落下一个又一个的吻。抄的话，臣妾就饶了你。抄！宣武帝都快要疯了，脑子里的神经绷紧。你让朕抄什么，朕都抄。朕的好月儿，饶了朕好不好？朕问过严太医了，这样的姿势极易有孕。你如果马上快1年了，朕想封你为妃，就必须有个孩子。五子封嫔已经是令六宫颇有微词了，他如今认清了自己的心意，自然是要多为江心月考虑一些。他希望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封妃。臣妾也很想要一个和皇上的孩子，不拘男女，只要是皇上和臣妾的孩子就成。小公主要长得像你这般可爱才行。他私心里想着，珍嫔长得这样好看，要多生几个，继承她的美貌才划算。娘娘，皇上让奴才把2夫人、2郎和3姑娘请来了。皇上说了，宴会还未开始，您迟些时候也不打紧。夫人、2郎、3姑娘，快些进来，娘娘早就准备好了宾碗等着你们了。月姐儿，你在宫里可好？皇上他对你好吗？我现在是你爹的平妻了，府中上下都知道你如今是珍嫔娘娘了。夫人再想苛待咱们，你是不能。你别担心家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娘亲，女儿一切都好，
为了您和言姐儿，为了泽哥儿，女儿绝不会有事的。江心妍和江君泽也都围拢过去，对江心月说着近来的遭遇。继江大郎之后，江君泽也要参加今年的秋闱了。泽哥儿今年12岁了，若是秋闱得中，便可参加明年的春闱；若春闱不中也没关系，泽哥儿还小，就当是历练了，下次还有机会。有人10几岁就能够中状元，有人7老8十了，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这在当下都是很常见的事情。江君泽这次考不中，3年之后再考，也不过只有15岁。他说这话也是在提醒阮氏，不要借着自己的名义在外行作弊贿赂之事。皇后娘娘喜得贵子，满宫的嫔妃，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要出席五皇子的满月宴。虽然皇帝和江心月说了，让他晚到也没关系，但他的目标不是丽贵妃这种光有名头没有名声的光杆宠妃，他要做就要做大做强，做到后宫之中没人能够动得了他，没人抓得住他的把柄。对于他的识趣儿，朱皇后很满意，所以当朱家人询问是否要对付江家时，朱皇后回道：此次本宫能够这么顺利地抱养圣儿，多亏了珍嫔在皇上的面前仗义直言。她刚进宫那会儿得罪了丽贵妃，是本宫和梁妃、德妃拉了她一把。本宫瞧着她倒是个知恩图报的，对大公主和3皇子几个也都是十分尽心。且看着吧，能为本宫所用者，本宫也不介意赏她一个妃位。众卿与爱妃们平身。皇帝说着话，眼神还粘在垂头丧气的江心月身上。他虽然看不清珍嫔的表情，但是从她的身影上也能够瞧出几分失落与难过来。江心月趁着起身的瞬间，飞快地看了宣武帝和淑妃一眼。哟，男的表情隐隐愤怒，那腮帮子都快要咬爆了；女的面上冷淡，撇开的眼睛里满是委屈。以前他看电视剧的时候听到过这么一句台词：两个同样骄傲的人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仰头看向宣武帝，摆出一副欲言又止，止又止不住的心碎模样，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在容嫔身后，不想让其他人看到他这副做作的样子。珍嫔，你不舒服吗？对不起，你之前救了我，我还说欠你个人情呢。可是太后娘娘为难你时，我却没有帮上什么忙。容嫔姐姐无需自责，太后娘娘要罚我，岂是容嫔姐姐能拦得住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小产之后，怕太后娘娘迁怒于你，特地跟姐姐交代过，让她提醒你一声，叫小心太后。我看你后来落水，他们都说你是被太后设计的，想来姐姐也忘了帮我提醒你了。容嫔的话一瞬间让江心月醍醐灌顶。难道太后娘娘的所作所为都是淑妃的意思吗？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和淑妃不是向来同气连枝吗？哼，珍嫔妹妹见过有亲姐姐为了复宠杀死自己亲妹妹腹中胎儿的吗？同气连枝你见过这样的同气连枝吗？什么？这可真是震惊了江心月10000年了。那次他邀请你去景仁宫做客，还好你没去。你若是去了，他有的是办法让你成为谋害我孩儿的凶手。有他在皇上耳边蛊惑，你会被移交给慈宁宫审讯，等待你的将是难以承受的酷刑，为此宿命也不一定。毒，实在是毒啊！可我自进宫以来从未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针对我，非要我的命不可？皇上看你的眼神不一样，从你喜和殿复宠之后，皇上看你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淑妃从小与皇上一同长大，我都能看出来的事，你说他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早就看出了皇帝待珍嫔的不同，所以才急着出手。
想趁早除了他，只是没想到他总是那么的幸运，一次次阴差阳错的逃过去。你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为你报仇？我无意与你为敌，只是提醒你，就算你不对付他，他也绝不会放过你。我只是想着，或许你能斗败他，只要你赢了，我的仇就报了，这应当算不上利用吧？的确，让我受苦之人，我只会让他受我所承受的千百倍之苦。荣嫔姐姐眼下与我算是盟友，日后淑妃娘娘若是有什么动静，还请姐姐提前告知，我定会为姐姐那未出世的孩儿报仇雪恨。荣嫔没有说话，但对着他莞尔一笑，已经是默认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淑妃娘娘让奴婢送了补气血的鸽子汤来。荣嫔娘娘，您身子还很虚弱，若是累了，可让奴婢先送您回去休息。本宫的确体力不济，那就不奉陪了。珍嫔妹妹，咱们改日再聚。江心月装着去看姗姗来迟的丽贵妃，眼角的余光却是在关注淑妃。见她佯装醉酒，悄悄地出去透气，江心月也是惊慌失措的倒了一杯酒在身上，红着脸和喜鹊说要回去换衣服。王德全，珍嫔怕黑，你送一盏内务府新制的琉璃灯过去，替珍嫔照一下回河西宫的路。江心月一路跟着淑妃走到了保和殿外的一条公道上，王德全紧追其后，但看珍嫔鬼鬼祟祟的，便没有出声。一直到江心月发现他，对他竖起了食指，嘘了一声，他才放轻了脚步走过去。珍嫔娘娘，你……江心月吹灭了琉璃灯，指了指淑妃的方向。王德全伸出去半个头，昏暗的灯火之下，淑妃娘娘与荣嫔娘娘对面而立，气氛显得有些针锋相对。怎么，姐姐怕自己淡泊名利，善良纯洁的人设崩塌，怕我揭穿你的真面目吗？本宫说过了，本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族，为了母亲和哥哥能早日回京。你做点牺牲又怎么了？至于记恨本宫到如今吗？你少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搪塞我。你孩子的命是命，我孩子的命就不是命吗？说的这么轻巧，我现在把你的孩子也撞死怎么样？看看你会不会恨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丽贵妃能想到以撞破脑袋落水去陷害珍嫔入冷宫，是你暗示的。苏婕妤对珍嫔的恨意也是你引导的。你甚至还在珍嫔落水的湖底设计好了叫她性命的水草结。你别说什么是为了家族，为了母亲和哥哥，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你野心勃勃，谋算着后位，还谋算着皇上的心，当真以为自己滴水不漏吗？还不是让他知道了他的孩子是被自己的亲姐姐和亲姑母害死的。荣嫔的脸上再度挨了一巴掌。本宫警告你，你要是敢去珍嫔或者皇上面前乱说话，本宫不介意手刃自己的亲妹妹。反正本宫这一路走来，手上已经沾了不少的血，多一条人命或者少一条，对本宫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可是你们杀了我的孩子，他还没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你们就剥夺了他的生命。为什么要用我和我的孩子给你铺路？皇上不会在乎你肚子里孩子的死活，可本宫不一样，本宫要以此为借口来争宠。就算日后皇上清算起来，本宫也可以说珍嫔是害死你孩儿的真凶，死不足惜。本宫只是不忍看妹妹伤心，为了给妹妹你报仇而已。到时候皇上就算是要恨的也不是淑妃，而是荣嫔。行了，给本宫擦干净你的眼泪，莫让人看出破绽来。你想要孩子，待本宫除了珍嫔和丽贵妃，自然会向皇上举荐你。皇上正值当年
你还怕没有孩子吗？姐妹二人一前一后的分道扬镳。淑妃远去之后，荣嫔害怕的目光才转为了怨毒。孩子从她的身体里流出去的那一瞬间，她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了。行尸走肉一具，只想为她报仇罢了。不过这个珍嫔还真是能够带给她惊喜呀。原以为今晚提醒她之后，最快也要个半年，珍嫔才能够斗垮她的姐姐。结果才说完不到半个时辰，他就带着王德全来了，速度之快，差点让他没有来得及编排好说出口的话。江心月和王德全两个傻傻地站在长满了杂草的宫殿内，两两相望，都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珍嫔娘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本宫方才在宴上与荣嫔姐姐聊天，听她语气不对，好像是为了她小产的事。本宫担心她出事，便想跟过来看看，又怕是本宫误会，惹人笑话，所以故意打湿了自己的衣服，跟着一道来的。行至此处，才发现淑妃娘娘也在。本宫就想着她们姐妹二人更好说话，就打算等她们说完再出去的。没想到淑妃竟然说出了那样一番惊世骇俗的话。珍嫔娘娘，不然您让喜鹊领您回河西宫，奴才去皇上那儿还有事儿呢。王公公，这事儿原不该是本宫该知道的。你要是想告诉皇上，能不能别让他知道啊？本宫也听到了淑妃的这番话，这后宫里居然有不喜欢皇上的妃子，连皇上他都不喜欢。本宫真不知道淑妃喜欢什么样的男子了。珍嫔的一番话，还是让王德全觉得这宫里还是有人在真心爱着皇上的。奴才知道该怎么做了。王公公真的不会告诉皇上吗？他会说的。王德全可是皇上的心腹，这宫里有什么事儿，都是他报告给皇上的。本宫区一个珍嫔，哪里指使得动他呀？那你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说那些话呢？因为他也会把本宫说的那些话原模原样的说给皇上听。如此，王德全就成了他为淑妃失宠埋下的引子。喜鹊想到刚才自家娘娘那两句，这后宫里居然有不喜欢皇上的嫔妃，连皇上他都不喜欢，本宫真不知道淑妃喜欢什么样的男子了。淑妃不喜欢皇帝，那她到底喜欢谁啊？是不是在宫外时就已经有想好了？展开想想，淑妃是不是给皇上戴绿帽子啊？连我一个小宫女都这么想，皇上肯定……喜鹊想也不敢想，只觉得皇上的怒火是他这个小小的宫女无法承受的。淑妃，她真这么说？奴才不敢欺瞒皇上。淑妃娘娘的确与平日所见截然不同，荣嫔娘娘被打了2巴掌，言语间还提到了荣嫔娘娘小产的孩子身上，这一切好像都是淑妃娘娘做的。谋害珍嫔的也是她？奴才句句属实。王德全，安排人出宫调查一下，淑妃入宫前可有与什么男子关系亲近过？珍嫔不是说了吗？淑妃连皇帝都不喜欢，那她喜欢什么样的？朕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男子能折服淑妃这毒蛇一样的女子。不露痕迹的在皇帝面前给淑妃穿了小鞋的江心月，正选着丝一丝新进的花色料子。娘娘，奴才……一屋子的女眷停下手里的动作，看向了他。一看就是有重要的事情，不方便外人在场了。珍嫔娘娘画的图纸，下官已经收好了，待做好了，下官再给娘娘送过来。江心月也是看了她身后的2个女使一眼，有意抬高她的身份。方女使做事，本宫向来是极放心的，那就多谢方女使费心了。当不得娘娘一声谢，都是下官该做的。2人眼神相交，都确认彼此心意不改。依旧是互相扶持的好友之后，
方如梦和另外2位女使被霜降送出了河西宫。你说的可是真的？奴才2只眼睛看得真真的，那药渣子，奴才挖出来带去太医院，给严太医看过了，的确是。长信宫的宫人有那夏荷管着，可不是从前腊月掌权时那般松散，怎么没让旁人看见，就让你看见了？从刚开始的心口狂跳，跑回来禀报主子，江川一颗火热的心也被一盆凉水浇透。那娘娘的意思是，咱们什么都不做？那也太可惜了，万一是真的呢？不，喜鹊、霜降，去房里拿本宫新做的纸鸢出来。淑妃娘娘受伤，原是因为本宫要亲自去景仁宫向淑妃娘娘道歉。顺便问问她，春光无限好，她要不要去御花园看她放纸鸢呢？珍嫔妹妹免礼，今儿吹的是什么风？珍嫔妹妹也舍得来本宫这景仁宫了。之前嫔妾身子虚弱，不敢来景仁宫，怕过了病气给淑妃姐姐。嫔妾害娘娘受伤，可该来赔个不是的。这怎么能怪你？是本宫自己着了旁人的道，你我都是受害者罢了。不说那些不高兴的了。今日外头的天气甚好，嫔妾昨日新画了纸鸢，淑妃姐姐要不要跟嫔妾一道去？嫔妾听太医说，孕妇要多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气，生下来的孩子性格会更活泼开朗呢。更活泼开朗？那不就是说她怀的是皇子吗？这个珍嫔一张嘴倒是很讨喜，那本宫的孩儿就多谢珍嫔妹妹了。希望她将来真如珍嫔所说，活泼开朗，健康好动。娘娘，您是淑妃，她不过就是一个嫔而已，您何必给她好脸？昨儿个您还和容嫔娘娘说那些违心之言，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可怎么得了？您心里分明也是有皇上的。本宫若是不那么说，你觉得容嫔会放过本宫吗？她是本宫的亲妹妹，她知道本宫太多不能为人道的事情了。本宫只能以家族之名来约束她。至于皇上，他心中爱本宫，本宫对他亦有情深，本宫相信皇上会明白本宫的心意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昨晚他说的那些话已经将皇帝心中对他仅剩的那几分喜欢消耗殆尽了。哎呀，纸鸢的线断了，纸鸢飞走了。江心月追了几步，脚步又顿了下来，小跑几步向淑妃。淑妃姐姐，嫔妾的胖蝴蝶好像往长信宫那边飞走了。嫔妾与丽贵妃娘娘素有旧约，听闻淑妃姐姐与丽贵妃娘娘关系不错，淑妃姐姐能不能同嫔妾同去啊？淑妃眼里的诧异一闪而过，她与丽贵妃的关系并没有在明面上。淑妃姐姐，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可怕，要是你不愿意就算了，嫔妾也可以自己去。珍嫔妹妹误会了，本宫方才只是在想别的事情，没有不愿意跟你一起去的意思。那太好了。而喜鹊早就已经先到了长信宫门外，门口的太监拦住他的去路。我是河西宫珍嫔娘娘的宫女，烦请进去通报一声，我家娘娘方才和淑妃娘娘在御花园放纸鸢，但是放纸鸢的线断了，纸鸢飞进了长信宫，能否让宫人将纸鸢送出来，或者我进去拿也可以。夏荷一把将那只胖乎乎的蝴蝶撕烂，扔在长信宫的水池里，纸鸢遇水立马就晕开，糊成了一团的浆糊。淑妃，她还敢来？本宫就是听了她的，对付珍嫔，才会被皇上厌弃。她倒藏得深，竟是皇上放在心里那么多年的人。明明是她容不下珍嫔，最后却是本宫替她担了罪名。娘娘，现在可不是跟他们置气的时候，你护着自己才是要紧。本宫为了保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故意与皇上大吵大闹，惹得皇上将本宫禁足。如今太医也说，本宫的孩子如今已经坐稳了胎，
本宫岂能容他们好过？我家娘娘来了。他转身就跑，太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喜鹊已经是站在了江心月的身后。淑妃娘娘来找纸鸢，不好意思啊，淑妃娘娘，这纸鸢掉进了我们长信宫的水池里，都泡烂了，你们才来，瞧着是再也飞不起来了。这纸鸢是珍嫔妹妹的，珍嫔妹妹，你看，这……啊，那也没办法了。淑妃娘娘别生气，嫔妾下回做一个更漂亮的送给您。他也没说这个蝴蝶纸鸢是要送自己的呀。淑妃有苦难言，只能对丽贵妃扶了扶身子。既如此，那臣妾与珍嫔就先告退了，叨扰了本宫休息，就想这么轻易的离开？天底下哪儿有这样的好事儿啊？他和珍嫔之间的旧账可以稍后再算，但淑妃利用他打击珍嫔一事，他可不想就此放过。淑妃护着肚子，喜珠则是将淑妃挡在了身后，而早有准备的江心月已经是拉着喜鹊推开其中一个毫无防备的太监，跑向了一边。丽贵妃娘娘，有什么事好好说，千万别伤了和气。心里却是在叫嚣着：打起来，打起来，快点打起来！满宫的蠢货，只你是最蠢的那个。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还以为淑妃是个好的。本宫告诉你，当初算计你入冷宫的就是她。要不是淑妃跑来他的面前，说什么皇上爱重他，见不得他受伤，让他千万保重自己的身子，别用自己的健康去和不值得的人针尖对麦芒，他也不会伤害自己，陷害珍嫔。丽贵妃娘娘，嫔妾与您虽然曾经有过节，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皇后娘娘也调查清楚，不是嫔妾害的你，你为什么还要骂嫔妾愚蠢？娘娘别气别气，奴婢觉得你最聪明了。丽贵妃懒得跟这样的蠢货对线，眼神示意下河过去。你们干什么？贵妃娘娘，您可别乱来啊！这可是在皇宫里，嫔妃不得动用私刑。太监们逐渐围拢过来，江心月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只听见丽贵妃痛呼一声，紧接着宫人们散去了，露出里头的画面来。淑妃骑坐在丽贵妃的肚子上，眼神里满是惊恐，但倒在地上惨叫的人却是丽贵妃。你们在干什么？皇上，他们……他一副受惊过度，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场面的样子。而皇帝的銮驾里，江心月看到了跟在最后许久不曾见过的腊月，看来丽贵妃早有准备，让他去找了宣武帝来。他就说嘛，丽贵妃有孕，并且在喝安胎药的事情，应当是整个长信宫最大的秘密，怎么可能就好死不死的被江川撞见他们到要扎？娘娘，你流血了！别看，你先回河西宫去，正晚些时候，再让王德全去传你。江心月吸了吸鼻子，表面点头，答应的好好的，实际上拐了个弯儿，就猫着身子躲在了宫墙后，好奇的张望。王德全看着那处露出来的半个脑袋和一双闪动着光芒的眼睛，简直哭笑不得。本宫怀孕了，本宫的孩子，皇上，救救臣妾的孩子！娘娘别怕，别怕，小桂子已经去慈宁宫请太后娘娘了。传太医，快些传太医来！他眼神看向一脸忐忑不安的淑妃，真不知是该感谢他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麻烦，还是痛恨他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他是剥夺了丽贵妃做母亲的权利，可是这么多年，他对丽贵妃偏宠，就是为了弥补自己对她的亏欠。他从未想过让丽贵妃怀孕，再令她小产，让她经历这样无法承受的伤痛。你们去太医院传信给严太医，问问丽贵妃的平安脉都是哪位太医负责的，想想办法帮本宫拿到丽贵妃的脉案记录。他有个大胆的猜想，或许可能比如说丽贵妃的这个孩子本来就生不下来，所以今日若不是我带了淑妃这个替罪羊一起去，丽贵妃其实是想用这个
本来就活不下来的孩子陷害了你。这位主求子心切，满宫皆知，谁会相信他会用自己的孩子害人呢？不过还好，他跑得快，只要他跑得快，任何阴谋诡计都追不上他。好险呐！还是娘娘神机妙算，知道这个是针对咱们河西宫的局。若真听了奴才的，对丽贵妃出手，只怕咱们都要没命了。就算要出手，也不能脏了咱们自己的手。淑妃不是很会借刀杀人吗？咱们还得向她多学习。可江川并不觉得淑妃厉害，反而是自家娘娘这种当面能够与敌人笑嘻嘻，转身就能够狠狠捅对方一刀的狠人更加的厉害。在宫里头安静地用过了午膳，王德全才来宣江心月过去。丽贵妃娘娘小产了，太医说她伤了根本，以后怕是不会再有孩子了。珍嫔娘娘，您是唯一当时在现场的证人，太后娘娘和贵妃娘娘都等着您呢。贵妃娘娘还好吗？哎，我的珍嫔娘娘呀，你呀，快别担心旁人了。淑妃娘娘身边的喜珠说是宁妃拉着淑妃去放纸鸢的，太后娘娘发了大脾气，说您居心不良，故意陷害淑妃娘娘，要把您给交出去，平陪送两家的怒火呢。这不，皇上让他来通知珍嫔娘娘，提前告诉她一声，一会儿要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臣妾，行了，废话就不要说了。珍嫔，你来说说，近日是不是你拉着淑妃去御花园放纸鸢的？太后娘娘的话，臣妾有些听不懂。臣妾是邀请了淑妃姐姐一起去放纸鸢，淑妃姐姐若是不愿意，臣妾也不可能强求啊，又何来的嫔妾拉着她呢？你少在那里狡辩！若不是你强行拉着淑妃去，她脖子上还受着伤，怎么可能会同你去？你说，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丽贵妃有孕，故意设计他们想一石二鸟，除了他们二人的孩子？臣妾没有。太后娘娘，臣妾敬您一声太后，还请您不要歪曲事实，血口喷人。贵妃娘娘和淑妃娘娘起冲突的时候，臣妾离了有5丈远的距离。试问，臣妾是什么妖魔鬼怪，能隔空让淑妃娘娘坐在贵妃娘娘身上吗？还是说，淑妃娘娘亲口告诉你，是臣妾逼迫着她去放纸鸢的？她堂堂一个淑妃，还会被臣妾这小小的珍嫔逼迫？这话说出来，太后娘娘您自己信吗？别说太后自己不信，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信。太后娘娘，淑妃是您的亲侄女，您要护着她的心情，臣妇也很能理解。但您要找人来背黑锅，是不是也要提前对好口供？贵妃娘娘今后都不能够再做母亲了。按照道理，淑妃生的这个孩子，抚养权是不是该归贵妃娘娘所有啊？朱皇后都能够抱养皇子，她的女儿又不差什么，自己不能生，那就也抱养一个好了。别怕，朕信你。信你个大猪蹄子的信！当时淑妃骑在丽贵妃的身上，是她亲眼所见，难道还能够怪到她的头上来吗？本宫不要她的孩子，她害死了本宫的孩子，本宫就要她偿命。娘娘，不要任性，你以后不会再有孩子了，让家里怎么放心呢？是淑妃害你没了孩子，就该赔你一个的。本宫说了，本宫不要。本宫看到她的孩子，就会想起本宫肚子里流掉的孩子。留着她的孩子折磨自己做什么？怎么，她谋害贵妃，毒杀皇嗣，这样的罪名还不能砍她的脑袋吗？皇上与太后娘娘是铁了心要护她，本宫也不介意让祖父和外祖父替本宫讨回公道。上升到朝堂，就不是要淑妃抵命这么简单了。臣子们会怀疑皇帝的处事能力，会动摇辅佐明君的决心。这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贵妃娘娘高抬贵手，不要为难皇上。淑妃终于是找到机会出声了。臣妾愿意将孩子给贵妃娘娘。臣妾自请去寒山寺为贵妃娘娘祈福。姑苏寒山寺
那可是大燕景色最宜人的寺庙了。淑妃倒是为自己寻了个好去处啊，让他去伽罗的大昭寺，等他生下孩子，把孩子留下，让他一个人去大昭寺，为本宫枉死的孩儿祈福。伽罗远在万里之外，且民风彪悍，丽贵妃此举是想要了淑妃的命吗？一命偿一命，难道不是很公平吗？哼，本宫肯收养他的孩子，他就该偷着乐了。臣妾愿意去大昭寺，还请丽贵妃娘娘善待臣妾的孩子。他哭得梨花带雨，可惜在场的人只有吴太后心疼他。皇帝偏过头，在与江心月说话。既然淑妃愿意退一步，那便按丽贵妃说的做吧。但说到底，要不是甄嫔去找淑妃放纸鸢，也不会发生这档子事儿。甄嫔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就让她禁足1月，撤了绿头牌吧。比起淑妃，她这已经不算是惩罚了，修身养性1个月而已。不用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就不用看金昭仪和叶贵人2个大傻缺，她还乐得清静呢。爱妃，大内侍卫的舞弊已经出了结果。王德全说有2个胸口受伤的侍卫，原本真是要带你过去认人的。既然太后要你禁足，那明日朕带他们来河西宫，你在殿前认一认。2个？是谁啊？臣妾听他们说，大内侍卫大多都是有背景的，万一臣妾指的那人有大背景，会不会让皇上为难啊？凭他是什么背景，敢动朕的女人，朕就压得他这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这股子恨意来得太莫名其妙了，不确定是不是先前自己在王德全面前挑拨淑妃与皇帝关系的话起了效果。想来今晚他的河西宫会非常热闹了。这么晚了，怎么还在绣这些？仔细再坏了眼睛。皇后娘娘，啊，臣妾参见皇后娘娘。你与本宫之间也就不必多礼了。是有求于他才不用多礼吧？不然朱皇后可是一个最重虚礼的人了。先前见这么个小人儿，皱巴巴的，不太好看，这才多少功夫啊，就长得这般可爱了。可见皇后娘娘待五皇子啊，是再好不过的。哎呀，这一天里大半时候都在睡觉。太医说这么小的孩子何该多睡才能够长得好呢？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本宫都不敢叫他起来喝奶。江心月没有养过孩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茬的样子。实际上他是故意不回的，想让朱皇后少说点寒暄的废话，直奔主题的好。一会儿他这里还要再来一波人呢。朱皇后大抵也是知道江心月年纪小，不爱听这些育儿经，便让奶嬷嬷将五皇子抱了下去。你可知道，你落水那日在水底下拖住你脚的侍卫已经被找到了。听皇上说了一嘴，但不是说有2个吗？皇上让臣妾明日指认呢。实不相瞒，里面有一个是本宫的弟弟，他前段时间回祖籍去了，正巧碰上皇上要举行舞比，他没能赶回来，收到传召就立马往回赶了，但半道上被人拦截，还用金簪刺伤了他的左胸。本宫怀疑是有人浑水摸鱼，企图将害你性命的罪行安到本宫的头上。甄嫔，你可愿信本宫绝无害你之心啊？是暂时没有吧？皇后娘娘，这是说的什么话呀？自从臣妾入宫以来，娘娘您对臣妾的照顾，臣妾都记在心里的。您怎么可能害臣妾呢？还让您为了这些特意来解释一趟，真是臣妾的罪过了。朱皇后心里的大石落下去一半。还有一人，你可知是谁？今晚的朱皇后说话不爽利。江心月摇摇头，皇上没说，臣妾也不知道。是金昭仪的哥哥。金昭仪，这里头又有他什么事啊？金昭仪的父亲曾是淑妃父亲的下属，后举报吴家有功，顶了吴家的职。可金昭仪的哥哥好像与淑妃说过亲。不过这都是淑妃入宫之前
好事之人私底下传的，没人说得清到底是真是假。朱皇后也不用去求证真假，不清不楚的才正好。江心月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个金昭仪的哥哥估计也是被皇后或者是皇后这边的哪方势力所设计陷害的。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湖是他自己跳的，而有人拽他的脚，想要他性命的话也是编出来的谎话，故意说出来让皇帝心疼他的，也是为了搅乱这后宫的浑水。娘娘，今日御膳房炖了银耳莲子汤，高御厨特意给你留了一碗，一直煨在小炉子上，都出焦了，一定很好喝。高御厨有心了，你去御膳房替本宫传话，替本宫谢谢他，就说他的银耳莲子羹本宫很喜欢，记得装点金豆子在荷包里给他。霜降点点头，去了里间。江心月的手搅弄着勺子，另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肚子。小轩子，悄悄地跟着霜降。得令的小轩子诧异的抬眉，但看到他那肃杀的眼神时，又将那股心惊肉跳的感觉强压了下去。是，娘娘。到底是谁呢？竟然在他的严防死守之下，还是知道了他已经有了身孕的事儿，居然在他的吃食里加藏红花。他之所以这么爽快地答应吴太后禁足，不让皇帝替自己争辩，就是学了丽贵妃的法子，毕宫保胎。哪知这黑手还是伸进河西宫里头来了。霜降装了金豆子后，往御膳房而去。小轩子接触到江心月无声的眼神，立马也是跟着出了河西宫。月色下，几人奔走，走向何处？暗地里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互相都是不知的。且看着谁会迫不及待地露出马脚了。霜降听着殿外的几声蝉鸣，他紧了紧袖子里的瓷瓶，在走到一处不起眼的假山时，将一个青色的瓶子丢了进去。走的时候脸上还有泪水。小轩子猫着身子悄悄地走到了假山内，将霜降扔掉的瓶子捡了起来，拍了拍上面的泥土，放进了自己的衣袖里。往日霜降给珍嫔娘娘冷宫送炭的情谊还历历在目，小轩子实在是不想霜降做出什么背主的事情来。他们河西宫的人都是一条心的。扔了瓶子之后的霜降躲起来哭了一会儿，擦干净眼泪后才去了御膳房，将江心月的话传了出去。娘娘，奴婢。霜降的眼神落在桌子上那青色的小瓷瓶上，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二话不说，额头一下又一下的磕在地上。本宫不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当初你放江雨桐进喜和殿，让他吊死在偏殿，是受了何人指使？如今又拿着藏红花来害本宫，要本宫如何处置你才好呢？霜降顾不得流血的额头，哭得泣不成声，也要为自己争辩解释几句。娘娘，奴婢没有害娘娘，奴婢的确是有人安插在娘娘身边的探子，时常与外头传递一些消息。但是娘娘，奴婢以性命起誓，除了刚开始的江宝林在喜和殿自绝与奴婢有关，其他的都不是奴婢做的。江心月的心里也是隐隐难受，为这个残酷无情的皇宫人心难辨而叹息。奴婢6岁入宫，遇到娘娘之前伺候过很多主子，奴婢不善言辞，讨不了主子们的欢心，因此在宫里经常被其他的宫女欺负。就是主子们心气不顺，打一顿也是常有的事，唯独娘娘你因教奴婢还手，你还帮奴婢打了丽贵妃身边最得意的宫女，为奴婢出气，我惜伤了自己。娘娘，从来没有人像娘娘对奴婢这般好过，请娘娘原谅奴婢。奴婢不能说奴婢背后的人是谁，但奴婢真的没有害过娘娘。正因为奴婢传出去的消息都不是什么要紧的，所以奴婢背后的人对奴婢产生了怀疑，逼着奴婢给娘娘您下药。
奴婢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也不敢找太医来看，但奴婢没有给您用药，请娘娘明鉴，主仆一场，娘娘对奴婢的好，奴婢来世再报。霜降一口气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只听得砰的一声，外头传来江川的惊呼声：“娘娘，娘娘别出来！霜降他撞住了！”那么大的声音，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要自杀的，而且他没有当着江心月的面见血，就是怕自己惨死的样子吓着他。这时候了，还考虑到了江心月肚子里的孩子，他应该也很痛苦矛盾。别救我了，死了他就不会再威胁我害珍嫔娘娘了。喜鹊，能认识你和娘娘，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照顾娘娘。如此这般让珍嫔娘娘发现也好，免得明日她被意外死亡，娘娘还蒙在鼓里，为了她这种奸细而伤心难过。把她抬进去传太医。江心月的声音冷静的可怕，似乎是在酝酿着什么大风暴。河西宫请太医了。主子，是不是霜降得手了？等天亮了去打听一下，看看河西宫见血没有。霜降那个狗奴才，让他做点事儿吞吞吐吐拖拖拉拉的，极不情愿。我不相信他。是，奴婢这就下去安排。王德全说你昨晚宣了太医，怎么回事啊？可有哪不舒服？江心月笑颜如花，晃了宣武帝的眼。怎么了这是？笑得这么开心？有什么喜事是朕不知道的吗？美人眼波流转，顾盼生辉，千万种光华缓缓流淌，端的是不胜娇羞。你有了？昨日在丽贵妃娘娘宫里，臣妾闻着药味儿，总想吐，当时没在意。晚上喝银耳汤的时候吐出来，才隐隐觉得是不是有了。宣了严太医来看，果真是有了。不过月份还小，才不到1个月呢。叶郎，我的肚子里居然住了一个小宝宝，这太神奇了！我要做母亲了。哎，你快帮我听听，他是不是在动啊？傻姑娘，才1个月，他才多小，还不会动呢。你也仔细着些，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冒失了。有了孩子，要有母妃的样子。好呀，宝宝还在肚子里，皇上就把宝宝看得比臣妾还重要了。臣妾不管，就算有了宝宝，臣妾在皇上心里也要做第二。为什么要做第二，不是第一啊？因为臣妾希望，不管任何时候，皇上都要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不管任何人都不值得皇上委屈自己。这个说法新鲜，朕还是第一次听说。爱妃心中时时以朕为第一，朕也希望你凡事都要先考虑自己，再去关心旁人。江心月心道：这还用你说？我自己当然是在第一位的。他对宣武帝的深爱，除了自己这一张嘴胡乱的花花，剩下的全靠皇帝自己脑补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也挺恋爱脑的。后宫的娘娘个个都是妙人，一颗心也都记在皇上身上，皇上心里记挂着臣妾，已经是臣妾3辈子求来的福气。臣妾如何能处处不为皇上着想？皇上，您能不能答应臣妾，以后每天抽1个时辰来看看臣妾？臣妾听宫里的老嬷嬷说，如果孩子在母亲肚子里能感受到父母双方的爱，生下来的孩子会很有安全感，身体也更健康呢。宣武帝挑了挑眉，显然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好，王德全，记得提醒朕。他勤于政务，时常连饭都忘记吃，翻绿头牌之事全靠着敬事房太监每日准时提醒。是皇上。昨天朕跟你说的人已经带过来了，你跟朕去认认。一旦江心月指证了金家大郎，
皇帝就会认为他已经投靠了皇后一党，再不是他心里干干净净，没有靠山，只能够依靠皇帝的需要他怜惜的妃子了。前殿有4、5个侍卫押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和一个差不多20几岁的青年，见皇帝出来，纷纷下跪行礼。爱妃，你看看，这2人，谁才是在水底要你性命的人？少年朱二郎一双眸子里都是得意，轻蔑地看着金家大郎，仿佛在说：“你死定了。”金家大郎则是满眼愤恨地瞪着江心月，脸色涨红，青筋毕露。江心月被吓着了似的，回头看着皇帝，皇帝一脸的鼓励，让他向前。狗皇帝，这是挖了个坑给他跳呢。帝王家果然是疑心重，哪怕他已经陷入了情网，对你表露心迹，心底仍是想要试探你的人品和心性，就怕自己所爱非人。甄嫔果真投靠了皇后。皇上，臣妾有结果了。皇上，他们都不是那天在湖底的人。可大内侍卫中，只这2人有爱妃所说的伤口啊。臣妾不知道他们身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但绝不是臣妾所伤。臣妾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啊？况且身形也都不像，那人还要高壮一些，虽然戴着面罩，但看眼睛也不是俊美之人，和这2位是截然不同的。是吗？那便是朕弄错了。吴太后安排的杀手哪有那么容易被查出来的？甄嫔并没有投靠皇后。哼，跟我玩这一出是吧？看谁更会演了。哥哥站在河西宫宫门口看完了全程的金昭仪出生，叶贵人紧跟其后。哥哥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被绑着？明知故问而已。金昭仪别急，只是一场误会而已。皇上，你快放开他们吧，不然金昭仪以为是臣妾又和他过不去了。玩笑话说出来，紧绷的气氛瞬间变得松弛了下来。金昭仪觉得自己有点看不懂甄嫔了。她是丽贵妃的人，从前不应该说，哪怕是到了现在，她也一直在给甄嫔找不痛快。甄嫔她为什么不指认她哥哥呢？真的是因为她善良，所以不愿意冤枉无辜之人吗？叶贵人可不管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双眼睛在看见皇帝的时候，已经是冒出了亮闪闪的光来，直接飞奔过去。宣武帝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立马有侍卫将刀剑挡在了叶贵人的身前，不许他再靠近。皇上，朱千益、金无庸，这次你们受了无妄之灾，朕便封你们为朕的御前带刀侍卫，明日就进宫来任职。臣谢主隆恩。皇上，嫔妾。王德全，朕要陪甄嫔用午膳，闲杂人等，请他们出去。5月还不到盛夏，但御膳房里已经是供上了冰块了，许多名贵的食材都需得用冰块来保存。李龟田，你不要太过分了，这冰块是我前日就向总管申请的，是拨给我用的。皇后娘娘要吃鲜蒸鲈鱼，应该是你提前去申请用冰，你自己忘了申请，却来抢我的，是什么道理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皇后娘娘想吃个什么，还得排在甄嫔娘娘后边。你这话可敢与我去皇后娘娘面前说？你不要在这里顾左右而言他。我们说的是提前申请用兵的事，对事不对人，请你讲点道理。后宫之中以皇后娘娘为先就是道理，怎么高御厨、甄嫔娘娘难道是惦记皇后娘娘的后位，才这般不肯退让吗？这顶帽子扣下来，那可就是天大的罪名了。高御厨哪里能接话呀？只气得一个劲儿的喘气，半步也不肯从装冰块的箱子前让开。他一个示意，一群人就冲了上去，要将这冰块给抢过来。你们不敢！哎呦！王德全在门外已经是听了个清清楚楚，谁知道一只脚才迈进来，就被一口飞过来的箱子重重地砸在了眼眶上。王公公！整个御膳房的人全都傻眼了，赵氏的几个御厨全部都跪在了地上，身如筛糠啊！好你个李贵田，
你居然敢暗算王公公，该当何罪？李归田一张脸白的就跟那金纸似的，跪在地上直磕头。王公公，王公公恕罪，小的不是不是我，是他不肯把兵给我，我才这样的，都怪他。你跟咱家去河西宫伺候皇上和珍嫔娘娘用膳，快着些。王公公，你这样进去，恐怕会吓到皇上和珍嫔娘娘。只是奴婢时时带在身上的止血金疮药，不如公公先用一些吧。王德全没办法，只能在河西宫的主殿门口交代了自己的干儿子唐世良，先带御厨们进去伺候着，免得耽误了皇上用膳的时辰。王公公去哪儿了？去御膳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头，有喜鹊和小宣子给敷了药。师傅说怕药味影响皇上和珍嫔娘娘的食欲，叫奴才进来伺候来了。宣武帝抬眸看了唐世良一眼，心中存疑，王德全不是这么冒失的人呢，谁磕着头他也是不可能的。这么明显的推辞，宣武帝不会听不出来。但想着他自己还陪着珍嫔用膳，若那老家伙真的受伤了，事不宜出现在珍嫔面前，便先按下不表。娘娘，你今日比前2日多吃了1两米饭，看来高御厨的厨艺又有进益了。你也嫌我吃的多了是不是？哪敢呢，娘娘，奴婢是夸你胃口好，将来小皇子或者小公主生下来，身体一定很好。那当然啦，会像他爹爹的身体一样好。唐世良想到干爹方才在门口告诉他自己是怎么受伤的，突然出声：这位高御厨是不是新岁宴上做了烤肉和炸鸡，惊艳了外国来使的那位啊？唐公公，正是他，那2道菜啊，他学得很认真。宣武帝终于想起来是有这么个事儿，而且王德全跟他说过了，御膳房之前的管事年纪大了，已经按例放出宫去，总管一职已是空悬了许久。朕听王德全说，御膳房先前的总管已经放出宫去了，内务府那边怎么还没人提上来？朕看这高御厨就很……奴才御膳房李归田，求皇上，求王公公恕罪。朱皇后此时对他有气，早上他家弟弟去了翊坤宫，说江心月根本就没有指证金家大郎，让他们朱家的一番安排付诸流水。他以为江心月身边的宫女已经是告过状了，急急忙忙地上前来：皇上，这狗奴才借着臣妾的名义，在御膳房里头狐假虎威，还伤了王德全，臣妾真是一点都不值。说什么？王德全是被他打伤的？皇后还在诧异之中，眼神望向江心月，被他看着的江心月摇摇头，示意自己什么都没说。他需要说什么呢？王德全的脑袋都被开了瓢了，喜鹊的袖子上都还沾着点血迹呢，定然是伤得不轻啊。皇上自己有眼睛，王德全自己也有嘴巴，与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那像是挑拨离间似的。狗奴才，滚开！宣武帝一脚踹开了李归田，大步往外走去。唐世良，你师父在哪里？让他出来。王德全已经是听得皇帝那暴喝之声了，忍着自己头上的剧痛，从偏殿里走了出来。他不是叫李归田吗？那朕就让他滚回去种田好了。归田归田，你最终就是要种田的命啊！李归田被贬出宫的凄惨潦倒生活，那都是后话了。反正高御厨是迎来了他的第2春。爱妃啊，朕考虑良久，还是觉得你这个禁足令应该延长一段时日才好。你有孕的消息也不能那么快透露出去。朕想着母后对你误会颇深，你待1月禁足期过后，可以去母后的慈宁宫坐坐，以消除她老人家对你的误解。行啊，让他去惹怒那个老太婆，气得他再把他禁足个3、5个月是吧？这皇帝说话拐弯抹角的，没点理解能力，还真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臣妾没有不依的。爱妃好好养胎，朕会日日来看你。等你生下小皇子，朕就给你封妃。今天见说今年夏天不会有大暑，
不然朕就可以带你去行宫避暑了。皇上受得住，太后娘娘他们未必受得住。其实如果臣妾没有怀孕，也很想去真州行宫感受一下四季如春的气候呢。被一语惊醒梦中人的皇帝身子怔了怔。是啊，珍嫔不能去，那就把太后和淑妃、金昭仪、叶贵人他们全部都送去真州。等珍嫔的肚子4个月已经稳得不能再稳了，再把人接回来不就行了吗？可是如此，朕得想个法子留下来了。皇上回御书房想去吧，皇后娘娘还在外头等着呢，臣妾可不敢让她等太久。不敢让皇后等太久，倒是敢把朕外赶。朱皇后和江心月一起将皇帝送走之后，脸色一瞬间阴沉下来。珍嫔，昨夜本宫与你说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背叛本宫？江心月已经是跪得从善如流了，甚至知道自己跪下的时候哪边的脸比较能够激起人的保护欲。她脸庞上划过一滴清泪，面上痛不欲生，哭得无法言语。朱皇后一怔，那纷纭也是一怔，这还没有跪过3个数，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肝肠寸断了，这是几个意思呀？该不会是碰瓷儿吧？他叫皇后娘娘可真没动他呀。皇后娘娘，不是臣妾不肯指认，是皇上他有心试探臣妾，他怀疑臣妾与皇后娘娘您勾结，臣妾不敢指认金家大郎啊。皇后娘娘，您说皇上对臣妾有心吗？他处处试探臣妾，处处不信臣妾，他说的爱又有几分真假呢？这疯批美人坐在地上一边哭一边笑，还真的是蛮令人心疼的呢。她哭得令人心碎，朱皇后不禁想到了自己与皇帝同床异梦，默默流泪的那无数个日日夜夜。她也很想问皇帝究竟有没有心，他到底对哪个女人是真心爱慕的。原来是这样，本宫不知道这些，错怪你了。快起来吧。皇后娘娘，皇上把金家大郎安排在宫里做御前侍卫了。您说他知道淑妃娘娘和金侍卫的关系吗？臣妾这心里总觉得慌慌的。皇上他是不是怀疑淑妃与金侍卫啊？皇上这般在意淑妃，果然还是不爱臣妾。说着，他又要悲悲戚戚地哭起来。朱皇后被这陷入帝王之爱的蠢女人哭得头都要裂开了，但还是把她的话给听进了心里。皇上是因为怀疑淑妃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所以才将金家大郎留在宫中任职的嘛。朱皇后心中狂喜，却是没有表现出来，而是敷衍地安慰了江心月2句，带着纷纭匆匆离去。金家大郎必须留在宫里啊，留下这个秘密武器，有朝一日能够弄死淑妃，重创丽贵妃，一箭双雕的好事儿啊！娘娘，江源被封为才女，从冷宫出来了。蒋元乃吏部侍郎嫡女，皇上想让蒋大人去真州查贪污案，肯定不是简单的查案。蒋大人能给皇上想要的东西，放他女儿出冷宫又有何妨呢？那不如咱们让他进来，稍加挑拨，让他对付皇后娘娘和丽贵妃吧。以为会被夸奖呢，却得了自家娘娘一个暴力打在头上。本宫发现啊，你现在越来越有当恶毒反派的潜质了啊！嘿嘿，哪有啊？奴婢只是想借蒋才女的手给娘娘报仇嘛。蒋才女之前是蒋昭仪使，连本宫这个贵人都斗不过，你还指望她能让皇后娘娘和丽贵妃娘娘吃瘪？说的倒也是，她要是个聪明的，也就不会被朱皇后当枪使了。让她回吧，本宫现在怀了身孕，最重要的是养好身子，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往后推。提防着后宫妃子们害她的孩子才是要紧。其实不见蒋才女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否则万一哪天蒋才女发起了疯来，刺杀了丽贵妃或者是朱皇后，皇帝一查，蒋才女出冷宫之后来见过她，那不完蛋了吗？没关系也要变得和她有关系了。蒋才女请回吧，我们娘娘正在为太后娘娘敬祖冢，
按理说是不能见任何人的，也不能出来，还请蒋才女见谅。那嫔妾就不打扰珍嫔娘娘休息了。嫔妾还要去翊坤宫和长信宫拜见。他这算盘打得可真是好啊，把皇后娘娘和丽贵妃的怒火都往本宫身上引。将来他犯了事，本宫不救他，他就可以利用今日之事攀咬本宫，本宫就是有时张嘴也说不清了。啊，他怎么死性不改？奴婢非追上去打他一顿不可。这种不要脸的人，你如何与他去起争执？等明日皇上来，再跟他告状就是了。你去看看霜降醒了没有？唉，也就是咱们娘娘仁慈，才留了霜降一条命。但凡换一个主子，直接一卷破席子包起来扔去乱葬岗上了。要我说，珍嫔娘娘太妇人之仁了，背叛过自己的人怎么还能用？真怕她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连累咱们这些宫人又要被送回内务府重新分配。哎，我听说叶贵人的爹又打了胜仗，皇上准备升叶贵人为婕妤娘娘呢。叶将军战功赫赫，叶贵人迟早是要封妃的。咱们要不要走走门路，去顺安宫伺候啊？娘娘对霜降仁慈，难道对你们就刻薄了？拿着咱们河西宫的月银，心里却惦记着顺安宫。如此，你也不必走什么门路了。我现在就送你去顺安宫叶贵人那，让他收了你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那宫女被打得跪坐在地，一声也不敢吭。喜鹊抓了另外那个宫女过来，把他们推出了耳房外。都给我跪在这里，等我请示了娘娘再来处置你们。哭哭哭，就知道哭。你倒是去和娘娘说，到底是谁要害他呀？将功赎罪，你懂不懂？难道你真的想好了以后被送回内务府去吗？喜鹊，以珍嫔娘娘现在的实力，是斗不过她的。如果我说出来，让珍嫔娘娘在面对她时露出一丝一毫的防范，都会被她察觉。我不说，至少现在还不能说。后宫中还有隐藏的这么深的人吗？喜鹊不知道，所以他才只能把霜降的原话转达给他，顺便请教自家主子后头那两个准备叛主的宫女怎么处置。你去套套他们的话，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本宫怀孕的事儿。若是不知道，就把人送回内务府去。那若是他们知道呢？霜降撞柱，河西宫才请的太医，这件事情外头的人不知道，河西宫里的人是一清二楚的。那珍嫔娘娘是找了什么借口打发了皇上呢？说是知道，被主之人守不住秘密；若是知道，那就看他们投了谁，本宫就拿谁开刀吧。好好照顾霜降，等他好了，还是到本宫这儿来伺候。他不说背后之人是谁，本宫也总有办法知道的。只是还得霜降配合才行。长信宫，丽贵妃亲自盯着淑妃，强迫她吃下过量的食物之后，这才笑道：淑妃妹妹，也别怪本宫太粗鲁，毕竟你这一天天的也吃不下饭，这样下去会让本宫的小皇子身体孱弱的。希望明日宫女再来时，会跟本宫说你吃了2大碗饭，这样你就不用受罪了。他神色嚣张，根本不顾淑妃被撑得呕吐流出泪来的狼狈样子，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提着食盒离去。待丽贵妃的背影消失不见，他才匆忙起身，跑到门口的樟树下，用手指狂抠自己的喉咙。娘娘，咱们去求皇上好不好？求他让您住回景仁宫去。这丽贵妃如此霸道，她会要了您的命的。不准去，现在去找皇上，我就前功尽弃了。可是，没有可是，丽贵妃不会让本宫生下这个孩子。与其让她以孩子为借口折磨本宫，最后孩子还是要小产，不如咱们就效仿她一回。用本就活不下来的孩子陷害自己最忌惮的人。丽贵妃最忌惮的人是淑妃，所以她在珍嫔和淑妃之中选择了先搞淑妃。可淑妃呢，她完全没有把丽贵妃放在眼里，她要算计的人也不是丽贵妃。今年朕不去行宫避暑了，
真州地方官受贿一事，是你大唐伯举报的。听说他现在住在江府，你父亲收留了他，不然他恐怕要遭毒手了。大唐伯，臣妾从未去过本家。往年家族祭祀，父亲也只带长兄和泽根去过。臣妾和家中姐妹从未见过本家的亲戚。大唐伯，臣妾不知道他的为人。你以为朕在问你，他可不可信？真州知府不过一个小小的芝麻官，朕不信他敢如此高调行事，背后定然还有人指使。江红炉那儿若是有什么别的证据，让他不要害怕被谁报复，直接交上来就是。有朕在，容不得魑魅魍魉放肆。好家伙，就差没把想搞宋家4个大字儿写在脸上了吗？江心月就说嘛，丽贵妃小产时逼着皇帝处置淑妃，还搬出陪宋两家来强压皇帝和太后，将来肯定是讨不着什么好的。皇上说的是，可惜臣妾在后宫中不能私自召父亲入宫，不然啊，臣妾一定会把皇上说的话全都转达给父亲的。爱妃想家了，这个不难。皇后8月生辰，吐蕃皇室送来了一些贺礼，鸿胪寺要来与朕商议回礼之事。明日你与朕一同去御书房。夜晚，宣武帝宿在丽贵妃的宫里，丽贵妃小月子未过，不能侍寝，便将身边一个貌美的宫女献给了皇帝，原是想要讨皇帝欢心的，没想到反而是惹怒了皇帝，令他转而去了最近的景仁宫。景仁宫里从前住的是淑妃，现如今住的是淑妃的妹妹荣嫔。第2日，皇上去上朝的时候，王德全就带着封贵嫔的圣旨去了景仁宫。娘娘，娘娘，太后娘娘的人和丽贵妃的人在长兴宫打起来了，皇上进了丽贵妃的族，太后娘娘把淑妃娘娘强行带回慈宁宫了。这丽贵妃怎么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才解了她的禁足，这下倒好，又把自己作进去了。喜鹊不懂，江心月却是很理解丽贵妃的，不想让她有孕的人是宣武帝。从她成为宣武帝的妃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太后娘娘，珍嫔娘娘在外求见。她还敢来？珍嫔娘娘启说皇上上了河西宫10几斤九云山的顶级大红袍，想着慈宁宫没有，特意带了几斤来给太后娘娘您尝尝。这不明摆着挑衅吗？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万福金安。哼，你少气点哀家，哀家就万福金安了。吴太后故意没有叫她起身，就是想让她多跪上一会儿。听说她进宫没多久，那会儿得罪了丽贵妃，被罚跪了半日，跪坏了膝盖，现在还是皇帝命派医院给温养着，怎么就没有直接跪死她呢？太后娘娘这说的什么话呀？臣妾哪敢欺太后娘娘啊？臣妾尊敬您还来不及呢。她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自顾自地坐在了吴太后的右手边。大胆！太后娘娘还没有叫你起来，更没赐座。珍嫔如此不将太后娘娘放在眼里，难道是对太后娘娘有什么不满呀？贵嬷嬷都知道太后娘娘会叫本宫起来，还知道太后娘娘要给本宫赐座呀。不过臣妾看太后娘娘没让本宫起来，还以为是她老人家忘了呢。臣妾向来贴心，不会让太后娘娘感到自责的。自责个屁呀！吴太后差点没被江心月的厚脸皮逼得爆出污言秽语来。江心月挥挥手，喜鹊将手中的红色木盒端上来，直接呈给了桂嬷嬷。这是皇上昨儿个给臣妾的，臣妾自己那里留了一些，剩下的就给太后娘娘您送来了。这话的意思是，这里的大红袍是江心月选过一轮了，剩下来的次等货。红木盒子里装着一堆的茶叶梗子，以及一些细碎的茶叶渣渣。慈宁宫里是没有九云山大红袍，但她是太后，宫中内务府和上宫局任何好东西都是紧着她来的。她是乞丐吗？要喝江心月送来的残渣？你给哀家，皇上。江心月投入宣武帝的怀中，
掐了一把自己的胳膊，眼泪汪汪的抽泣。吴太后瞪大了眼睛，开始了是吗？又开始了是吗？那种被甄嫔狡猾的演技支配的熟悉感觉又来了。母后，甄嫔年纪还小，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您可以教导她，但请您以后不要再让朕看到您总是对她恶语相向，拳脚相加，这有失您的身份，太不成体统。吴太后的脑子里头缓缓地打出了个问号。哀家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好吗？哀家对他拳脚相向，你这颗心都偏得没边儿了。先看看你的好甄嫔给哀家送了什么。慈宁宫绛红色的地毯上虽有一些细碎的残渣，但更多的是散发着浓郁茶香的茶叶。吴太后瞬间就明白了过来，是甄嫔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用一层薄薄的茶叶残渣和茶叶梗子盖住了好的茶叶。她已经是预判了自己会打翻盒子的行为，恶毒，太恶毒了。皇上，臣妾知道太后娘娘对臣妾误解颇深，特意跟皇后娘娘打听了太后娘娘的喜好，这才带了九云山最好的大红袍来，希望能讨她老人家的欢心。没想到是臣妾，都是臣妾不好，臣妾笨嘴拙舌的，又惹太后娘娘不开心了。宣武帝心道，甄嫔果然不会演戏，更加不会说谎。瞧她看着朕时那慌乱的眼神，通红的脸颊以及紧张拽住朕衣袖的手指，像只受惊的小猫，浑身都炸毛了。再多待一会儿，估计能够害怕的晕过去呢。来人，给哀家抓住甄嫔，狠狠地打50大板，让她长长记性，别把旁人都当傻子。朕看谁敢！好，好，好，皇帝，你真是哀家的好儿子。今日你不肯处置甄嫔是吧？那好，哀家这就陪着淑妃一起去大昭寺向沈家的列祖列宗请罪，让他们看着哀家生的这个好儿子是怎么逼迫自己的亲生母亲的。皇后今日是否一定要罚甄嫔？哀家，母后可要想清楚了再回答。这宫里，母后最在乎的是谁？当然是她自己和淑妃，以及淑妃肚子里的孩子。你在威胁哀家？儿臣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甄嫔屡次对哀家不敬，戏弄哀家，皇帝你看看该怎么办吧？总得给哀家一个说法。那就尽足吧。皇帝，你在糊弄哀家？你以为哀家不知道他禁足的这1个月你都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就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什么好的香的稀罕的都往河西宫里送，就像特意和吴太后作对似的。那朕这次禁足他6个月，一直到年关总可以了吧？淑妃不能去大昭寺，皇帝你自己去说服丽贵妃，改大昭寺为京中圣安寺。大昭寺远在伽罗，从京城坐马车要半年才能够到，快马加鞭也要3、4个月，地处高句丽和扶桑之间，民风未化，凶蛮无礼，淑妃怎么受得了啊？出乎江心月意料的是，宣武帝没有半分的犹豫，直接同意了。可他眼中的冰冷被江心月看了个分明。江心月回河西宫禁足之前，宣武帝还特意带着他绕到御书房去见江彦坤。江爱卿不必多礼，这没什么外人，没什么不能说的。父亲，女儿听皇上说大唐伯如今住在咱们府上，女儿还未曾见过大唐伯呢。他如此英勇，不畏强权，敢揭发上峰社会的事儿，女儿啊，真是太佩服他了。皇上，微臣的堂兄江彦熙九死一生从真州逃回来，在微臣府上屡遭刺杀。微臣想送他入宫来，但总是碰上这样那样的变故。微臣觉得巧合太多，必是人为。微臣怕堂兄若是一直住在微臣府中，就连微臣和微臣的家人也有生命危险啊！皇上。
江心月挑了挑眉，这眼药上的好啊。自古以来有外戚专权，胡家才除去不久，又来了个宋家。朝堂果然是要讲权衡之术。接下来，皇帝与便宜爹的肮脏交易，不是，关于宋家有没有插手真州贪污案一事，还有许多的细节要讨论，这就不是江心月能听的了。在做完宣武帝的工具人之后，江心月很识相的告退回了河西宫。娘娘，太后娘娘宫中的侍卫把咱们宫门给封了，不让咱们出去。怎么，就他慈宁宫有人，咱们河西宫好欺负是不是？江川，去叫上小轩子，再召集咱们宫中的侍卫和太监，抄家伙把那群狗腿子打出去。皇上进的是本宫的族，又不是整个河西宫的族。太后娘娘这般阳奉阴违，本宫也是不依的。嘿嘿嘿，上回那个霜降长得那一叫一个水灵啊！太后娘娘不是让咱们给他们点教训吗？我摸了他一把，你们说，这次我下点功夫把他弄到手，让珍嫔无人可用，太后娘娘会不会厚赏我？你看中霜降那小娘们了？那可说好啊，喜鹊那小辣椒得归我，正好给我做第5房小妾。五娘说了，女子屁股大才好生养。话说珍嫔娘娘长得可真带劲儿啊，难怪皇上宁可忤逆太后娘娘，也要与她相好。估计这床上功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连本宫与皇上都敢编排。给本宫打，打死不论。他狠起来可不是吴太后那样的小打小闹，他直接要人命。一旦抛弃了法律的枷锁，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得了江心月这个疯批心理学教授。侍卫们武艺高强，但是奈何河西宫人多呀，一人一棍子下来，他们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够抱着头哎呦哎呦的叫。喜鹊从小伺候江心月，不说是个官家小姐，那教养也是和官家小姐没差的，居然被人当众如此议论，更何况他家娘娘何等9天仙女一样尊贵美丽的人儿，岂是这些猥琐的男子可以胡乱议论的？他简直是恨透了那些人，下手尤其的狠辣。禁足的第5日，霜降头上的伤才止住了血，主动来到主殿找了江心月。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霜降嘴里吐露出来的那个幕后黑手，竟然是他从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人。娘娘若是忌讳奴婢，不想让奴婢暂在身边伺候，就罚奴婢去浣衣局吧。娘娘入宫之前，奴婢便是在浣衣局当差的。谁说本宫不想再留你了？你待本宫的心意，本宫看得一清二楚。连和喜鹊、小轩子、江川，咱们几个从入宫就互相扶持，各中情谊是旁人无法代替的。比起眼睛，本宫更相信自己的心体会到的。您放心，上次本宫的父亲入宫时，本宫已经将你写的信交给了他，他会去你家将你爹娘、弟弟都救出来的。霜降哭的已经是没有了声音，跪在地上又要磕头。你这喜欢又跪又磕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咱们河西宫可都是硬骨头，太后娘娘的人咱们都敢打，那位算什么呀？珍嫔有孕了，这是谁说的？可靠不可靠？消息是奴婢从一个不认识的宫女那儿听到的。但娘娘，您仔细想想，珍嫔向来谨慎，若无邀请，极少踏出河西宫。她为什么在明知自己不讨太后娘娘的欢心的情况下，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送什么破茶叶？你的意思是，她是故意激怒太后的？太后娘娘要治珍嫔的罪，那么巧皇上就去了。那么巧，太后娘娘就因为淑妃的事儿有求于皇上。明面上是太后娘娘要罚珍嫔，实际上是珍嫔和皇上做局，来求的这半年禁足，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她腹中的龙胎。把消息透露给翊坤宫那边。转眼，江心月已经是怀孕3个月了。御膳房和严太医都是干什么吃的？珍嫔孕吐如此厉害，怎么不知想个法子让她开开胃口？正瞧着淑妃怀孕丰满许多，怎么珍嫔越来越瘦了？皇上息怒，高总管和严太医已经很是尽心了，是臣妾的身子不争气。严臣妾以为这辈子都与孩子无缘，
全赖严太医给臣妾细心调理，臣妾一直很感激他。皇上就别怪他了。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总是为别人着想，才会被人当成软柿子。上次你带着宫人打了慈宁宫的侍卫就很不错，以后对欺负自己的人就要这么狠，他们才会敬你怕你，知道吗？撺掇着自己的宠妃去打自己老娘的脸，宣武帝怕也是这大燕史上第一人了。皇上，快别取笑臣妾了。他们用污言秽语讨论臣妾，讨论喜鹊和霜降也就罢了，竟然还提到了皇上您。臣妾不许他们议论您。什么叫讨论你也就罢了？霜降和喜鹊都是你身边得用的大宫女，他们竟敢肖想，还想让喜鹊做你小妾，简直放肆！朕已经让王德全将那2个侍卫送去慎刑司，割了他们的舌头，以后没有人敢再对你不敬了。现如今满宫里谁人不知道，河西宫的人从上到下，从主子到奴才，那都是不能动的。珍嫔人不在后宫，后宫却到处都是她的传说呀。皇上为臣妾做的够多了，臣妾只希望能长长久久的和皇上在一起，其他的臣妾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深爱着他，所以能够留在他身边已经是很满足了，再不要求其他。朕打算让你父亲升任刑部尚书一职，让他和吏部尚书蒋和为一起调查真州知府贪污一案。啊？为什么？是臣妾的父亲立了什么功吗？朕说你这个珍嫔是怎么回事啊？旁的妃子一听说朕要给他们的父亲升官，立马就要跪谢朕。你倒好，还问朕为什么？皇上要升父亲的官，臣妾当然开心，但臣妾不想皇上因为臣妾的关系而升父亲的官职。从前臣妾在家时，父亲教导过臣妾，无功不受禄，还告诉臣妾，若是好高骛远，贪恋自己无法掌握的东西，必遭反噬。臣妾和父亲的想法是一样的，他若是升迁，都应该只是因为他的能力强，其他的一概不看。朕已经观察江爱卿许久，他担得起刑部尚书一职。如若不然，这么重要的实权官位，朕也不会浪费在他身上。那臣妾就先替父亲谢谢皇上了。爱妃每次谢谢朕，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吗？不然呢？爱妃，可不可以？不可以，臣妾肚子里的小宝宝已经成型了，你怎么能当着他的面做那种事情？明明已经是快要做母亲的人了，心性却还跟个孩子似的，竟然以为做那种事情会被肚子里的孩子看到。看来咱们的孩子还没出世，就已经取代了朕在爱妃心里的地位了。江心月心道，那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地位心里没有一点逼数。哎呦，珍嫔怎么还跪着呢？本宫听说你有孕在身了，还不赶紧坐下来，若是跪出个好歹来，本宫可是不好给皇上交代。开门见山，连一点客套话都没有，可见朱皇后是真的急了。娘娘不是因为臣妾隐瞒有孕一事，所以在生气啊？梁妃见她这么直接的问出来，赶紧道：你也真是的，居然瞒得这么紧，咱们什么关系？还能害了你不成？你瞧瞧丽贵妃那帮人，丽贵妃无子，金昭仪、张荣华和从前的那几个都不允许有孕。你再看看本宫和德妃，都已经生了孩子了，难道皇后娘娘允许咱们生，却不允许你生？德妃也是赞同的点点头。从前太医说你身子不好，很难有孕，这次怀了，咱们都替你高兴呢。你莫要伤了皇后娘娘的心。并非臣妾有意隐瞒，而是臣妾诊出喜脉那日，皇上也在。皇上说臣妾怀孕是喜事儿，得去慈宁宫给太后娘娘报喜，说不定他老人家就原谅臣妾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那九云山的大红袍是皇上给臣妾的，臣妾也不知道为什么，太后娘娘一看见就大发雷霆，说要打臣妾50大板，臣妾吓都吓死了。还好皇上及时赶到，不然臣妾这条小命都要没了。太后娘娘说不想让淑妃娘娘去大昭寺，皇上就说禁足臣妾半年，
以此作为淑妃娘娘可在圣安寺祈福的条件。臣妾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皇上送回河西宫来了。臣妾根本没有时间告诉皇后娘娘和德妃姐姐、良妃姐姐啊！就把这黑锅推给皇帝，反正这件事情是他们两个一块儿做下的，就算朱皇后去试探，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可能惹怒皇帝。他应该没有那么蠢。皇上他竟然为了珍嫔做到了这种地步吗？皇后娘娘，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臣妾吧。爱妃做错了什么，要皇后原谅。如果是她有孕不报之事，是朕让她保密的。皇后有气，找朕便是。皇上误会了。江心月截断了德妃的话。皇后娘娘是带德妃姐姐和良妃姐姐来看臣妾的。臣妾方才和皇后娘娘说着玩笑话，可不巧皇上您就来了。是啊，皇上，珍嫔妹妹怀孕这么大的喜事儿，她才告诉咱们。咱们正说着要罚她，她是个惯会撒娇的，知道皇后娘娘耳根子软，跟娘娘撒娇呢。4个女人沆瀣一气，玄武帝闹了个没脸儿。但是皇上关心臣妾的心，臣妾都体会到了，臣妾很感动。晚上睡前，臣妾会告诉肚子里的宝宝，他的父皇很爱他的。朱皇后等人眼睁睁地看着本来恼羞成怒，有可能迁怒珍嫔的皇帝，被几句话轻而易举地哄好，一双眼睛柔情四溢地望着珍嫔，然后被珍嫔下了逐客令，直接让皇帝走了。神奇的是，皇上不仅没有生气，反而亲了亲珍嫔的颅顶，还对朱皇后道：皇后，朕也是太过紧张珍嫔了，你不要见怪。这段时间河西宫不太平，朕实在是怕了。今晚让翊坤宫掌灯，朕去看看五皇子。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被禁足了吗？皇上怎么说河西宫不太平啊？江心月叹了口气，忧心忡忡。臣妾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害臣妾。一开始臣妾刚查出有孕，御膳房就送来了一碗掺有红花的鸡汤。后来臣妾的养的狗身上又查出有让孕妇小产的毒虫，从那以后皇上就送了2个嬷嬷来臣妾这里，说是他们懂得多，可以照顾臣妾。嬷嬷？什么嬷嬷？去请李嬷嬷和夏嬷嬷来。可是在承乾宫伺候的李嬷嬷？应该是吧。皇上说李嬷嬷从前是太后娘娘宫里的，后来又被送到了皇上那儿，伺候了皇上20年了，让臣妾对她以礼相待。那就是了。还好我今天选择先来探探情况，否则贸然对珍嫔出手，估计也会把自己搭进去。李向2位嬷嬷进了内殿，动作如出一辙地向殿中的主子们请安。良妃和德妃不敢受李嬷嬷的礼，稍微偏开了身子，只江心月这个没心没肺的笑呵呵地受了礼。看来他是真不知道这个李嬷嬷的厉害之处。那位向嬷嬷从前虽然未曾见过，但她面容严肃，眼神坚定清明，亦不像是泛泛之辈。2位嬷嬷拜见过后，又默默地退了出去。要本宫说，这宫里最好命的还是珍嫔，恐怕等你一生完孩子，皇上就会封你为妃了。短短1年时间，你就从一个贵人到妃位上，不如教教本宫，你用了什么法子迷住了皇上的心？这良妃怎么不干脆说皇帝被鬼迷了心窍？她总是这么别扭。江心月落难时，她比谁都要关心。一旦江心月得宠了，良妃好像就越是不开心呢。这就是后世一些假闺蜜。你过得差时，她对你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你过得好时，她就嫉妒你，嘲讽你，还会想办法把你拉到泥潭里头去，不允许你做比她更加耀眼的月亮。良妃姐姐总是这般口无遮拦。臣妾现在连贵嫔都不是，良妃姐姐就撺掇着臣妾向皇后娘娘索要恩赐了吗？臣妾不像良妃姐姐会未卜先知，并不知道皇上会怎么赏赐。良妃姐姐问臣妾怎么迷住了皇上，这应该去问皇上啊，毕竟是他被臣妾迷住了。良妃被他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这么有攻击性的一面，良妃还是第一次看到。那张脸怎么看都像狐狸精修炼成人。
江心月也是回瞪了梁妃一眼，根本就不怕他。有李嬷嬷在，珍嫔妹妹可以安心待产了。说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要马上和李嬷嬷说。她曾经是太后娘娘面前的红人，当初先帝后宫倭绝云诡，太后娘娘怕皇上遭了毒手，才将李嬷嬷送到皇上跟前伺候的。有她护着珍嫔妹妹你呀，以后没人伤得了你和你的孩子。江心月两只眼睛定定地看着德妃，要将她的脸盯出一朵花来似的。怎么了？珍嫔妹妹这样瞧着本宫，是本宫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是有点东西。德妃姐姐今日有点好看。知道她和太后的关系不好，就故意告诉她李嬷嬷是太后娘娘的人，让她下意识地疏远防范着李嬷嬷。德妃好算计呀，不管江心月信任还是不信任李嬷嬷，都会让她在皇帝那里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不信任是不识好歹，信任和他抢人就是不知进退，惹人生厌。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德妃娘娘才是宫斗高手啊。是吗？可能是最近本宫睡得比较好吧。内务府往延庆宫送了几瓶楼兰养颜露，这么快被珍嫔瞧出来了，她眼睛可真够毒的。慈宁宫，吴太后听着偏殿里面传来的镜子碎裂声，惊得快速起身。怎么回事？又是哪个作死的往淑妃房里放了镜子？不是旁人，是荣贵嫔娘娘，说是新得了皇上送的西洋镜，不敢自个儿独享，送了来孝敬太后娘娘您的。结果送进来的时候被淑妃娘娘见着了，以为是荣贵嫔给她的，叫人抬去了偏殿。哀家就说荣贵嫔与哀家不是一条心，她嫉妒淑妃已久，怎么会放过这种打击淑妃的好机会？皇帝封了她一个贵嫔，她就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不给她一点教训，她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镜子里的人怎么会是本宫？这不是本宫，你们给本宫滚！碎裂的镜子在地上清晰地照出一张胖出双下巴的脸，曾经文弱优雅的淑妃胖成了一个球。莲心，准备步辇，本宫要去长信宫。珍嫔那里她是下不了手了，可她的孩子不能够白白来这世上走一遭啊，把她害成这样的罪魁祸首必须要付出代价。娘娘，懿贵妃嚣张跋扈，你何苦在？本宫有重要的东西落在了长信宫了，是本宫与皇上的定情信物，你去请皇上去长信宫，要快。去之前，淑妃还拿了一块百年参片含在嘴里。与此同时，江彦坤和吏部尚书蒋和为带着江彦希一起，正在御书房细数着宋首辅与宋丞相的几十项罪名。宋江明，朕看你们宋家这是想造反啊！如此辜负朕的信任，实在该死。皇上，臣没有做过这些事儿啊，这都是欲加之罪呀！皇上，定是有人冤枉臣，求皇上明察。他意有所指，说的就是江彦坤和蒋和为二人呐。这二人的女儿都在皇帝后宫，是为了争宠陷害他也不一定。人证物证俱在，就连那几个下了大狱的官员都招供是宋家指使他们作恶，你还敢狡辩？宣武帝这话说的极有技巧，也不说是宋丞相指使，更不提宋首辅半个字儿。反正最后不管是宋丞相为了撇清宋家，把罪责揽到自己一个人的身上，还是宋首辅为了救儿子牺牲自己，皇帝都赚大发了。其实宣武帝最想搞的人不是儿子，而是老子。娘娘大事不好了！毛毛躁躁的做什么？丞相大人首辅大人，哎，不是，丞相大人被江红炉和吏部的蒋尚书给抓了。首辅大人为了救丞相大人，现在正在大理寺脱帽召己罪。他们敢？丽贵妃猛地从贵妃榻上站起来，光着脚就朝着外面跑去。
夏荷赶紧提着那双镶嵌着南海珍珠的绣花鞋追了上去。让开！丽贵妃看也没看，直接撞开了来人，迅速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夏荷追在后头，更加没有心思去看倒在地上的是什么人。淑妃连一句质问的话都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就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远远的，明黄色的御驾正往这边赶来。丽贵妃以为皇上是要赶去长信宫对自己解释的，脚步越发的快了，最终跌倒在了皇帝的龙眼之下。皇上，御驾高高在上，从丽贵妃的角度只能看到宣武帝削尖的下巴和凌厉的下颌线条。为什么今天的皇上好像离自己格外的远呢？皇上，臣妾求您，看在臣妾与您的情分上，饶了臣妾的父亲好不好？哎呦，贵妃娘娘，您怎么这副模样呀？赶紧起来把鞋穿上。哎呀，仔细伤了身子。你这个臭阉人，别碰本宫！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早就投靠了珍嫔，做了那个贱人的走狗。谁要你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皇上，奴才伺候皇上快20年了，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就是奴才在这宫里最大的靠山，奴才不需要投靠任何人呐。他的言外之意，宣武帝还是听得懂的。这个宫里最尊贵的人莫过于皇帝了，他本就是皇帝的人，还需要投靠谁呀？而且丽贵妃言辞间竟然还辱骂珍嫔，江燕坤的所作所为皆是受他的暗示，关珍嫔什么事儿啊？他好好的在河西宫养胎，估计连外头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哪里就得白白的挨上这一顿骂了呢？丽贵妃，皇上，皇上，您快点去河西宫看看吧。淑妃娘娘在长信宫被人推倒，这会满身是血，被抬到咱们河西宫去了。淑妃娘娘身边的宫女说，是想着河西宫有备好的产婆和太医，让咱们娘娘救淑妃娘娘的命。可咱们娘娘哪里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都被吓晕过去了。喜鹊和霜降又要照顾淑妃娘娘，又要顾着咱们娘娘，都乱了套了。丽贵妃心头一跳，这才想起来，她刚才跑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撞到了什么人，该不会就是淑妃吧？王德全，快去河西宫。我不生了，我不生了！听着偏殿内里传出来的惨叫声，江心月承认她有点被吓到了。娘娘，要不要微臣把心仪？不用，淑妃这是早产，胎儿已经成型了，并且孕期油腻之物食用过多，导致胎儿过大，情况很是凶险。以心仪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应付。太后娘娘不是好相与的人，最好不要让心仪卷入其中。有了珍嫔娘娘的这番话，她就放心多了。珍嫔娘娘是个行事妥帖的人，她都说不用了，以后旁人翻起旧账来，恐怕皇上那里也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缘由。淑妃肚子里的孩子如何了？启禀皇上，已经有医女和稳婆在里面给淑妃娘娘接生，珍嫔娘娘还让李嬷嬷和向嬷嬷都去照顾淑妃娘娘了。微臣看着情况，怕是不大好。淑妃娘娘的孩子太大了，不易生呢。又是一声高亢的痛苦惨叫，珍嫔低呜了一声。喜鹊、霜降，带你们娘娘下去休息，这里有朕就行了。离了皇帝和王德全的视线，江心月就从喜鹊和霜降的怀中站起来，飞快地跑回寝殿。状元太医开2副安神养胎的药方，让小轩子去太医院拿。一会儿皇后娘娘他们来了，让江川拦着，就说本宫受了惊吓，胎象不稳，皇上让本宫好好休息。喜鹊赶紧吩咐下去。朱皇后带着德妃、良妃、金昭仪、叶贵人以及蒋才女来时，江川便直接把人领到皇帝那儿去了。臣妾见过皇上。皇上，淑妃她怎么样了？皇上，淑妃娘娘难产了，这孩子太大了，卡住了出不来，而且白衣女说，淑妃娘娘的孩子才只有6个月，估摸着各个器官还未发育成熟，这就算是生下来也存活不了啊。
白衣女是严太医的徒弟，进去之前就被江心月嘱咐过，不管谁问起来，你都要说淑妃娘娘肚子里的孩子活不下来，不然皇上事后清算，你和严太医的脑袋，本宫都保不住。既然注定生下来也存活不了，那还磨蹭什么？赶紧救淑妃！李嬷嬷这才吃下了定心丸，匆忙转过身，又奔赴了他的战场。不知情的还以为皇帝喜欢淑妃，喜欢到了连自己的孩子都可以不要的程度呢。只有朱皇后觉得心中发寒，皇帝他太狠了。知道吴太后就等着这个孩子出生，帮助他们吴家重振雄风。皇帝压根儿就不想淑妃的孩子活下来。救救本宫的孩子！不要，皇上，救救臣妾的孩子！在剧烈的疼痛之中，淑妃只觉得紧绷的下身一松，一股水流从她的肚子里头泄了出去。孩子，我的孩子，让我看看我的孩子。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是一回事儿，但当她真的平安地将孩子生出来，那种血浓于水、初为人母的柔情，让她突生不舍。淑妃娘娘，这孩子他是个畸形儿啊！放肆！把本宫的孩子给本宫！李嬷嬷没办法，只能够将那足足有8、9斤重，但是只有一条胳膊、一只眼睛的小男婴递给了淑妃。岂料淑妃只看了一眼，就尖叫着晕死了过去。皇上是个小皇子，但还没长全，已经……后面的话不用说，大家也都懂了。又折损了一个儿子。王德全竟是声音哽咽的，说不下去话了。皇上放心，奴才会将小皇子入殓，送去圣安寺，让高僧们替小皇子超度的。淑妃现在能不能移动？用担架抬着，不让淑妃娘娘自己使力是可以的。去太医院找个担架来，让人把淑妃抬回慈宁宫去，再找几个太医给淑妃诊治。她什么时候好了，太医什么时候回太医院。也就是说，不必给淑妃安排行程繁忙的、技术太好的太医，不然一直被罢在慈宁宫，别宫的主子要找技术最精湛的太医都叫不到人。产妇不能见风，记得给淑妃穿严实一些。唐世良一一应下，只觉得眼前这场景和那时淑妃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推珍嫔娘娘落水，拔簪刺颈时的场面非常的相似。那日皇上也觉得淑妃见血，冲撞了珍嫔娘娘，所以一刻不停的让人抬着淑妃回了景仁宫。皇上，是丽贵妃娘娘推了淑妃娘娘，请皇上治贵妃娘娘的罪呀！小皇子刚才还有气的，他本来能活的，是丽贵妃娘娘害死了他。按理说大家都应该看一眼那襁褓里的婴儿，可李嬷嬷将那孩子的脸和身体盖得严严实实的，像是怕那些胆小的嫔妃看完以后会做噩梦似的。纷纭退后2步，绕到李嬷嬷的身后，借着朱皇后的遮掩，伸手就去扯小皇子的襁褓。等看清楚了里头小皇子的情况，纷纭吓得脸都白了，尖叫一声，向后摔倒在地。皇上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在场的妃子们全都看见了，但他们都把那声尖叫控制在了嗓子眼里，没有叫出声来。宣武帝自然也看见了，心中的慈父之心立马就烟消云散，只剩下惊恐和愤怒。王德全，不用把他葬入皇子陵，就供奉在圣安寺就行了。淑妃回去了。娘娘，皇上命人将淑妃娘娘抬回慈宁宫了。算他这次做了个人，没让淑妃继续荼毒他的耳朵。门口突然又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江心月盖上薄薄的一层蚕丝被，佯装睡着了。奴才参见皇后娘娘。珍嫔呢？她今日可是吓坏了。回皇后娘娘的话，是吓得不轻。皇上来的时候，珍嫔娘娘都晕过去了。皇上让严太医开的安胎药，
我们娘娘喝了药，已经睡着了。话是这么回着，可是一点要开门的意思都没有。梁妃娘娘息怒，皇上特意交代，要奴才们好好照顾珍嫔娘娘，不能再让她受劳累。奴才实在是不敢违背皇上的意思。你这次就饶了你这狗奴才，再有下回敢对皇后娘娘不敬，本宫剥了你的皮！喜鹊从门缝里头偷看着，拳头都紧了起来。这梁妃娘娘也太过分了，平日里跟咱们娘娘姐姐妹妹的叫着，咱们娘娘得宠了，第一个跳出来和咱们娘娘作对的却是她。她到底怎么想的？还能是怎么想的？只许咱们娘娘过得比她差，不许过得比她好呗。好了，朱皇后见差不多了，自己也有台阶下了，拉住了梁妃。珍嫔身子不舒服，她也不是故意不见本宫的，你呀，也不要再为难下面的人了。假惺惺，呸！这话不早说，偏偏等江川挨了打才说，就他会做好人。朱皇后带着众人离开之后，李嬷嬷和向嬷嬷才从里间出来，拉着江川左看右看，又闻了闻他身上的气味。李嬷嬷脸色大变，快去把这身衣服给换了，有人在你的身上撒了不干净的东西。单闻着是无毒的，但若是和珍嫔娘娘喝的安胎药混在一处，就会导致小产了。这些阴毒的法子，李嬷嬷在先帝后宫可是见过不少，没想到还会有人用在珍嫔的身上。难怪梁妃之前来看本宫，说什么皇上要给本宫封妃，看来皇后娘娘已经告诉她会让她封贤妃了，她才敢对本宫如此。这样让她当了四妃之首，还有本宫的好日子过吗？喜鹊一看就知道自家娘娘这是又演上了，马上接戏。都说打人不打脸，梁妃娘娘打江川的脸，不就是打娘娘你的脸吗？娘娘，皇上这么宠你，你能不能跟皇上说，不要封梁妃为四妃之首啊？哪怕是德妃娘娘也行啊。后宫升迁之事是皇后娘娘的权利，若是本宫驳了皇后娘娘的旨意，岂不是对皇后娘娘不敬？那怎么办啊？奴婢可不想以后经常挨巴掌。江心月也是捧着自己的小脸儿，本宫也好怕。李嬷嬷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珍嫔娘娘，您应该让皇上好好的查查，是谁往江川的身上撒了不干净的东西呀？而不是担心梁妃成了四妃之首后自己会挨巴掌。这有什么好查的？肯定是梁妃啊，肯定是她打江川巴掌的时候撒在江川身上的。这个结论下的也太儿戏了。唉，娘娘用了午膳多休息，老奴出去一趟。有人带了不干净的东西进去，还撒在伺候的宫人身上。珍嫔娘娘怀疑是梁妃娘娘。梁妃？李嬷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把珍嫔宫里今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皇帝。她比珍嫔想得多，觉得梁妃没有这个胆子，应该是受朱皇后的指使。宣武帝深呼吸一口气，第一次觉得后宫的女人太多了也是一件麻烦事儿。好好照顾珍嫔，她性子天真，对人不设防，往后日子还长着。待到了年底，她的禁足解了，估计还有更多的人想害她。你和向嬷嬷都是各中好手，别让朕失望。老奴定不负皇上所托。等珍嫔的孩子足月，朕就允了你出宫的请求。老奴多谢皇上，谢主隆恩。李嬷嬷比吴太后的年纪还要大上个10来岁，她进宫之前就已经成亲生了孩子了。后来吴太后把她带进了宫，她3年才能够见一次自己的丈夫孩子，而且只有短短的半日。当年吴家败落，男丁流放，女眷贬为平民，要不是她早就投靠了皇上，她的丈夫和儿子也在流放的路上死掉了。所以这么多年，纵使吴太后恨她背叛，她也从未后悔过。若是珍嫔娘娘生下孩子足月之后，她就能够出宫安享晚年，这也是她最好的结局了。再说江川知道自家娘娘为了她准备断了梁妃的晋升梦，感动的都哭了。太久没有人把他们这些奴才的命当命，她一哭，受过江心月恩惠的小轩子和霜降也跟着哭。娘娘快别绣了，会伤了眼睛的。只绣半个时辰，不碍事的。蔷薇花，这是绣给珍嫔娘娘的。
御花园里的海棠树被连根拔起了之后，皇上让人在里头种上了蔷薇花。打听之下才知道，珍嫔喜蔷薇，而皇上喜珍嫔，所以海棠变成了过眼云烟，蔷薇已是心头挚爱。也不知道她怀的是小皇子还是小公主，只能2个样式都绣2件。小婴儿的肚兜讲究得很，本宫用细软的云锦打底，再用蚕丝染色绣花，这样他们穿着才不会刺挠到敏感的肌肤。珍嫔娘娘生得那么好看，就该多生几个公主来继承她的美貌。娘娘再喜欢珍嫔娘娘，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子才是啊。珍嫔要多生公主，这样他们家3皇子才会少一点竞争对手。本宫倒希望她生个皇子，可以与3皇子作伴。生了皇子，人才会有野心，才会有欲望，而拥有了欲望和野心，才能够被卷入这后宫的纷争之中来。皇上说珍嫔干净，谁入宫之前那不是干干净净啊？若是珍嫔也为了自己的儿子与后宫里的人斗得你死我活，皇上还会觉得她干净吗？喜鹊今日心情不错，哼着小曲儿进了河西宫。什么喜事啊，把你高兴成这样？娘娘，要不奴婢怎么说坏人一定会有报应呢？你猜猜看，今天宫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了？以咱们喜鹊八卦的性子，定是又有哪里有热闹看了。娘娘娘娘，要说高兴，那整个河西宫没有比江川更加高兴的了。娘娘，梁妃娘娘把德妃娘娘给打了，德妃娘娘受了伤，还流了血。皇上盛怒之下打了梁妃娘娘一巴掌，还骂她是蛇蝎毒妇，让皇后娘娘罚她在顺安宫静思己过。她江心月和霜降2个人的表情很奇怪，还一直对江川使眼色，好像在叫他别说了。江心月心道：自信点儿，把好像2个字去掉。喜鹊气成了一只河豚，江川只看了他一眼，他就举起手里的瓜果浇水的木瓢，大叫着冲了过去。呀，江川，你抢我的词儿，我饶不了你！姑奶奶，我真不是故意的，下回我定让你先说。娘娘，梁妃娘娘怎么会和德妃娘娘打起来呀？他们关系不是一向很好的吗？江心月喝了一口温水，敞开的大门外还能看到一个穿着碧色衣裳的宫女在扫着地上的落花。当然是有人把本宫昨日的那番话传到了德妃和梁妃的耳朵里。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旦有了利益冲突，再好的关系也会破裂的。本宫说过，本宫不信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打了本宫的人，这个仇本宫不是今天报就是明日报。雨夜里，一片阴影笼罩在丽贵嫔的头顶上。夏荷抬头望去，就见蒋才女举着一把油纸伞，不悲不喜地看着晕倒在地的丽贵嫔。皇上，皇上，贵嫔娘娘看清楚了，臣妾是蒋才女。当初臣妾为娘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臣妾被皇后陷害，被打入冷宫，受尽苦楚之时，娘娘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臣妾，一点儿也不顾及臣妾的死活呢？蒋才女，你来做什么？在看清蒋元冷漠的脸之后，丽贵嫔眼底迸发出强烈的恨意。就你，要不是你和珍嫔那个贱人，本宫怎么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我只恨不能当初就把你们2个贱人烧死在冷宫，也不至于今日让你们小人得志。想当初他罚江心月跪在御花园的烈日之下时有多么的风光神气，后宫之中无人可与他争锋。这才不过1年的光景，人与人的际遇就翻天覆地。与臣妾和珍嫔娘娘有什么关系？要不是你们宋家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何至于今天这个下场？你什么意思？臣妾没什么意思。娘娘想不明白，就继续恨着臣妾与珍嫔娘娘吧。当初娘娘对臣妾见死不救，如今臣妾却不会做那狼心狗肺之辈。
他对着身后的太监道：“等天亮了，就送丽贵嫔回长……哦不，她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贵妃娘娘了。皇上下旨，让你去喜和殿，与臣妾同住了。”帝王恩宠散尽，原来是这么的不念旧情的啊！甄娘娘，我真的是太难了。你这么想是对的，大公主和二公主都是好姑娘，大人不能把他们的恩怨加诸在小孩子身上。唉，可是我不敢跟母妃说，我怕母妃生气。其实二皇姐也不想和大皇姐生气，她也怕母妃才这样的。母妃很严厉，平时都不生气，她只会冷暴力。谁惹得她不高兴了，她就不理谁。这个状态可以维持10天半个月，实在是太可怕了。她和皇姐都不敢惹得母妃生气。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父皇怎么办呢？我能问吗？为什么不能问？我小的时候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去问我爹。皇上不是你爹吗？他那么英明神武，一定有办法，既不让你的母妃生气，也能和大公主一起玩的。谢谢甄娘娘，我知道怎么做了。娘娘真是心善，三皇子亲近皇上，皇上定会更喜欢他的。更喜欢三皇子是没错，但是也会更讨厌大公主和二公主的母妃。后宫争斗波及到了孩子，是宣武帝最不能够忍受的事情。轩儿，你怎么来了？看来咱们轩儿是想父皇了。最近父皇太忙了，没去看你。等父皇忙完这一阵，就去延庆宫陪你和母妃用膳，好不好？父皇，轩儿有一个问题想要问父皇。哦，看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居然要我们轩儿来找父皇解答。三皇子清了清喉咙，把梁妃娘娘和自家母妃的矛盾说了出来，然后说自己并不想和大皇姐决裂，也不想看着大皇姐和二皇姐两个那么好的关系变坏了，问皇帝该怎么办。是你母妃让你来问父皇的？不是母妃，对不起父皇，轩儿喜欢甄娘娘，不想以后都不和甄娘娘一起玩。轩儿不会调皮的，轩儿还可以帮甄娘娘带弟弟，轩儿会很乖的。您可不可以允许轩儿和甄娘娘还有小弟弟一起玩呀？你说甄娘娘肚子里的是小弟弟？轩儿想要弟弟。像大皇姐和二皇姐有时候一起出去玩都不带着她，她也想要有个弟弟，以后和弟弟一起玩。父皇没有不让你和甄娘娘一起玩，你想去就可以去，只要甄娘娘不嫌你烦就行。甄娘娘喜欢轩儿的，怎么父皇也和母妃一样，都说甄娘娘不喜欢轩儿呢？甄娘娘明明很喜欢轩儿的，知道轩儿有问题解决不了，还提醒轩儿可以来问父皇呢。宣武帝到了嘴边的话一梗，直觉是不是三皇子误会德妃了呀？德妃怎么可能对三皇子说这种挑拨珍嫔与三皇子感情的话来呢？大皇姐和二皇姐都是咱们轩儿的姐姐，轩儿是男子汉，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和姐姐决裂，知道吗？你母妃和梁妃那是大人之间的事情，与你们无关。你回去也对两位皇姐这么说，就说是父皇说的。甄娘娘说的对，父皇果真是英明神武，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父皇。江心月的马屁以回旋的方式通过三皇子再反馈到了自己的身上。人放屁会臭，是因为分子在运动，拍马屁很香也是这个道理。皇上在延庆宫用晚膳。娘娘，看来德妃娘娘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失宠的。原也没想着能一次就把她拉下来，只是在皇上心里一点点埋下怀疑的种子。只要咱们坚持不断，努力不懈地给这颗种子浇水除虫，终有一日，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德妃的形象就会在皇上心里崩塌。江心月不怕朱皇后，也不怕丽贵妃，更不怕梁妃，她只怕自己到时候生产，无暇顾及许多的时候，德妃会暗中下手。当初咱们安排的人，你确定都解决了吗？娘娘放心，喜和殿的那把大火烧死的可不仅仅是皇后娘娘的眼线。珍嫔娘娘还未出冷宫的时候，喜和殿被雷击，发生大火，烧死了2个宫女，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延庆宫的人。
往喜鹊床底下放锯子，陷害珍嫔锯断荷花池栏杆的是德妃，包括珍嫔落水当时湖底下的水草，也是德妃派人打好了结的。江心月睡着睡着，被外头2个说话的声音惊醒了。我听丽贵嫔宫里的宫女说的，丽贵嫔整日以泪洗面，我真是想不通，丽贵嫔宠冠后宫10几年，怎么珍嫔娘娘才来了1年，就让她彻底失了宠？哎，珍嫔娘娘长得就跟那天上的仙女似的，皇上可不得被她迷得团团转吗？你看看珍嫔娘娘的父亲，短短1年的时间呢，就从5品官升任了正3品的刑部尚书，这是旁人可以比拟的吗？皇上为了珍嫔娘娘为了多少妃嫔了？这样下去，只怕皇后娘娘也要退位让贤了。我怎么觉得那么玄乎呀？珍嫔娘娘该不会是狐狸精变的吧？嘘，快别说了，皇上不许让珍嫔娘娘知道，外头都在骂她是妖妃惑主呢。娘娘为何不让奴婢把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是谁让他们来这里说些不三不四的混话？何必多此一举？不是皇后的人，就是德妃、良妃的人，也有可能是丽贵嫔或者太后娘娘，也不一定啊。本宫得圣宠，坐不住的大有人在。若要一个个的去把眼线都抓出来，难保他们来日不会安排新的人进来。他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他没有发现他们的眼线，让那些小宫女把他的情况散播出去。反正别人看到他的样子，都是他想让他们看到的样子。哗啦一声，皇帝的承乾宫又碎了一套杯子。你别以为朕不知道，都是你在陪宋两家指使，让他们在外散播谣言，诋毁重伤珍嫔。丽贵嫔，朕没有将宋家一网打尽，已是格外开恩。你是否要朕跟他们一一清算，看看他们哪个屁股底下是完全干净的？只怕等他彻查，宋家一个都逃不掉。臣妾的祖父已经问斩，臣妾的父亲惊惧过度，卧病在床，眼看着也要不行了。母亲已经与父亲和离，放归了裴家。皇上，您对臣妾格外开恩了什么？是开恩让他家破人亡吗？宋家其余那些族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们是死是活，他根本就不在乎。那些人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那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朕是大燕天子，是一国皇帝，宋首辅却仗着权势，妄图骑在朕的头上指点江山。可他忘了，朕连吴家都可以连根拔起，宋家又凭什么以为朕会乖乖做一个傀儡皇帝？说到底，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那皇上，就当这是臣妾对您的报复吧。您喜爱之人，正因您而受苦，您心里不好受了，臣妾才好受些。皇上曾经对淑妃和臣妾都海誓山盟，从前臣妾得意自己能从淑妃那儿夺得皇上的爱，如今也轮到臣妾被他人所夺了。他们都说皇上爱珍嫔，真是可笑。您不爱任何人，您最爱的是您自己。臣妾会等着看，等着您又能爱珍嫔到几时？珍嫔不会像你和淑妃，得到了朕的爱，野心就膨胀起来，还想要万人之上的权利。她爱朕，她可以为了朕做任何事情。是她告诉朕，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而不是像你们一味的只知道索取。夜郎，在这里，宝宝在这里啊！朕从不知道胎儿在肚子里这么小就会动。臣妾听李嬷嬷说，孩子越大劲儿越足，等到他6、7个月的时候，能把臣妾的肚皮踢疼。皇上，臣妾有些害怕。为了咱们的孩子，朕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而且严太医也说了，爱妃孕期一直很顺利，孩子的大小也刚好，没有任何不利于爱妃的因素。如果连爱妃都无法平安生产，那朕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了。他知道珍嫔嘴上是说怕孩子的胎动，实际上他还是被淑妃那时早产的场景吓坏了。再说了，还有李嬷嬷和项嬷嬷在。要是爱妃实在不安，等临产的时候，朕把你母亲接进宫来，好不好？多谢皇上体恤臣妾。傻瓜，
谢朕做什么？你为了朕怀这个孩子，已经吃了不少苦头，这都是朕应该做的。他的孩子小六是带着父母的期待和喜悦降生的，不像他，生来就被带上了沉重的枷锁，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半刻的母爱与父爱。他的小六一出生，他就要给他最好的一切。小六心道，还未出生已经是处在人生巅峰。谢瑶啊，这辈子我可打算好好过呢。夜，冷宫里传来一阵阵生命大和谐的声音。我让你帮我做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你和甄平到底什么仇什么怨啊？女子推开精壮的男子，去穿自己的衣服。哼，难道你以为你现在做的不是杀头的罪吗？给皇帝戴绿帽子是要诛九族的。哎，我怕就不会与淑妃娘娘你纠缠不休，倒是娘娘心里只有皇上，可还有半分当年的情谊呀。不要跟我谈当年，当年要不是你们金家背叛，我们吴家也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要不是看在你的情面上，你以为我会让金昭仪活到现在吗？哎，金家欠你的，就用金家人的命来偿。从他选择被淑妃勾引的那一刻起，他犯下的就是诛九族的大罪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金家欠吴家欠淑妃娘娘的。你答应了？金无庸默默地在心中为甄嫔点蜡。皇上派去河西宫值守的侍卫是我的兄弟，我会想办法的。但是你不要再减什么肥了，就这样便挺好的。皇上的心都已经不在这儿了，再瘦也没有用，反而伤了自己的身体。时间到了，我该回去了。娘娘回来没有？这可怎么办？皇上都等了2个时辰了。皇上，姐姐一个人出去，连一个宫女太监都没带，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臣妾实在担心得紧，这才让连翘去河西宫请皇上的。也是江心月和他心照不宣，愿意把人放进去，才能够请得动皇上呀。如果江心月不聪明，以为他是去抢人的，可就没有今天晚上的这出好戏了。你忘了皇上把金昭仪的哥哥安排在景仁宫做侍卫了吗？这和淑妃娘娘不见了有什么关系啊？你傻呀！皇后娘娘不是说金侍卫以前差点和淑妃娘娘定亲吗？如果金侍卫在景仁宫，你觉得连翘能出来请皇上吗？娘娘的意思是，淑妃娘娘跟金侍卫是一起呀？孤男寡女，还是曾经有过一腿的孤男寡女同时不见了，这让别人怎么不乱想啊？这简直就是干柴烈火，那啥嘛！莲心，莲心，娘娘，您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怎么不点灯？怕荣贵嫔发现本宫不在吗？紧接着，房间里的烛火亮了起来。姐姐看到皇上，好像很害怕，可是瞒着皇上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见了不该见的人呀。妹妹说笑了，本宫只是去了太医院，听闻严太医治疗妇人病很在行，去拿了几副药罢了。妹妹若不信，明日可派人去太医院请严太医来。淑妃身体不舒服，怎么不白天请太医，非要晚上偷偷摸摸的去？淑妃面露难色，期期艾艾的不肯说。荣贵嫔见她早有对策，立刻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皇上，姐姐得的是妇人病，哪能宣之于口啊？特别是姐姐才小产，私处若是处理不好，还会传染给皇上的。姐姐定是不愿这种私密的病情被人知晓，才偷偷去的。不过姐姐也太小心了，连妹妹我都瞒着，难道我还能给姐姐宣扬出去不成？淑妃扯出一抹生硬的笑，走到皇帝面前，显示出她减肥之后纤细的腰肢。严太医给臣妾看过，臣妾已经大好了，这些药是固本培元用的。皇上，
您许久没有来看臣妾了。既如此，那淑妃你好好休息，把身子养彻底。说完，也不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揽着荣贵嫔回了景仁宫主殿。你这小蹄子，打量着娘娘宠你就任性妄为啊！瞧瞧你那做小偷了的样，这么没有精神，怎么照顾好娘娘呀？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李嬷嬷别骂了，娘娘，你不是说淑妃娘娘和金侍卫，为什么他们一点事都没有啊？淑妃要是那么容易认罪，那她就不是淑妃了。做事之前，她定想好了万全的对策。严太医昨晚不是前人来说了吗？淑妃去他那里开了治疗妇科病的药，这便是她的借口。严太医上有老下有小，自然是淑妃说什么就是什么了。那就这么让他逃过去了？这么容易就结束，那本宫又费心做什么呢？淑妃已经对皇上情根深重，是什么让她宁愿委身于曾经背叛自己的男人呢？珍嫔娘娘恕罪，臣妾许久未见您了，竟被您的姿容所摄。娘娘的美貌一日胜过一日，怪不得皇上对娘娘您盛宠不衰。这马屁拍的，让人实在是生气不起来。知道他心中不安，江心月也不绕圈子了，让霜降把他扶起来，坐在椅子上。本宫今日来找你，是救你的命。救我的命？莲心，莲心，娘娘，奴婢在，您怎么了？本宫做噩梦了，给本宫倒杯热水来。莲心连忙听话照做，很快给他端了一杯热茶奉上。端着茶杯的手却是抖得厉害，茶杯应声落地，像是什么信号被激发。淑妃寝殿的大门被腾的一声推开，穿着夜行衣只露出一双眼睛的金无庸冲了进来，一个手刀就砍晕了准备尖叫的莲心。菲儿，快跟我走，事情败露了，皇上正命玄镜司和他那侍卫到处捉拿我，被他们抓到，咱们死路一条。没用的东西，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敢来连累本宫？小事？这可是要珍嫔性命的事，我为了你连家族都不顾了，你这样对我？本宫是淑妃，你不过是本宫的一条看门狗而已。本宫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不然你以为本宫会留你这条狗命吗？不过就是让你去睡一个女人，你竟这般没用，这也要让本宫失望。事情败露，就该把责任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何苦来害本宫？你再说这些也没有用，皇上已经知道是你指使我做的，赶紧跟我走，我知道有条路可以逃出宫去。能活着，谁又愿意死呢？那些曾经和皇帝美好的记忆，仿佛在慢慢褪色，变得毫无意义。他抓住黑衣人的手，目光坚定，等出了宫，他就找机会杀了金无庸，然后再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居起来，也算是为父亲报仇了。整个景仁宫亮如白昼，火把和灯笼烛火将淑妃与那黑衣人包围了起来。皇上！淑妃立刻推开了黑衣人，哭着奔向了宣武帝，仿佛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皇上，金侍卫他疯了，突然冲进臣妾的寝宫，说要带臣妾私奔，臣妾想……他跑到一半，眼睛突然瞪大，那被几个侍卫压着的狼狈人影，不是金无庸又是谁呀？这个人才是金无庸，那刚才和他拉扯的是谁？皇上，淑妃娘娘的确与金侍卫有不正当的关系，也是淑妃娘娘指使金侍卫去和七宫伤害珍嫔娘娘的。方才淑妃娘娘都已经招供了。宣武帝听后，并没有立即去找淑妃对质。他知道淑妃惯会狡辩，若是没有真凭实据，单凭着金昭仪的举报，是无法把她怎么样的。江心月在河西宫已经是把皇帝骂了800遍了。金无庸趁着夜色把霜降和喜鹊打晕的时候，狗皇帝就已经是带着侍卫在屋外头静观其变了。可他非要等到江心月被扑倒在床上叫出声来，才带着几个会武的太监闯了进来。在场起码一半的嫔妃都在可惜，可惜这金昭仪怎么没等他哥哥把珍嫔糟蹋完了再去找皇帝呢？这样不就除掉了一个劲敌了吗？迎着那些女人们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金昭仪有苦说不出，她不敢不听甄嫔的话呀。她从哪里知道她哥哥竟然胆大包天的给皇上戴绿帽子？这事儿都是甄嫔告诉她的，不然她还傻呵呵的在想明天要穿什么衣服才能够让皇上宠幸她。甄嫔比她还要先知道这些事儿，并且已经是想出了对策。要不是她还有点利用价值，金昭仪都怀疑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来人，把淑妃把庶人无事送去报使，赐毒酒。玄镜司立刻给金无庸执行绞刑，金家这官也不必做了，男女老少全都下狱。哀家不许，这一定是有人陷害。甄嫔呢？哀家听说金侍卫是在他宫里搜出来的，一定是他私会外男，再嫁祸给淑妃的。金无庸还想顺着太后的话给江心月泼脏水呢。荣贵嫔上前一步：“肮脏下贱的狗东西！从前你们金家坑害我们吴家，现在你还引诱我姐姐犯下这等错事，你真不是个人！”这一巴掌直接将淑妃的罪名给坐实了。吴太后气得全身都在发抖：“姑姑，姑姑救我！”唉，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皇上对你已经足够仁慈的了，无事，乖乖让玄镜司的人领你下去，免得多吃些苦头。淑妃自称名门闺秀，却是一点朱唇万人尝，真叫本宫见了世面了。可见皇上的眼光向来是极差的。自从宋家倒了，丽贵嫔就好像是放飞了自我，整个人都变得尖酸刻薄起来，对天对地对空气的，众人也都已经习惯了。哇，娘娘，咱们库房都快要装不下了。去把小轩子和江川叫来，让他们挑一些赏给下面的人。喜鹊喜滋滋的应下，下面的人都有，那他们这些上面的宫女还能够差了去吗？多拿些，本宫这赏赐可就这一回，有的小财迷啊，别拿少了，私底下再后悔。娘娘，奴婢的弟弟快说亲了。他在解释，不是自己贪心，是他想多给弟弟攒点老婆本。拿着，就当本宫给你弟弟的新婚贺礼。娘娘，娘娘，太后娘娘来！都给哀家滚开！河西宫的守门四大金刚都在屋子里，其他的宫人根本就拦不住那气势汹汹、来者不善的太后娘娘。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奴才参见太后娘娘。甄嫔还是这般娇艳动人，皇帝把你保护的真好啊！太后娘娘说什么，臣妾听不懂啊。但太后娘娘，臣妾的肚子已经5个多月了，你要一直让臣妾这么跪着说话吗？怎么，怀了皇嗣就高贵起来了？哀家让你跪都跪不得。甄嫔别忘了，皇帝还是从哀家肚子里生出来的。大胆！太后娘娘还未叫起，你又耍什么花招？太后娘娘，您给老奴作证，老奴可没碰着她呀！瞧瞧，都被江心月每次的骚操作搞出应激反应来了。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桂嬷嬷这中看不中用的样子，本宫的肚子又不疼了呢。喜鹊，奴婢在。太后娘娘来者是客，去泡上一杯上好的九云山大红袍来。她自顾自的说话间，已经是在椅子上坐下了，随后还惊讶的看着吴太后。哎，太后娘娘，您怎么不坐啊？您不坐，臣妾可是要坐的，毕竟臣妾肚子里怀着您的亲孙儿呢。你闭嘴！吴太后抓着太监的手，快步走到江心月的面前，抬手又要打他一巴掌。啪的一声，被江心月狠狠地抓住。江心月甩开吴太后的手，站起身来，用力地推了他一把。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的众人，竟是眼睁睁地看着太后仰摔在了地上。你好大的胆子！来人，把甄嫔给哀家抓住！哀家要亲自动手，教教他宫里的规矩。本宫看你们谁敢！他目光落在哪个太监身上，哪个就垂下头去，不敢与他对视。太后娘娘，这里已经不是先帝后宫了，不是您老人家逞威风的地方。您想打臣妾，也得有个正当的理由啊！这样无缘无故的跑来臣妾这里发疯，臣妾也不是省油的灯，任你捏圆搓扁的。
吴太后深呼吸了一口气，直接推开了向嬷嬷，抓住江心月的手就要往地上摔。嘿，这老太太还要跟他犟，江心月这个小脾气可就挠的一下就上来了。吴太后娇生惯养，养尊处优了一辈子，就是再来3个她，力气也没有一个江心月大。你这一下犯上的贱婢，凭着你今日之举，哀家也要让皇上赐死你！那你快去啊，看看皇上是信你还是信我。娘娘，娘娘，皇上往这边来了。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你饶了我们娘娘吧！是奴婢，都是奴婢让金侍卫去找淑妃娘娘私奔的。你要打要杀，就冲奴婢来。我们娘娘肚子里还怀着皇上的龙胎呢，求求您别再打了。不是奴婢，是奴婢和金无用大人有私情，是奴婢让他去冤枉淑妃娘娘的。太后娘娘，你要赐死就赐死奴婢吧，跟我们娘娘没有关系呀。这个金无用叫的可真好啊，因为和金侍卫不熟才叫错他的名字嘛。若是真有私情，又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情郎的名字都给叫错呢？太后这是在做什么？不满朕处置淑妃，来这里对朕的爱妃屈打成招吗？哀家哪里敢打他呀？他往地上一躺，不是哀家也成了哀家的错啊！他好得很呢，他皇帝是他打了哀家，是他打了哀家。这就是母后说的，甄嫔打了你。难道太后要睁眼说瞎话吗？说这是甄嫔自己划伤的吗？她肚子里还怀着朕的孩子，太后就对她下如此毒手，是不是朕对太后太过仁慈，导致你觉得朕的女人你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吴太后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正如甄嫔所说，她说那就是甄嫔自己打的，可皇帝会信吗？这一个是劣迹斑斑，从前就总爱打人的太后，一个是怀着身孕、天真善良的爱妃，皇帝当然信江心月了。明日，朕安排人马送母后去江南行宫，待甄嫔生完孩子，母后想回来再回来吧。你要撵哀家出宫，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你就这么喜欢？喜欢到要赶自己的母后出宫？朕已经很仁慈了，母妃敢对天发誓，今天不是来打掉甄嫔肚子里的孩子吗？母妃用吴承义的性命发誓。江心月表示，真的，皇帝是懂扎刀子的。吴承义是吴家唯一的男丁了，吴太后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吴承义从流放之地回来，延续吴家的血脉，光宗耀祖。而他刚才的那一脚就是冲着江心月的肚子去的，不是要打掉他的孩子，还能是为什么呀？看来母后不肯。唐世良，送太后回慈宁宫，到内务府拨几个手脚麻利的帮太后收拾行李。明日一早，朕会安排侍卫去慈宁宫接人，一点反驳的余地都不留给吴太后。王德全，去梁妃宫里把屈恒交借来，就说朕要用。江心月把他的心里拿捏的是死死的，板着一张脸，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的体贴而感到开心和感动的样子。宣武帝心虚的咽了口口水。爱妃怎么了？可是疼得厉害。皇上神机妙算，日理万机，明知臣妾被算计，也能提前部署，却是把臣妾一人瞒得死死的，让满宫的人都来看臣妾的落魄，笑话臣妾呗。既然臣妾在皇上心里这般不值一提，又何必在臣妾面前做出深情姿态，哄得臣妾一片真心错付？臣妾今日这般，都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皇上请回吧，臣妾累了。不是，臣妾不想听皇上解释，臣妾只问皇上一句：昔日皇上喜爱淑妃娘娘时，可舍得她被别的男子扑倒在床上，被吓得险些小产之后，又被太后娘娘来毒打一顿？如果是昔日皇上心中那个白月光淑妃，皇上可舍得让她受那么一点点的委屈？昔日的淑妃，昔日的丽贵妃，皇上都曾喜欢过，
皇上的喜欢朝令夕改，可臣妾不一样。皇上是臣妾第一个喜爱的男子，臣妾将一生的幸福都赌在皇上身上，可是皇上却一次次叫臣妾失望。既如此，皇上再去寻个心爱之人，从此臣妾不再奢望帝王之爱了。是不是有人在你耳边嚼舌根子了？皇上难道不是这么做的吗？皇上没有在外等着，非要臣妾叫出声来才起来抓鸡无用的现场吗？皇上当时在想什么？是臣妾和肚子里的孩子死不死都无所谓，你一定要让淑妃为背叛你而付出代价吗？代价就是臣妾和肚子里的孩子成为寄生品吗？皇上，您太可怕了！臣妾今日才知，为何人人都道帝王无情。臣妾见识到了，不想再陷进去了，行不行？从来没有哪个妃子敢这么的大胆，对他说这么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犯上之言。何止是妃子啊，就算是哪个大臣受了冷遇，也只能在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啊。谁敢怪皇上不重用他们呢？你今日心情不好，朕不与你计较，晚些时候再来看你。臣妾不需要皇上来看。喜鹊，送皇上出去之后，把宫门关上。在本宫生产之前，河西宫封宫，谁也不许进来。满殿的宫人都被珍嫔娘娘和皇上突然爆发的冲突吓得噤若寒蝉，也就只有喜鹊这位勇士还敢接话呢。皇上请。连江川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好汉，受我一拜。怪不得娘娘对喜鹊那么好，她为了娘娘才真是命都不要了呢。皇上请。宣武帝一肚子的火气啊，那紧咬着的牙关松了又紧，紧了又松，整张脸被气得通红，却是忍着没有一脚把喜鹊踢出去。他知道珍嫔有多么的喜欢这个婢女，不想在这个时候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火上浇油。哼！就听一声闷哼，宣武帝的身影已经是出了河西宫。王德全，你觉得朕是个怎么样的人？王德全知道他想要问什么，却是答非所问。旁的奴才不敢说，但皇上一定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明君，百姓有您这样的国主是他们的福气。朕就要你说旁的，比如对女子而言，朕是不是一个好丈夫？王德全心想，我都说了别的不敢说了，你怎么还让我说呀？欺负人嘛，这不是？奴才身子不健全，做不了女子的丈夫，也没见过别的男子是如何对待妻子的。奴才就见过皇上，这没有对比呀。下去，站在这里，朕看着心烦，奏折都批不下去了。梁妃还以为江心月失宠，后宫众人就又都有了机会，结果这事情没事成功，反而因为言语无状，几次惹怒了皇上，弄了好大的一个没脸呢。好在也不是他一个人丢脸，这期间叶贵人、张婉容，就连朱皇后都被皇上训斥过了，他也不算是打眼。臣妾手里最后一瓶去痕胶，皇上借走原是给他用的，太气人了，太欺负人了。皇后娘娘，咱们就这么看着皇上为了他置六宫于无物吗？急什么？最着急的人可不该是咱们，喜和殿的那位比咱们都急呢。娘娘是说丽贵嫔？想通关节的梁妃又高兴起来。是啊，臣妾怎么没想到丽贵嫔才失了宠，靠着那装出来的强势才让皇上新鲜了几天，眼看着和皇上只差了一个契机就能和好了，偏偏这个时候珍嫔和皇上闹别扭，占据了皇上全部的心神。再迟2个月，估计皇上都不记得丽贵嫔这号人物了。这才是为什么裴中书急着要送裴吴进宫的理由。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做到明。他是不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让丽贵嫔再得宠，所以故意来这一出。此一问一出，
朱皇后和梁妃都沉默了。从江心月入宫，他们对此人的第一印象是空有美貌的花瓶，心机是有的，但不多，还总是被别人算计。再后来，随着那些算计他的人都倒了大霉，就连丽贵妃和淑妃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他们才警觉这人是在扮猪吃老虎，可怕的很呢。如今他们已经是看不透江心月了，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走这一步又是为什么？很简单，这是高端局，江心月不准备带着他们玩了。他又跑来本宫这里发什么疯？他身上穿着那件娘娘你说伤风败俗、喧宾夺主的那件扶桑和服，就是上次皇上眼巴巴送来，娘娘却不肯穿，丢出去了的那件。他还真是仗着叶将军的军功，一点没把除了皇上以外的人放在眼里啊！污言秽语越骂越过分，甚至是波及到了江心月腹中的胎儿。小轩子，去宫房里挑点夜香泼在他身上，本宫给他洗洗他的臭嘴。用夜香洗臭嘴，这么缺德的法子，也就他们家娘娘能够想得出来了。不过小轩子很乐意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就是了。门一开你们就泼过去，然后赶紧关门，听到没有？别给叶贵人反应的时间，让他冲进来，那可要熏着他家娘娘了。江心月，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要的东西拿来给我，你配吗？我劝你做事不要这么恶心人，多给你肚子里的孩子积德，小心他生出来没屁。还没等他的诅咒之言说完呢，3盆粪水从打开的宫门里接踵而至。小轩子赶紧招手，后头的小太监们飞快地缩回来，将大门梆的一声关上。杀猪般的尖叫震天响，那香飘10里的气味把原本听到叶贵人来河西宫找麻烦，心想着可算有表现的机会的宣武帝熏得赶紧转了个身往承乾宫跑了，可不能让叶贵人看见了他，不然抓着他主持公道，他这手都不想要了呢。此时的叶贵人顶着一脑袋的米田共，那股冲天的臭气熏得他眼泪狂流，却是睁不开眼睛。他不敢张嘴，怕一张嘴那些恶心的东西就会流进自己的嘴里面去，但是又忍不住尖叫呕吐。太恶心了，太恶心了，从来没有这么恶心过，恨不得把自己的头给剁下来洗干净。人一发完了疯就会觉得神清气爽。江心月穿着厚厚的狐裘，看着屋外黑沉沉的天，呼啸的寒风刺骨。这不会是要下雪了吧？叶贵人回去足足洗了2个时辰的澡，据说连洗了5天，还是觉得自己的身上很臭，呕吐不止。乔哥终于病倒了，太医说是感染了风寒，烧得厉害，去掉半条命了。活该，咱们娘娘没招他惹他，他去几次3番的上门来找我们娘娘的麻烦，连龙胎都敢诅咒，他死了才是报应。哎呀，你们这泼粪是泼得舒坦了，皇上可就惨了。叶将军找到宫里头来，要娘娘跪在顺安宫偏殿的门口负荆请罪呢。皇上不答应，叶将军就在御书房外长跪不起。还好有几个官员陪着一起跪。娘娘，这长此以往，外头会传您的闲话的呀。传本宫什么闲话？李嬷嬷不敢说，但是江心月心里头很清楚，无非又是妖妃恃宠而骄啊什么的。就这么说吧，自古没点争议在身上的后宫妃子，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宠妃。有人骂好呀，那有人骂说明他就成功了嘛。刚才皇上已经下旨进了叶贵人的位分，现在咱们要叫他婕妤娘娘了。咱们娘娘泼的哪是夜香啊，分明就是在给叶婕妤送登天梯呢。娘娘，皇上还在外头等着您呢。哎，当初本宫说了不见就是不见，随便他要等多久，爱来几回，本宫管不着，本宫就是不想见他。娘娘，李嬷嬷，别说了，喜鹊他们都在庭院里堆雪人呢。你要是实在没事做，就跟他们一道去玩吧。再不济，您给我们家小六讲讲故事也行。他的话刚说完，肚子里的小家伙就用力地踢了他好几脚。李嬷嬷，您看小六都不高兴了。李嬷嬷的心都被萌化了，
赶紧坐在江心月脚下的矮榻上，拿着故事书清了清喉咙。好好好，嬷嬷给咱们的小主子讲故事啊。庭院里传来一阵嬉笑打闹的声音，越发显得河西宫外的宣武帝和王德全很凄凉。远远的，一道淡紫色的窈窕身姿缓缓走来，近前了，宣武帝才发现这身影不是旁人，而是喜和殿的丽贵嫔，昔日的丽贵妃。臣妾见过皇上。起来吧，内务府没有给你分炭和御寒衣物吗？穿成这样出来，岂不是要感染风寒？到时候那些大臣又要嚼舌根子了，说他搞死了宋首府，还虐待宋首府唯一的嫡孙女。丽贵嫔还以为皇上是在关心自己，眼中水光潋滟，摇了摇头。求皇上救救我家娘娘吧！喜和殿里的蒋昭仪可劲儿的欺负丽贵嫔，内务府送来的银丝炭要抢，司仪坊送来的御寒衣物也要抢。但凡是我们娘娘好了一点，他就要来为难。皇上，再这样下去，我们娘娘……别说了，又是这种套路。甄嫔说，如果不想让别人说出关于自己的话来，从一开始察觉到就会捂住那个人的嘴巴，而不是等别人把话都已经说完了，这才假惺惺的让别人别说了。娘娘为何不说？难道就任由蒋昭仪那样欺负咱们吗？雪花在丽贵嫔的肩膀上化开，让她冻得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浑身的寒战。宣武帝摸了摸身上披着的御寒披风，转身就对王德全道：把你的斗篷脱下来给丽贵嫔，再带2个人去喜和殿敲打一下蒋昭仪，不要太过火了。可丽贵妃那向后仰的身体躲避着王德全，分明是不想要他的，只想要皇上的。宣武帝摸了摸鼻子，装作是没有看到丽贵嫔求助的眼神，更加捏紧了自己的披风。不行，绝对不行！甄嫔知道了会不够。哎，皇帝脑子里有什么东西，一瞬间炸开了似的，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精彩。他怕甄嫔生气，他怕甄嫔。外面怎么了？娘娘，你快出来看看，好漂亮啊！他穿过长廊来到前殿，举目望去，竟像是来到了后世的冰雪之城哈尔滨。皇上这是做什么？漫天的火红色梅花花瓣从天而降，极致的白与红结合，浪漫而又热烈。宣武帝委委屈屈地上前，王德全知道皇上这是要放大招了呀，连忙招呼着看热闹的宫人们全都退下，帝王之柔弱不是他们能够看的。海妃，朕知道错了，你原谅朕一回好不好？皇上错哪儿了？皇上若说不出自己错哪儿了，臣妾还是请皇上哪儿来的打哪儿回去，臣妾无福消受皇上的圣恩。玉儿，朕从出生开始，母后就以一个帝王的标准要求朕。朕从小不可以大哭，不可以大笑。若是宫人们敢带着朕玩，第2天宫里伺候的人都会换一批。长大一些，母后就不允许朕有心爱之物。小时候朕养过一条蛇，在母后的刻意为之下也没了。朕可以很自信地说，自己是一个好皇帝，但朕做不好一个好夫君。他眼中的小心翼翼，饱含期待的光，让江心月觉得是时候收网了，让这条大鱼躺进自己的池塘里了。月儿，朕不该时时权衡利弊，让你陷入危险之中。朕不该不顾你的感受，不应该3心2意，为了平衡朝堂而让你受委屈。而且日后朕也不可能遣散后宫，因为朕先是皇帝，才是你的夫君。朝堂稳定，百姓安乐，这是朕的责任。怕江心月再生气，他立马解释，但朕向你保证，日后绝对不会再为了后宫中的任何人让你受委屈。朕做不到遣散后宫，却可以独宠你一人。朕或许还不太会做一个好夫君，但月儿可以教朕的，是不是？他做不到遣散后宫，因为他是皇帝，不能让前朝震荡。他也做不到以后别的妃子他就不临幸了。那些女子进宫都是带着家族使命的，不临幸他们的家族会不安，也就无心为皇帝尽心尽力的办事。
其实这些道理江心月都懂，皇帝做不到那才是正常的。要做到这些，除非他不做皇帝了。看你表现吧。本宫来看望珍嫔，也不许进了吗？回皇后娘娘的话，皇上在里头陪着珍嫔娘娘呢，请容奴才进去通报一声。皇上不陪他们看雪也就算了，送花给珍嫔也就算了，可他居然本人就在河西宫里。换做平时，他不会去做一个讨嫌的人。到今日，他也和皇上杠上了，那就去通报。皇后娘娘带着良妃娘娘、德妃娘娘、张荣华和后宫众妃气势汹汹的来了。奴才瞧着皇后娘娘似乎很生气的样子，皇上您看。方才去摘梅花的侍卫说，皇后娘娘他们在赏花。那肯定就是因为摘了梅花，让他们不高兴了呗。宣武帝才与自己的月儿和好，这还没有温存多久呢，就被皇后等人扫了兴，很是不悦。不就是几朵花吗？年年赏，年年赏也没看够，真要摘几朵花，还要经过他的同意不成？可能有什么误会，皇上出去瞧瞧不就是了？在他面前发什么火呀？吓到他家小六了。宣武帝不敢再惹江心月生气，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就带着王德全出去了。娘娘不去吗？本宫去干嘛？皇上和皇后吵架的时候，本宫去递刀，还是让那些女人嫉妒的嘴脸污染本宫的眼睛？宣武帝若是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够替他化解，那还是赶紧的滚出去，别留在这里浪费空气了。朕摘了几朵梅花，就让你们都不开心了，想来河西宫找珍嫔的麻烦是吗？王德全，让内务府的人去暖阁那边，把所有的梅花都砍，从今往后不许再种梅花。皇上，今后若再有人借着花的名义来找珍嫔的麻烦，那以后这宫里都没必要种花了。朕还没听说过开个花是不许摘的，他明年照样开的艳丽。真不知道你们这么计较一两朵是在做什么。这话不仅把皇后娘娘带进去了，还把当初因为珍嫔摘了一朵海棠就罚跪她的丽贵嫔也包括了进去。好像宫里的女人都是这般的小气刻薄，因为一朵花就恨不得要人的性命似的。这满宫的花和嫔妃都是皇上的，自然是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皇上可别忘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珍嫔再得宠，她也只是个妾妃，应当每日向臣妾问安行礼。这河西宫的宫门，不是她说关就关，说开就开的。皇后莫不是忘了，珍嫔的禁足令是太后下的旨，解禁时间是年底，如今离新岁宴也不过1个月的时间了。珍嫔此时解禁，有何问题？朱皇后倒是把这茬儿给忘了，光记得珍嫔任性关闭宫门的事情，忘了她就算是不关闭宫门，也是被太后禁足，原本就是不能够出河西宫的。眼看着皇后娘娘被对得心口疼，梁妃咬了咬唇道：“但她将一国之君拒之门外，这本就是以下犯上。若后宫嫔妃人人都学了她，这是朕与珍嫔之间的情趣，朕都没意见。梁妃，你倒是很多管闲事的样子。”五皇子叫您了，娘娘您看，您对五皇子的好，他都知道呢。是啊，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谁是真心对他好的。皇帝这么大的一个人，却回往他的心口上扎刀子，他就不能来给自己的发妻一个台阶下吗？纷纭，珍嫔，留不得了。之前他一直都没有下狠手，是觉得珍嫔对自己的地位没有威胁，他再得宠也只是妾妃，影响不了自己正宫的地位。可是这次皇帝的做法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帝王之爱如果独给一人，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皇后娘娘，河西宫里的江川公公来了。朱皇后心里存着气，也不叫起，江川便是老老实实的跪着，半点不忿都没有。哼，珍嫔身边倒是养了几条忠心耿耿的狗，只是不知道这些狗知不知道，它们吃的是本宫的饭，该孝敬本宫这个真正的主人。
皇后娘娘，您记错了，咱们娘娘只养了一条狗，名字叫过来。平日里吃的都是河西宫里奴才们养的鸡鸭鱼肉和蔬果。不过它确实如皇后娘娘所说，是条忠心耿耿的好狗。皇后娘娘，您真是慧眼如炬呢。言外之意就是，我和喜鹊他们都是人，不是狗。珍嫔娘娘也从来没有拿我们当狗。但是河西宫确实有一条叫过来的狗，它吃的是珍嫔娘娘的饭，和皇后娘娘一点关系都没有。皇后娘娘，这是司衣房新出的宫缎制成的衣裳，珍嫔娘娘想着应该是司衣房送错了。这么华丽的衣裳，应该是皇后娘娘在明日的新岁宴上所穿的。这不，赶紧命奴才给娘娘您送过来。送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司衣房怎？除非是皇上。是皇上让你来的？皇上并不知道奴才来了翊坤宫。珍嫔娘娘被皇上宠着，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皇上要做什么，她也不敢忤逆皇上。那日梅林之事，珍嫔娘娘毫不知情。可因着这事让皇上与皇后娘娘之间产生矛盾，珍嫔娘娘实在惶恐。这件衣裳是皇上1个月前就命人开始做的，前2日才送到河西宫。司衣房有个女官和珍嫔娘娘相熟，1个月前就告诉我们娘娘了。当时珍嫔娘娘就觉得不妥，思虑良久，还是让他们按照皇后娘娘的尺寸做了这件罗裳，还请皇后娘娘原谅皇上的冲动之举，不要再与她置气了。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娘娘的错，待明日新岁宴上，皇后娘娘再罚她也行。珍嫔有心了，衣裳呢，本宫就收下了。你让你家主子呀安心养胎，本宫也知道他的难处，不会怪罪于他的。娘娘，奴婢看您都打了好几个哈欠了，赶紧睡，明日还有您忙的呢。喜鹊、霜降，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喜鹊离床很近，他动作一顿，只觉得脚下一凉，差点尖叫起来。娘！眼看着那艳丽的大蛇马上就要爬到屏风后头去了，喜鹊也顾不上害怕，颤抖着身子，撕心裂肺地大喊了一声：“娘娘快跑，有蛇！”喜鹊那声尖叫已经是激怒了大蛇，它调转舌头，朝着瘫倒在地上的喜鹊游了过去。喜鹊，娘娘，快走，你先出去，奴婢去救喜鹊。外头听到巨响和尖叫声的江川和小轩子吓了一跳，李嬷嬷端在手里的燕窝落地，那清脆的声响在预示着不妙。向嬷嬷猛地朝着江心月的寝殿跑。梁妃从床上惊坐起来：“书香，书香！”尖叫声好像就是书香的。娘娘，是书香姐姐，她说小姐方才去宫房如厕了。书香，地上倒着的不是书香又是谁呢？娘娘，只是晕过去了，把她弄醒。到底看到了什么，发出那样惊天动地的惨叫声啊？有经验的老嬷嬷上前去掐书香的人中，只掐了2、3下，书香便悠悠转醒，在看清了梁妃的脸后，才惊恐地跪直了身体。娘娘，有死人呢！奴婢方才小姐后出来，看到有人抬着个死人扔在那里了，奴婢吓得尖叫起来时，他们把奴婢打晕了。娘娘，太可怕了！那死人的眼睛都没闭上，他瞪着奴婢吓死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冷静下来，浑身颤抖着，哭得稀里哗啦。你看清楚了，真的是死人。奴婢看得真的，真的是个死人。梁妃对着那侍卫们使了个眼色：“你们几个去看看。”若真是有人抬着具尸体扔到了他的宫里来，这事情可就大了。啊！还有蛇！娘娘的床底下还有蛇！别怕，咬不着娘娘。娘娘别乱跑，就在这空旷的院子里头。你们几个过来，保护娘娘。江心月其实连蛇的样子都还没有看清，霜降就已经拉着他跑出来了。宫里的工人没有一个是吃干饭的，都很是能干，这让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安全系数大大的提高了。
怎么办呢？里面肯定不能睡了。娘娘，要不然奴婢去找皇上。不能去，咱们才对皇后娘娘示好，你转头又把皇上从翊坤宫叫来河西宫，这不是打皇后娘娘的脸吗？她能放过我？可是，那娘娘，你睡哪儿去啊？把偏殿收拾收拾，今晚你们和本宫一起在偏殿休息。双将刚把偏殿的棉被抱起来，地上就掉出了一个小盒子来。这是什么？喜鹊好奇地捡起来，打开小木盒的盖子，里面赫然是2个小布人儿，一男一女，看那服饰应该是皇上和皇后娘娘。关键是那2个小布人的身上还扎着几根粗长的钢针呢。娘娘，巫蛊。去司仪房把方典仪请来。是，娘娘。这个人用巫蛊之术陷害他，到时候若是被这幕后的主使之人举报，就算是他喊冤，这辈子也是到头了。皇上，皇上！什么人在外喧哗？明知皇上在这儿，还如此大吼大叫，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皇上，皇后娘娘是良妃娘娘宫里的宫人，说是顺安宫出现了无名女尸，大公主受了惊吓，哭闹呕吐不止，太医去了也没用，只能来请皇上和皇后娘娘过去看看。无名女尸？玄镜司和内务府都是一帮废物吗？还有巡逻的侍卫队都没有发现异常吗？顺安宫的宫人呢？都死了吗？纷纭呢？纷纭晚间好像是吃错了东西，腹痛不止。王公公早些时候带了太医来，这会儿应该已经吃了药睡下了。难怪了，今夜如果是纷纭在守门，就不会让顺安宫的宫人嚷嚷进来。臣妾给皇上请安。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搔首弄姿的，糟心的玩意儿。月儿怎么样了？太医说惊吓过度，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要说今天晚上最忙的还不是皇帝，而是太医院那帮运气不好，抽签抽到年30还要值班的太医呀。梁妃宫里宣了太医给大公主看病，皇后宫里请了太医给纷纭看病，丽贵妃也说不舒服，找了太医给她开药。珍嫔宫里头也是请了严太医去安胎，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皇上，你干嘛呀？朕发现爱妃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昨晚发生那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让宫人来找朕？你知不知道今日连接受百官朝贺时都没有心情？王德全说你昨晚差点被蛇群咬了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会儿，才又抱住了江心月。朕方知这世上最美好的一句话不是旁的，而是虚惊一场。还好，只是虚惊一场。臣妾也觉得只是虚惊一场，虽然过程凶险，但臣妾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有福之人，逢凶化吉，何必再让皇上和皇后娘娘担忧呢？原也是想等皇上来了再告诉您的。虽然臣妾没有受伤，但这放蛇之人着实心肠歹毒，若是不找出来，日后臣妾和孩子恐怕还会遇到这种事。朕已经让玄镜司去查了，若是查不出来，让玄镜司的废物剃头来见。顺安宫，怎么丽贵嫔是知道些什么，想告诉梁妃娘娘吗？臣妾昨夜不舒服，早早就睡了，并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何事。哦，听见你说顺安宫，本宫还以为你吃下些什么呢，不知道就算了。丽贵嫔现在听到德妃的声音，牙齿都忍不住打颤。她到底怎么做到的？昨晚那个养蛇女被勒死之后，她已经命人悄悄地把尸体扔去德妃的延庆宫里了。可是为什么刚才皇后娘娘说这尸体是在梁妃的顺安宫里头发现的？是不是她做的这一切都已经被德妃给看穿了呀？可是为什么？如果她早就看穿了，为什么不在皇上的面前揭发她呢？她在等什么？这人死在顺安宫，梁妃娘娘却一问三不知，多少有些说不过去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贼喊捉贼？珍嫔昨晚不是差点被蛇群咬了吗？说不定就是这个宫女放的蛇。梁妃娘娘这是杀人灭口呢。丽贵嫔，你不要张口出来，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轮不轮得到臣妾说话，臣妾也是要说的。嘴长在臣妾身上，有本事你就割了臣妾的舌头，没本事，臣妾还要说，皇后娘娘还是检查一下那个宫女的身体吧。
若是操控蛇群者，手指上定然会沾染驱蛇的药粉，看看不就知道了。玄武帝听闻还有几分道理，立马就安排侍卫带太医来查验。皇上，皇后娘娘，真的不是臣妾，臣妾就是有10000个胆子，也不敢谋害皇嗣啊！是不是你？朕只看证据，不是你一张嘴说了算的。珍嫔妹妹，你信我，真的不是我。我虽然平时对你颇有怨言，但我也只不过是过嘴瘾，我没有坏心的。说白了就是嘴贱，见不得别人好呗。臣妾自然是相信梁妃姐姐的，你放心，等皇上查明真相，定能还梁妃姐姐一个清白。丽贵嫔好像是无心之言，但却是让江心月肯定了，往他宫里头放蛇的人就是他，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就是那个无名女尸放的蛇呢？皇上，皇后娘娘，臣妾想起来了一桩事，或许能弄清那无名女尸的身份。昨晚丽贵嫔的母亲裴夫人在宴席上羞辱臣妾的母亲，臣妾见母亲闷闷不乐，便让小轩子小小的恶作剧了一下。小轩子说回来的时候撞上了一个宫女，还捡了人家的耳环，后来想还给人家，却怎么都找不到人了。臣妾想着，宫宴上伺候的宫人都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位置，若是有人不见了，那必定不是宫里头的。可若不是宫里头的，她却是宫女打扮，所以臣妾怀疑，小轩子昨晚撞到的人就是放蛇之人，而那个宫女昨夜应该是在裴夫人身边的。珍嫔这张嘴可真会避重就轻。皇上，珍嫔昨夜假传圣旨，说您赏赐了螃蟹给臣妾的母亲，却是2只未经处理的，扎得她满嘴流血。珍嫔却说是恶作剧。所以，你承认是你与裴氏合谋，往珍嫔的寝宫里放蛇？丽贵嫔很想说没有，不是她，可她看着皇帝那双质疑、冰冷、不信任的目光，心慢慢的凉了下去。原来皇上早就已经不爱她了。皇上，小轩子捡到的耳环和那无名女尸耳朵上的那只合起来是一对儿，而且尸体的手指上还残留着特殊的药粉。太医院的太医说，正是引蛇出洞的秘制配方。这女子应当是民间所说的蛇女。丽贵嫔，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皇上，臣妾无话可说。心已死，还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将丽贵嫔。皇上，裴中书绑了其女裴荣嫣，跪在了殿外，说是来向皇上请罪的。还真是来得及时呀。皇上啊，老臣有罪，老臣养了个不孝女啊！老臣都60岁了，他这是要老臣这张老脸都丢尽呀！皇上，您赐老臣死罪吧，老臣要以死谢罪。裴爱卿这是做什么？快起来！裴爱卿何错之有啊？裴中书已经是3朝元老了，别说是他的女儿做错了事，他领着人来负荆请罪，就算是他本人犯了什么错，皇帝也应该网开一面。只要不是什么谋逆的大罪，裴中书都是可以活得好好的。皇上都得把人给供起来，否则朝臣只会觉得寒心呢。皇上，老臣这逆女，她竟然胆大包天，带了个蛇女进宫，本是想让她给丽贵嫔表演舞蛇的，可那蛇女入宫没多久就自己跑不见了。老臣这逆女寻了半天也没找到，到了出宫的时辰，只能先回家了。出于害怕，她没第一时间告诉老臣，今儿一大早才来通知老臣，老臣急忙就入宫来了。皇上，那蛇女找到了吗？她没有伤人吧？没伤人？你们裴家人怎么都那么不要脸啊？你堂堂中书令，宫中总有眼线，分明是早就知道那蛇女差点害死了珍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跑来这里装什么白莲花？老的小的都是一个德行。
这么会装蒜，怎么不去戏班子里唱戏呀？本宫看裴中书也是个了不得的角儿。杨妃，不得放肆，怎么能这么跟裴爱卿说话？皇上说的是，裴中书见谅。方才厉贵嫔口口声声这蛇女死在臣妾宫中，话里话外都是臣妾才是凶手的意思。臣妾一时没忍住，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中书令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本宫这小女子计较。老臣真不知道此事，珍嫔娘娘可受伤了？受伤了。本宫现在看到鲜艳的颜色就恶心，想吐，头晕，眼花，手还控制不住的发抖。本宫住的那间屋子里面全是蛇的尸体，本宫害怕以后夜夜都会噩梦缠身。本宫听说民间有习俗，入室的蛇只能赶走，不能斩杀，否则会家宅不宁。可本宫这是在皇宫，日后真是要……他摇了摇头，害怕的都不敢想下去了。本宫可太受伤了，又还怎么只是蛇羹、蛇肉啊？这件事将成为本宫一辈子的阴影，跟随本宫的一生，直到本宫死去。裴中书，你说本宫有没有受伤呢？是，都是老臣这逆女的错。那皇上、珍嫔娘娘，老臣请你们惩罚这逆女，老臣没有任何怨言。看着裴氏被绳子捆着，狼狈地跪在地上，厉贵嫔只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胸口起伏剧烈。是，厉贵嫔冲动之下就要认罪。皇上，珍嫔娘娘，这一切都是臣妇自作主张的错，厉贵嫔娘娘对此毫不知情，还求皇上不要迁怒厉贵嫔呢。他下意识地看向江心月，江心月只露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笑容来，仿佛在说：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事儿啊没让臣妾满意，皇上是知道臣妾的脾气的。宣武帝摇了摇头，怎么他这句话还能自带语音在他的脑子里头循环播放呀？裴氏擅自带如此危险的人入宫，将后宫嫔妃与朕陷入危险的境地，此举与弑君无异，便赐死吧。那句赐死说的就跟今晚的晚膳喝鱼头汤一样轻描淡写，以至于所有人都是愣了愣，没有反应过来。赐死！皇上，怎么不是你们说认朕怎么罚都可以吗？还是裴爱卿只是嘴上功夫，实际上心里认为朕的爱妃不足以让裴氏抵命？你女儿的命就比江爱卿女儿的命金贵，是不是？不给裴中书开口辩解的机会。珍嫔是朕的女人，如果朕连这点公道都不能替她讨回来，那这个皇帝不如让你裴中书来当，怎么样？老臣不敢。皇上，昔日您与臣妾耳鬓厮磨时的誓言，您都忘了吗？臣妾的祖父已经死了，父亲也久病在床，臣妾只有母亲了。您连臣妾唯一的至亲都要杀掉吗？那您不如直接杀了臣妾吧。这件事珍嫔才是受害者，你们在这面前哭也好，闹也好，都没用。受到伤害的人还没喊冤，你们又哭又求的，倒叫朕开了眼了。珍嫔娘娘，臣妇真的知错了，求珍嫔娘娘饶命，珍嫔娘娘饶命啊！饶命？今日本宫饶了你的命，他日谁来饶本宫一命？本宫不是3岁孩童，可不信裴中书的那套说辞。本宫与那蛇女素不相识，若无人指使，他疯了不成？千辛万苦地跑来宫中，只为杀了本宫。珍嫔娘，中书令大人，本宫敬您一声老大人，难道您平时断案办公也是如此和稀泥？只要被害的那一方没有死，您就任由加害的那一方逍遥法外，给他继续加害别人的机会，一次又一次。老臣，若是这样，那本宫可真就要怀疑裴中书您的能力了，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力不从心，无法胜任中书令这个位置了？如果是这样，本宫倒是可以建议皇上另选贤能，接替老大人您的位置。想救裴氏，就承认自己能力不行，自己辞官去。皇上手底下有的是人在等着上位呢。辞官？那怎么可能？裴中书深深地看了裴氏一眼，似乎是在权衡着什么。
老臣领旨。父亲，领旨？您领什么旨啊？皇上他说要杀了我，他要杀了我呀！父亲，你救救我！我们来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过我一定会没事的。父亲，我不想死。当初你做这件事连累妮儿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了这个下场。来人，把裴氏带下去，赐白绫。皇上！厉桂嫔大喊一声，向后倒地，彻底的昏死了过去。厉桂嫔和裴氏合谋，意图害死珍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今日起，贬为正六品厉桂姬，移居延禧宫。江心月看着裴氏被强行拉下去，神色没有半分的动容，哪怕裴中书最后用阴狠的眼神看了他半晌。中书令老大人，本宫知道自己很漂亮，但是你别把你的眼珠子瞪出来了。再看本宫也不会是你的外孙女，羡慕吧？羡慕也没用，这么漂亮还得宠的不是你的外孙女。她真的是老了，提不动刀了，一个小小的嫔妃也敢这样的挑衅她。珍嫔妹妹，可算是等到你了。德妃那儿新得了一株上好的万年青，你要不要跟我们一道去看看？她大着肚子是疯了才要去德妃的宫里吧？而且还是跟梁妃这个忽好忽坏的颠婆，以及深藏不露的德妃。臣妾对那些花花草草的不感兴趣，梁妃姐姐还是和德妃姐姐一起去看吧，别被我这俗人搅扰了雅兴。哼，她神气什么？皇上宠她一时，还宠得了她一世。我可是听说了，裴家那个准备进宫来了。裴家，裴武，除了他还有谁？当年他还是个孩子，跟着裴老夫人入宫时，牙尖嘴利的模样，就像极了这时的珍嫔。小小年纪，牙尖嘴利，我是吃过他的苦头的。那他进宫来不是正好吗？让他和珍嫔两个互啄去，咱们乐得看个热闹。一个珍嫔已经把宫里弄得鸡飞狗跳了，再来一个裴武，以后皇上还轮得到咱们吗？你还看不明白吗？你神神叨叨的什么意思？他已经向咱们宣战了，等着吧，等他生下这个孩子，就会腾出手来收拾你了。我做什么了？他收拾我做什么？他又不得宠，又不是皇后娘娘，收拾他对珍嫔有什么好处啊？当初你打他宫里的太监江川，那一巴掌打下去，还放了点别的东西在他衣服上吧？那你猜他为什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你是说……嘘，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猜出来的。所以之后你做什么事，也都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娘娘，方才您不在，方典仪来过了。他说昨夜您让他去查的事儿有点怪。怎么怪？方典仪说最近好像有人在查他，他不方便在河西宫久留，也让娘娘您小心一些。他怕有人查到当初您和他一起做局引苏婕妤上当的事。本宫知道了。他还说了什么？那布料有何怪异之处？方典仪说那两个布人身上穿的都是浮光锦，这浮光锦是周朝的东西，咱们大燕是明令禁止的，不许穿浮光锦做的衣裳，所以宫里也没有这种布料。就算有，也早就被销毁掉了。宫里头没有的进步，怎么会出现在宫里呢？那就是从宫外带进来的了。什么人能从宫外将这违禁的东西带进皇宫里，还做成了巫蛊小人儿，放进河西宫里来呢？他们隐忍不发，是在等待什么合适的时机？江心月只觉得前路一片浓雾笼罩，雾里看花，怎么也看不清白。哎呀，小团子他又提奴婢了，看来团子殿下很喜欢奴婢呢。惯会往自个儿的脸上贴金，娘娘每天用完膳，小殿下呀都活泼的不得了。你故意挑在这个时候，他不踢你踢谁呀？屋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江心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抬头与向嬷嬷交换了一下眼神。而顺安宫里，梁妃神色激动的在屋子里头来回的走动。书香，我到底是该去找皇上还是皇后娘娘？奴婢以为娘娘，你应该先告诉皇后娘娘，
来一个先斩后奏，免得皇上念旧情，轻易放过了珍嫔娘娘。你说的对，皇上被那个狐狸精迷得死死的，且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他那张嘴巧言令色，皇上未必愿意惩罚他，还是先去找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乃后宫之主，有肃清后宫的责任跟权利。皇后娘娘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作为朱皇后座下的第一大舔狗，她是感觉得到皇后娘娘已经是对珍嫔动了杀心了。既然如此，她何不推皇后娘娘一把呢？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去，我家娘娘还在午睡。快去找皇上来！皇后娘娘和梁妃娘娘来者不善呐！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江心月扶着喜鹊，满脸的惊恐，看着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马上就要被人发现了一样。给本宫搜！我看谁敢！皇后娘娘，这里是河西宫，是臣妾的寝宫。您带着这么多侍卫，什么都不说，闯进来就要搜宫，到底是什么意思？臣妾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就是皇后娘娘您亲自来了，也不能随意搜查臣妾的宫殿。哼，珍嫔，你以为你大着个肚子，本宫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是不是？江心月寸步不让，依旧是张开了手臂挡着。来人，把珍嫔拉开！几个粗壮的嬷嬷一脸狞笑着上前来。珍嫔娘娘，对不住了。哪里来的狗奴才，还敢对不住本宫？你们胆敢动本宫一根头发，本宫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这位可不是说空话吓唬人的主，他连中书令大人家的女儿都敢杀，这几个老奴才而已，还真就被他这一嗓子吼得不敢上前了。没用的东西，本宫还在这儿呢，他能把你们怎么样？当本宫这个皇后是死人吗？几个嬷嬷再次鼓起勇气去拉扯江心月。这个时候，李嬷嬷和向嬷嬷以及江川和小轩子都听到动静跑了过来。皇后娘娘，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皇上命老奴等人在此照顾着珍嫔娘娘，是不容她有失的。皇后娘娘，珍嫔娘娘的肚子已经8个月了，您也不想这个时候因为粗鲁的宫人们而伤着珍嫔娘娘吧？哼，本宫这个皇后有权利搜查罪妃的宫殿，两位嬷嬷也是宫里的老人了，难道不知道这宫规吗？皇后娘娘口口声声说臣妾是罪妃，请问臣妾做了什么，以至于皇后娘娘要如此不顾情面，擅闯臣妾的寝宫？有人向本宫告发，说珍嫔你在宫里头行巫蛊之术，诅咒皇上与本宫不得好死呢。什么？臣妾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哼，做没做过，搜查过之后才知道。哼，珍嫔，你自求多福吧，巫蛊是要被砍头的。你怀的毕竟是龙主，一会儿本宫会帮你求皇上，让你生下6皇子再死的，到时候让他给本宫的玉儿当个小跟班，也算他的荣幸。呸！你在想屁吃？珍嫔，你怎么那么恶心？梁妃的话还没说完，侧腰上就狠狠地挨了一脚。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已经飞出去了，在地上还蹭出去好长一段距离呢。王德全，去请严太医来。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妥，但还是请太医来给珍嫔看看，她才能够完全放心。都给朕滚出去！皇上也不问问臣妾为什么要搜河西宫吗？有人举报珍嫔在宫中行巫蛊之术，诅咒皇上跟臣妾不得好死。那刻着皇上和臣妾生辰八字的布人，就藏在河西宫里。皇帝根本就不相信江心月会做这种事情，冷笑一声，看向了地上的梁妃。哼，举报？这举报人怕不是梁妃吧？他向来看珍嫔不顺眼，是个搅得后宫鸡犬不宁的搅事精，他的话如何能信？信不信，臣妾搜过就知道了。臣妾是皇上亲封的中宫皇后，有治理后宫的权利。臣妾不过是依着规矩办事，还请皇上不要阻拦。威严受到挑衅的宣武帝眯起眼睛来看了朱皇后好一会儿。哼，好，那皇后就继续搜吧。说完，也不管朱皇后是什么反应，小心翼翼地扶着江心月进入了寝宫后的内室。
皇上，臣妾自入宫以来，您对臣妾宠爱有加，臣妾实在没有必要行巫蛊之术自取灭亡。若是真搜出什么来，也一定是别人陷害臣妾的，你一定要相信臣妾。而且，就算臣妾野心勃勃，想要皇后娘娘的命，那也不可能把皇上搭进去啊！没有皇上，臣妾和小团子如何在后宫平安生存下去？臣妾又不是傻子。是，真的月儿最聪明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确定你的人是真的看到了吗？梁妃抽抽搭搭的，用力的点了点头，对着外头一个不起眼的穿着青色衣裳的洒扫宫女道：“杨儿，请来回皇后娘娘的话。回皇后娘娘，是奴婢亲眼所见。那天喜鹊姐姐和霜降姐姐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了，奴婢偷偷的在房间外看着，亲眼看到喜鹊姐姐从袖子里甩出来一个盒子，盒子里掉出来的2个布人就是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样子，身上还扎着好多银针呢。喜鹊姐姐表情很慌乱的把东西收起来了，奴婢怕被他们发现，赶紧躲了起来，所以没看到他们把盒子藏在哪里了。那肯定是还在河西宫里的，说的这么具体，更不像是骗人的。给本宫搜，就是掘地3尺，也要把那东西给本宫搜出来。搜不出来，今天来的所有人都要倒大霉。皇后娘娘，找到了，找到了！是这个，绝对就是这个。本宫这就拿进去，给皇上好好看看，看看她如珠如宝护着的珍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蛇蝎美人。跟上来，在皇上面前，你知道该怎么说吧？奴婢知道，都是奴婢无意中看到的，与皇后娘娘和梁妃娘娘没有任何关系。跟本宫进来吧。和的严实的小木盒被扔在江心月与皇帝喝茶的小桌上，朱皇后像是一只斗胜了的公鸡，雄赳赳气昂昂的，那表情仿佛是在说：珍嫔让本宫逮到了吧，这回你死定了。皇后在朕面前是否太过放肆了？是谁教的你敢往朕面前摔东西？是臣妾一时太过于慌乱，失手滑出去了，皇上请见谅。这是什么？是什么？皇上打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回皇上的话，奴婢是河西宫的杂耍宫女杨儿，是奴婢向皇后娘娘告发珍嫔娘娘的。奴婢偶然间见过珍嫔娘娘身边的喜鹊姐姐拿着这个盒子，出于好奇偷偷看了，里面放着的是皇上与皇后娘娘的巫蛊小人，身上插满了钢针。珍嫔娘娘在诅咒皇上与皇后娘娘，奴婢心里觉得害怕，怕万一皇上与皇后娘娘真的被诅咒，所以才狠了狠心找皇后娘娘举报了。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胡乱说话？我什么时候拿过巫蛊小人啊？我连这个盒子都没见过，是谁收买了你？给了你多少银子，让你来诬陷珍嫔娘娘的？奴婢没有。那个不大不小的木盒，仿佛是装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对，装着珍嫔的身家性命。皇上，该不会是在想怎么为珍嫔脱罪吧？皇上就不要想着这种不切实际的事情了。臣妾来之前，已经是通知了后宫所有的妃子，都来河西宫等着。这会儿外头应该站满了人，都在等着您处置珍嫔呢。天地良心，不是他们要来看皇上、皇后、梁妃和珍嫔这几位神仙斗法，而是有人去了他们的宫里，说珍嫔娘娘在宫里头行巫蛊之术，皇上要惩戒珍嫔，让后宫的众人都来看看，好警醒自己不要做错了事儿。你笑什么？你笑什么？臣妾笑皇后娘娘和梁妃姐姐你呀。臣妾入宫之前，臣妾的娘亲说，宫里的女人心机深，让臣妾要小心，不要轻易与人姐妹相称。原先臣妾还不信，自臣妾入宫以来，皇后娘娘、梁妃姐姐和德妃姐姐对臣妾都很好，臣妾也恪守本分，从不曾与几位有过冲突。后来臣妾得到了皇上的宠爱，先是梁妃娘娘你突然对臣妾发难，处处为难，现在又有皇后娘娘连盒子都没有打开，就急着给臣妾定罪，可真叫臣妾心寒。朱皇后皱眉，眼皮子一阵的狂跳，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他将盒子拿在手中，终于打开了那神秘的面纱。皇上，里面积攒了所有怒气的一巴掌扇在朱皇后的脸上。其中一个小娃娃是皇上没错，他身上扎满了大钢针和小银针，可是另外一个小娃娃却明显不是皇后啊！生辰八字是江心月。那小娃娃脸上还被抹了黑狗血，散发出一股臭气，头发被绞得稀巴烂，凸起来的肚子上插了2根大钢针，是冲着珍嫔的肚子去的。皇后娘娘，老奴若是猜得不错，这盒子是从偏殿的梳妆台里头搜出来的吧？有个侍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是在偏殿的梳妆台找到的。禀皇上，这个盒子是今早老奴和相嬷嬷在珍嫔娘娘的床底下找到的。因着上次蛇群事件，老奴和相嬷嬷对寝殿的安全把控的特别严格。上次侍卫们只是搜查了床底，这次老奴和相嬷嬷趁着太阳好，想把被褥和床板子都搬出去晒晒。就在珍嫔娘娘的床背面发现了被捆在楠木床板上的这个。老奴本想着将这东西送去承乾宫，但是珍嫔娘娘说皇上最近辛苦，不想用这种事情去烦扰了皇上，所以命老奴给皇后娘娘送过去。老奴这还来不及去呢，皇后娘娘就领着梁妃娘娘打上门来了。听到了吗？朕看你们就是没事找事。现在好了，这巫蛊小人是怎么来的？皇后，你给朕彻彻底底的查清楚，若是查不出来，你这皇后也不用做了。梁妃，你几次三番撺掇旁人来找珍嫔的麻烦，实在可恶至极。来人，梁妃触犯宫规，带下去掌嘴30，罚俸禄1年。再派个储秀宫的管事嬷嬷去顺安宫，好好教梁妃重新学一遍规矩。皇上，臣妾知道错了，都是杨儿这个贱人，他告诉臣妾，珍嫔在行巫蛊之术的，臣妾也只是关心皇上，被有心人利用了而已。求皇上看在臣妾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饶了臣妾吧。宣武帝直接挥手，让人把梁妃拖出去行刑。那一声声的啪啪的清脆响声和梁妃的惨叫声充斥着整个河西宫。河西宫的洒扫宫女杨儿也没能逃得过，直接被玄镜司的人带下去严刑拷打。他幕后真正的主子到底是谁？日后再有这种事情也不需要担心，朕只信你。你要好好的，不要情绪激动。严太医不是说了吗？情绪不稳定会有早产的风险。朕方才让皇后去查，不过是为了给你出气。私底下里，朕会彻查此事，一定会把幕后之人揪出来，绝不会让此类事情再发生。皇上信任臣妾，臣妾也定当不忘初心，不做让皇上为难的事。乖乖听李嬷嬷和向嬷嬷的话，朕先去处理公务，晚上再来陪你用膳。臣妾恭送皇上，走吧。去哪儿啊，娘娘？当然是去看看我们的皇后娘娘了。毕竟她为了本宫挨打，本宫心善，总过意不去。至少要让她知道，她今天为什么挨这顿打，真正让她挨打的人是谁吧。都给本宫滚出去！娘娘今日太冲动了，瞧着像个没有脑子的蠢货。纷纭沉默了，他的心里也确实是这样想的。冷静自持，运筹帷幄，不动声色，这才是他家的皇后娘娘。今天在河西宫里头撒泼，处处与皇上对着干，像是被梁妃夺舍了的皇后，行事风格颇有几分梁妃的德性，也难怪皇上会忍不住打她呢。是谁换了本宫屋子里的熏香？这会儿在闻到熟悉的凤尾香后，他才突然想起来自己今天早上闻到的那股不同的香气。纷纭马上走过去，挑了帘，就见一个陌生的宫女满脸慌乱的将换下来的香灰往身后藏。你是何人？在这里做什么？纷纭上前来就要捉住他，却不想那宫女跑得极快，像条泥鳅似的飞一般的往门口窜出去了。抓住他！
这是怎么了？发生何事了？该不会是皇后娘娘被行刺了吧？珍嫔娘娘，救救奴婢！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让皇后娘娘发狂的药放进熏香里了，请珍嫔娘娘按照我们先前说好的，把奴婢送出宫去。叶婕妤答应送你出宫，所以你在害了皇后娘娘之后，还想嫁祸于本宫。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却让那宫女瞪大了眼睛，脸上露出十分的惊恐，似乎完全没有料到江心月会这么轻易就说出叶婕妤来。把他给本宫看好了，不许他自尽，否则本宫把你们都罚去辛者库。珍嫔，你也看到了，今日之事并非是本宫的本意呀，是有人在本宫的熏香里头放了东西，才会导致本宫性情大变的。臣妾自然相信皇后娘娘是无辜的，不然又怎么会来告诉娘娘您，在幕后挑拨娘娘与臣妾之间关系的人是叶婕妤？怎么会是叶婕妤？她那样一个没用的东西。皇后娘娘还记得臣妾刚入宫之时，因为摘了一朵海棠而被丽贵妃掌掴罚跪的事吗？这和叶婕妤有什么关？不，朱皇后想了想，眼神清明地看向他。你和叶婕妤是同一年选秀入宫的。当初那朵海棠并非臣妾摘下来的，而是叶婕妤，也是她带着臣妾去的御花园。臣妾不知道那海棠是丽贵妃心爱之物，情有可原。毕竟臣妾在此之前只是一个五品官员的庶女，从未进过宫。可叶婕妤她是将军嫡女，从小出入宫廷，她会不知道那是丽贵妃与皇上的定情之术吗？这和那宫女往本宫的熏香里头放使人狂躁的药物有什么关系啊？江心月把巫蛊小人从袖子里头拿出来。娘娘，这是浮光锦，香嬷嬷在先帝后宫伺候时，在一位太妃的宫里头见过，因为宫里不许穿，那位太妃都拿来做礼衣穿的，据说有冬暖夏凉的功效。而这位太妃，臣妾查过了，正是叶婕妤的姨母。还有刚才那个宫女，江心月脸不红心不跳的胡说八道着。她和臣妾宫里的杨儿关系好得很，臣妾在河西宫见过她好几次了。臣妾现在怀疑，杨儿并非良妃娘娘的人，他们都是叶婕妤安插的眼线，只是利用良妃娘娘，也利用了皇后娘娘做她手里的武器。叶婕妤竟然有这样的心机，却是装成一副蠢货的样子。你为什么要告诉本宫这些？臣妾只是不想放过真正害臣妾的人。本宫也不会放过在宫中兴风作浪之人。把信亲手交给我爹，一定要看着他打开了看才行。叶儿被抓了，本宫做的事瞒不了多久了，要快。此时的叶婕妤哪里还有什么冲动易怒、口无遮拦的蠢货的样子呀？她眼中的金光闪烁，满含忧虑。江心月，她是不是被人调包了呀？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来到了宫门口，小太监照例塞给看门的侍卫一个钱袋子。大人们拿去喝茶，我们娘娘的一点心意。怎么，小婿子，你家娘娘又想家了？是，娘娘让我带封家书回去，请各位大人们检查。叶将军的女儿，宫里头的婕妤娘娘，算起来是他们上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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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他们哪里敢细看呢？扫一眼就要放行了。站住！纷纭奉命守在宫门口，还真被他蹲到了顺安宫叶婕妤的宫人。他拿出皇后娘娘的手谕，直接将人带走，并且警告2个守着内门的侍卫，要是敢跟叶婕妤或者叶将军报信，你们收受贿赂的事就会捅到皇上面前去。聪明的就闭紧你们的嘴。宫殿外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好像有一场大暴雨正在酝酿着。皇上，这是……什么都不要问，月儿，从现在开始，你听清楚朕说的每一句话。入夜之后紧闭宫门，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听到什么声音也不许宫人开门查看。一会儿朕走之后，会让这些以一敌百的黑甲军留下来保护你。记住，不要害怕，朕不会有事，朕也不会让你有事。他这样一番郑重的交代，听着可不像是没事儿的样子呀。臣妾知道了，叶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着，我和孩子都在这里等着你。若是你有个什么3长2短，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你。
朕会尽快处理好，来看你和孩子的。说完，他又招了招手，一个小萝卜头走了出来，看着3、4岁的样子，瘦的皮包骨头，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这是奴才钱胜带四皇子见过珍嫔娘娘。这就是传闻之中爹不疼没了娘，一根小野草的四皇子。朕路过井里池的时候，看见有工人在戏耍他，居然让他趴在地上吃狗食，顺便就把他一并带过来了。今夜宫里不安全，他好歹是朕的儿子，爱妃帮朕照看他一晚，等明日朕再送他回去。宝宝，跟甄娘娘走，甄娘娘那里呀有好吃的。四皇子暗淡的眼睛在那一声宝宝里亮了起来，猛地扭头看向自己最亲最亲的圣公公，好像在说：祖祖，这个好看的娘娘叫我宝宝哎。钱胜也是对着他笑了笑，又点点头表示他听到了。宣武帝望着3人走进去的背影，脸上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笑。许是太久没有洗澡了，四皇子和钱胜公公的身上都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外院那些洒扫的宫女太监在他们经过时都捂住了鼻子，眼神有些嫌弃。香川，刚才捂鼻子的那几个，让他们去宫房刷1个月的公桶。盛公公，本宫寝殿后有洗澡的池子，你带四皇子下去洗漱一番，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这就是在告诉他，让他不要怕，有他给他们撑腰，在河西宫里没有人可以嘲笑四皇子。我们娘娘吩咐御膳房把肉都剁碎了煮的肉汤，这粥里一点水没加，都是用肉汤熬出来的。盛公公，您和四皇子一起吃一点吧，这可是我们娘娘特意问了太医的。太医说了，您和四皇子还不能吃油腻之物，不然肠胃会受不了的。再调理几日，我们娘娘再安排丰盛些的膳食。到这时，钱胜公公才觉得这位珍嫔娘娘好像和宫里的其他娘娘是真的不一样。她带着四皇子这几年，想通过他们展现自己善心的娘娘有很多，钱胜看得很分明，都是为了从一众的美人里在皇上的面前脱颖而出，就连一向慈悲为怀的德妃娘娘也不例外。祖祖，我们以后都可以在这里生活吗？祖祖，我喜欢甄娘娘。明明从小就被人欺负，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总是被戏弄的四皇子眼神清澈，像小鹿一样的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幸福。祖祖也可以在这里，有甄娘娘保护我们，祖祖再也不会被打了。那句我们明天还是要走的，却是怎么都说不出口了。四皇子想留在这里，我们说了不算，要甄娘娘愿意才行。他不忍心教他一些不该教的，但是为了让他生存下去，他只能够让四皇子去讨珍嫔娘娘的欢心。这本不该是一个尊贵的皇子要学的，可是他年纪大了，这几年呐，又被折磨得没有了人形。后宫里那些变态的太监宫女简直太多了，为了讨口喝的吃的，人人都可以欺凌他。他的身子早就已经毁了，强撑着就是为了给四皇子找到一个好归宿。喜鹊、霜降，皇上之前派人送来的小孩子玩具放在哪儿了？你们拿几样出来，本宫要去偏殿看看四皇子。娘娘等一会儿，奴婢去库房找找。娘娘，喜鹊吃力地抱着一个大风车走进来。不知道四皇子喜欢什么，奴婢挑了个最大最重的。很好，这选择很喜鹊嘛。霜降的手里拿着一个9连环，奴婢想着四皇子可以先玩玩这个，万一他解开了，以后娘娘可以让四皇子教咱们小主子。从挑选礼物上来看，就能够看出这2个人的性格了。喜鹊呢是单纯了一些，但他对江心月的忠心是无人可比的。霜降从小在宫里长大，心眼子比较多，但是不失善良的本性，而且人也很聪慧，总能够约束心直口快的喜鹊几分。喜鹊若是知道因为他搬来了个大风车就被自家娘娘评价为不够聪明，那他无论如何也是要和霜降交换的。申公公，四皇子睡了吗？我们娘娘来看四皇子了。嘘，甄娘娘，
祖祖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的，他照顾我太累了，不小心睡过去了，所以他才坐在床边守着祖祖，等他醒来了带自己玩。他脸色不对劲儿。太医院严太医今日当值吗？原本是不当值的，但是皇上怕娘娘您提前发动，让严太医每日都来。奴才算着时间，他应该要来给娘娘诊脉了。你去接一下。江心月看着床上气若游丝的老人，要快！天马上就要黑了，天黑了就不能够在外面行走，会有危险的。他估摸着是不是叶家要发动宫变造反了，不然皇上为什么要安排传说之中的黑甲军过来呢？哎呀，慢一点儿，老夫这老胳膊老腿的，你再拉就散架了。小轩子两只脚都已经踏进了河西宫，转身将大门关上，洛栓才松了口气。严太医还取笑他：“你这是有恶犬在身后追呀，这么的。”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轩公公，娘娘这是犯了什么事儿了？”“这是皇上派来保护珍嫔娘娘的黑甲军。”“哦，黑甲军呢？黑甲军为什么在这儿啊？”珍嫔娘娘这是得罪了什么不得了的人呢？居然还要皇上动用黑甲军呢？据说看到过黑甲军真容的人都会在漆黑的夜里被灭口的。珍嫔娘娘跟他是什么仇什么怨呢？叶将军今晚要造反了，这是皇上派来保护河西宫的。娘娘念着你，怕你被乱刀砍死，才叫我去接的你。那你不早说呢？严太医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抓过自己的医药箱，好像屁股后面有恶犬在追赶似的，一阵风似的跑进了花厅里。娘娘在偏殿。那你不早说呢？吓死了！甄娘娘，祖祖怎么了？甄娘娘也不知道，我们等等太医，看看他怎么说，好不好？严太医，您倒是说句话呀！珍嫔娘娘是打算抚养四皇子吗？这跟本宫抚不抚养他有什么关系？娘娘若是打算抚养四皇子，微臣就给沈公公开药；娘娘若是不打算抚养四皇子，这沈公公也没有救的必要了。他这是长年累月的劳累，外加被人殴打，每次病时都硬扛过来，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积累下来的病，光靠一次两次的药是没用的。他这是富贵病，往后都必须将养着，不能再操劳了。甄娘娘，求求甄娘娘救救祖祖！甄娘娘不要抚养我，求甄娘娘救救祖祖！我不会纠缠甄娘娘的。如果跟着珍嫔娘娘的代价是从此以后都要失去祖祖，那她不要留在河西宫了。不管本宫抚不抚养四皇子，申公公的命本宫都要救，就当是为了本宫肚子里的孩子积福了。一声惨叫声过后，更多的惨叫声响起来，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而是四面八方的声音。那些从墙上跳进来的叛军，不知道河西宫一整圈的围墙里都站着严阵以待的黑甲军，还没落地呢，在跳下来的半空就被黑甲军的长枪戳死了。江心月看着那些人下饺子似的被挑飞出去，摇了摇头，太惨，实在是太惨了呀。珍嫔娘娘，珍嫔娘娘，求求您开开门呀！奴婢是景仁宫荣贵嫔身边的宫女，奴婢出来给我家娘娘拿膳食，被叛军追杀至此，求珍嫔娘娘救奴婢一命。知道他和荣贵嫔半年前联手一起将淑妃送上了西天，两人的关系还算是融洽，故意弄出个荣贵嫔的宫女来敲门，瞧着像是梁妃的手段，他惯是会祸水东引的。江心月摇了摇头，不理会。一会儿之后，大门外尖叫声四溢，但非常的短暂，好像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人给杀了。安静了不过一刻，又有人来敲门。珍嫔娘娘救命啊！我家主子晚膳后出来消食，远远的看见有火光和打杀声，只有您这里未被波及，求珍嫔娘娘发善心，救救我家娘娘吧！连自报家门都不会，含含糊糊的，狡猾至极呀！打开宫门，要是江心月被杀，连是谁都搞不清，
这手笔看着又像是德妃，江心月还是不理。陈嫔娘娘，奴婢求求您了，您来开开门好不好？声音尖细，江心月从来没有听过的陌生声音，果然是德妃的人，一如既往的这么滴水不漏。陈嫔娘娘，你见死不救，明明里面有侍卫相护，也不愿意让奴婢和奴婢的主子进去避难，你就不怕我们死后来找你报仇吗？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子，怎么配得到皇上的专宠？你快点开门，你开门啊！江心月，我求求你开门，他们杀过来了！开门，开门！那疯狂的声音也是戛然而止。死了就死了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些人也还真是挺搞笑的哈，变成鬼以后不去找杀他们的人去报仇，却是要来找他这个毫不相干的人，脑子太蠢了。被杀也是不出意外的事情吗？好像走了。兵不厌诈，本宫不觉得他们会这么容易的放弃。特别是叶将军，恐怕早就得了叶婕妤的信，要对他赶尽杀绝。若是让他攻辩得逞，江家第一个是要被株连九族的。怎么说呢？希望宣武帝争点气吧，不然他就要考虑考虑重新攻略叶老头或者是叶老头的儿子们了。他是一定要当上宠妃的。这次的敲门声小了许多，说的话却是让人震惊不已。陈嫔娘娘，皇上的重剑了，生命垂危，皇上让奴才传召您过去伴驾。他们是不是觉得本宫傻？这一茬一茬的来，是怕本宫出去提醒本宫，他们在骗本宫是不是？什么意思？皇上没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骗娘娘呢？我老实人真没什么好说的呀。没什么，严太医继续看吧。太和殿，殿中一片狼藉，血色弥漫。叶高粱在侍卫们的簇拥下，一身龙袍，脚步轻快，手里头还提着弓箭。的确是有人被箭射伤了，不过不是皇帝，而是荣贵嫔。方才那惊天一箭射来，左右都是人，宣武帝躲避不及。就在他以为自己会中箭的时候，荣贵嫔飞身扑来，那一箭刺穿了荣贵嫔的肩胛骨。父亲蹲在角落里，穿着宫女衣裳的叶婕妤终于敢现身了。江心月那个贱人呢？无儿莫及，我已经让侍卫去抓他来了。到时候他落在你手里，你想怎么羞辱他都行。我要把他浸在公桶里，把他和他肚子里的孽障活活淹死。死在粪池里，才能够叫他泄愤雪耻。记住，要把宫女太监所里的粪水都收集起来，我要亲眼看着那个贱人死。到如今，叶婕妤也觉得自己的父亲马上就要荣登高位，根本就不怕暴露本性了。他冷笑一声，瞪着宣武帝：哼，臭男人，你看什么看？真以为本小姐喜欢你喜欢到发狂啊？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你以为本小姐入宫来就是为了偷你的皇宫布防图，做你的妃子，哪有做公主香啊？我父亲战功赫赫，你沈烨屁股下的龙椅本就是我叶家打下来的。叶家世代为将，的确为大燕朝立下过许多的汗马功劳，只是从今日后，叶家留下的也就只有千古骂名了。狗皇帝，写退位诏书，我还能留你一条狗命，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是吗？那叶将军就试试看，你能不能杀了朕？谁能砍下狗皇帝的狗头，本将军封他为镇国大将军。一把三叉刀直接从后背捅穿了叶高粱的前胸。叶高粱瞪大着眼睛，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到死都还没有看清是谁动的手。臣等幸不辱命，罪人叶高粱的亲信已经伏诛，请皇上示下。皇上，臣妾错了，臣妾是被嫉妒戳昏了头脑，臣妾嫉妒珍嫔，才做下这样的糊涂事。求皇上看在臣妾对您一往情深的份上，饶了臣妾吧。宣武帝心中却是没有半点的波澜，从袖子里抽出了一封被拆开的信件。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你派回去送信的信使没有回来吗？因为那小太监已经被关到大牢里严刑拷打去了。可叶婕妤以为他爹马上就要发动宫变，所以小太监在将军府里。掉在地上的那封信正是叶婕妤写给叶将军，让他今夜就起事的。朱皇后最先拦截的那封信，所以她也是知情人之一。你这个毒妇，你还想把珍嫔溺死在公桶里，敢说朕的小团子是孽种，朕看你是活腻了。既然这是你准备的，那就给你自己用好了。王德全，把这毒妇投到里面去，让她好好享受自觉的坟墓。在场的众人只要一想到叶婕妤被投入粪桶的画面，就恶心的要把昨天晚上的晚饭都给吐出来。皇上，荣贵嫔。唐世良，让偏殿的太医过来替容妃疗伤，务必要让她活下来。在场的嫔妃们微微张大了嘴，挡一剑就从荣贵嫔变成容妃娘娘了。早知道他们就扑过去了嘛，这倒是便宜了荣贵，不，便宜了容妃了。河西宫，一个黑甲军飞上墙头，见外头已经没有危险了，对着墙头下的另一个黑甲军点点头。目睹这一切的江心月抓准时机，一把将门推开。你们没听到吗？皇上他中箭了，不要拦着本宫，本宫要去救皇上。江心月跑到门口，还折返回来，走到一个黑甲军的面前，从他手里拿过一把带血的剑，借本宫一用。他提着裙摆，手握长剑就冲了出去。双将和喜鹊对视一眼，江川和小轩子也瞬间领会，冲过去的时候大叫了一声，4个人跌落汉似的摔倒在地，把大门给堵住了。江心月一边走一边打散自己的头发，又用手指沾了一点剑上的血抹在脸上，再把衣服撕破一些，做出经历了一场恶战的假象。皇上，皇上！撕心裂肺的呼喊声让在给容妃止血的太医手上一抖，稍重了几分。玉儿，他打算等容妃的伤口包扎好了马上去河西宫的，但太医说要把箭头给拔出来，需要费上一些时间。等不及的皇帝还以为自己太担心珍嫔而出现幻听了。朕不是让你在河西宫好好待着，怎么跑出来了？你不要命了吗？皇上没死，皇上没死真是太好了，吓死臣妾了。有人跑去敲臣妾的宫门，说皇上您中箭了，臣妾顾不了那么多了，到处都是死人，吓死臣妾了。那把剑上有干涸了的血迹，也有鲜红着正在往下滴答跌落的血迹。也就是说，珍嫔她这个一点武功都不会的弱女子，在听说她中箭之后，一个人提着一把剑，从河西宫莽莽撞撞地杀到了太和殿，她就不怕死吗？这比容妃给她挡箭更加让她觉得震撼和感动。不怕不怕，没事了，已经没事了。珍嫔方才去哪儿了呀？叶高粱来势汹汹，你与叶婕妤又素有旧怨，本宫还担心你会被他挟持，只是一直没见你，本宫又不敢让宫女太监出来寻你，是想说他危急时刻不见人影，怎么危险解除就跑出来了吧？他在河西宫，朕把4皇子交给他照顾，安排了几个侍卫保护他们，是朕让他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出来的。珍嫔可真是英勇啊，只身一人就从河西宫跑到这儿来，还大着肚子，路上没遇到危险吧？你已经快生了，别到了紧要关头出什么问题。给容妃包扎的太医还在里头，你赶紧让他看看。江心月从怀孕以来，给她把脉开方子的就只有严太医一个人。她的胎是什么情况，旁人是打探不出来一丁点儿的消息的。胎位正不正啊？健不健康？稳不稳妥？最重要的是男是女。若是其他的太医，臣妾多谢德妃娘娘关心。但臣妾来的时候，皇上派去保护臣妾的人已经把叛军都杀了，臣妾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只要皇上没事，臣妾就心安了。要不怎么说还是德妃的段位高呢？
一句话里头包含的内容可太多了，不是要别的太医给他把脉，看他肚子里孩子的男女，就是侧面在告诉他有人为了皇上受了伤，不然也不会凭空冒出来一个容妃呀，想要让他吃醋大闹，惹皇上不悦。缺姥姥得了真的，德妃她是不是姓吴的？吴德妃才是她的全部封号呢吧？皇上，要不然还是进去看看。啊，皇上，臣妾肚子好疼啊！严太医在河西宫。宣武帝一把将他给抱了起来，叫上王德全就往河西宫跑。皇后娘娘，你看，连你都知道关心本宫，本宫与他夫妻10几载，他却是连问本宫一句怕不怕都不曾。唉，珍嫔福厚之人，不是臣妾这等无福之人可比的，只盼着将来他生下皇子之后，可以看在过往的情分上，不要伤害臣妾的三皇子。你怎么知道他会一举得男？你瞧皇上，护他护得跟什么似的，除严太医之外，都不许旁的太医给他把脉，难道不是怕咱们知道他怀的是健康的男胎吗？皇上他这是防谁呢？严太医，严太医呢？快把他带来！珍嫔娘娘肚子疼。八成是假的，他家娘娘心里有数着呢，面上却是还着急忙慌的跑去偏殿将严太医叫出来。严太医该知道怎么说的，娘娘她说肚子疼。严太医挥挥手，他还能够不知道珍嫔娘娘的戏精属性吗？当初自己就是被他的演技骗过去的，被拉上了这艘贼船的。平日里把脉只需片刻就能够出结果了，可这次都是过了半炷香的时间了，严太医还捋着他那2撇小胡子，神色看不出个什么来。江心月暗中瞪了严太医一眼，差不多得了，本来就没事儿嘛，你这还演上瘾了，一会儿皇上怪罪起来，本宫可是救不了你。严太医咳嗽了几声，收回盖在江心月手腕上的帕子。皇上恕罪，实在是今日珍嫔娘娘受到的惊吓太多，微臣怕娘娘惊了胎，才会久了一些。无事，珍嫔如何？皇上宽心，珍嫔娘娘底子好，孩子没有大碍，只是珍嫔娘娘自己有些吓着了，微臣给她开2剂安神汤便可。那她肚子怎么会痛？回皇上的话，孕妇到了晚期，由于胎儿长大，肚皮撑得太紧，在走了太多路、太过劳累的情况下，肚皮发紧，造成疼痛是正常的，只要好好休息休息就能缓解。微臣瞧着珍嫔娘娘，只怕随时都有发动的可能。明日就回家去，把微臣那不生气的女儿送进河西宫来照顾娘娘。严太医的女儿与月儿有缘，连名字都有些相似。既如此，来宫里给月儿解解闷也使得。祖祖，我以为祖祖不要我了。钱胜只觉得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昏迷时看到光怪陆离的高楼和4个轮子跑得飞快的小盒子，盒子里头都装了人，耳边到处都是滴滴的声音。天空很蓝，但他不知道身在何处，人们穿得奇奇怪怪的，好像看不见他似的，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老人家小心！就在他抬脚向前走了几步的时候，突然从模模糊糊的人群里头冲出来一个人影，撞在他的身上，他直接就被撞醒了。刚才叫老人家小心的那个女子，好像被4个轮子的盒子撞飞了，就倒在他的不远处，血流了一地。是不是为了救他死了呀？最让他惊恐的是，虽然那个女子一头火红色卷曲的头发，穿着露胳膊露腿的奇装异服，但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女子正是珍嫔娘娘。珍嫔娘娘怎么会在他的梦里啊？而且还为了救差点被小盒子撞死的自己，死得那么惨。祖祖，你怎么不说话？还有哪里不舒服吗？祖祖，我再去请严太医伯伯来给你。不用了，祖祖没事了。
我就知道祖祖会没事的。甄娘娘也说了，祖祖一定会醒过来。钱尚的脑子里头轰的一声，真嫔娘娘是从那个奇怪的异世来的天外之人，是我把真嫔娘娘带过来的。是为了拯救四皇子吗？娘娘，圣公公醒了，说是想带着四皇子来谢恩。宣武帝喝水的手一顿，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个儿子在真嫔这里呢。皇上今日归来也是为了四皇子的事吗？既然如此，喜鹊，宣他们进来。到甄娘娘这儿来。甄娘娘真乖。宣武帝咳嗽了2声，江心月在四皇子的耳边说了句什么。甄娘娘说你是我的父皇，你是不是？祖祖说父皇是会保护小朋友的大人，你会保护我吗？你祖祖说的对，朕就是你的父皇。您是我的父皇，那甄娘娘也一定是我的母妃了。真嫔娘娘恕罪，四皇子从小除了奴才，他从未被人真正疼爱过，所以真嫔娘娘对他好，他就以为娘娘是他的母妃了。四皇子还小，他什么都不懂，奴才求皇上和真嫔娘娘给他一条活路吧。皇上，臣妾很喜欢四皇子，可不可以让臣妾抚养他？可能是臣妾也即将为人母，所以与四皇子极其投缘。臣妾瞧着他，就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皇上一样，倍感亲切。臣妾的小六就要出生了，四皇子留在这里，也好给小六做个伴儿。臣妾相信他会是一个好哥哥的。见皇帝没有很反对的样子，江心月趁热打铁。四皇子，你愿不愿意以后都在甄娘娘这里，让甄娘娘做你的母妃？我愿意，我愿意的。小四取名字了吗？回皇上的话，还不曾取名。奴才斗胆，请皇上给他取个名字。三皇子名为沈明轩，五皇子名为沈明胜，那四皇子就叫沈明满。江心月瞬间就明白皇帝取满字的寓意。你父皇希望你日后的日子都圆圆满满，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是个好名字呢。以后母妃就叫你小满了。小满有父皇和母妃了，小满有父皇和母妃了。他的高兴感染了宣武帝，也是跟着一起笑出声来。钱胜满意的看着这一切，不愧是他亲自选中的人。真嫔娘娘果然是心地善良，充满了爱心，这应该就是佛家所说的种善因得善果了。四皇子，这边，把球踢过来。严心怡已经入宫，江心月没有什么事儿，就让他和四皇子一起出去玩。起初四皇子还不愿意呢，看到宫女太监总是躲在严心怡的身后，怕他们欺负自己，但是祖祖和严姨姨都鼓励他，他也就鼓起勇气出来了。过了10多天，他已经开始自己在皇宫里四处疯跑了。这不是四皇子吗？奴才给四皇子请安呐。你们这几个人都是当初在冷宫欺负他和祖祖的人。放肆！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任由你们欺负的小孩了，我有母妃和父皇，我是四皇子。你们胆敢动我一根头发，我母妃不会放过你们的。呀，你真以为真嫔娘娘收养你是真心的呀？你别忘了，真嫔娘娘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到时候她的亲生孩子出生了，她哪里还记得你这个野种啊？你就是皇上不要的野种，你亲娘都被你克死了，真嫔娘娘怎么会喜欢你呀？皇上也是看在真嫔娘娘的面子上，对你疼爱几分。只要真嫔娘娘的孩子生下来，真嫔娘娘不要你了，你就又是野孩子了，皇上才不会喜欢你。你们胡说，母妃是真心喜欢我的，你们胡说，我会陪弟弟一起玩，母妃不会不要我的。四皇子您在哪儿啊？快出来，要下雨了，真嫔娘娘让奴婢来救您回去。四皇子最近就爱和人玩躲猫猫，河西宫里的宫人宠着他，他像是要把从前缺失的童年乐趣都弥补回来似的，很享受躲起来被好多人找到快乐。
严心怡捡个球，一眨眼的功夫，四皇子又躲起来了。一声惊雷打在御花园的上空，几个小太监嘻嘻哈哈的从隐秘处走出来。你们给我站住！抓住他们！四皇子在哪儿？太监还想要糊弄过去，说四皇子在哪儿？在那儿。石堆后面，四皇子晕倒在地。严心怡赶紧把人抱起来往河西宫跑去，还不忘回头道：把他们给我押上来，等候娘娘处置。小满晕倒了。江心月猛地一起身，肚子就传来一阵的疼痛，后腰被抻着了似的，一阵阵的发酸。还好，只是怒急攻心，晕了过去。那几个太监呢？带上来，本宫倒要看看是谁给了他们雄心豹子胆，敢欺负本宫的儿子。4个太监齐刷刷的跪在地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珍嫔娘娘收养四皇子，只是为了假装自己很有爱心，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四皇子的死活吗？怎么瞧着不像呀？钱胜在看到那4个人的时候，牙齿咬的是咯咯作响。珍嫔娘娘，奴才……盛公公，掌嘴！冷漠的声音一出来，早就等在一旁的江川塞了一把戒尺在钱胜的手里，并且用坚定的眼神鼓励他，好像在说：上吧，把您和四皇子这些年所受的委屈全部都发泄出来。20几个巴掌过后，那太监终是顶不住了，重重的摔在地上，连板牙都吐出来了2颗。珍嫔娘娘，奴才该死，奴才不该觊觎四皇子身上的钱财，奴才……掌嘴！没有半句多余的废话。钱胜脱力之后，江川撸起袖子就上了。让你们这群丧心病狂的禽兽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和小孩，让你们克扣慎公公和四皇子的用度，害他们身子骨差，让你们狗眼看人低，自己在外头受了气，回去发泄在老人和小孩身上，让你们疯狗似的，四皇子都有靠山了，还敢来犯贱！抽不死这些杂碎，他都不姓江了。珍嫔娘娘，这可是动用私刑，宫规有定，皇宫中的嫔妃与宫人应当全都由皇后娘娘掌管，宫人的赏罚都必须由皇后裁定。珍嫔娘娘却在河西宫私设刑堂，这有违宫规。那又如何？你去告本宫啊！告给谁呀？若是告给皇上，皇上定然会不问缘由就处死他们。告给皇后娘娘嘛，那肯定也是要问问缘由的。涉及到欺负殴打四皇子，按照宫规，那就不是打巴掌那么简单了，那是要杀头的。就剩你一个了，是坦白从宽，还是被本宫这婢女打死不论？你自己选，本宫很仁慈的。不喜欢看死人，你好好想想。喜鹊拿着滴血的戒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奴才说，是德妃娘娘，是德妃娘娘让奴才们来。喜鹊，掌嘴！不说实话，妄想祸水东移，该打。不，是梁妃娘娘让奴才们来挑拨您和四皇子的关系。奴才也没想到四皇子的反应会这么大，竟然会晕过去，所以奴才几个才动了歪心思，想把四皇子身上值钱的东西抢了，拿到宫外去卖。梁妃娘娘也太过分了，有什么事尽管冲着大人来，对小孩子下手算什么？心怡，你确定本宫腹中的胎儿就算是被撞一下也不有什么损伤吗？娘娘，您看着好像孩子就在您薄薄的一层肚皮里，其实宝宝穿了7、8层保护罩呢。好，江川、喜鹊、霜降、小轩子、心怡，抄家伙，跟本宫走。几声巨响，吓得梁妃从小气的贵妃椅上坐了起来。外头雷声阵阵，还在下着特大暴雨。她长舒一口气，原来是打雷下雨呀，吓死她了，还以为珍嫔打上门来了呢。娘娘，不好了，珍嫔娘娘打上门来了。梁妃整了整衣裳，刚打开寝殿的大门，一个花瓶就迎面飞来。住手！你们给本宫住手！顺安宫里已经是一片狼藉，梁妃最爱的那些摆件瓷器，
玉壶、白玉盘都被砸得稀巴烂，他的心简直在滴血呀！珍嫔，你在做什么？疯了吗？还不让他们住手！奴才见过梁妃娘娘。奴婢见过梁妃娘娘。臣妾给梁妃娘娘请安。不好意思啊，梁妃娘娘，臣妾的肚子不方便，您多担待。你仗着皇上的宠爱，竟如此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你跟本宫到皇后娘娘面前去辩个分明！真的要去吗？那不如把皇上也叫来，把四皇子和你指使去离间臣妾和四皇子关系的几个太监都带上，让皇上和皇后娘娘都来评评理。梁妃娘娘这下作手段，值不值臣妾砸了你的顺安宫？本宫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心里懂就行了，嘴硬没用。臣妾警告梁妃娘娘，下次再敢对小孩子伸手，就别怪臣妾不念旧情，把手段用到大公主身上了。江心月，你为了那个孽种，要伤害视你为朋友的大公主？梁妃娘娘口中的孽种，现在是臣妾的儿子，他在臣妾的羽翼之下，臣妾就有责任保护他的身心健康。咱们之间的争斗，您冲着臣妾来，臣妾有什么招都接着。江湖寻仇都知道，祸不及妻儿，是梁妃娘娘您先坏了规矩，就不要怪臣妾不讲情面。江心月知道，只是挑拨离间而已。皇帝就算想严惩梁妃也不可能，他身后还有他爹呢。大燕朝9位封疆大吏之中，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广东和广西2省的军民政务。皇上要用梁妃身后的顾家，梁妃不犯大错是动摇不了的。思及此，江心月走到梁妃的身边来，故意激怒她。臣妾听皇上说，年底扶桑王子要出使大燕。这位扶桑王子正值青春，年方28，听说去年才死了王子妃，今年想来咱们大燕求娶一位公主回扶桑去。臣妾看来看去，也只有大公主的年龄与扶桑王子相配了。放你娘的狗屁！梁妃直接气得想要爆粗口。扶桑那种弹丸小国，她的大公主嫁过去，整天闻鱼腥味吗？要不然臣妾跟皇上提一嘴，就让大公主……你给本宫闭嘴！血！珍妃娘娘，珍妃娘娘流血了！江心月是看准了再撞的，撞的时候呢，还用手掌垫着肚子，将藏在裤腿里的割血薄膜掐破了，造成出血的假象。天还没亮的时候，江心月就已经感觉到肚子的阵痛了。她的预产期啊，就在这几天的。倒地的一瞬间，江心月感觉到肚子里头砰的一声，下身瞬间就湿透了。心怡，本宫的阳神破了。皇上，不好了，不好了！珍嫔娘娘要生了。会不会说话？珍嫔娘娘要生了是好事，什么叫不好了？他这么做是怕皇帝责怪唐世良，心里头起了芥蒂，以后唐世良的路就难走了。不是，珍嫔娘娘是自然发动的，那自然是好事。但坏就坏在珍嫔娘娘是被梁妃娘娘推倒，撞在桌角上，流了好多的血。这会儿严太医和严姑娘、李嬷嬷和向嬷嬷带着4个稳婆都在河西宫的产房里。听说珍嫔娘娘叫得十分惨烈，也不知道。眼前一阵明黄色闪过，玄武帝的身影就冲出了承乾宫。皇上，伞要打伞！臣妾参。珍嫔呢？珍嫔在里头呢，严太医守在外头，严姑娘在里面，隔着屏风和严太医报告着珍嫔的情况。疼死我了！我不生了，我不生了，我生不出来。娘娘，您现在还不能用力，小心会撕裂。一定要有很强烈的憋不住的感觉了，才可以用力。你听向嬷嬷的，吸气，对，吸气，呼气。严太医，珍嫔怎么样了？珍嫔娘娘的肚子被猛烈撞击，还不到生产的时候，羊水就被撞破了。这稍有不慎，恐怕一尸两命呢。他也不想说的这么严重，但是珍嫔娘娘命令他必须这样说呀。父皇，是不是小满不乖？如果小满乖一点，
不要出门，母妃就不会有事了。钱胜，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梁妃为何要推倒珍嫔？钱胜眼睛红红的，把四皇子在御花园里头玩耍的时候，被从前欺负过他的太监带到偏僻的地方，说些挑拨珍嫔娘娘与四皇子关系的话，气得四皇子晕过去的事情说了一遍。珍嫔娘娘从太监们的嘴里得知梁妃娘娘是幕后主使，想到梁妃娘娘近日里来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气不过她对年幼的四皇子下手，所以带着人上舒安宫讨说法。舒安宫的奴才推三阻四的不让珍嫔娘娘进去，娘娘一气之下砸了梁妃娘娘的舒安宫，这才见着了人。过后两位娘娘互相对峙了几句，不知为何，梁妃娘娘突然推了珍嫔娘娘一把。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在场的奴才都没听清他们说的什么。梁妃呢？梁妃自知做错了事，失手推倒了珍嫔，自己冒雨跪到后院里头去了。他这毒妇想杀了珍嫔，杀了朕的孩子，以为零点雨就能一笔勾销了。皇上息怒，让他给朕好好跪着，朕回头再找他算账。现在最要紧的是珍嫔能够平安生产。我憋不住了，我真的憋不住了，可以生了吗？痛死我了！娘娘，用力，现在可以用力了，用尽你全部的力气，屏住呼吸，数20个数，数完再换气。我真的不行了，我生不出来啊！娘娘，您不要放弃啊！娘娘，不可啊，皇上，女子产房乃是污秽血腥之处，自古男子都是不可进的，否则将来大燕朝一旦发生了什么祸事，人们都会怪在今日的珍嫔身上。皇上进去帮不了珍嫔，反而会害了她呀。鱼儿，鱼儿，你别怕，朕就在门外陪着你，朕哪儿都不去，你一定会平平安安把团子生下来的，朕相信你。实在不行，朕一定会保大，你别怕呀。你闭嘴！我的团子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生出来的。娘娘，看到小主子的头发了，您再加把劲儿。皇上不要着急，这妇人产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初德妃生三皇子的时候，不也是生了1天1夜吗？那怎么能一样？皇帝差一点就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朕知道，让无关人等都退下，这里有朕和皇后在就行了。德妃生三皇子的时候都已经20几岁了，前头还有生2公主的经验在，自然是不怕的。可是他家的月儿还不满18岁呢，自己还只是个孩子，这就要给他生孩子了。他那样娇气的一个人，多喝一口汤都觉得撑得慌，耍脾气不肯喝的人，怎么受得了生孩子的痛啊？江心月正在卖力的表演，就听李嬷嬷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好像是剪子。你想用剪子做什么？你懂什么？珍嫔娘娘再生不出孩子，孩子就要憋死了。我用剪刀将珍嫔娘娘的产道剪开，过后再用线缝上，这样就能母子平安了。我们娘娘不需要，这才1个时辰，根本算不得太久。我们娘娘很快就生出来了，不需要切开。你们这是要害死珍嫔娘娘！你们吵什么？珍嫔如何了？回皇上的话，民妇在救珍嫔娘娘，可是李嬷嬷却百般阻挠，不让民妇救，实在是其心可诛呀！娘娘根本就不需要你救，你这是趁着娘娘无法动弹，想毁了娘娘。皇上，侧切之法只适用于胎儿过大无法正常产出时的极端之法。微臣给娘娘摸过胎，胎儿应当只有6斤左右，娘娘自己完全可以生出来的，并不需要侧切呀。把那稳婆带出来，乱棍打死。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是民妇是被逼的，皇上饶命啊！生了！许是一整个孕期，江心月吃得健康，心情也好。6皇子并没有红彤彤、皱巴巴的，像个猴子样。他生下来就面白唇红，一双大大的眼睛只睁开了一瞬间，又马上闭上了。
向嬷嬷手脚麻利地给江心月收拾干净脸上的汗珠，又让喜鹊把热水端过来给她擦身子，给她把汗水浸透的衣服换下来，确定她现在像是一个失了力气的病美人后，才对李嬷嬷道：“出去报喜吧。”霜降从妆帘里头拿出了胭脂，飞快地在江心月的眼角两边点了一些些，营造出病弱但是艳丽的冲击感。月儿，月儿，你吓死朕了！朱皇后脸上带着浅淡的笑，心里却是暗暗心惊。这甄嫔怎么回事儿？妖精变得不成？人家生孩子邋里邋遢，浑身都散发着汗臭味，眼窝凹陷，嘴唇干裂。她怎么皮肤白净中还透着一抹粉红？发丝凌乱，但是每一根头发都在她该在的位置上，美得像只狐狸精，会勾人的那种。最重要的是，这房间里头充斥着一股淡淡的香气，并没有浓重的血腥味儿。她生个孩子，怎么跟去内务府做了个美容一样啊？哎，皇后娘娘恕罪，臣妾实在无法起事。啊，你好好的躺着，不要乱动，身子要紧。皇上，抱抱小团子吧。臣妾听稳婆说，刚出生的孩子如果被父亲抱过的话，会更有安全感，将来也会和皇上关系更亲密呢。皇上是男子，这大燕朝有几个男子是会抱刚出生的婴儿的？甄嫔还是不要为难皇上了。你若是不介意，本宫能不能抱？给朕试试，朕试试。这感觉好神奇呀！臂弯里头这个还不足他半臂长的小小的奶团子，是他和甄嫔的孩子。他那么软，那么小，看起来脆弱的就像是一颗鸡蛋，不精心呵护的话，很容易碎的。皇上真厉害，这么快就学会了抱孩子，臣妾都还不会。等臣妾能恢复体力，皇上可要教教臣妾。你看看，团子长得像不像朕啊？这鼻子，这嘴，简直和皇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臣妾瞧着和小满怎么那么像啊？朱皇后看着那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场景，她眼眶湿润，露出了羡慕的神色来。江心月看了她一眼，主动道：“皇后娘娘，你也抱抱小团子吧，您是他的嫡母呢。”我，本宫可以抱吗？当然可以。皇后小心点。他长得真可爱呀，一点都不像皇帝那副凉薄的嘴脸，看着乖巧极了，倒是很像甄嫔。皇上，皇后娘娘，臣妾错了。梁妃娘娘，您不能进去。甄嫔娘娘才生了孩子，您这一身水气，万一冲撞了六皇子。本宫不进去，本宫就在这里，等皇上跟皇后娘娘。李嬷嬷，把六皇子抱下去喂奶。月儿，你好生休息。朕处置了梁妃，再来看你。梁妃娘娘，她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当时臣妾也有错，那些太监欺负小满，说是梁妃，臣妾太冲动了，不应该带人去砸顺安宫的。这件事月儿不用管，梁妃她这性子，朕早就受够了。从前她虽然总是犯口舌是非，但也从未对孩子用什么手段。没想到近来越来越过分了，朕这次不狠狠教训她，她都要不知天高地厚了。让她进来。梁妃，你为何要推倒甄嫔？回皇上，皇后娘娘，臣妾推倒甄嫔固然不对，但也是甄嫔出言不逊在先。她竟然要向皇上提议，把大公主嫁给扶三国那个死了王妃，年纪都足够做大公主父亲的王子做继室。臣妾一时气愤，才失手推倒了她。简直一派胡言！甄嫔方才还在里面为你说话，你真的是不值得她对你这么宽容善良。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想的不是给她赔罪，你还要陷害她。臣妾没有，皇上若不信，大可以叫甄嫔出来对质。臣妾若有一句假话，就……梁妃娘娘为了让臣妾落下病根儿，还真是煞费苦心了。臣妾今日就是死在这儿，也要和梁妃娘娘说分明。臣妾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扶桑王子，也没有说过要将大公主嫁给扶桑人。你明明是你说。够了！扶桑王子年方时期从未娶亲，何来死了王妃要娶继室一说？
朕不知道你从哪里听说扶桑王子向朕求娶公主，但朕告诉你，是真嫔说扶桑小国配不上我大燕的公主，朕才回绝了扶桑国和亲的请求。你说真嫔要让大公主远嫁扶桑，这怎么可能？宣武帝只是跟江心月提了一嘴，没想到他也坚决反对送公主和亲，言语之间对扶桑国还很是不屑，说的话也同江爱卿差不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公主过去那就是渡劫，渡不成枉送了性命，岂不是害了公主？这样一个人会像梁妃说的那样？不可能。梁妃品行不端，行事莽撞，不知悔改，即日起贬为余妃，禁足3月，罚俸半年。顺安宫的工人未尽劝阻之职，全部重打50大板。若还有下次，就把顺安宫的工人全都换了。朱皇后根本就来不及说上半句话，宣武帝紧接着又道：真嫔生子有功，为朕诞下灵儿，擢封为4妃之首，贤妃，保留封号，待6皇子满月之时，一道行册封礼。不是的，皇上，臣妾真的没有说谎，真嫔她真的就是那么说的。皇上，臣妾不是不同意您立真嫔为贤妃，但是后宫比她资历老的还有德妃和容妃，就连金昭仪入宫的时间也比她长了许多。皇上此举怕是会寒了他们的心呢。再说了，真嫔年纪还小，若是此次就封了贤妃，也压不住后宫那么多年长的嫔妃呀。不如先立真嫔为真妃，等过2年，她资历老一些了，再封她为贤妃也不迟啊。说的挺好听的，好似处处都是在为江心月着想，但是后宫之中，兰人晋升如杀人父母，江心月却依然不愿。皇后娘娘，您做皇后的时候是不是也才10多岁啊？朕是皇帝，是天子，是天下之主，朕不过是要立一个女子为妃，何时还要看嫔妃的脸色？到底是朕让他们寒心，还是让皇后你寒心啊？臣妾没有这个意思啊，只是怕真嫔年纪小，没有威严。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妾便恭喜真贤妃妹妹了。臣妾多谢皇后娘娘。娘娘，梁妃她自寻死路，这回皇后娘娘必须提您为贤妃了。德妃和梁妃一样，是坚定的皇后党。梁妃不中用了，难道还轮不到她？事实证明，真的轮不到她。江心月才生下6皇子2个时辰都不到，王德全就带着皇上封江心月为真贤妃的圣旨，小谕了6宫。真没想到，皇上居然封了真嫔做4妃之首，她才入宫不到2年呢。这速度，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嫔妃晋升的这么快的。就算于妃娘娘犯了事儿，也还有德妃娘娘，怎么也轮不到真嫔吧？皇上这不是胡闹吗？嘘，你不要命了吗？这话传到真贤妃的耳朵里，你是要害死我们大家吗？我的错，我不说了。绿衣，回延庆宫，本宫这贺礼得换一份更大的了。原本是想去河西宫送贺礼的，顺道再看看6皇子。这会儿听到宫人们的议论，德妃不得不换上一份更加贵重的大礼。你们在说什么？也说来给本宫听听。德妃娘娘，奴才该死！几个躲懒的宫人没有想到被德妃抓了个正着，都吓得跪在了地上。但他们实际上是不怎么怕的。德妃娘娘最是宽容大度，从来不为难奴才们。你们这会儿不在自己宫里当值，跑来这里说真贤妃娘娘的是非，是嫌自己的脑袋在脖子上戴得太久了吗？奴婢不敢。奴才不敢。本宫看你们敢得很。来人，把他们带去河西宫，让他们跪在真贤妃娘娘的宫门口，自己掌嘴。皇上放在心尖尖上宠着的人，本宫都不敢斥悔，哪里容得了你们这群奴才在这里嚼舌根？真贤妃可是没有德妃娘娘的慈悲心肠，几个宫女太监哭喊着求饶，但是这次德妃却半点也不留情面，让人押着他们去了河西宫。什么人啊？上赶着来给我家娘娘添堵，罚他们去洗公桶就是了，不用惊动娘娘，等娘娘睡醒再向她禀告就是了。喜鹊、霜降，发生什么事了？6皇子呢？
回娘娘的话，六皇子喝了奶睡了，奶娘和李嬷嬷怕他惊着娘娘，带下去照顾了。四皇子和圣公公都在，娘娘不要担心。你们刚才说要罚谁去洗公桶，是我睡着的时候又发生什么事了？娘娘，奴婢原先瞧着德妃娘娘也不是那么坏的人，叶婕妤还抓了霜降的家人，威胁她害娘娘。梁妃又坏得很，满宫上下都说德妃娘娘是个大好人。奴婢今日算是见识她哪儿好了。她哪儿好啊？她哪儿好啊？就她自个儿一个人好呗。凡是和德妃对上的都是坏人，就她一个善良美好不做作。明知道娘娘您刚生了六皇子，又被皇上封为了四妃之首，却弄了几个乱嚼舌根子的奴才跪在咱们宫门口张嘴。有人打听，就说是他们妄议娘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娘娘罚的他们，少不得又要被人说嚣张跋扈。奴婢出去的时候，那些人都跪了好一会儿了。旁人打听，他们说因为他们妄议主子，被德妃娘娘罚跪在咱们宫门口来认错的。这一下子后宫里肯定都在传娘娘您恃宠而骄，为德妃娘娘不值了。气什么？能把佛系老好人的德妃激怒出手，说明她心里存着的气马上就要压不住了，她动手才好呢。本宫就能抓住她的狐狸尾巴。不要罚那些宫人，对他们温柔一些，给他们赏赐一些去红肿的伤药，告诉他们本宫最不喜欢体罚宫人。今日德妃娘娘心情不好，才拿他们出气，让他们不要记恨德妃娘娘。要知道德妃娘娘是最仁善，见不得宫人受伤的，她肯定不是故意的。就差明摆着告诉人家德妃嫉妒她当了四妃之首，所以故意拿宫人撒气，而且还想让她来背锅呢。我看这次呀，他们死定了。贤妃娘娘新官上任三把火，肯定是要拿他们立威的。谁让他们不好好干活，跑去扎堆说主子们的是非呀，也是活该。不过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啊，梁妃，不，余妃娘娘再不济，也还有德妃娘娘，怎么也轮不到珍嫔升贤妃之位啊。真可怜，宫女太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哎，别说了，别说了，河西宫里的人出来了啊！这可怜劲儿的，都快起来！我们娘娘今日大喜的日子，不和你们计较。只是你们下次再要议论主子，可要找个隐秘点的地方，别再被德妃娘娘抓住了。你们不由分说就跑来这里跪着打自己巴掌，我们娘娘听说后呀，都吓坏了，让我给你们送点治伤的药。你们呀，也别记恨德妃娘娘，她这段时间该是心情不好的，你们看见了躲远点就是了，免得遭殃。她好像在说，你们都听见了，跟我们娘娘没关系，都是德妃抓了他们来打的。我们娘娘大喜的日子可不想见血。刚才那几个还夸德妃仁善的，这会儿都面红耳赤起来。是啊，他们看到宫女太监跪在河西宫门口打自己巴掌，下意识的就觉得是贤妃新官上任三把火，挑了底下人的错处来立威。可是德妃娘娘要是真为贤妃娘娘着想，就应该私底下处置，怎么在真贤妃的好日子里送这些人来添堵呢？从这日之后，德妃笑面虎的外号就在宫女和太监之间流传了起来。等德妃发现之后，她假惺惺的真面目已经是流传甚广。李嬷嬷，本宫胸胀。娘娘，这是麦芽水，喝了可以断乳的。江心月一口气将一大碗的麦芽水都喝光了，可是因为毒奶的缘故，还是胀得很难受。断奶也没有这么快就见效果的。向嬷嬷心疼得很，晚上老奴用热水给娘娘敷一下，再用手法帮娘娘通奶，到时候可能有些疼，娘娘您忍着些。长痛不如短痛，怎么能快些退下去就怎么来吧。娘娘要不要起来走走？我爹说夫人生产后尽快下地走走，有助于恢复，还能帮助恶露的排出。本宫的尾椎骨跟断了一样疼，不知道是不是盆骨倾斜了。回头我问问我爹，看看太医院哪个太医善正骨。夏嬷嬷，别忙了，你下去休息一下吧。这一整天你忙得够呛了，晚上不是还要帮本宫通乳吗？不保留一点体力，
他都担心晚上向嬷嬷再使一把力气就会晕过去。多谢娘娘体恤，老奴不累。六皇子满月之后，李嬷嬷就要出宫养老了。向嬷嬷若是不嫌弃的话，就做六皇子房内的管事嬷嬷吧。做六皇子的管事嬷嬷，那不就等于是河西宫的掌事嬷嬷吗？毕竟娘娘现在整个河西宫最金贵的就是六皇子了。娘娘把六皇子交给他，是对他的信任。而且他没听错的话，娘娘这个意思是要留下他了吧？老奴这就下去休息，等娘娘用了晚膳，老奴再来给娘娘通乳。宣武帝进了河西宫，就大步进入了江心月的寝宫，听见他的呼痛声就往里头走。但是接下来看到的一幕让他大为震惊，并且脸红害羞了。只见江心月那雪白的身体只盖了一层薄薄的真丝棉被，上半身几乎是全部暴露在他的眼前。皇上，可不可以去外面等臣妾啊？宣武帝的眼神都不敢再看过去了，生怕鼻血流出来会被宫人耻笑，赶紧转身，颇有落荒而逃的意思。江心月勾唇一笑，继续，本宫并没有那么痛，嬷嬷不要害怕。娘娘怎知皇上会在这个时候来？他不是说了要来陪本宫用晚膳吗？现在正好是晚膳的时辰。这贤妃娘娘可真是块做宠妃的好料子，时时刻刻都在战斗状态中，绝不会让皇帝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再一次庆幸自己跟对了主子呀。王德全，你热不热？不热呀。宣武帝清了清有一些暗哑的喉咙，像个要见心上人一样的毛头小子，想着江心月那妩媚的模样，竟是不自觉地笑了起来。这就是汝阳王说的每日见到汝阳王妃都会心动的感觉吗？我怎么感觉皇上忘了还有六皇子这个人啊？的确是。皇上从进门就顾着去看娘娘了，连问都没有问一声六皇子。他们俩猜的一点都没有错，宣武帝完全忘记了江心月已经为他生下了六皇子。用过晚膳，向嬷嬷也是从里面出来了，他还顾着端了装了乳汁的铜盆从他眼前走过，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扑鼻。再度想起刚才那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宣武帝差点没被一口热汤给呛死。王德全赶紧递上了帕子，心里头寻思着：皇上今日是怎么了？如此频繁失态，明明刚才在承乾宫还念叨着要给六皇子准备几个得力的宫女和太监，要唐世良去内务府吩咐工匠打造各色木质的摇篮和玩具，心心念念都是六皇子，怎么到了河西宫反而不闻不问了？去把六皇子抱过来给朕看看，可还疼？娇羞的美人摇摇头，唇边淡淡的笑意显出万分的温柔。突然，六皇子憋得眉毛通红，小脸皱成一团。江心月听得一声屁响，六皇子好像被吓了一跳，嘤嘤地哭了起来。他好像拉臭臭了，喜鹊，快去打热水来，给六皇子换尿布。等李嬷嬷和奶娘一起给六皇子换完尿布，又放在江心月的身边睡着了。他怎么一直在睡啊？皇上，刚出生的小婴儿一直睡才好呢，这样身体才长得好。原来如此。原本是说你生孩子的时候要把你母亲接进宫里来的，结果你这突然一提钱，朕慌得什么都忘了。朕活了30年，还是头一次这样慌张。臣妾也怕死了，但是当时没力气生了。但是皇上在外面说会一直陪着臣妾，臣妾又拥有了力量，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皇上，刑部尚书夫人江阮氏在门口候着了，让她进来。皇上不是说……所以你一生完，朕就命人去江府报喜了，顺便把人接进宫来。臣妇参见皇上，参见贤妃娘娘。夫人不必如此大礼，
过来看看月儿和你的小外孙吧。他也很想留下来过夜，但他听说小夫人产子之后会格外的想念自己的母亲，所以才急忙把阮氏接进宫来，希望月儿坐月子期间有了娘亲的陪伴，可以开怀一些。哎，我的乖女儿受苦了。哭完之后又擦干净眼泪，满目慈爱地看向了在一旁躺着的六皇子。我的小乖乖，长得可真好看呀，像你娘。给外祖母笑一个啊！娘，她才生下来不到1天，她哪里会笑啊？哎呀，你不要小看人家好不好？你刚生下来那一会儿都会笑的。人家说儿似母，女似父，说不定她就像你这般早会呢。阮氏话音刚落，六皇子的嘴角就往上抽了抽。看到没？我们家小团团知道外祖母来看他了，高兴得不得了呢，是不是啊？行吧，她长得美，你说什么都对。娘，突然想到去年年夜饭的时候，便宜爹说周氏缠绵病榻的事情，大夫人的病情如何了？本来前几日都快咽气了，但是你爹说六皇子马上要出生了，让大夫用人参吊着一口气呢，也就这段时间的事了。一定要让他撑过满月夜，不能给有心之人留下把柄。回去我会跟你爹说。泽根儿他们的会试怎么样了？妍姐儿今年过了年就14了，是不是可以说亲了？泽根儿会试差一点点就中了，你大哥差得有点远。周是因为这个心里存着气落的水，才会病得这么严重。你爹说了，下一届科举还要3年。泽根拜了嵩山书院的山长为师，去嵩山求学去了。至于你那几个堂兄弟，他们年岁大一些，我总听你爹跟他们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估摸着呀，等六皇子满月宴结束，他们都要外出去游学了。也不要忘了嘱咐他们，出门在外多留个心眼儿，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那也有可能不是馅饼，而是陷阱。若是连累了我是半点情面也不会讲的。我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可别怪我心肠冷硬。阮氏把他的话全部都记在了心里。我回去会转告给你父亲的。容妃娘娘的伤口深可见骨，肯定是会留下疤痕的。微臣等会儿尽力让容妃娘娘的疤痕恢复的淡一些、小一些，颜色浅的话可以用粉遮一遮。女子梳妆时都敷粉，把脸上的粉敷到身上，同样能够遮丑。王德全，朕记得之前高句丽在进贡的礼品里有极品去横胶，你让人去拿2罐来给容妃。是。王德全看了皇上一眼，这才跟着太医和医女们一起退出去。爱妃啊，你的剑伤未愈，不宜下床走动，朕会安排工人好好照顾你。今日天色已晚，朕就不妨碍你休息了，朕改日再来看你。表哥，不是贤妃，就谁都不可以，是吗？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滞。宣武帝抽回衣袍，脚步不减地出了寝宫。有时候沉默就已经是最好的回答了。娘娘，皇上去哪儿了？奴婢听皇上说要回承乾宫。本宫还以为他这样着急是要去河西宫陪贤妃呢。皇上派人出宫，把珍妃娘娘的母亲接进宫里来了。他不去河西宫，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去，而是要为着贤妃着想，把空间和时间留给他们母女2人叙旧，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贤妃保持心情舒畅。怎么回事啊？平时我们大公主吃的最香了，今日怎的不动筷？可是甄娘娘这儿的吃食不合大公主的胃口了？不，没有，很好吃的。三皇子，你还记得甄娘娘跟你说过的，大人之间的恩怨和你们小孩子没有关系吗？记得，父皇也是这么说的。你还记得你总是欺负小满？小满他和小团子一样，都是你的弟弟，是你的骨肉至亲之人。甄娘娘希望，不管你听到谁说小满的不好，
都要第一时间站出来帮他说话，因为他和你啊，和小团子一样，都是你父皇的孩子，你们才应该是最亲的人，知道吗？可是于妃娘娘说她是杂种，她娘是最低贱的罪奴，她不配和我们一同。是谁教你说这样的话？一道震怒的声音传来，那双充满了压迫性的眸子瞪着三皇子，将他吓得哇哇大哭。父皇，您用早膳了吗？母妃她这里有好多好吃的，儿臣可以分一点给父皇。四皇子和你一样是朕的儿子，他若是杂种，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小孩子懂什么？不过是照着大人的态度对小满罢了。皇上若是生气，就该去找于妃和德妃，让他们以后说人是非避着孩子们点儿。要在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里对着没有明辨是非能力的孩子大吼大叫。朕这不是一时情急，怕他说的话伤害到小满吗？保护小满的方式不应该是以伤害三皇子为代价，你这样只会让三皇子越来越讨厌小满。我们三皇子这么乖巧懂事又有爱心的小朋友，肯定可以和弟弟好好相处的，对不对？朕娘娘，我错了，我不该欺负小满。甄娘娘啊，就知道三皇子肯定不是故意的，那你愿不愿意向小满道歉呢？我相信小满也很想和你这个哥哥做好朋友的。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自尊心是最强的，因着要道歉，还有点不好意思，涨红了脸道：“小满弟弟，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你，我以后肯定不这样了，你原谅我好不好？那我们以后就是好朋友了，对不对？”大公主叹了口气，只觉得自己的母妃输给甄娘娘，应该是心服口服的。只看她三言两语的就让父皇没了脾气，而且还把发脾气的父皇教训得服服帖帖的。整个皇宫上上下下没有哪个娘娘有这个本事，像是驯服了一头猛兽的驯兽师。甄娘娘因为驯服了父皇这头凶猛的野兽，而显得格外的不好惹。你说朕偷偷的把六皇子带上朝，会不会被发现？他现在都能够熟练的给六皇子洗屁屁、换尿片了。毫不夸张的说，要是他像奶娘一样能喂六皇子喝奶，他就不会把孩子交给旁人，他一个人就能够带好了，就是有点费爹。亲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月姐儿出事了？泼天的恩宠人人都想得，但得到的人却每天胆战心惊，不知何时这恩宠会变成催命符。阮氏目光呆滞，机械的扭头，好像在看江燕坤，又好像透过他在看未来。夫君，妾身以为你那个春秋大梦也不是不可以实现的。没头没脑的，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江燕坤扶着阮氏上马车，才刚坐定，忽的脑子里头灵光一闪。阮娘，你方才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春秋大梦可以实现？是不是皇上说了什么？皇上什么都没说。那你这番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什么呢？咱们月姐儿。阮氏将他安抚大公主、教训三皇子、斥责皇帝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夫君，妾身这辈子见过的王孙贵族也不少了，但是还从没见过哪个王孙的小妾敢教训夫君的。就算是正妻，谁不是恭恭敬敬把夫君捧得高高的？咱们月姐儿呀，真是厉害，皇上被她拿捏得死死的。江燕坤内心震惊，但是为了在阮氏的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见多识广，还是没有表露出来。这有什么？我江家的女儿自然不是那些庸脂俗粉可以比的。六皇子到。这就是六皇子啊，他长得好白啊，像极了皇上。是啊是啊，你们看看那鼻子眼睛，简直和皇上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六皇子龙章凤姿，一看就是有大福气之人。朱皇后就看着周围的官员睁着眼睛说瞎话，脸上保持着得体的笑，心里头却是在暗骂：哼，
一帮拍马屁不打草稿的老货。本宫离得这么近，都只看到了六皇子的鼻尖尖，你们是怎么看到他的眼睛鼻子的？太后娘娘到。太后娘娘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她在江南行宫吗？专门选在贤妃娘娘的封妃大典和六皇子满月宴回来，不是诚心给贤妃娘娘添堵吗？不愧是太后娘娘，是会挑时候的。哎呦，那不是中书令家的嫡孙女吗？她怎么和太后娘娘在一起啊？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许久不见她了，没想到是搭上了太后娘娘这条船呐。皇帝，哀家的孙子满月宴，你怎么也不派个人去江南通知一下哀家？哀家这不请自来的，你们不会怪罪哀家吧？母后这是说的什么话？江南风景宜人，正是想着母后年纪大了，这马上就是6月酷暑，不如留在那边过了盛夏，再去接母后回来，免得您奔波劳累。年纪大了，就不要折腾了。哼，哀家的孙子满月，哀家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缺席的。这就是六皇子取名了吗？取了，叫沈明夜。夜之一字，寓意着他的未来光辉灿烂。吴太后没做反应，目光落在皇帝左侧的位置上，二话不说就坐了上去。真贤妃娘娘到。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娘娘、太后娘娘。该有的礼数他一点都不会少。然而皇帝叫起后，他也毫不退让地走到了吴太后的身前，态度可以说是强硬。太后娘娘，这是臣妾的座位。站在太后身后做隐形人的裴吴都有一些吃惊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这么的直接。吴太后在面对着笑眯眯的江心月时，本能的想要后退2步，离他远一些，但发现自己是坐在椅子上，而且众目睽睽的，总不可能他又自己发疯打自己吧？满朝文武可不是瞎子。虽然你已经是贤妃，但你别忘了，哀家是太后。臣妾知道您是太后，但是这个座位是臣妾的。管你是谁，反正这个座位是我的。哀家是太后，理应做尊位。尊位？多谢太后娘娘提醒。皇上，大家都落座了，咱们也快些坐下开席。太后娘娘舟车劳顿，都还没回慈宁宫，就直接来了这儿，饿坏了她。仔细她老人家又怪咱们了，这成何体统？的确是不成体统。怎么可以让他家月儿站着呢？他可是今晚的主角之一。怎么会有这么矛盾、这么有意思的人啊？裴吴好奇地看着江心月，怎么会有人眼里根本看不到一丝情意，行动上却处处表现得深爱皇帝的呀？江心月何等敏锐之人，那双眼睛没有恶意，只有纯纯的好奇。他回头精准地看向太后身后。小姐姐完全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但却是太后的人，一定是太后从外头找来和我打擂台的。哎呀，凭什么啊？顾皇帝他凭什么呀？六皇子突然间见到那么多人，一时间有一些不适应，在皇帝的怀里哭闹起来。他瘪着嘴的样子让宣武帝心疼的不行，赶紧叫来了向嬷嬷。小团子怎么哭了？皇上，这儿太吵了，老奴带着六皇子下去吧，他该是想睡了。皇上，臣妾想去陪六皇子。好，爱妃先行一步，等宴散了，朕再去河西宫陪你们。李嬷嬷今日没有去宫宴上，她就守在河西宫，守着奶娘，不许任何人接近她，也不许她吃河西宫以外的东西。李嬷嬷，娘娘让司衣房给咱们做的新衣下来了，这是您和程姑姑的。程姑姑年岁不算大，不过20多岁而已，性子还不太沉稳。看见漂亮柔软的新衣裳，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拿起来，仔细地端详。这宫里的绣娘手艺就是比外头的好，这暗纹拂绣，我在外头还从没见到过。宫里的绣娘自然都是最好的。娘娘回来了。外头的宫女提前来说了一声，程姑姑赶紧放下手里的衣服，江心月直接带着六皇子到了奶娘住的屋子，环顾四周没发现什么不妥之后，
这才让向嬷嬷将六皇子抱给了奶娘。等等，灯火之下，程姑姑的双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那不是人的皮肤能够自然发出来的，在烛火折射下才能够发出来的光。你手上刚才拿了什么？程姑姑不解地看着自己的手，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呀。但是站在侧面的李嬷嬷也看到了她手上灵灵闪动的微弱光芒。回娘娘的话，程奶娘从娘娘您出河西宫到现在，只碰过那里的衣裳，任何人都不许碰，封锁河西宫。去把严太医请来。娘娘，娘娘，奴婢是不是中毒要死了？保护娘娘和六皇子。就在程奶娘退至一旁的时候，燃烧的烛火被风一吹，摇曳的火苗触碰到她的手背，顿时熊熊火焰冲天而起，瞬间就把奶娘整个人都吞噬在了火光之中。快把火灭了！那叫声实在是太惨烈，而且程奶娘还有意识，往江心月这边跑过来，似乎是希望自己能够获救。小轩子已经是带着人，提着水桶冲过来，7、8桶的水直接往程奶娘的身上浇过去。那吓人的火光才一点点的熄灭了下去，可是程奶娘已经是被烧得没了人形，成了焦黑的一具在地上扭曲挣扎的黑色骷髅。恶心过后，是巨大的后怕笼罩在心头啊！江心月实在是不敢想象，今晚若是他贪图众人羡慕的眼光，非要在宴会上多待上一会儿，那么六皇子会是怎样的下场？皇上，皇上，皇上您快看，五皇子他会走路了。母父，善儿，到父皇这儿来。皇上，河西宫的奶娘被烧死了，河西宫都乱了套了。奴才听到了里面有尖叫声，但是宫门紧闭，奴才看到火光冲天，还有惨叫声。他混乱的言语还没说完呢，宣武帝就率先冲了出去。五皇子刚走到皇帝的面前，准备投入他的怀抱，结果一面扑地，摔了个结实。圣儿，五皇子！皇后和纷纭的惊呼声都没能换来皇帝哪怕一次的回头。这宫里难道就只有甄贤妃和六皇子值得他惊慌害怕了吗？娘娘，五皇子的手掌摔出血了。皇后闭了闭眼，第一次在妃子出事时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而是抱起五皇子，小心地吹着他的手掌。宣太医，来给五皇子清洗伤口。月儿，开门！你有没有事啊？小团子还好吗？这是什么？这衣服上是什么？严太医只能够尽可能的无视门外皇帝的呼喊声。是灵粉，而且是灵粉中最容易自燃的白灵粉。就算不用火，当空气中的温度达到一定的热度，它也能自己燃烧起来。而且这衣物上还被撒了棉絮丝。微臣刚才用水溶解了一点，发现这些棉絮丝都被易燃的液体浸泡过，所以程奶娘才会在一瞬间被冲天的火光吞没。在他靠过去摸衣裳的时候，托盘之中的棉絮丝就都沾到了他的手上和衣服上。娘娘，这棉絮丝应该浸泡了1个月以上，是在六皇子刚出生的时候就预备着的。加上白灵粉，若是让六皇子接触到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方法可以说是阴毒至极。王德全，去找人把这门给震砸了。一个小宫女躲在墙角后，不停地往河西宫里头张望。贼头鼠脑的，抓的就是你，带回去，交给甄贤妃娘娘处置。小轩子则是悄悄地带了人绕到了河西宫的后门，抓住了2个想从宫里面悄悄往外传递消息的小太监，而接收消息的人也被抓了个现行。不管和这件事情有关系的没关系的，他们说了不算，通通丢到贤妃娘娘的面前去。大门口，宣武帝已经是找了侍卫来，正准备强行来撞门，门却是从里面被打开了。玉儿，你
里面有一股什么肉被烧焦的味道，并未散去。程奶娘烧焦的尸体躺在院中，江心月在她的怀里瑟瑟发抖。皇上让臣妾带着小团子出宫好不好？臣妾求您了，臣妾此生从未求过荣华富贵，能得到皇上的爱，臣妾此生也算无憾。臣妾可以死，但是小团子他是无辜的，为什么会有人这么恶毒，非要置他于死地？连太医说，若临汾和浸泡了易燃液体的棉絮，那些人想要我的儿子被烧成灰啊！皇上，求皇上让臣妾和小团子出宫，我求您了。朕会把幕后真凶找出来，朕会让那些企图将我们分开的人全部铲除。月儿，别再说要离开皇宫，离开朕了，朕不能没有你和孩子。臣妾真的好害怕。住在喜和殿，喜和殿里死了人；住在河西宫，河西宫里又死了人。怎么能够不让柔弱的女人害怕这后宫里的人心狠毒呢？皇上，这2个内侍是河西宫的杂役太监，他们在陈奶娘被烧死后往外传递消息，被奴才等人抓了个正着。那2个，一个是太后宫里的小钳子，一个是容妃宫里的小影子，就是他们等着河西宫里传出来消息。这宫女嘴硬得很，不肯说自己是哪个宫的。皇上明鉴，奴才们是被冤枉的呀！奴才是奉太后娘娘的旨意来给容妃娘娘送东西的，路上碰到了小影子，奴才便与她结伴同行。奴才们是看到了这里有火光才跑过来的，真的不是要探听河西宫的消息呀！小影子也是拼命的点头，奴才冤枉啊！至于那个宫女，她好像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人抓住，连说辞都没有想好呢，只一双眼睛愤恨地瞪着江心月。张世良，卸了他的下巴。那宫女的眼中有决绝之意，在她咬碎藏在嘴里的毒药之前，唐世良抢先一步上前把她的下巴给卸了。他痛呼一声，藏在牙间的一颗小药丸滚在了地上。宫里很常见的砒霜和夹竹桃所制而成。把人送去玄镜司，告诉玄镜司司长，若是从他嘴里得不到有用的消息，自行去领罚。太后和容妃宫里的太监说辞一致，甚至小钳子手里也提了一个食盒。喜鹊打开来看了，都是江南一带很有名的糕点零食。如果他们没有说谎，那就要从河西宫里这2个杂役太监入手了。奴才也不知道消息传给了什么人，奴才从未见过。每次都是奴才把消息放在后门外墙根下的花盆底下，奴才走后自然会有人去取。但是娘娘，奴才只传过几个消息而已，并没有做伤害娘娘和六皇子的事，求娘娘您饶了奴才。奴才和他这差不多的情报，奴才传消息是为了银子，他们给了很多银子，娘娘饶了奴才再也不敢了。王德全，去容妃宫里和太后那里一趟，让他们来把人领回去。至于怎么个回去法，江心月说了算。皇上，延禧宫的厉贵姬畏罪自尽了。什么？人死了？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咽了气了。厉贵姬怎么会自杀呢？这是从厉贵姬宫中搜出来的信。那些信纸上有一些眼泪将字晕染开了的痕迹，字字句句都是在诅咒着宣武帝和江心月，言语间恶毒至极。就算是不自杀，被人发现这些信的话，也该是死路一条啊！皇上，从延禧宫里搜出来了一些东西，请皇上过目。砒霜、夹竹桃、灵粉、棉絮，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厉贵姬，是他策划了这一切。
江心月，你这个贱货，就是你杀了我家主子！再敢出言侮辱贤妃，朕就扒了你的舌头！江心月也是挺可怜夏荷的，好像皇帝仅有的2次自己动手打奴才，都是打在了夏荷的脸上。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本宫杀了他？你还在装！皇上，皇后娘娘，今日晚间主子说肚子不舒服，让奴婢去太医院，请太医来看看。奴婢没请着太医，又怕主子出事儿，所以提前回来了。奴婢看到一个背影，分明就是贤妃娘娘从里头跑出来的，奴婢全都看见了。你说你看到了本宫的背影，大概是什么时辰？亥时1刻，奴婢记得清清楚楚。亥时1刻正是贤妃娘娘的册封礼，几百双眼睛都看着她在太和殿接受内面官的册礼。她怎么来延禧宫杀你家主子？那么巧，就让你看见了背影，连脸都没有看清，怕是有人杀了你家主子，嫁祸给贤妃，确实没有计算好时辰。方才唐世良大人在主子的寝殿里搜出来的东西，奴婢从未见过，那不是我们娘娘的东西，定是贤妃娘娘为了陷害我家主子让人放进去的。李贵姬落得今日的下场，本宫并非推波助澜之人，当初他罚本宫桂玉花园的仇，早在他不得宠之时就一笔勾销，本宫根本没有把这些小事记在心里。你说本宫陷害他，本宫为何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去陷害一个已经处处不如本宫的人？你看本宫蠢吗？那是谁？到底是谁要害我家娘娘？娘娘，您看，这就是您爱的人，他连为您难过，为您掉一滴眼泪都不肯，却肯为了贤妃娘娘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娘娘，只有奴婢真的心疼你啊！他从地上爬起来，像是要把这些人的脸全部都刻进脑海里。我不知道是谁害了我家主子，但是我要那个人记住，我就是死化成厉鬼，也不会放过害死我家娘娘的人。你们就等着我回来索命吧！只听得一声巨响，夏荷鲜血飞溅到了柱子旁太后的脸上，引起了一阵惊叫连连。夏荷倒在地上，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道在看向何方，也许是在看着杀害他家主子的真凶吧。烛火也在一瞬间齐齐被吹灭，太后已经是惊叫一声被吓晕过去了。就在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够呛的时候，一盏烛火摇曳地亮了起来，一张漂亮到极致的脸出现在烛火后。但在这样诡异的气氛下出现的美丽脸蛋儿，再明丽清新也染上了几分妖异。宣武帝一瞬间差点以为自己见鬼了呢。裴吴满意地看着被自己吓坏了的皇帝，紧接着又用手里的蜡烛点燃了其余被吹灭的烛火。应该是这个宫女故意将门窗都打开，想借用自己的死河环境营造出来的氛围来恐吓咱们。心中无愧之人不会害怕，心中有鬼之人午夜梦回，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他从袖子里抽出帕子，沾了点水去擦太后脸上的血渍。当然，臣女说的心中有鬼之人并非太后娘娘，太后只是单纯的胆小。阿武，带哀家回宫，替哀家念几篇佛经静心。太后娘娘，您宫里的小钳子还在和谐宫里呢。多管闲事的狗奴才，竟会给哀家惹事。贤妃若是怀疑他，直接打死扔出宫去。听说容妃宫里的太监也被抓住了，本宫还以为贤妃娘娘与容妃妹妹关系很是不错，怎么河西宫里也有容妃的眼线吗？小影子真的不是臣妾派去打听消息的，她本就不是臣妾近身伺候的奴才，臣妾哪里会时刻关注她的动向呢？本宫相信容妃。误会说开了就好了，大家还是好姐妹。王德全，立贵姬追封为丽嫔，以贵妃之礼下葬，派个人去裴家通知一声。娘娘，您说，到底是谁要置贤妃和六皇子于死地呢？不，
他成圣宠，这一切都该他受着，就看皇帝有没有心护着他了。这个宫里对皇上而言是没有秘密的，所以这么多年他由着丽贵妃挑衅自己，也没有对他下过什么狠手。她是皇后，她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任何人都不值得她亲自动手。玄镜司，昏暗的刑房里，各种刑具挂在凹凸不平的墙壁上。皇上，带上来。婴儿，你这个赔钱货，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突然被抓进宫来？家里没指望你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你倒是别连累我们呀！你这个赔钱货，你做了什么？你怎么还没死？你怎么跟老子说话的啊？老子打！来人，把他们带下去。女人留下。说，是谁让你在城市的衣服上撒白磷粉的？奴婢若是说了，皇上可以保证我娘安全离开吗？只要你写下认罪书，朕保她平安。德妃娘娘答应了奴婢，只要奴婢完成这件事，会帮奴婢杀了奴婢的爹。他是被人贩子卖给这对夫妻的，从小就被那个畜生殴打欺负。待他长大一些，那畜生又盯上了他的身子，将他糟蹋了之后，3两银子把他卖进宫为奴。从小到大，唯一对他好的人只有他的养母。可就在他被侮辱的那个夜晚，养母救他的时候，被那个畜生打成傻子。他再也不会温柔地对着自己笑了。朕再给你说最后一次，说出幕后主使，不然朕会杀了你和你的养母，许你的养父和2个弟弟金银财宝，娇妻美妾，让他后半生过得乐不思蜀，富贵荣华。幕后之人不可能是德妃，他装了10几年的佛系不争了，怎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破功呢？若这事儿是他做的，就不可能留下这么多的破绽，许婴儿也绝对活不到现在。所以说，心不够狠的人成不了大气候。不，都说帝王无情，奴婢原先瞧着皇上对贤妃娘娘千般疼爱，万般宠爱，还以为这是世人对帝王家的误解，如今算是知道了，原来后宫里的一切全部都掌握在皇上手里，难怪娘娘被欺负得狠了，也不愿亲手做一些伤天害理之事，因为只要她一动，皇上就会对她的所作所为了若指掌。皇上手眼通天，难道不知道贤妃娘娘也非善茬吗？他是不是善茬和你们要害他有什么关系？你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皇宫里圣母心的人都死得很惨，贤妃聪慧勇敢，杀伐果断，朕非常喜爱，所以他喜欢演戏，朕便陪着他演。你们这些不长眼的非要去招惹他，他的报复你们也未必接得住。哪怕害他的人是皇后，待他在朕的羽翼下发展壮大，皇后也会成为他的刀下亡魂。许婴儿大笑起来，皇帝完蛋了，他竟然从一开始就知道贤妃的野心勃勃，贤妃的唱作俱佳。可他不但是容忍了，还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陪着贤妃演戏。可怜的皇后娘娘，她帮不了了。月儿，朕知道你很难相信，但朕问过皇后，她已经承认了。过2日，朕会让她交出凤印和金册，由你来掌管凤印，德妃掌管金册，你们2人一起料理公务可好？皇帝在转移话题吗？还是在用公权弥补他？为什么？这公务他还真的是不想管，但德妃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若是让他独掌了公务，局面对自己会很不利的。可是许婴儿好像只承认了白磷粉是皇后娘娘让他放进去的，严太医不是说里面还有被浸泡了1个月以上的棉絮吗？棉絮是谁放的？朕已经让玄镜司去查了，应该很快会有结果的。既如此，臣妾便放心了。凶手不止1个，也绝对不可能是皇后。皇帝在隐瞒什么？娘娘，奴才到司仪房的时候，见女使正在收拾东西出宫。我这是告了假，要回家探亲。告假？你告了假，为何我不知情啊？司仪房里
只有你可以许嫁吗？林司仪和王司仪，谢长医和莫长医都可以。是，谢长医和莫长医都可以，但本官还是在长医之上。你告假，长医也该请示本官，本官同意了才能够放行。很快，司医房里的2位司医和2位长医都被请了过来。回娘娘的话，简女使前2天是说想告假回家一趟，但是司医房里最近要准备各宫娘娘们的夏装和宫人们的新衣，所以臣并未同意。你胡说！你同意了的，你还说你会上报给方典医，是你让我回家的。我没有，最近司医房这么忙，我怎么可能同意你回家？本宫方才让人去请方典医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接触过奶娘衣物的所有人都要来，你为什么不来？不来就算了，反而还去收拾东西，急急忙忙的想出宫去，不是心里有鬼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绣娘的回忆，她说有一天晚上，她落了东西在绣房，当时所有的绣娘都已经是收拾好去沐浴了，只有她返回了绣房。结果就发现简女使站在他们缝制的衣服前，不知道在做什么，反正是停留了好一会儿。因为当时绣房的烛火都已经熄灭了，绣娘并未看清她的动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那就是简女使。你胡说八道！我从未在什么晚上去过绣房。哼，我知道了，方如梦，你和谢长医的关系向来极好，整个上宫局里谁不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看不惯我处处给你使绊子，所以联合他，想借贤妃娘娘的手除掉我，是不是？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除掉你，何须劳烦贤妃娘娘动手？就你做的那些事情，就足以我用宫规处置了你。你不要以为你在我背后使的那些手段我都不知道，只是太幼稚了，我懒得搭理你罢了。江心月从他们的争执之中复盘了整个经过，在脑海里头演绎了一遍那晚绣娘回绣房时看到的场景，一遍发现不了不对劲儿，那就2遍、3遍、4遍，不停的反复的去模拟那个场景。方如梦和谢长医关系好，江心月猛地睁开眼，她从未听方如梦说过她在司医房有交到什么很好的朋友，为何简女使说整个上宫局都知道？以方如梦那个谨慎的个性，就算是与谁交好也不会闹得人尽皆知。再看那位谢长医唯唯诺诺的性子，也不像是对方如梦的胃口的。本宫这里也听到了一桩趣事，说是圣丰帝年间，司贞房有位女官嫉妒自己的上司制作珠钗的手艺高超，为了陷害自己的上司，她在夜间穿着上司的衣物，故意让路过的一位女官看到她折断贵妃娘娘的玉簪，导致那位上司被贵妃娘娘挑断了手筋。此事在3年后被那位上司的女儿知道，她也入宫去做了司贞房女官，凭借她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技艺，打败了那位陷害她母亲的女官，而且将3年前女官陷害自己母亲的事儿捅到了贵妃娘娘的面前。贵妃痛恨女官的欺骗，将她处以极刑。谢长医，你觉得本宫这个故事如何？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谢长医的身上。我记得之前你在司医房经常被人欺负，我曾经救过你几次，但我真的不记得我和你的关系很要好吗？贤妃娘娘饶命！贤妃娘娘饶命！下官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下官只是被嫉妒冲昏了头脑，记恨方如梦，抢走了宜彻的典医之位，才会。就算方典医没有来，我与王长医之前定下升为典医的人也是莫长医，并非谢长医你。何来的方典医抢了你的位置？不可能，容妃。意识到自己说漏嘴的谢长医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惊恐地看向了江心月。容妃娘娘告诉你，2位司仪大人选的是你，结果被方典医抢了本该属于你的是吗？他知道方如梦和简女使的关系不好，所以偷穿了简女使的衣服做她的打扮。2个人的身形本来就差不多，在昏暗的光线看着2个人的背影简直就是一模一样，所以绣娘这才会认错了人的。谢长医性子孤僻，在上宫局里头一个朋友都没有，别人都嫌弃他阴沉沉的，看着也不吉利，还时常欺负他。是方如梦看不过去，救了他好几次，
没想到他竟是恩将仇报，居然把方如梦给记恨上了。所以江心月才说，永远不要去同情那些个看起来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的心理早就已经扭曲变态了。对他们好，就是在给自己的安全埋下隐患。你往衣服里放的是棉絮还是白磷粉？放的棉絮。你往衣服里放棉絮，是因为提前就知道了会有人在里面放白磷粉。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迎面倒地后，大家才看清他的后心插入了一支长长的箭矢。娘娘，有刺客，保护娘娘！他看着口吐鲜血倒在血泊之中的谢长一，他的衣服底下用鲜血写着一个没写完的字儿，众人还未看清，就已经被血水蔓延了过去。把谢长一的尸体抬去玄镜司。还有，他在变相的告诉皇帝，不管他要护着谁，但只要是想要伤害他孩子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娘娘，这事分明不是您做的，您为何要认下？娘娘与皇上离了心，以后可怎么办才好？本宫不认下，本宫就是下一个厉贵姬。磷粉虽然不是本宫让人放进去的，但却是朱家为了给本宫铲除威胁做下的。皇上他对长安人只知朱家，而不知皇家早已心存不满。本宫若是不替朱家认下此事，明日朱家就会从这个世上消失。哼，纷纭，你见过哪个嫔妃家族被灭之后还能在宫中活下去的？厉贵姬得宠时还只是贵妃，就已经引得那么多人的嫉妒。在她被贬之后，那些人疯狂地欺负折辱她，让她过得生不如死。她是皇后，说是朱家倒了，那些嫉妒她的人又岂会放过她呢？贤妃娘娘，我们皇后娘娘说了不见客，您不能进去。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你来做什么？来看本宫的笑话吗？怎么会？臣妾才是这宫里最大的笑话，又怎敢看皇后娘娘的笑话？你已经拿到了凤印和金册，说话还要这样阴阳怪气。江心月，你不要欺人太甚。娘娘不知道吗？臣妾只拿了凤印，皇上早就说了的，金册由德妃保管，公务也要臣妾与德妃一起打理。臣妾年纪小，资历浅，想来管他们是不服气的，所以臣妾不会管。宫里头的事儿还是都交给德妃打理，臣妾可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如今皇上宠你入骨，你说什么他都会听你的。你就没想过要取代本宫，做这后宫之主吗？做后宫之主，然后呢？臣妾有皇上不就够了吗？皇后先是一愣，然后有些哭笑不得。是因为年轻，所以无所畏惧，以为有了皇上的宠爱，就比做皇后更好吗？做皇后有什么好的？皇后娘娘每日晨昏定省，连个懒觉都不能睡。寻常出门，身后都跟着一大群人，他们告诉你这也不能做，那也不宜做，时时刻刻提醒你，你是皇后，要谨言慎行，要端庄优雅，要为皇上操持后宫，不能吃醋，不能是小性子，太多不能了。皇后娘娘，比起做这样的后宫之主，臣妾更想拥有皇上的宠爱，做一个无忧无虑、不必装坚强的宠妃。皇后看着他那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真诚，不得不相信他说的都是心里话，他是真的不想做皇后。你今日跑来翊坤宫，就为了和本宫说这些？皇后娘娘，臣妾有些话不知道该对谁说，思来想去，也只有娘娘可以听臣妾唠叨几句了。皇上他把雪婴儿的证词拿给臣妾看了，可臣妾不相信他的话，所以自己私底下查了，往程奶娘的衣物上撒东西的，分明就是容妃。容妃？皇后不禁联想到了太后身上去，毕竟太后不喜欢她这个皇后，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对江心月更是恨之入骨。就是他，皇上明明已经查出了真凶，却不告诉臣妾，还让皇后娘娘您背黑锅。多亏了司衣房有个女官向臣妾检举，司衣房的谢长一曾在程奶娘的衣服里放了东西，臣妾这才查出来的。娘娘，
臣妾都能查出来的事，臣妾不信玄镜司查不出来。可他们明明查出来，却不告诉臣妾。您说，咱们之前是不是都弄错了？皇上年少喜欢的根本就是容妃，而非淑妃。皇后脑子里头电光火石间，因为江心月的一番话，都快要停止思考了。如果是这样，那皇上也藏得太深了吧？容妃曾经为了挑拨臣妾，去对付淑妃，还曾告诉臣妾一个秘密，杀死她肚子里孩子的是淑妃。甄贤妃去了翊坤宫，她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去皇后娘娘面前给本宫上眼药，是怕拿到凤印，皇后会对付她吗？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去向皇后娘娘解释一下？解释什么？金册是皇上交给本宫保管的，难道要本宫拒绝，把凤印和金册都拱手让给江心月？德妃上一把输了四妃之首的贤妃之位，她有一些懊恼，也是很反省自己，是不是她装的佛系太过，所以皇上觉得她没有实力胜任呢？所以这次机会，她要让皇上看到自己治理六宫的能力。至于皇后，时至今日，她不想再捧任何人的臭脚了。江心月从皇后内殿出来，眼神落在刚才拦门的小宫女身上，从手腕上退出一个水头和颜色都极好的冰洋绿翡翠镯子，是个忠心护主的，该赏。贤妃娘娘在警告她，让她闭上自己的嘴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出了翊坤宫，江心月的神色就冷了下去。一会儿去太医院找严太医给你看看，人的牙齿也有毒性的。娘娘，那个小宫女，去通知玄镜司的人，就说本宫来看皇后娘娘的时候，弄丢了一只价值连城的手镯，那是皇上送给本宫的。江川就知道他家娘娘从来不做亏本买卖。皇上，太后娘娘宫里的裴姑娘求见。裴姑娘，她来做什么？奴才不知。让她进来。美丽的少女穿着单薄的衣衫进入了承乾宫，会发生什么呢？太后满意的扯了扯嘴角，然后对着容妃叹了一口气：哀家让淑妃做了你的挡箭牌，故意装作与你不和的样子来，你却还是没能让皇帝怜惜你。哀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淑妃那个人脑子里都是小情小爱，哀家早就知道她成不了气候，才扶持你上位，故意对你打骂刻薄，让皇帝心疼你。可你怎么也和淑妃似的没用，平白占个青梅竹马的名头，却拢不住皇帝的心。容妃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你别不服气，当初你假孕成宠，差点被发现，是哀家瞒着淑妃，让她以为你真的有孕，她才对你动手，趁机想嫁祸给贤妃。哀家原以为你从此得皇帝怜惜，会取代丽贵妃宠冠后宫，结果却被贤妃给取代了，你让哀家怎能不气？姑母，都是我不好，我没能让哥哥和母亲从宁古塔回来，是我辜负了姑母的期望。别哭哭啼啼的，让旁人看见了不好。这次你若是能助裴吴得宠，也算将功补过了。容妃心底不服气，让裴吴用他的把柄去取得皇上的信任，相当于自己已经是一颗弃子了。太后说得轻松，不过是自己稳坐高台，牺牲的都是旁人罢了。既然皇上与臣女都不愿沦为旁人的棋子，那皇上何不与臣女合作？朕听说汝阳王府的世子拒了裴家新给他配的婚事，闹着要去圣安寺剃度出家。裴姑娘也是听说了这个消息，才不想留在宫中的吗？不，就算世子没有退婚，臣女也不愿入宫。可你现在坐在朕的对面，原是要求朕怜惜你的。祖父以为皇上只是一时之气，才贬了丽表姐，将臣女想方设法送进宫来，也是为了让臣女帮表姐回笼。可如今表姐身死，祖父对臣女的要求恐怕就变成了取代丽表姐，成为皇上的宠妃。可见了甄贤妃娘娘，臣女就知道，臣女不可能有机会。
人人都会怀疑皇上对贤妃娘娘的真心有几分。可臣女认为，皇上心中7分都是天下，是朝堂，是黎民百姓。若分了3分给贤妃，那就已经是您能给的全部了。所以，臣女觉得皇上对贤妃已经付出了自己所能付出的真心。他不走，留在这里，给皇帝和贤妃当他们爱情的见证人吗？你说说看，怎么个合作法？太后这么多年，从未对皇上有过母子之情，可皇上却碍于孝道，怕群臣弹劾，怕百姓的人言可畏，所以处处忍让。皇上也早就想除掉太后了吧？你妄自揣测朕的心意，朕现在就能砍了你的脑袋。程奶娘衣服上的棉絮是容妃放的，但下命令的人是太后。难道皇上还想让六皇子遭遇这种事情吗？贤妃娘娘兰心蕙质，恐怕已经查出是容妃娘娘的手笔了，皇上却隐瞒不说。臣女建议皇上还是尽快坦白的好，不然皇上几次3番伤她的心，再多的感情也会消磨殆尽的。正巧此时唐世良进来了，宣武帝知道他是要说贤妃的事儿，直接示意他说：贤妃娘娘今日召见了司仪房的女官们，谢长已被人暗杀了，玄镜司收到了河西宫送过去的尸首，玄镜司司长来请示皇上该怎么办。哼，你说的不错，月儿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能查到谢长仪身上，说明她已经明白容妃是幕后真凶之一了。那你说她能查到朱家头上吗？裴无先是一愣，然后瞪大了眼睛。皇上，您……嘘！宣武帝的目光一凝，杀气四溢。想跟朕合作，用太后做筹码可不够，要用你的命。狗皇帝，禁欲才半年多就受不了了，哼！口口声声说爱的是我，身体却总是对别的女人有反应。男人果然都是靠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啊！也不知道在后宫给人家寻一个住处，给了名分再招人家侍寝，没人去承乾宫自荐枕席，他就欣然接受了。往来在承乾宫留宿都是我一个人的特权。让朕来看看，是谁家的小细胞在这里生闷气啊？朕没有宠信裴无，他是因为想出宫才来找朕的。朕说过，朕现在心里眼里都是你，哪里还容得下别的女子？那个说不定啊。那皇上让玄镜司瞒着臣妾，也不告诉臣妾真相，也是因为满心满眼都是臣妾吗？容妃只是奉命行事，真正的幕后之人是太后。朕想保护你和孩子，就要确保能一击即中，否则只会打草惊蛇。你别看太后屡屡在你手里吃亏，这都是她降低朕防备心的手段。你当真以为你每次陷害太后打你，朕都看不出来你在演戏吗？哼，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还要告诉我，我也很难为情的好吗？朕知道，你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朕不是配合你了吗？朕说过了，朕喜爱你，不管是有点坏坏的你，还是古灵精怪的你，朕都照单全收。你就是把天捅一个窟窿出来，朕也会想办法帮你填补。月儿，朕100年之后希望与朕合葬的人是你。臣妾不想做皇后，做皇后要母仪天下，要遵纪守法，不能行差踏错。臣妾性子懒散惯了，臣妾就喜欢和皇上放肆胡闹，不守规矩。朕知道，朕都知道。所以为了让江心月成为与自己并肩的皇后，他才设计了这么一出，让他自己去调查想害小团子的真凶。人都有逆反的心理，特别是他这位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小爱妃。皇后宫里的宫人是他故意调走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他行偷听之举。他现在一定已经知道，撒白绫粉的人与皇后无关，却是又有关，是朱家人安排的。嘴上虽然不说，心里指不定已经是形成了一套计划，想着怎么置皇后的父亲于死地了呢？宣武帝要的就是江心月与皇后对上，他要亲手将自己喜爱的女人送上后位。江心月一夜好眠，宣武帝可就遭了罪了。可口的爱妃就在自己的怀里，
却只能看不能吃。特别是他的睡姿还特别的不安分，在他的身上蹭来蹭去的，蹭得他差点把子孙万代都交代在床上了。半夜还爬起来洗了个凉水澡，这才冷静了许多。这也就导致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一直在打喷嚏。上朝的时候还有官员说要保重龙体，下朝的时候裴中书红光满面，喜气洋洋，大概是听说了孙女承宠的消息。裴氏一派的官员最喜欢和江燕坤叫板了，今日这样的大好机会又怎么可能会放过呢？工部尚书睨了江燕坤一眼，故意撞在他的肩膀上。哎呀，真不好意思呀，没看到江大人在这里，也真是奇了怪了。以前贤妃娘娘独宠后宫的时候，江大人走路都鼻孔朝天，今天怎么蔫蔫的呀？我都没注意到呢。哼，眼瞎的哈巴狗！你，兵部尚书上前来，江大人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要知道皇上已经开始临幸后宫，贤妃娘娘再不是一家独大，咱们几个官级相同，你再这么目中无人，我们几个可是要去皇上面前参你一本的。哼，最贱的看门狗！工部和兵部两位尚书朝后看去，后面是吏部尚书蒋和维，也就是曾经和江燕坤一起推翻了宋家，最后在朝堂上沦为史官们攻击对象的倒霉蛋。蒋和维根本不敢参与这场他两边都惹不起的战争，正准备悄悄地溜出去，却听见江大人掷地有声地吐出两个字儿：怂狗。主打的就是一个无差别攻击，发起疯来连自己人都骂。江燕坤知道今日这场以最快速度结束的骂战迟早是要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头去的，两个蠢货上赶着来让他在皇上的面前刷好感，他何乐而不为呢？快要走出皇宫的时候，一位冒冒失失的小太监突然撞在了江燕坤的身上，他正想扶起对方，那小太监却是捡起地上的东西，一边谢罪一边跑掉了。宫里怎么有这么不懂规矩的奴才？撞到人了也不……兄长，我没事。这是什么？这上面写的是字吗？怎么跟打翻了砚台似的，一团一团的，完全看不出写的是什么。这不是写着呢吗？父亲亲启。江燕熙瞪大了眼睛，这是月姐儿写给你的信。江燕坤黑着脸点了点头，实在是不愿意承认，他这个女儿啊，学什么都快，就是这一手字怎么都练不好。信上说什么？你的表情怎么这样？是不是月姐儿在宫里发生什么事了？月姐儿说，六皇子满月那晚差点被算计害死，是朱家人在奶娘的衣服上撒了白磷粉，他让咱们帮他办件事。什么？这朱家人也太猖狂了！他们家的女儿是皇后，我们家月姐儿也是贤妃，比她差不了什么，他们居然敢害六皇子，太过分！燕坤，你说贤妃娘娘让我们做什么？我江家就算倾全族之力，也要帮六皇子报仇。不需要倾全族之力，我会派一个死士潜入长安，你只要让长安的江家商户行个方便就行了。你都开始养死士了？月姐儿让我养的，她说有些事情需要死士去做，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和隐秘。贤妃娘娘真是深谋远虑，我这把年纪都没有她心思缜密，怪不得她能独占皇上宠爱。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你看她这字，这信就算落到皇后的手里，皇后也认不出一个字来，可偏偏燕坤你就认识，这不就成了你们之间的专属文字了吗？依我看呐，他没必要让人偷偷摸摸的送来，就当着皇后娘娘的面送都成。要有人能认出来，我把脑袋砍下来让他当球踢。这还不够深谋远虑？这还不够厉害吗？江燕坤一时之间竟无言以对。既然是月姐儿要他爹养死士的，江燕熙想，那他也得养上几个，将来总能够派得上用场的。他搓了搓手，哎，燕坤啊，你那个
那个死士在哪里买的？介绍几个给我呗。你当死士是大白菜呀？马车上可是刑部尚书蒋大人和鸿胪寺少卿蒋大人。正是。奴才是承乾宫的，奉皇上之名，请鸿胪寺江少卿大人去御书房议事。娘娘，后宫朱妃来给您请安来了。请什么安呐？她又不是皇后，来给她请安，那不是把她往风口浪尖上推吗？这个德妃不声不响的，还真是没憋什么好屁。甄贤妃娘娘不愧是这后宫第一人呢，咱们姐妹早早的就来候着了，她却这时候了还不见人影。昔日皇后娘娘也没这派头吧？所以本宫不是皇后娘娘，本宫不是皇后娘娘，所以你们别指望本宫有皇后娘娘的气度，再让本宫听到谁在背后重伤本宫，本宫绝不轻饶。臣妾不敢，臣妾不敢。唯有德妃不仅没有低下头，反而还冲着她笑了笑。你们最好是不敢，本宫有赖床的习惯，皇上也是知道的。以后你们想给德妃娘娘请安，就去德妃娘娘宫里，本宫是不会因为你们而起早床的。有什么事也找德妃娘娘。本宫入宫的日子比起诸位实在太短了些，处理公务也不擅长，没有大事少来河西宫。他说这么多，众人就听出了一个意思：姐脾气不好，少来烦姐。贤妃娘娘太自谦了，公主向来只以品级论资格，时间长短并不重要。皇上都说让臣妾好好辅佐娘娘，娘娘怎能说自己不擅长呢？再说了，凤印还在娘娘手里，这处理公务少了娘娘可不行。你的意思是要本宫把凤印交给你？喜鹊，去把凤印拿来给德妃娘娘。喜鹊很快就将装着凤印的盒子拿出来。那盒子送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江心月甚至都没有打开来看过。既然德妃想要，那就给你好了。德妃被他这一句德妃想要惊醒的时候，手已经摸上了凤印的盒身，她烫伤似的收回了手。贤妃娘娘，臣妾没有这个意思。不要啊，那本宫就把公务都交给你了。本宫相信以德妃的能力，一定可以在皇后娘娘病体安康之后，还皇后娘娘一个清明后宫的。意思不管德妃做得再好，也始终是在为皇后做嫁衣。只要朱家不倒，后宫永远都是皇后的天下。行了，没什么事就退下吧。昨日伺候皇上太晚，本宫睡眠不足，要进去补觉了。记住，有什么事找德妃。团团，叫四哥，别叫三哥。四哥给你糖糖吃。四皇子，你别偷偷喂六皇子吃糖。你忘了贤妃娘娘说吃糖会让小孩子变傻吗？你喜鹊姐姐，我没给团团弟弟吃，我骗他叫我四哥呢。哼，你被骂了吧？活该，让你教坏乖乖的小团团。他抢过四皇子手里的糖。团团不吃给我吃，我可是你哥哥。甄娘娘宫里的零食最好吃了。三皇子拆了糖衣，正要塞进嘴里，却被他的贴身宫女一把打落。喜鹊姑娘，不好意思，我们娘娘不许三皇子在外头乱吃东西。三皇子看着地上黄澄澄的糖果，手腕上又被打红了。我讨厌宁姑姑，我再也不喜欢宁姑姑了。说着，一边抹眼泪，一边转身跑走了。你们若是这般作态，以后要机智一点。三皇子，别让他总往河西宫跑，也别经常和四皇子、六皇子在一块玩，不然他有个什么不舒服的，本宫不想担这个责。宁姑姑脸一红，终究是没有说什么，带着自己宫里的人追三皇子去了。母妃，我是不是做错事了？不关你的事，是有的人心脏看什么都是脏的。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家的小满治愈，变成今天这样乖巧懂事又阳光的样子，他可不能再让人毁了他。三皇子的确是个好孩子，但他有他自己的亲母妃，每个母妃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孩子这边，保护自己的孩子。今天午膳我们小满想吃什么？吃红烧肉、大鸡腿、酱肘子。停！你现在肉食摄入过量了，今天只能吃素。哦。
四皇子可怜兮兮地看着他，多一个鸡腿行不行啊？谁能抵抗得住白白软软的儿子撒娇呢？好，允许你吃一个鸡腿儿。娘娘，您莫要太宠他了。四皇子上午已经偷吃了一个鸡腿了。啊，祖祖，用过午膳，向嬷嬷就把六皇子带下去拍嗝儿以及哄睡。四皇子去了自己的院里，由钱胜领着，两人一块儿散步消食。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三皇子中毒了。皇上，是不是因为你把金册给臣妾了，所以贤妃娘娘心生不满，才对轩儿下手？皇上，这金册臣妾不要了，臣妾真的不要了。您去跟贤妃娘娘说，让她把解药给臣妾好不好？臣妾什么都不要，臣妾只要轩儿活下来。只单凭着一个奴才的指认就给贤妃定罪，未免太过儿戏。德妃，轩儿危在旦夕，朕也同样心痛。但若说是贤妃动的手，朕不信。以前的珍嫔或许不会，那是因为那时候的珍嫔没有儿子，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儿子，还收养了四皇子。皇上敢保证，现在的珍贤妃还是曾经的珍嫔吗？皇上，人都是会变的。皇上，江心月听不下去了，直接走进来，打断了德妃的挑拨离间。臣妾给皇上请安。你怎么来了？臣妾不来，就由这德妃信口开河，在这里往臣妾身上泼莫须有的脏水了。首先，您姑姑说三皇子是吃了四皇子给的糖才毒发的，那么本宫请问是什么毒，在三皇子吃下去足足2个时辰才发作？其次，当时有很多宫人在场，您姑姑提防着本宫，一巴掌打在三皇子的手臂上，将糖果打落在地，三皇子根本就没有吃，何来的吃下糖果中毒？最后，如果三皇子是吃下四皇子送的糖果才中毒的，那么本宫是不是可以合理的猜想，这毒药原本想毒死的是四皇子？德妃既然这么不信任本宫，就不该让三皇子总是来找本宫玩。你一方面怀疑本宫，一方面却放任三皇子亲近本宫，难道是在等着本宫给三皇子下毒，你才好借机发作吗？贤妃娘娘这话实乃诛心之言，难道臣妾会用三皇子的命来陷害你吗？大家都是做母亲的，你将心比心想一想。皇上看见了吧，可见德妃往日的和善大度都是装的。本宫暗示你贼喊捉贼，你就说本宫诛你的心。那你在皇上面前暗示我为了四皇子和六皇子的前途而毒杀三皇子时，怎么就没想过你这番言论是在将本宫和本宫的孩子全部都置于死地吗？是你害了轩儿，你还指望我对你有什么好脸色吗？你这贱婢，当着本宫的面都敢打三皇子了，私底下还不知道怎么搓磨他。说，为何要诬陷本宫？你可想仔细了再说话，若有半句虚言，本宫让玄镜司的人把你的皮从头到脚活剥下来，做成骨面送去教坊司，让乐师们日日捶打。皇上，宁姑姑有问题啊，不如把宁姑姑送去玄镜司吧。来人，把她送去玄镜司，审不出。皇上！德妃明显是慌了，拉着宁姑姑跪了下来。妃秀是臣妾从陈国公府带来的贴身丫鬟，她对臣妾忠心耿耿，绝不会害三皇子。玄镜司里全是酷刑，求皇上看在三皇子还在昏迷的份上，不要将他带走。臣妾还需要他照顾轩儿呀。那本宫最后问你一次，三皇子是吃了四皇子给的糖果才吐血的吗？奴婢该死，是奴婢记恨贤妃娘娘训斥奴婢，才冤枉贤妃娘娘的。主子他也是被奴婢欺骗了，奴婢该死，请皇上饶命。本宫这么信任你，你怎么可以？贤妃娘娘，都是臣妾的错，臣妾关心则乱。妃秀是臣妾最信任的人之一，臣妾才会。这种颠倒是非的奴才留在身边，德妃可要小心啊，别被误入歧途了。这狗奴才竟敢颠倒是非，挑拨贤妃与德妃之间的关系。王德全，带下去掌嘴50。
以儆效尤。三皇子中的到底是什么毒？回贤妃娘娘，臣等无能，还未查出来。怕不是没有查出来，而是查出来了也不敢说吧。床上的三皇子面若金纸，气若游丝，一双圆圆的大眼睛紧紧地闭着，额头上还不停地在冒汗，眉头也是皱得很紧，还在不断地冒汗，口中偶尔有一两声痛苦的呻吟，细碎地从口中溢出。江心月也不是神医，他除了心痛没有任何的办法。他也是真的不希望这次三皇子中毒是德妃为了扳倒他而设的局，这对三皇子来说太过残忍了。绵绵的细雨突然落下，携手一同回河西宫的皇帝和江心月没有任何的准备，被雨水打湿了头发和衣服。王德全习惯预留的油纸伞遮住了皇帝，遮不住江心月，遮住了江心月又遮不住皇帝。宣武帝干脆从他的手中把伞拿过来，直接举在江心月的头顶上，倾斜的雨伞、打湿的肩膀以及单手圈住他，给他挡飞溅雨滴的动作，都是在告诉江心月，这个男人对自己用情了。他不敢形容一个皇帝用情至深，因为他不确定这份情有几分，期限又是多久。但此刻喧嚣的世界仿佛都安静了，江心月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宣武帝柔和的眉眼、俊朗的面庞，他将他保护得很好。不论是在雨中，或者是在别人的陷害之中，他一直在很好的保护自己。这雨啊，来的突然，去的也会很快。皇上和娘娘在这里暂避片刻，奴才去给皇上娘娘拿换洗的衣裳来。快点儿，已经到储秀宫了，咱们快些进去。不然这淋湿了身子，感染了风寒，可就糟糕了。待跑到廊屋下，才看见一旁的宣武帝和江心月，众女惊慌下跪。嫔妾见过皇上，见过贤妃娘娘。娘娘，皇上，贤妃娘娘，这些是当年和贤妃娘娘一同选秀入宫的贵人主子们。江心月吓了一跳，她都入宫2年了，这些秀女还住在储秀宫里，说明到现在皇帝一次都没有宠幸过他们。嫔妾江南知府之女柳潇潇，与诸位姐妹在附近的锦鲤池里喂锦鲤，突遭大雨，没想到皇上和贤妃娘娘也被困于此，不如一起去储秀宫休整一番，总比站在这里舒服。她很大胆，别人都不敢冒这个头，怕被江心月盯上，她却是敢当这个出头鸟。月儿，你身上也湿了，等他们拿衣服回来还得等，不如去里面让他们找一件新衣裳出来给你换上。那就麻烦柳答应了。皇上，其实储秀宫的诸位姐妹都有一技之长，安答应会吹笛，叶答应善舞，王答应舞剑是一把好手，白答应作诗极好，程答应弹琴的时候，就连御花园里的蝴蝶都会绕着它飞呢。哦，其他的没感觉，就这蝴蝶绕着人飞，听着就觉得很稀奇。月儿，柳答应说程答应会弹琴引蝶，你要不要看？这宫里日复一日的都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宣武帝不觉得枯燥，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处理那么多的国事，没有时间去感受无聊。而后宫嫔妃们则是不一样，她们日复一日就等着帝王来宠幸，不能出宫又没有什么好消遣的，大多都会觉得枯燥无味的。今日这几个秀女，皇帝就跟看了个乐子似的，根本就没把她们放在心上。若是能够逗得贤妃一笑，也算是她们还有几分真本事。臣妾方才淋了些雨，头有些痛，还是回去吧。待天气好些了，皇上若还想看，臣妾召他们去河西宫表演如何？是朕考虑不周，让小厨房煮一锅姜汤去。江心月眼角的余光看着柳答应，似乎是很不服气，被其余几个秀女按着，不让他口出狂言。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在他的面前露了脸儿，却还是没能把人留下来。难道你们真的甘心做宫女吗？唉，是我们运气不好。如果今天贤妃娘娘不在，凭姐妹们的美貌，肯定能把皇上留住的。都怪贤妃，自己得宠了，咱们昔日里这帮和她一起在储秀宫学规矩的姐妹，她都跟不认识了似的。不帮我们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也就算了，还不让程姐姐表演，分明就是怕程姐姐出众，
夺了他的宠爱。哼，他能守得住一时，还能守住一世不成？我就不相信皇上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有了对策。本宫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死咬着贤妃不放，你为什么临时改了说辞？主子，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贤妃娘娘的眼神太可怕了，奴婢事先备好的词全忘了。德妃皱眉，对着绿茵使了一个眼色，绿茵立马上前来，喊了2个婆子，把半昏死过去的宁飞秀拖了下去。怎么样，有进展了吗？太医们都起来对着德妃行礼。在无人注意到的地上，绿茵将藏在手心里的瓶子打开，倒下一瓶透明的药水，在草药里头搅和了一下。做完这一切，他才对德妃点了点头。各位太医不必多礼，三皇子的毒可能解。臣等已经把适用于三皇子毒性的草药全都试配了一遍，这是最后一剂了。也就是说，这最后一剂药如果也没有用，那三皇子就没救了。那还等什么？快点去熬成药水给三皇子喝。宣武帝这一整天都没出河西宫，只时不时的派人去延庆宫看看三皇子的情况。说他懦弱也好，逃避也罢，他不想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疼爱的儿子离世。三皇子已经醒了，他想起来去看看三皇子，又怕江心月生气，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皇上不去看看三皇子吗？就算不看德妃今日受了惊吓，皇上也要顾这些三皇子的心情。他无辜受痛，皇上若是能安慰一下他，他心中感到温暖，相信会更快好起来的。那朕去看看他。到底是谁给三皇子下毒呢？无非2人，皇后娘娘和德妃自己。至于最后是谁被定罪，就看谁更棋高一招了。不可能，这不可能的！太医，你不是说毒已经解了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三皇子说不出话来了？回皇上，回德妃娘娘，三皇子体内的毒确实已经全解了。微臣等也不知道为何三皇子会失声呢。皇上，臣妾这一生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那些人要这样对轩儿？他们若是想报复，就冲着臣妾来呀！为什么要轩儿承受这一切呀？明日将皇后的金册送去给于妃，解了她的禁足。德妃，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好三皇子，其他的无需操心。臣妾遵旨。机关算尽，却还是给于妃做了嫁衣。三皇子怎么样了？原本太医说毒素都已经清掉了，三皇子人也清醒，可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的三皇子不会说话了。这不可能！说是有人要置三皇子于死地，那他中的必是无解的剧毒，他就不会有醒过来的机会。可昨夜都已经醒来了，说明下毒的人就是德妃自己，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儿子失声呢？当然，也不排除是有人故意将三皇子毒哑，来断绝他将来当上太子的可能。那么嫌疑人就只有他和皇后娘娘了。翊坤宫的宫人本来就不够用了，处处疏忽。今儿一早，在翊坤宫的杂物房里又发现了一具服毒自尽的女尸。女尸的脸被人打到，肿胀流血，都快要认不出来这是谁了。但德妃从前经常带着三皇子来翊坤宫玩，纷纭稍微费了点劲儿就认出来了。娘娘，是三皇子的长侍宫女宁飞秀。皇上，昨夜飞秀受了罚，人都快晕过去了，还非要出去打水洗漱。奴婢瞧着不对劲，一路跟着他，跟到了翊坤宫。奴婢觉得奇怪，回去禀告娘娘，在飞秀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封遗书。皇上，请您为三皇子做主啊！皇后，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臣妾没有做过的事，只能说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皇子哑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是后宫传遍了，前朝也瞒不住。
成国公带着夫人和老夫人入宫，一同为三皇子讨公道。那老夫人可是上一任老国公的妻子，手里还有先帝赐下来的虎头拐杖，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江心月没有参与到这场腥风血雨的争斗，只知道那日成国公府的老夫人大骂着朱家狼子野心，皇后蛇蝎心肠，并且怀疑后宫子嗣凋零都是遭了皇后的毒手了。后来好像还动了手，有人见了血呢。动手的人正是成国公府的老夫人，她激愤之时，一拐杖就打在皇后的头上。本就患有头疼之症的皇后被打得晕死了过去，只因着朱家人远在长安，竟然连一个为皇后说话的人都没有。先去看看我们真贤妃娘娘吧，她还不知道本宫拿到了皇后娘娘的金册呢。贤妃娘娘，于妃娘娘在外求见。这位又跑出来蹦跶了。臣妾给贤妃娘娘请安。于妃请起，来河西宫找本宫有何事？哼，当初你入冷宫的时候，是皇后娘娘暗中护你，臣妾也对你河西宫颇有照顾，才让你免遭丽贵妃毒手。如今皇后娘娘被德妃那个贱人诬陷，你就不帮皇后娘娘在皇上面前说句话吗？于妃这话有失偏颇，本宫那时候对你和皇后娘娘也是不差的。你们想利用本宫斗倒丽贵妃，本宫也做到了，你怎么这么贪心？要有那点微不足道的好来道德绑架本宫一辈子吗？微不足道？要不是我们护着你，你以为你能在丽贵妃手里活下来？你管这叫微不足道的好？你们想以小博大，付出一些成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们人人都想利用本宫，现在却好像给了本宫天大的恩赐。于妃，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你现在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只要你帮皇后娘娘求情，皇上一定会相信皇后娘娘的，而这对你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你都不愿意帮吗？说得真好，于妃与皇后娘娘姐妹情深，少说也有8、9年的感情了，自是比本宫这个入宫2年不到的新人更有话语权。这么心疼皇后娘娘，为何不自己去皇上面前为皇后娘娘求情？还是说于妃就是一张嘴心疼皇后娘娘，实际上却什么都不想为她做，还来本宫这里撺掇本宫去惹怒皇上，是想让本宫失宠吗？这江心月属别人肚子里的蛔虫吧？怎么把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全都说出来了？贤妃娘娘误会臣妾了，臣妾不受宠，哪儿敢？知道自己不受宠，还敢跑来本宫面前放肆？谁给你的胆子这么不要脸？皇后娘娘和德妃的争斗，本宫没兴趣参与，但你们双方若是有谁胆敢给本宫泼脏水，试图把本宫拉下这趟浑水，那不好意思啊，谁胡乱攀咬了本宫，谁就是本宫的敌人，本宫与他至死方休。于妃娘娘趾高气昂的来，如丧家之犬一般灰溜溜的去。在汹涌的湖面上，还没来得及投下一颗小石子儿，就被江心月恐吓了回去。娘娘如今也出月了，六皇子的身体强壮，老奴也算是不负皇上和娘娘的重托。今日老奴的儿子和儿媳要来接老奴出宫了，老奴特来拜别娘娘。江心月让江川和小轩子把早就准备好的谢礼拿出来，是500两的银票和一些珠宝首饰，都装在一个小匣子里。李嬷嬷，小团子多亏了你和夏嬷嬷，才能健健康康的来到这个世上，并且也是你们悉心照料，才让他免受诸的算计。如今你要出宫了，本宫还是免不得要多嘴讨嫌几句。虽说那是你的夫君和儿子，可是毕竟你入宫已经40年了，40年已经是人生的一大半，你有40年没有出过宫，不知家中光景如何，你的夫君待你还是不是一心？你的儿子娶了媳妇儿，是不是还能向着你？自然，若是他们待你一心一意，本宫会很为你高兴。但他们如果有了二心，本宫给你的钱财就是为了给你傍身的，你不要掏心掏肺的一次全给他们了。记住，女人自身有钱才是底气，他们才会巴结你、奉承你、待你好。本宫这不是把他们往坏处想，是想为你多想一些。这人心是最考验不得的。喜鹊和霜降、向嬷嬷等人纷纷扭过头去抹泪。向嬷嬷，你带人去送送李嬷嬷，若是见到李嬷嬷的家人，待本宫问声好，
待问声好是假，给李嬷嬷做靠山才是真的。贤妃娘娘真的为了让李嬷嬷晚年能够幸福，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向嬷嬷和李嬷嬷是老伙计了，若是说这宫里头最舍不得李嬷嬷的，那一定就是向嬷嬷了。贤妃娘娘，我们皇后娘娘想召您去翊坤宫说说话。皇后这是有什么合作想找我吧？去看看也无妨，万一对我有利呢？臣妾见过皇后娘娘。贤妃不必多礼，快起来。皇后娘娘，您这是怎么了？才几日不见，怎么这么憔悴了？本宫的身子不中用了，德妃，本宫没有想到千防万防，最有野心的人竟然就藏在本宫的身边。贤妃，你要帮本宫报仇啊！皇后娘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德妃日前还说是臣妾给三皇子下的毒，怎么又突然改口说是您呢？臣妾知道，您如果想置三皇子于死地，三皇子活不到如今，又怎么可能是您动的手？连你都懂的道理，皇上怎么会不知？本宫不是输给了德妃，本宫是输给了本宫的妄想之心，是皇上想让本宫死，是本宫同床共枕了一辈子的丈夫想让本宫死，是本宫太傻了，总以为只要本宫是一心为了他总能发现本宫的好，是本宫自作自受，是本宫自己。皇后娘娘，何至于此？君若无情，我便休。皇帝不爱自己，自己爱自己就行了，何必自伤成这副鬼样子？根本就不值得。这条路是本宫选的，本宫不怨任何人，可是本宫的孩子们是无辜的，本宫的孩儿、展儿和传儿是德妃杀死的。什么？不只是本宫的孩子，后宫里这么多年，只有三皇子和四皇子2个皇子，是因为德妃在暗地里给怀孕的嫔妃下药，所以才导致皇宫里头没有孩子出生。当年本宫就是太信任他了，才给了他杀害展儿和传儿的机会。娘娘怎么知道是德妃？之前那么多年都没有查出来，这次怎么知道是德妃做的了？没有证据的事情，江心月不会傻乎乎的往上冲。本宫这么说，自然是有证据的。这是德妃宫里的宫女，也就是死在了本宫这翊坤宫的宁妃秀，死之前写下的血书，上面坦白了德妃残害先太子和2皇子，以及后宫诸多怀孕嫔妃的罪行。德妃入宫之前曾学过一段时间的医术，对制毒很有研究，这都是本宫从来不知道的。他的小儿子就是在河边赏鱼的时候，突然一头栽进水里被淹死的。皇后怀疑是德妃用了什么药导致他昏厥过去的，不然又怎么可能在落水之后不呼救呢？见江心月迟迟不表态，皇后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只要你答应帮本宫报仇，本宫死后，本宫的家族会向皇上进言，让你来当新后，我们整个朱家都任你差遣。这倒是不用了，朱家也长久不了喽。哼！只见刚才还一脸担忧的贤妃娘娘收回手，将皇后软软的身体放靠在榻上的小桌上。朱家，皇后娘娘是说那个让人在6皇子奶娘的衣服上撒白磷粉的那个朱家，还是派内应侍卫杀了谢长仪灭口的那个朱家？
江心月却是没有半分的怜悯，挑眉看着。哦，对了，臣妾竟然忘了，想害死臣妾孩子的朱家是皇后娘娘的母家呢。若不是朱家，娘娘又怎么会那么痛快地承认顶罪啊？那臣妾还想问问，2年前臣妾入冷宫后，差点死在砒霜点心上，娘娘也是让朱家人送进宫的砒霜吗？你，皇后娘娘，害了臣妾和臣妾孩子的人，您看看他们，都还在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看到蒋元拿着点心进冷宫的那一刻，臣妾就已经猜到皇后娘娘要借她的手，让臣妾误以为是丽贵妃派她去毒杀臣妾的。可臣妾也知道，皇后娘娘这么做是想让臣妾立起来与丽贵妃斗，所以不会真的要了臣妾的命。于是臣妾将计就计，以此获得了皇上的怜爱，以及皇后娘娘您的愧疚。不过这猫哭耗子假慈悲，做都做了，还要给自己立一个好人牌坊的行为，江心月实难苟同啊。娘娘，您不是输给了德妃，是输给了虚伪贪婪的自己。您既想要得到皇上的爱，又想要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想要这后宫全都服您，巴不得自己千古以后的贤良名声传遍朝野内外。娘娘，您不是神，您只是个凡人而已，为何要去妄想人做不到的事呢？娘娘要做一个恶人，就坏得更彻底一点。说臣妾是娘娘，当初在冷宫就应该毒死臣妾，而不是留着臣妾来对付丽贵姬。就是没有臣妾，皇上也是容不下宋家的。皇后娘娘又何必脏了自己的手，杀了丽贵姬呢？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本宫做的事就连皇上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皇后娘娘却哪里赏和不好，非要去喜和殿偶遇蒋昭仪，言语挑拨蒋昭仪与丽贵姬的关系，让她扮成臣妾的模样，去延庆宫放入砒霜、夹竹桃、磷粉、棉絮等物，造成丽贵姬谋害皇嗣的假象，支开下颌，就是为了方便蒋昭仪诱香杀人吧？娘娘好像很惊讶啊。屋子里除了皇后和纷纭急促的呼吸，就只剩下江心月说话的声音了。有什么好惊讶的呢？当初蒋昭仪带着毒点心去害臣妾，她放的是泻药，是娘娘让宫女换成了砒霜，这才导致蒋昭仪被贬为宫女，在冷宫里受尽苦楚。从前臣妾只是一个小小的贵人，总是被蒋昭仪奚落欺负。娘娘，您猜猜看，臣妾为什么没在冷宫要她的命呢？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是本宫，你告诉了蒋昭仪，是本宫让她做了替死鬼。蒋昭仪表面上是受本宫胁迫才对丽贵姬痛下了杀手，实际上她本就不会放过丽贵姬，而本宫也逃不掉。当初叶贵人用巫蛊之术害臣妾，娘娘因为被换了熏香而变得暴躁易怒。娘娘，换您熏香的人并非叶贵人，而是蒋昭仪。怎么会？自蒋昭仪出了冷宫，你们连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臣妾是未雨绸缪之人，早在蒋昭仪还在冷宫时，臣妾就已经去见过她了。后面所有的计划，包括蒋昭仪故意去河西宫门口求见，江心月却果断的拒绝，都是他们一早就安排好了的，故意做戏给皇后看的，为的就是让皇后以为蒋昭仪和江心月都不知道幕后下毒的人其实是他。三皇子，也是你的手笔吗？不，臣妾与娘娘不一样，从不对孩子下手。本宫这一生，自入宫之后，为数不多的善良，都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这才导致本宫今日输得一败涂地。江心月，后宫里人人都想要做皇后，只有你觉得皇后之位是烫手山芋。可你要知道，有时候皇上的宠幸就是催命符，只有你身居高位之时，那些人才不敢轻举妄动。殿中昏暗，门窗关得密不透风，江心月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走水了！哎，不好了！皇后娘娘的寝宫走水了！快点找人来救火呀！贤妃，本宫
帮你除掉容妃，你答应本宫，你要答应本宫，帮本宫好好的照顾五皇子，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是本宫杀了他的母亲。本宫也只是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答应本宫照顾五皇子。就在那火光烧断殿中的房梁往江心月身上砸来之际，皇后一把将他推开，自己则是被砸了个正着。本宫知道，江昭仪在本宫的相处做了手脚，才会导致本宫头风病频发。本宫现在帮你们把破绽处理干净，只要你答应本宫，帮本宫照顾五皇子，让他平平安安的长大，娶妻生子，封王。封了王就可以去自己的封地，从此以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江心月不说话，用力的去拉他，却怎么都拉不动。压在皇后身上的那根横梁重若千斤。你的善良带着锋芒，你比本宫更适合做大燕的皇后。说完，他闭上眼睛，永远的倒在了房梁之下。江心月探了探他的鼻息，发现他只是晕死过去，于是开始寻找突破口。皇上您不能进去，这太危险了。宣武帝听说了翊坤宫起火之后，立马就赶了过来，看到已经被侍卫们拦在安全地带的喜鹊和霜降后，意识到了不妙，立马就要冲进去，但是却被周围的人劝阻。皇上，火势太大了，就算皇后娘娘在里面，也肯定……皇上，龙体为重啊！放开！谁敢拦朕，朕诛他9族！那抹明皇没有任何的犹豫的冲进了熊熊大火之中。宣武帝刚开口，就被滚滚的浓烟呛得咳嗽不止。他努力地睁开眼睛，辨别方向。雪儿，雪儿，你在哪儿？皇上，是皇后娘娘。房梁下压着的不是皇后，又是谁呢？先把皇后救出去。皇上，这里太危险了，您出去吧，属下的人会在里面找贤妃娘娘的。朕说，让你们先把皇后救出去。皇上，小心！一截被烧断的木头在宣武帝的上方断裂，砰的一声砸下来。还好侍卫反应快，将宣武帝撞开，那侍卫却是被砸得头破血流。巨大的声音让晕倒在窗边的江心月惊醒。月儿，你醒醒！月儿，皇后娘娘，救皇后娘娘！皇帝呢？皇帝在哪里？你们这些废物，怎么能让皇帝进去救人呢？万一皇帝有个3长2短，哀家让你们全都陪葬！一声巨响，翊坤宫寝殿的大门被烧焦倒塌。浓烟和火光之中，高大威猛的帝王只穿着一袭白色的中衣，他怀里抱着已经昏迷过去的真贤妃，像个无所畏惧的勇士，在营救自己心爱的姑娘。抓住他！一声凄厉的喊叫声划破长空。宣武帝刚用水洗干净江心月的脸，就看到容妃跌跌撞撞的从着火的屋舍后跑出来，脸上还带着惊恐。纷纭满脸是血，追着跑出来。皇上，是容妃娘娘放火烧了翊坤宫。什么？容妃听到这话，猛地停住了脚步，因为太过突然，从她的衣袖里掉出来一个火折子，一只带着血迹的银簪子从她的手里头掉落。纷纭已经是跪倒在了皇帝的脚边，用那张被簪子深深划破的血肉模糊的脸控诉着：皇上，翊坤宫里宫人不够用，什么牛鬼蛇神，
都要来欺负我们主子。今日主子觉得身子稍微舒服了一点，就想找真贤妃娘娘说说话。奴婢和喜鹊他们都在外头守着，火势是从后殿一点点烧起来的，所以奴婢们发现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主子的寝宫了。奴婢让双将和喜鹊想办法破门，奴婢则去了后头看情况。谁知奴婢竟看见容妃娘娘手里拿着火折子，对着火势阴恻恻地笑。奴婢觉得失火一事与容妃娘娘脱不了干系，就想拉她出来问个明白，她却用簪子扎进奴婢的脸颊里，奴婢痛得松开了手，容妃娘娘才得以跑开。燕网恢恢，疏而不漏，她被皇上您抓了个正着。意志力顽强的皇后，在太医们为她简单的清洗伤口的时候，已经是痛醒过来。皇后娘娘千万别动，您身上还有大面积的烧伤，必须回太医院进行消毒之后，才能把烧坏的烂肉清除出来，否则很容易感染，这是要出人命的。皇后早就不想活了，今日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为五皇子谋上一条生路。皇上，在六皇子奶娘的衣服里放棉絮的人是容妃，她今日是想杀了贤妃，再嫁祸给臣妾，只可惜她失败了，请皇上为贤妃和臣妾主持公道。带皇后下去治疗。皇上，不是臣妾，真的不是臣妾。贤妃往日里最是伶牙俐齿的，今日怎么不说话了？你也看到容妃放的火吗？太后娘娘想从臣妾这里听到什么呢？臣妾今日是被皇后娘娘召来叙话的，还没说几句，臣妾就和皇后娘娘被大火困在了屋中。臣妾一直与皇后娘娘在一起，难道太后娘娘要说是臣妾放的火吗？哀家可没有这样说，也就是说，你没看到容妃放火，皇上怎么能听皇后的一面之词？他那个宫女也是他那边的，他怎么能只认容妃？若是贤妃也说自己看到了，才有可能是真的。有什么事，等贤妃恢复再说。来人，先把容妃押入玄镜司。皇帝，你别忘了，容妃曾以身救过你一回。现在你只偏信皇后的话，就要将她治罪，就不怕寒了那些为你鞠躬尽瘁的大臣们的心吗？对待救命恩人尚且如此，对朝臣又有什么爱惜之心呢？这样不知感恩的君王如何能够长久视之啊？皇上，臣妾在窗户边捡到这个。所有人都顺着江心月的目光看向容妃胸口处的玉石，脖子最上方的一处显然是掉了的，而且样式、颜色、材质与江心月手中的那颗碧玉玉扣一模一样。这下就连太后也无话可说了，只能看着玄镜司的人把容妃带下去。皇上，皇后娘娘快不行了，现在在太医院，喊着临死之前一定要见您一面。今晚早点睡，不用等朕。不管皇后今晚能不能够熬得过去，皇帝都要提前准备许多事情，要和自己的心腹商讨一番。皇上，今天起火的时候，那根房梁本来该压在臣妾身上的，是皇后娘娘救了臣妾，她还将沾了水的帕子给了臣妾。不管之前皇后娘娘对臣妾做过什么，臣妾都原谅她了，所以臣妾斗胆求皇上给娘娘最后一点体面，好不好？朕知道了，这些事情你不要操心，朕知道怎么做。皇后娘娘，你快看看，五皇子来了！五皇子还这么小，他不可以没有娘娘啊！您睁开眼睛看看五皇子吧。皇后的手动了动，费了极大的力气睁开眼睛。好好照顾五皇子，纷纭，不要和贤妃作对。本宫今日有此下场，都是本宫视人不清，信了不该信的人，爱了不该爱的人，本宫认了。娘娘，您活下来，奴婢与您一起照顾五皇子。本宫不成了，你带着五皇子
去河西宫候着吧。他在五皇子的身上总能看见自己那2个儿子的身影，他是真心希望五皇子能够过得健康快乐的。等五皇子长大了，不要交给他仇恨，不要让他被人挑拨，因为杀了本宫的是贤妃，本宫只要他好好的活着，你明白吗？皇后娘娘，奴婢会照顾好五皇子的，奴婢不会让任何人害了他的。这是他家主子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念想了，他绝对不会让主子失望。皇上，臣妾入宫15年，先后为您生下过先太子和2皇子，可他们或许都不愿做皇家人，早早的舍了臣妾去了。如今臣妾也要去寻他们了。皇上，臣妾唯愿您龙体康健，长命100岁，与心爱之人永远携手。别说这么多话了，为什么不让太医为你续命，多活些时候不好吗？不，臣妾不想日日对镜，看着这张脸，臣妾怕自己带着对这个皇宫的怨恨而离世。续命又能活多久呢？3天、5天，还是3个月、5个月？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趁着皇帝心中有愧，用自己的死为五皇子和贤妃争取最大的利益。臣妾这辈子谨守着做皇后的规矩和责任，所谓让皇上为难，臣妾这一生能够嫁给您，成为您的皇后，臣妾从未后悔过。可臣妾只有一事，悔不当初。是为五皇子？是，臣妾不该去母留子，从蓝才女身边夺走了五皇子，他还那么小，就没有了娘亲。臣妾求皇上，让贤妃抚养五皇子好不好？臣妾可以交出长安朱家意图谋反的证据，只求皇上答应臣妾这唯一的请求。朱家意图谋反，这件消息如同平地一声惊雷，炸在宣武帝的心里。他是知道朱家人向来是桀骜不驯，不听朝廷调遣，但他们总能够找到合适的理由来搪塞皇帝，所以皇帝也没有正面和他们发生过冲突。他从来不知道朱家不仅想做长安的地头蛇，还想做这天下之主。他眼底的光一点点地熄灭下去，透过皇帝的身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和皇帝大婚的那天。12楼中进小庄，望仙楼上望君王，所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骤漏长。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玉换更添香。遥窥正殿连开处，袍裤宫人扫玉床。皇后娘娘轰了！一场大火要了这位一生要强的皇后娘娘的命。她还没有看着五皇子长大，为他娶妻生子，更没有成为他理想之中的一代贤后，就死在了这个波谲云诡的后宫里，死在了阴谋诡计和皇帝的凉薄之中。延庆宫，娘娘不高兴吗？这宫里头的高位嫔妃，如今便只有娘娘您和贤妃了。贤妃入宫时间短，人心不稳，根本没有和娘娘您相争的资本。这皇后之位已经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你真的觉得是容妃放了那把大火，烧死了皇后吗？难道不是吗？没有看到容妃亲自放火，没有看到亲手扎伤纷纭，德妃说什么都不相信。那难道是贤妃放的火吗？也不对啊，那皇后娘娘为什么说是容妃？皇后娘娘为什么说是容妃呢？明明就是
他自己放的火吧？如果不是他自己放的，翊坤宫的宫人怎么会那么配合，在那个时间齐齐失踪，方便了容妃偷听呢？纷纭也这么配合，脸都被划烂成那样了，竟然还追着容妃跑出来。娘娘又何须多想呢？不管这火是容妃娘娘放的，还是娴妃娘娘放的，最后的得益人只会是娘娘您。陈国公府的嫡女，做皇上的继后，绰绰有余了。德妃也觉得自己近来绷得有一些太紧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三皇子失声成了哑巴，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心血付诸东流。二公主年纪还小，若是没有一个得用的兄长做靠山，将来逃不过去和亲的悲惨命运。但绿茵说的也对，宫里头的高位嫔妃也就只剩下娴妃和她了。论资历，论家世，论人品口碑，就算是论入宫时间的长短，德妃都自认为她是胜过江心月许多的。裴武，是不是太后姑姑让你来救我的？你放我出去，你快点放我出去好不好？这个鬼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待了。太后娘娘让我来转告容妃娘娘，最好把所有的罪都揽在自己身上认下，不然他老人家会让你永远都开不了口。什么？姑母想要杀我？容妃娘娘怎么能这么说呢？太后娘娘宅心仁厚，当年要不是她心疼你和淑妃娘娘，将你们接进宫来，你们本来应该流放去宁古塔的。我要是认罪了，皇上会杀了我的。当初贾韵陷害淑妃的事情，皇上并不知情。若是他全盘托出，皇上一定会杀了他的。毕竟，淑妃从他的白月光沦为剩饭渣，这件事情他也是功不可没的。可你不认罪的话，太后娘娘也会杀了你的。你是打算现在就死，还是揽下罪名，博一线生机呢？好，我认。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待我被皇上晋封，一定会为你求情的。姑母，她是想要把持后宫吧？打着光复吴家的幌子，让她和淑妃言听计从。现在她们姐妹二人坏事做尽，没有了利用的价值，她就要培养新人了。哼，太后姑母未免也太小瞧她了。她可不是淑妃那个蠢货，被她玩得团团转。在此之前，我想见姑母最后一面。劳烦裴姑娘帮我通传一声。太后娘娘现在没有功夫来见你，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也是一样的，我一定帮你转告他老人家。那裴姑娘就帮本宫转告太后娘娘，本宫祝她得偿所愿，把持后宫，尊贵无比。陈国公府的老夫人真是老当益壮，臣妾听说她那根虎头拐杖可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也就你敢问朕这么大逆不道的问题了。但凡换个人来问朕，你试试后果。试试就试试，是不是嘛？怎么，怕朕哪天成了昏君，被陈国公老夫人打死？皇上才不是昏君呢，他要是敢打皇上，臣妾杀了他。臣妾可不懂什么虎头蛇头的。虽然朕知道你这小嘴甜言蜜语的是想哄得朕晕头转向，但朕还是被你哄到了。放心，陈国公此人最是识时务，昨日他已经将虎头拐杖送进宫来，交还给朕，并且让老夫人出府，于宫门口跪拜皇后了。如果不这么做，陈国公怕自己的老娘连命都保不住啊！朕把五皇子安排在这里，是不是让你为难了？若是等五皇子长大一些，被有心人挑拨几句，只怕五皇子会觉得是江心月害死了他的母后，断了他的锦绣前程。留在他身边，对江心月而言是个不稳定的祸端。臣妾，皇上，纷纭带着五皇子来求见皇上，奴婢恳请皇上同意，待皇后娘娘的凤体移驾东山下葬皇陵时，让奴婢和五皇子一起去东山给皇后娘娘守灵。你要朕的儿子去东山守皇陵？你好大的胆子！奴婢该死，可奴婢也没有办法。皇上，主子离世前拉着奴婢的手，让奴婢好好照顾五皇子长大，
留在宫里固然有贤妃娘娘照料，但奴婢斗胆说一句，宫中险象环生，贤妃娘娘自保已是艰难，更何况她还要保护4皇子和6皇子。奴婢不是不相信贤妃娘娘，奴婢是不相信除了贤妃娘娘之外的每一个人。5皇子年幼，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若是被有心之人挑拨，奴婢便辜负了皇后娘娘的嘱托。皇上，娘娘薨逝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5皇子，奴婢求皇上恩准。儿臣和三哥给父皇请安。3皇子跪在4皇子身边，一双眼睛不断地往5皇子的身上瞟，眼中是无法说出口的愧疚。江心月观察着3皇子的言行，在心中暗暗叹气，这孩子只怕已经知道给自己下毒的人是自己的母妃了，不然他不会有那种眼神。你们不在小团子那里陪他玩，跑来这里做什么？小团子睡着了，向嬷嬷说不能打扰他睡觉。我们听说五弟也在母妃这里，所以来找五弟玩。父皇，是不是五弟做错事惹您不高兴了？您别和五弟计较好不好？他刚刚失去了母亲，他好可怜呢。因为曾经失去了自己的娘亲，在偏僻的宫殿里受尽欺凌，他对5皇子很能感同身受。起来吧。皇上，其实5皇子去皇陵也不是不可。皇帝想，难道月儿也不愿意抚养5皇子吗？皇后不是将5皇子托孤给他了吗？等5皇子长到8岁，纷纭将他教养的明辨是非之后，咱们再把他接回来啊。到时候3皇子和4皇子都大了，让他们带着5皇子一起去皇子所念书。就算有人想挑拨臣妾和5皇子之间的关系，臣妾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皇子乃皇家尊贵的皇子，哪能一辈子守在皇陵？纷纭，你觉得呢？这想法与纷纭不谋而合。江心月给了这么大的一个台阶，他哪有反对的道理啊？自然是连声应和。你们都这么说，朕反对的话，倒显得朕不近人情了。那朕便封5皇子为孝廉王，赐贴身护卫200人。皇后灵柩送去东山皇陵之时，一道护送孝廉王去东山，待他满8岁，朕会派人去接他回宫。奴婢多谢皇上，多谢贤妃娘娘。奴婢会在皇陵日日为皇上祭拜先祖，为大燕祈福。来人，去把给贤妃泡茶的宫女双手砍了！没用的东西，连泡茶这种小事都做不好，泡出来的茶不合贤妃心意，留它何用？太后娘娘饶命！太后身边的嬷嬷立马就要去拉小宫女，江心月知道她是针对自己，但也没有马上为小宫女求情，而是看向太后身后的裴吴。打扮素净淡雅的少女指了指茶杯，又指了指香炉，再摇了摇头。江心月立刻会意，茶水单独喝没有问题，香炉里的香单独闻也没有问题，是这2者混合在一起就会出现问题。而离香炉最近的是于妃和她宫里的萧美人。站住！几个老嬷嬷拉着小宫女刚走到于妃的面前，江心月手里的杯盏就重重地砸在了香炉之上。贤妃娘娘，您在皇后娘娘的丧仪上姗姗来迟也就算了，现在还在她的灵堂后大砸喧哗，是不是太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了？你这样的人……他努力地想要说出话来，喉咙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憋得整张脸都红透了。紧接着又有好几个在香炉周围的嫔妃不同程度的出现眩晕、头疼和说不出来话的症状。蒋昭仪快速走到江心月的身边来，拉着她也往后退。这是西域的迷香，会令人发狂的。于妃手里抄起一个花瓶，对着江心月就要砸过去。江心月的身后就是太后了，她抓着蒋昭仪就往旁边一倒，那花瓶哗啦一声在太后的脚边炸开，那锋利的碎片划破了太后的脸颊，痛得她大叫起来。来人呐，都是死人嘛！快点把他们给哀家抓起来，他们疯了！
太和殿后殿满地的狼藉，于妃和萧美人以及中毒的几个嫔妃，在太医们的诊治之下，已经是都清醒过来。只有于妃当时怒气攻心，毒素入侵的比较深入，所以还有一些呕吐的后遗症。皇上，一定是贤妃，是他给臣妾等人下毒的，请皇上一定要严惩他。于妃脑子不清醒的话，本宫帮你打醒也行，就不必感谢本宫了。皇上，您看看他呀，当着您的面都敢对臣妾动手，这要是您不在，他……你说对了，皇上若是不在，本宫会让江川狠狠地掌你的嘴。现在本宫不过打了你一巴掌，你该跪下谢谢本宫才是。他挥了挥手，一个被五花大绑的太监被推了进来，跪在地上，狼狈的抬头看着太后。这不是太后娘娘宫里的全公公吗？裴吴说完之后，捂着嘴，一副说错了话的样子。于妃傻眼了，这么说，下毒的人是太后娘娘吗？太后娘娘，太后娘娘，救救奴才！太后娘娘，奴才把2种相克的香料分别放进了贤妃娘娘的茶杯和香炉里，奴才刚出去就被唐公公抓住了。太后娘娘，他们早就知晓了。你给哀家闭嘴！是谁让你在这里血口喷人，污蔑哀家？哀家从未让人做过这种事。太后娘娘，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奴才伺候太后娘娘您15年了，奴才为了您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奴才被抓了，您就不认奴才，不救奴才了？您不能这样啊！您交给奴才的香料，桂嬷嬷那里也有一份，是您说的，万一一次不成，咱们呀还可以来第2次，一定要让贤妃娘娘在皇后丧仪上发狂示意，您才好夺回凤印，不是吗？胡说八道，一派胡言！你就这么看着一个狗奴才诬陷自己的母后不管吗？是不是诬陷？查过才知道。王德全，去把容妃带进来。容妃不是在玄景司吗？太后猛地回头去看裴吴，裴吴却一脸无辜的样子，把太后都给搞懵了。裴吴不是说容妃有办法脱身，而且他要设计贤妃，不需要他救吗？他怎么还敢来啊？皇上没有处死他吗？是不是这幕后还有隐情啊？我怎么瞧着这气氛这么怪异呢？且看着吧，反正和咱们没关系。姑母看到我，怎么不高兴？是不是怕我把你做的那些丑事都说出来？怕你这个太后做到头了？你怎么也风言风语的？疯！这世上哪有人比姑母更疯啊？你口口声声告诉我和姐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吴家，为了救回哥哥和母亲，可你怎么不告诉我，母亲早在2年前就已经因病去世了？你利用我和姐姐帮你清除后宫中一切妨碍你掌权的嫔妃，你说想扶持我和姐姐当皇后，其实不过是想让我和姐姐成为你的傀儡，让自己做着后宫真正的主子。太后都没机会为自己开口辩驳，容妃又紧接着道：啊不，姑母的野心可不只是做后宫的主人，你还想我和姐姐能诞下皇嗣，再想办法把皇上给废了，或者让我给皇上下毒，直接送他去见先帝，你就可以扶持幼子登基，做那垂帘听政的圣母皇太后。你当初贤妃有孕，姑母也安排了人在她的补汤里放了大量的红花，想让她小产，结果被贤妃发现后，你又利用河西宫里的那只狗，在狗的身上种下为了剧毒的狗尸，只要贤妃抱了狗，立马就会小产丧命。可惜呀，太后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都没能够攻破河西宫的铜墙铁壁，贤妃逃过一劫，还生下了健健康康的6皇子。6皇子满月那晚，太后的慈宁宫里砸碎了好几个从海外进贡来的琉璃摆件。太后在寝宫里诅咒6皇子就会像淑妃的孩子那样畸形夭折，
这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太后姑母，你敢对天发誓，你没有做过这些吗？做过，这全部都是太后做的事儿。她不仅诅咒江心月生的孩子，但凡是这宫里不是她的人诞下的皇子，她都巴不得那些孩子早死。如果不是她手底下听话的嫔妃有孕，她宁愿皇帝断子绝孙。你不敢发誓吗？你不敢，我敢。你曾经还想杀了皇后娘娘的大皇子和二皇子，只是你没来得及动手，他们就被人给害死了。而你之所以对皇上的皇子，对你自己的孙子都这么狠毒，那是因为……够了！你疯了吗？你自己想死，还想拉哀家做垫背不成？王德全，把太后拉开。皇帝，你真的要相信他吗？他满口的胡言乱语，你不要相信他。太后对皇上冷漠，对皇子狠毒，都是因为她不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当年太后生下来的是一个公主，被她溺死在澡盆里。皇上是先帝最宠爱的景贵妃生下来的儿子，被太后用公主的尸体给换了过来，导致景贵妃受不了打击，血崩而亡。什么？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向了太后。如果容妃说的都是真的，那岂不是说明如今的太后是皇上的杀母仇人？太后姑母，如果还想说我胡言乱语，大可以让皇上去慈宁宫搜宫。太后娘娘自知罪孽深重，还在寝宫后的耳房中建了一个秘密的小佛堂，小公主的身体被她用一只死猫给换了过来，供奉在小佛堂里。太后娘娘日日香火不断，希望小公主来世能投个好胎。此话一出，太后眼中只剩下了绝望，眼前一黑，便晕了过去。江心月看了裴无一眼，他知道裴无去玄镜司见过容妃，又回慈宁宫将容妃的情况告诉太后。现在出现这种局面，应该是裴无故意在中间传话，让容妃以为太后想让他做替死鬼，担下所有的罪名，然后又告诉太后容妃是故意被抓的，他还有后手，让太后不要插手，免得破坏了容妃的计划。信息差让这两个人都产生了误会，幸好古代没有电话手机，不然裴无这样两头撒谎是很容易被拆穿的。好好的一场皇后追悼会，被太后这么一闹，皇帝有意将事情放大，便就成了太后娘娘的处置大会。团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错了要勇敢承认，不可以撒谎。撒谎的孩子鼻子会变得很高很高，母妃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四皇子、六皇子他睡着了，听不到你讲故事的。能听到的，母妃说了，这叫睡前故事。就算小团子睡着了，故事也不能中断的，他还在听。祖祖，你这样说，小团子会伤心的。好，是祖祖错了，祖祖向六皇子道歉。父皇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小团子不会和祖祖生气的。小屁孩子，知道什么叫做善莫大焉呢？这几个字儿他都还写不全呢吧？小满这是想和你三哥一起去皇子所念书了吗？母妃，我也可以去皇子所上学吗？可是他们说我身份地位不能和父皇别的孩子一起去皇子府。今时不同往日，以前的人和事你都要学着忘记，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欺辱你的人，这辈子都不敢再出现在你眼前。这还不能说明你身份尊贵吗？小满，你要自信起来，我非相信你，你比任何人都优秀。我想去皇子所学习。三哥说大皇姐和二皇姐已经不去皇子所的学堂了，他一个人好孤单，而且他现在生病不会说话了，我怕别人欺负他。他自己就被太监宫女欺负过，皇子所里万一也有这种人呢？他要保护好三哥。有人吗？快来人！是谁把哀家关在这里的？哀家是大燕的太后，你们不能这样对哀家。空荡荡的黑暗之中，甚至有太后的回音，但就是没有人回应。开门！皇帝，
哀家知道你在，哀家是你的亲生母亲，你不能听信容妃的一面之词。她就是恨哀家，没有救她，才故意污蔑哀家的。哀家有火光，一点点的从太后的背后亮了起来，最后照亮了整个黑暗的空间。这里竟然是报室。小时候皇帝不听话，或者太后觉得他不乖，经常把他丢到这里来受罚的报室。裴武，你这个贱人，你竟敢背叛本宫，本宫要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侍卫们按在了地上。哼，当年景贵妃身边最信任的贴身嬷嬷被你收买，将你的死因与朕对调，你怎么就没想到景贵妃被最信任的人背叛会有多伤心呢？景贵妃那么信任你，你不也照样把她算计得丢了性命吗？你不要提她，你懂什么？景贵妃出身名门，入宫就是贵妃，还与先帝是少年爱慕的一对情侣。她生下来就拥有了哀家这辈子都得不到的一切，哀家不甘心。她那个蠢货被保护得太好了，根本不懂什么叫人心险恶。那哀家就帮帮她。所以他故意在景贵妃怀孕之后，也立马勾着皇帝与自己颠鸾倒凤，想尽办法和景贵妃一前一后怀上。后又打听景贵妃生产的日子，自己也是在那天吃了催生药，把孩子催下来。他原本的计划是，如果两个人都诞下了皇子，他就用自己的孩子换景贵妃的孩子。只是后来他生的是个公主，公主有什么用？不，一点用都没有。不能为他带来任何的利益，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把小公主淹死，也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呀。万一哪天东窗事发，公主活着，后患无穷，不如杀了她，一劳永逸。淑妃和容妃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现哀家的秘密，裴武，是你告诉容妃的，对不对？太后娘娘息怒，阿武从一开始就是皇上安插在您身边的探子，皇上从未宠幸过阿武，都是做给太后娘娘您看的。阿武留在慈宁宫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到您的把柄。你们都知道了，那又如何？哀家名义上依然是皇帝的母亲，这种皇室丑闻，难道皇上要传入民间吗？朝臣们商议出来的结果是将你送去行宫，让你在行宫了此残生。太后唇边扬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心道皇帝果然是拿他没有办法的。然而下一刻，他就听见皇帝残忍的声音传来：所以朕已经让护送太后的队伍去真州行宫了。至于你，会在这里忏悔，为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朕会让你在这里关到死。不！报室的门被关上，方才还明亮的房间又彻底的黑了下去。沈夜，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哀家就是没有生你也养了你，没有哀家，你以为你能活着长大吗？你快点放哀家出去！见了贤妃娘娘，记得行礼。你是李嬷嬷推荐来的奶娘，娘娘自会信任你，你也莫要辜负了娘娘的信任。小的知道了，刚才同你说的又忘了，在宫里你要自称奴婢。是，奴婢知道了。你同我不用称奴婢，向主子们回话时才如此自称。我知道了。唉，向嬷嬷叹了口气，只能慢慢嚼了。实在是皇上找来的那几个奶娘，贤妃娘娘都不太满意。正好李嬷嬷托了采买的太监送信入宫，说他那里给六皇子物色到了一个好的人，实诚，有一把子的力气，奶水也好，最重要的是他奶大了7个女儿。抬起头来，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口。普通百姓大多是憨厚老实，若是那种内里藏奸的，不需要试探什么，从他的眼睛里就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品行。是个好的，向嬷嬷就交给你去教他规矩了。是，你就和向嬷嬷一起住在六皇子的寝宫里，有什么需要的就和张嬷嬷说，只要你们好好保护六皇子，
不要让他受到伤害，本宫重重有赏。吕氏想到李婶儿衣锦还乡，被小轿子抬着回村时的风光场景，心里头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六皇子喂得白白胖胖的，将来贵人娘娘也能够许他金银财宝，让他也扬眉吐气一回。娘娘，王公公来了，说是皇上宣您去承乾宫，让您把凤印也带上。带上凤印做什么？小谢画师的画可真好看，什么时候得了空，给本宫也画一幅吧。娘娘若想入画，可以找画院里的李画师，他画人像也是一绝。你不愿意为本宫作画？微臣不画人像，因为他总觉得画人像需要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最好和被画之人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的性格之后再去动笔，那样画出来的人物才能够拥有他想要的灵魂。这次若不是宣武帝下令非要他为帝后入画，他也不想接这个差事，违背自己的意愿不说，还惹了李画师不快。皇上，贤妃娘娘来了。江心月给皇帝行了一礼，眼神才看向在桌案后的俊美少年。贤妃娘娘和她穿的衣服好像一对儿似的，她耳朵怎么红了，脖子也红了，这人是全身过敏了吗？程辉，今日就到这儿，明日再来画，可好？谢承辉不敢再去看容光摄人的贤妃娘娘，低着头应是，迫不及待地和书童收拾东西逃走了。于妃气得牙痒痒，区一个画师也敢拒绝为他作画？什么不画人像？皇上和皇后娘娘不是人吗？皇帝去后殿换轻便常服的空档，于妃狠狠地瞪了谢承辉的背影一眼后，又斜着眼睛去看德妃，哪壶不开单提哪一壶。这几日本宫忙着料理皇后娘娘的身后事，都没时间去看三皇子。本宫听大公主说，三皇子说不出话来了。德妃姐姐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皇上把公权交给了贤妃娘娘和于妃你，宫里头却发生了毒害皇子的事。贤妃娘娘入宫时间短，很多事情查不清楚，情有可原。怎么于妃入宫都10几年了，连给三皇子下毒的人都查不出来是谁呢？本宫听说于妃还宣了内务府和御膳房的管事进谏，本宫还以为整个后宫已经尽在你手了呢。德妃姐姐这么关心臣妾怎么打理公务，是对皇上收回你的金册一事不满吗？金册不是你的，也不是本宫的，是未来的皇后娘娘的。他意有所指地看向江心月，在暗示于妃，皇上心中主意的皇后在这儿呢。江心月一句话都没有说，德妃却总是把于妃的仇恨值往他的身上拉，真够缺德的。他一双清灵灵的眼睛朝着德妃看过去，也不说话，就那样用锐利的眼神看着他。贤妃娘娘，臣妾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你很聒噪，能不能闭嘴啊？这么急着给本宫拉仇恨，怎么怕本宫当上皇后了就没你好日子过了吗？那你的担心还挺对的。德妃被他对的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不多时，皇帝换了一件杏色绣淡蓝色云海暗纹的衣服出来，还说不吃醋呢。相似的装扮，这不都换上了吗？方才都没注意看，贤妃娘娘可是见谢画师穿的衣裳好看，回去换了套差不多的。谢画师，本宫方才是第一次见，何来见他的衣裳好看才回去换衣裳一说？贤妃娘娘这就有点不诚实了。上午谢画师就在太和殿作画，您也在场的，怎么能说第一次见？难道是娘娘对谢画师……你够了没有？皇后娘娘在世时待你不薄，3番4次的护着你，你就是这么哀悼她的？在她的丧仪上还有心情去关心哪个画师穿了什么衣裳？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皇后娘娘宁愿将5皇子托付给本宫，也不给你？还不是因为你蠢，你没脑子，每回都被德妃当枪使。你不想听朕说话就滚出去！4次找茬，4次碰壁，4次碰壁越挫越勇，这人怎么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了都不会疼？属于的吧，这么缺。朕让你把金册拿来，你拿过来了吗？于妃哪里敢说没拿呀？她招招手，
立刻有宫女上前来，将金册交给了王德全。月儿，封印可带了。江心月也看了喜鹊一眼，喜鹊上前，直接将装了封印的盒子放在金册旁边。宣旨。德妃和于妃都低着头跪下去，准备听王德全宣读圣旨。江心月也是退开2步，准备跪下，却被宣武帝一把拉住了手臂。你膝盖还有旧伤，上午已经跪了那么久了，不必再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贤妃姜氏，秉性柔佳，持公淑慎，于公敬事，恪敬敬慎，实能赞襄内政，抚慰朕心。今册为正一品皇贵妃，为同父后，望尔此后于公事尽心，于人品贵重，钦此。臣妾领旨，谢主隆恩。恭喜皇贵妃娘娘，也恭喜皇上得皇贵妃如此佳人。这下好了，于妃妹妹不用为了皇后娘娘的金册和臣妾心生隔阂了。既然皇贵妃娘娘位同父后，这凤印和皇后娘娘的金册也应当都由皇贵妃娘娘保管才是。于妃妹妹，你说对吗？皇上，贤妃入宫堪堪2年，原本您册封她为4妃之首，后宫嫔妃已经颇有微词。如今她既没有为皇家开枝散叶，也没有立下什么功劳，您又破格晋升她为皇贵妃，皇上此举恐会引起前朝后宫的震荡，请皇上三思而后行。江心月才18岁，18岁就已经是皇贵妃了，那后面再晋升，已经是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不就只有做皇后了吗？皇后娘娘尸骨未寒，皇上怎么能这么快就封贤妃为皇贵妃？拿给他看，省得他总是拿皇后出来说事，让已逝之人不得安宁。娘娘，请。那密旨竟是皇后娘娘临死时写的，是她恳请皇帝册封江心月为皇贵妃，代皇后履行职责，等到将来有了新的继后，再将公权归还。谁都知道，一旦江心月把持住了后宫，将来就算是有了继后，也未必就是她的对手了。为什么到头来皇后娘娘心心念念都是帮着我们共同的敌人，就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我？臣妾也恭喜皇贵妃娘娘。你们昨天晚上听到了吗？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惨叫声，吓死我了。小主也听到了，奴婢还以为就奴婢一人听到了呢，真的吓死奴婢了。你们几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娘娘，嫔妾和书香在说昨晚听到惨叫声的事儿，该不会是闹鬼了吧？宫里头的死人多了去了，闹鬼也不稀奇。江心月这样的人都能够做皇贵妃了，第一个从地底下爬出来鸣不平的，大概就是她的姐姐江雨桐了吧？奸妃当道，野鬼啼哭。萧美人和书香互相对视了一眼，低头窃笑起来。皇贵妃娘娘到，给皇贵妃娘娘请安。免礼，平身。刚才于妃和萧美人在笑什么呢？也说给本宫听听。萧美人说仰慕皇贵妃娘娘的绝世容颜，今日哪怕是做个宫女，都要来娘娘这儿给娘娘请安。于妃是有多丑？你日日看着觉得伤眼睛，要来看看本宫净化一下心灵吗？本宫也理解，毕竟书上也说过，你每天看着什么，就会和那个东西越长越像。萧美人是怕自己越来越像于妃之后得不到皇上的宠爱吧？萧美人正想说不是，江心月抬手制止她，不让她说话。理解归理解，但下次若是再让本宫在河西宫里看到不该出现的人，本宫连着你们一块儿轰出去，丢了人，到时候可别怪本宫没有提醒啊！皇贵妃娘娘乃六宫表率，理应为皇家开枝散叶。皇上已经快1年不入后宫了，嫔妾今日冒死进谏，是想请娘娘劝诫皇上，要雨露均沾。哦，仰慕她的绝世容颜也是假的，
真实目的是于妃把他推出来当出头鸟，为后宫嫔妃谋福利。小美人所言极是，本宫今日就会向皇上进言的。啊，这么容易就答应了？就这么简单？于妃娘娘还有后招呢，这还怎么使啊？皇贵妃娘娘可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是娘娘早对皇上说了，姐妹们也不至于独守空房近1年了。当即满宫的嫔妃看江心月的眼神都不那么友善起来了。于妃这又是被谁指点过了？都学会挑起所有人的怒火了。江心月的眼神看向德妃，德妃却是朝他举了举茶杯，然后事不关己地喝起了茶来，这才是高级的挑衅。喜鹊，去通知进士房，让他们从今日开始往承乾宫送绿头牌。皇上若问起来，就说本宫请皇上临幸后宫，雨露均沾。承乾宫里灯火通明，进士房的总管李忠时隔8、9个月，再一次忐忑地站在了皇帝面前。哦，你说皇贵妃劝朕雨露均沾？皇上，您翻牌子就知道了。多余的话，他是一个字儿也不敢说呀。毕竟皇上现在看起来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宣武帝无比烦躁地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江心月他没有心吗？自己对他是什么心意，他还不明白吗？自己能够顶着朝臣的压力独宠他一个人，他就不能够顶着后宫嫔妃的不满，不要把自己往外推吗？宣武帝翻开了一个绿头牌，皇贵妃，再翻开一个皇贵妃，连续翻了4、5个，每一个上面都写着皇贵妃。宣武帝愤怒的表情在一连看到3个皇贵妃的绿头牌之后，转怒为暗喜，嘴角压都压不下去了，还傲娇地问李忠：这是皇贵妃让你们做的？皇上恕罪，皇贵妃娘娘之前的绿头牌不能用了，奴才想着1个也是做，2个也是做，就让底下的人做了一批新的。这估计呀，是奴才拿错了，把皇贵妃新做的绿头牌全给拿来喽。这不怪你，是天意。天意让他在9个月之后再次临幸后宫的第一人还是江心月。王德全，摆驾河西宫。怎么回事？这宫里的野猫也太猖獗了。像皇贵妃打理后宫，怎么不让人把这些野猫抓起来打死？若是本宫，肯定不会让这些畜生扰人清梦。娘娘，咱们净士房那边的人来报，说皇上今儿晚翻的是河西宫的牌子。只要皇上肯临幸后宫便是好事。皇上爱宠皇贵妃，连续宠幸她个3、5次也不稀奇。本宫还就不信了，皇上能一辈子就守着她一个人。娘娘，王公公来了，快请进来。奴才给皇贵妃娘娘请安。王公公请起，皇上又召本宫去承乾宫。谢画师已经将帝后图还有半个时辰就画完了，皇上想和皇贵妃娘娘也画一幅，让奴才来知会您一声，好让您准备准备呢。本宫知道了，王公公先回去伺候皇上，本宫稍后就来。月儿，你今天真美。废话，老娘美是公认的事实，需要你在这里3、4、5、6。谢承辉画着画着，秀气的眉头便是皱了起来。一个好的画师能够感受花鸟虫鱼的情绪，自然更加能够感受到人的情绪了。他怎么觉得皇上和皇贵妃娘娘之间有种貌合神离的伪亲密感呢？是不是他画画太费神看错了呀？谢画师，怎么了？许氏刚才画了皇上与孝贤宣文皇后娘娘的画像，稍有些疲乏了，请皇上、皇贵妃娘娘恕罪。是朕思虑不周，应当让你休息一下的。今日就到这儿，谢画师明日再来为朕和皇贵妃画像吧。谢承辉没有多看江心月半眼，低着头恭恭敬敬地退下。谢画师真的很厉害吗？臣妾怎么看不出来啊？就2、3笔，能看出什么来啊？哦，能看出来谢画师的确长得很好看，难怪于妃在皇后娘娘的丧仪上也格外关注她穿的什么衣裳。也不知道她说了清没有，调查一番她的人品，若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以给妹妹说个对象了。
谢画师乃翰林院一品大学士谢炳的嫡子，从小便有神童的称号。若不是他常年在外游学，痴迷于作画，朕还想把大公主许配给他。皇上为什么后来又不让大公主嫁给他了吗？凡事要有度，任何东西喜欢到了极致，都会伤害己身。他痴迷作画，就会忽略玉儿的感受。朕的女儿是公主，在宫中都没受过委屈，朕不允许她出嫁后忍气吞声。皇上真是一个好父亲，不是恭维，是真心的。但这里有一句话让江心月猛然警觉，皇帝说任何东西喜欢到了极致都会伤害己身。他太清醒了，清醒的知道就算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也要有所保留，不能够将自己的真心100%的全部掏出来。朕今日的奏折都已经批完了，御花园里新开了几株合欢与月季，月儿和朕一起去走走。程念和，皇上喜欢的是我，你整天在这里弹琴吸引蝴蝶有什么用？你再不走，小心本小主砸了你的琴。刘姐姐，你到底怎么了？昨日咱们不是还好好的在排练曲子吗？你怎么突然发脾气了？我怎么了？叶强儿说的对，你就是在利用本小主衬托你。每回你弹琴都要叫上我，蝴蝶光绕着你飞了。原来皇上是更加喜欢我的，现在眼睛总是放在你的身上，我倒是成了你的陪衬了，你配吗？程念和还想要解释什么，柳潇潇已经是一巴掌打了过去。放肆！是谁允许你在宫中对嫔妃动手的？皇上，嫔妾给皇上请安，给皇贵妃娘娘请安。你说陈答应不配是吗？从今日起，陈答应就是陈宝玲了。他现在够资格让你做陪衬了吗？嫔妾不敢。皇上，刘姐，柳答应也不是故意的，他是被有心之人挑拨，还请皇上不要怪罪柳答应了。皇上，您就在这儿听陈宝玲弹曲子吧，臣妾带六皇子去走走。说好了跟你和孩子一起去赏花的，朕怎么能食言啊？但江心月就好像是没有看到他伸过来的手似的，转身就走。月儿，你生气了？臣妾哪敢生气啊！臣妾不如柳答应热情奔放，更不如陈宝玲温婉可人。皇上今日去听柳答应弹琵琶，明日又去看陈宝玲弹琴引蝶，臣妾除了吃什么都不会。臣妾哪好生气啊！真是恭喜皇上了，又得2个顶顶漂亮的美人儿。娘娘，娘娘，您的脚扭伤了。娘娘还能走吗？都是做娘的人了，怎么还是这样冒冒失失的？万一摔伤了，朕岂不心疼？这后宫里嫔妃那么多，皇上今日心疼这个，明日心疼那个，岂不是心疼不完？哎，王德全，你闻到没有啊？皇上，奴才愚昧。好大一股酸味儿啊！都快把御花园里的花香压下去了。装模作样，哼！你在皇上的心里啊，连皇贵妃娘娘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呢。不要以为今日皇上封你为宝玲你就赢了，得罪了皇贵妃娘娘，你以为自己还有命活吗？那就不劳烦柳答应你操心了，记得下次见着我要给我行礼。我现在可是从9品的宝玲。柳潇潇气得转身，就将程念和的古筝砸在了地上，才不管他怎么生气，带着侍女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储秀宫。小主，怎么办？程念和拨弄着琴身，微微笑着，突然用力地将琴摔在了地上，还嫌摔得不够碎，又用脚去踩。小主，这可是夫人临终前留给您的最后一样东西了，您怎么，您留个念想也好啊。从今以后，我便不弹琴了，用这法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抓住把柄，不如就趁这个机会，给柳潇潇的名声再添一层跋扈，也不枉娘亲的一番心意。当初娘亲靠着这把琴获得父亲的宠爱，临终之前将这把琴留给了自己，也是希望她嫁人之后可以靠此留住夫君的心。这琴在不在都不会影响娘亲在她心目之中的地位，要死得其所，才算不辜负了娘亲的期望。你们都退下，这里有朕便可。你记不记得朕跟你说过，让你大唐伯去调查两广一带官员贪污的事情？陈宝玲的父亲是于连生手底下的官员，
因为看不惯于连生贪赃枉法、包庇恶奴，所以一直在暗地里帮助你大唐伯。这次你大唐伯能带着证据回来，陈宝林的父亲出力不少。这和你怜惜陈宝林有什么关系啊？后宫嫔妃大多都是官员之女，若是每一个都需要皇上出卖色相，若是他们的父亲立功，皇上都要去临幸他们吗？那皇上对臣妾也是因为……他说着说着，鼻头一酸，毫无防备地落下了豆大的泪水来。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朕待你的心意，满宫上下都知道，就你不知道。朕可以照柳答应弹琴，也可以照陈宝林办嫁，这些啊，朕都是做给旁人看的。月儿，任何人都可以误解朕，你不可以。你是朕想要白头偕老、相守一生的人。你真的不喜欢陈宝林？没有跟他？没有。自从跟你互通了心意，朕从未宠幸过旁人。从前朕的心大，装得下天下和后宫。如今朕的心很小，装下天下和你，已经没有半点空隙了，哪里有心思去和别的嫔妃谈情说爱啊？你对自己有点信心，也对朕多点信任，好不好？朕已经为你神魂颠倒了。江心月心道，一股琼瑶阿姨味儿。皇上，臣妾后悔了，臣妾不想把你让给任何人，你的心和身体都只能是臣妾一个人的。臣妾可以跟他们分享所有的金银首饰、华丽衣裳，皇上不行。臣妾做不到心无芥蒂，臣妾难过的快要发疯了。皇上，您会不会觉得这样的臣妾太坏了？可真爱一个人，就是想独占啊。月儿，看着朕的眼睛，朕向你保证，朕的余生只会与你度过。有你在，朕的心里容不下旁人。朕从来都不是委屈自己的人，有了你之后，更不会委屈自己去与旁的嫔妃做你以为的那种事。但是月儿，朕是皇帝，朕也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但朕向你保证，若是朕背叛了我们的爱情，就让朕不得好死。这样你放心了吧？玄武帝还以为江心月会像从前的皇后和德妃那样，在他的毒誓说出口之前就捂住他的嘴。没想到他真的就认认真真的听完了，并且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臣妾倒是有个法子，可以让皇上不必再忧心怎么平衡前朝和后宫。皇上说的是嫔妃的父亲们立功了，所以才做个宠爱他们女儿的样子给他们看，也让前朝的官员们都知道皇上不是凉薄之人，会论功行赏，善待他们的女儿。不错。可是皇上为什么要把主动权交给他们呢？皇上是天子，是天下之主，满朝文武拿着朝廷给的俸禄，本就该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识君之路，担君之忧，难道还要和皇上讲条件吗？话虽如此，但这就是人性。朕若没有表示，他们下回不尽心，多的是说辞来推脱朕。皇上可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以后哪个妃嫔想升位分，就让他们的父兄做出政绩来，没做出政绩就无法晋升。皇上用位分来交换朝臣们的忠心，总比用身体来的好吧？哪个嫔妃的父兄立功，除了奖励他们本人，再将他们在后宫之中的女儿妹妹提个位分，就算皇帝本人不做那个样子，人家也会很乐意的。除了脑子里有泡的恋爱脑，江心月不相信有人能够拒绝不费吹灰之力，不用讨好皇帝得来的升迁之位。朕这就会去安排。月儿真是朕的小福星。只是臣妾的占有欲作祟，才想出这种笨拙的法子，其他的弊端还要皇上自己去完善，免得后患无穷。朕明日再来看你。皇贵妃，他这是公报私仇，一定是他记恨我先前帮着于妃娘娘对付他，所以他故意让皇上把我迁居钟粹宫。钟粹宫哪有顺安宫好啊？于妃娘娘好歹还生了一个大公主呢，皇上一个月呀总是要去上个3、4回，那他复宠的机会不是更大吗？现在倒是好的，去了那鸟不拉屎的钟粹宫，还有个怨妇一样的张荣华作伴，想想都觉得人生无望啊。就在他往前走的时候，草丛里头突然窜出来了一个浑身血肉模糊、蓬头垢面、看不清楚面容的女鬼。那是什么？那是什么？走了没有啊？主子别怕，他已经走了。啊，不是女鬼是人，宫里怎么会有人动用私刑，把人弄成那副鬼样子？
好奇心促使着他跟着带血的脚印一路往前走，那血脚印却在一个拐角处突然凭空消失不见了。是被人抓走了吗？萧荣华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惨白。我完了，我完了！主子，您怎么了？什么你完了？蠢货！刚才我要过来，你不会拦着我吗？现在怎么办？可婢女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能跪在地上求饶。别跪了，赶紧给我想办法！敢在宫里动用私刑的，恐怕位分低不了。这里是去延庆宫的方向，延庆宫里住着。想到那个人，萧荣华惊出一身的冷汗来。那怎么办啊？自家主子会不会被灭口啊？主子，要不然咱们去告诉于妃娘娘，求于妃娘娘救救您吧。不行，于妃娘娘她护不住我，去找皇贵妃娘娘。这皇贵妃娘娘可以救我。娘娘可别小看这艾草水，奴婢家7个闺女，夏日里别说是冰了，茅草屋都遮不住头顶的太阳。就是靠着这，奴婢家的7个丫头都没长过火家。带孩子还是你有经验，六皇子交给你和夏嬷嬷，本宫很放心。娘娘只管放心，奴婢会用命来保护好六皇子的。娘娘，钟粹宫的萧荣华求见。不是才刚走的吗？怎么又来了？让他去花厅等着。萧荣华脸色惨白，整个人魂不守舍的，看起来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想向咱们求救来了。哼，平日里怪会跟在于妃屁股后面，对咱们娘娘口出狂言，真有事儿了不去找于妃，反而来找咱们娘娘，真不知道是谁给了她这么大的脸。皇贵妃娘娘，求求您，救救臣妾，是臣妾嘴贱，臣妾不应该处处和皇贵妃娘娘作对，求求娘娘救救臣妾，臣妾不想死啊！有事说事，别哭哭啼啼的，本宫和你没有交情，同情不起来。娘娘，你们几个入那边看看，你们几个来这边，仔细看清楚了。若是让这些蛇吓着皇上和各位主子娘娘就不好了。江川直接去了萧荣华说的女鬼窜出来的草丛里，试图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主子，血脚印不见了。娘娘，萧荣华说的是真的，德妃娘娘真的在宫中动用私刑，囚禁了不知道是宫女还是什么人。让江川带着萧荣华回来，要快。是。娘娘，内务府的人在延庆宫附近大肆搜查，奴婢怕。德妃眼风一扫，绿茵就吓得把话吞回去。奴婢是担心娘娘。本宫不用你担心，你给本宫把你的表情收拾妥当，不要让任何人看出端倪，否则被本宫舍出去也是你咎由自取。他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面色已经是恢复如常了。记住了，这件事和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平日里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就行了。三皇子的功课又精进了，昨日奴婢去接三皇子，他还被翰林院的谢大人夸了呢。唉，功课好有什么用？太医说他的毒性早就解了，迟迟不肯开口说话是他自己的问题。本宫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对本宫有什么不满的？他不说话，到底是为什么？奴才给皇贵妃娘娘请安。奴婢给皇贵妃娘娘请安。皇贵妃娘娘来了。今天这是吹的什么风呀？皇贵妃娘娘也来臣妾这延庆宫了。小满几天没看到他三哥了，吵着要来见他，本宫实在拗不过他。三皇子呢？德妃还没有说话，三皇子的头从长廊尽头的拱门里头探出来，对着四皇子眨了眨眼睛。母妃，儿臣可以去找三哥玩吗？当然可以呀。三哥，你看我带了9连环来，父皇说这是聂罗国进贡的，就这一个。你不是很喜欢结9连环吗？我特意拿来送给你的。你说父皇知不知道？他知道啊。我说了要送给你，父皇还夸我呢。你喜欢就好。我已经解开3个了，剩下的交给三哥了。什么？你说我解不开才给你的？才不是！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所以
三哥，你能解开吗？两兄弟还看不懂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亲亲热热的去了三皇子的地盘。听说德妃宫里的荷花今年开得特别艳，比喜娥殿的还要好看，不知本宫可有心一观？王贵妃娘娘想看，臣妾哪有不依的？去，把荷园布置一下，准备些上好的茶水点心，本宫要好好招待皇贵妃娘娘。本宫还记得刚入宫的时候，德妃和皇后娘娘对本宫颇多照顾。有时候本宫想起来，竟觉得那段时光是本宫最开心的时候。说来德妃姐姐，你有多久没去祭拜皇后娘娘了？翊坤宫那日起火，皇后娘娘拉着本宫的手交代后事，说自己要去见端惠太子和二皇子了。德妃姐姐，你见过皇后娘娘的2个孩子，他们一定长得很可爱吧？提起皇后的2个孩子，德妃突然猛地用力，把江心月推倒在了桌子上，但她又立马去扶。哎呀，皇贵妃娘娘，对不住呀，臣妾不习惯与人如此亲密，真的对不住啊，臣妾不是故意的。无妨，是本宫失礼了。皇贵妃娘娘，主子，荷园已经布置好了。皇贵妃娘娘，请。和江心月交锋太累了，因为没人能够抓住她的把柄，也永远没人猜得着她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只能被她牵着鼻子走。这荷塘里还有鱼呢，娘娘快看，那条鱼可真肥，做来吃一定很美味。那是黄唇鱼，体长3尺，光身上的鱼胶就可卖300万两，你吃得起吗？我吃不起，你吃得起，你高贵什么呢？的确很肥。皇贵妃娘娘小心，说是掉进去受伤了，臣妾可不好向皇上交代。那硕大肥美的黄唇鱼，一双诡异无神的眼睛似乎紧盯着江心月，好像随时都要破水而出，跳起来撕咬他一口的样子。可这种鱼本身就是可食用的，而且鱼能有什么自己的思想呢？怎么会用诡异的鱼眼看着他呢？延庆宫哪儿来的狗啊？娘娘，过来，他偷偷跟着您溜进延庆宫来了。快去把狗抓来，给皇贵妃娘娘。说是有个闪失，本宫饶不了你们。到底是怕江心月的狗有什么闪失，还是怕自己做的事情有个什么闪失呀？本宫也去。过来可是咱们河西宫的团宠，他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4皇子可是要哭死了。喜鹊，快！他一声令下，喜鹊就冲了出去，往江川带头的方向跑去。绿茵不明所以，但是本着不能让喜鹊闯进不该闯进的地盘的想法，他也是跟着跑了出去。过来，这里是我们娘娘存放花肥的地方，气味很大，也很脏。喜鹊姑娘还是不要进去的好。我要把过来带出来。你不可以进去。那万一我们家过来把化肥当成口粮吃了，拉肚子，或者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吗？总之，没有德妃娘娘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出入这间屋子。江心月和德妃到的时候，喜鹊语气一转，机灵的小眼珠一转，行，我不进去了。一会儿我家娘娘来了，我看你怎么……他说不进去之后，绿茵就放下了防备，哪里知道喜鹊不讲武德，一边说话一边就从他的手边溜了过去。江心月都没有来得及叫住他，就听他推门的一瞬间尖叫了一声，他头顶上的一筐红土被推门时的震动震得倾斜下来，他一进去，那筐红土就倒了下来。我说了让你不要进去的，你可怪不得我。呸！德妃娘娘，不好了！老夫人，陈国公老夫人遭遇刺客，已经去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回德妃娘娘的话，方才宫外陈国公府来报皇上，陈国公老夫人遇刺身亡，皇上让奴才来告诉娘娘一声。德妃娘娘，德妃娘娘，皇贵妃娘娘，你也听到了，我们主子这会儿怕是无心招待您了，还请您见谅。德妃突然晕倒，本宫怎么能坐视不管？快去太医院，请德妃信任的陆太医来。你们几个把德妃抬进寝宫里去。绿茵毕竟只是一个宫女，
皇贵妃娘娘说要留下来帮忙，哪里容得下她一个小小的宫女拒绝呀？去咱们宫里多带点自己人来，我就不信了，把整个延庆宫翻过来还找不到证据。绿茵现在的一颗心全都计划在德妃身上，哪里还管得了喜鹊做什么呀？去刚才的荷花园里看看，本宫总觉得里面的鱼有问题。喜鹊点点头，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德妃还好吗？要不要紧啊？等陆太医来的时候，喜鹊已经是把延庆宫翻了个底儿朝天了，还真的就没有被他找到任何不对劲的东西。但是过来一直朝着那间存放花肥的房间狂吠着。皇贵妃娘娘，臣妾已经无事，您请回吧。臣妾一会儿要去找皇上问问情况。他心里头焦急烦闷得很。江心月这个贱人真的是贱，趁我昏迷留在这里做什么？想抓我的把柄是吗？那我就送一份大礼给你，希望你看到之后会喜欢。正巧这个时候，江川也是在门边给了江心月撤退的信号。那本宫就不打扰德妃你休息了。对于老夫人遇刺一事，本宫定会求皇上彻查。臣妾多谢皇贵妃娘娘。你说喜鹊受伤了？喜鹊她听了娘娘您的话，去了河院，为了看清楚水里到底有什么，她让几个小宫女趴在池塘边，可那池塘边的黄唇鱼不知为何突然发起疯来，咬住了一个宫女的手臂就往水里拖拽。喜鹊为了救那个小宫女，掰开鱼嘴，然后小宫女逃开了，自己去掉进了池塘里面，腿上被咬下了一大块皮肉，幸好当时奴才去看情况，才把她从鱼嘴中救了下来。黄唇鱼会吃人，这真是闻所未闻。去请严太医了吗？奴才已经让人去了，咱们回宫的时候，严太医应该也差不多到了。江心月便没有再说什么，风风火火地往河西宫赶。喜鹊的左腿上有2个伤口，一个创伤的面积很大，深可见骨；一个面积比较小，只留下了尖利的动物齿印。江心月都不敢想象，如果喜鹊整个人掉进去，那是不是整个人都要被吃掉了？听说喜鹊这丫头受伤了，怎么回事？很严重吗？皇上，都是臣妾不好。喜鹊姑娘，老夫要再给你下重一点的止血药，会很痛，你要忍一忍。江心月捂着嘴，在宣武帝的怀里无声地流下了泪来。待草药被刮下来，皇帝也看清了喜鹊腿上的伤口，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喜鹊丫头去了斗兽园，这伤口怎么看都是被猛兽攻击了。皇贵妃娘娘，这伤真是鱼咬出来的。鱼？什么鱼这么凶猛？今日4皇子得了个9连环，心里记挂着3皇子，想去送给他3哥玩。本宫便想着，德妃宫中的荷花开得好，可以顺便去观赏一番。不曾想，那荷花池里的黄唇鱼竟是会咬人的。喜鹊为了救失足滑下去的小宫女，自己掉进去了，就被咬成了这样。娘娘，奴婢没事儿，奴婢这辈子都跟着娘娘，奴婢不嫁人，留疤也没什么，反正娘娘也不会嫌弃奴婢的，是不是？你说什么胡话？本宫还想着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宫去呢。好了，别哭了，天大的事，你现在也该用午膳了。晚些时候，朕会去德妃那里看看，你也一起。走了没几步，江心月又突然停住脚步，去问小轩子：“萧荣华呢？他不是和江川他们一块走的吗？”江心月想了想，最后一次看见萧荣华，好像是看见他走在内务府那一群人之中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江心月抓住皇帝的手：“京城嫔妃们来向臣妾请安，他们走之后，萧荣华去而复返，求臣妾救命。他说他意外撞破德妃囚禁虐待宫人，怕被德妃灭口。臣妾想着是不是误会，刚好4皇子惦记3皇子，臣妾就想去一探究竟，不想害喜鹊意外受伤，所以臣妾就没有注意到萧荣华。皇上，你就说他会不会已经被德妃灭口了？”走。皇帝也顾不上用午膳了，事关一条人命，他也不能够坐视不管。去延庆宫。江心月跟着宣武帝再次来到延庆宫，宫中的气氛低沉压抑了许多。
应当是被成国公府老夫人遇刺身亡的阴影所笼罩着。皇上，臣妾的祖母，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不对？是真的，陈国公老夫人被人用暗器打穿了肩胛骨，暗器上有剧毒。他期盼着从皇帝的嘴里听到否认此事的话语，却事与愿违。是谁？是谁杀了臣妾的祖母？是朱家人。朕今日来是想问问你，见过新者库的楚婕妤没？楚婕妤，江心月都没反应过来。楚婕妤，当初他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住在喜和殿的时候，被他截胡了的那个楚婕妤，不是问萧荣华吗？楚婕妤。皇贵妃入宫之前，楚婕妤一直跟着丽贵妃，对你和皇后以及余妃多有不敬。朕还听闻，之前楚婕妤辱骂过三皇子。她入新者库后，你曾命人去教训过她。不过前2日，新者库的管事上报内务府，说罪人楚氏于半年前就失踪了。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而宣武帝故意说皇贵妃入宫之前，就是为了把江心月摘干净。毕竟他和楚婕妤也有过好几次正面的冲突。他在提醒德妃，不要试图把江心月拉下水。作为一个母亲，臣妾不允许他如此伤害臣妾的孩子。作为皇上的嫔妃，他不过一个婕妤，臣妾贵为4妃之一，岂能容他如此放肆？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是臣妾的权利。你当真没见过楚婕妤？臣妾没有，皇上，臣妾求皇上，臣妾想出宫回家见祖母最后一面。老夫人的葬礼举办在即，可朕也即将启程去真州行宫避暑，是去参加老夫人的葬礼，还是与朕一同去行宫？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今日皇贵妃在延庆宫赏荷，听说你这里不仅荷花开得艳丽，就连池塘里养的鱼也甚好，朕也想去看看。啊，你们不必跟来，朕跟前有王德全和唐世良伺候足够了。负责打理河源的太监是个哑巴，还不识字儿，是德妃心善，愿意收留一个这样的废人。不知为何，江心月瞧着几株淡粉色的荷花，总觉得它们好像比早晨来时更加的艳丽盛放了几分。王德全，拿刀来。虽然不知道皇帝要做什么，但他要什么，王德全就得给什么。皇上！赤红色的血液从宣武帝的手指上滴落在池塘里，一条面目凶恶的大鱼顺着血腥味从水里头一跃而起。江心月吓了一跳，却碍于皇帝在自己的身侧，不能拔腿就跑。他一边尖叫着，一边直接用身体护住皇帝。负责保护皇帝安危的带刀侍卫一脚将那丑鱼踢飞了出去，又掉入了池塘之中。这么害怕还敢保护朕？害怕归害怕，身体不听臣妾的指挥，臣妾有什么办法？臣妾才不是故意想救皇上的。朕的后宫可真是卧虎藏龙啊！有擅长制香的，也有善制毒的，把人聚集起来也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娘娘，有人扔了什么东西在我们前面的池塘里，那么大一个，奴婢方才关门关到一半发现的。江昭仪慢条斯理地喝着茶水。木檀，和咱们无关之事不要管那么多，免得惹祸上身。他这辈子的恩宠都算是到头了，这东西肯定不是用来陷害他的，只要不是害他的，谁的闲事他都不管。内务府的公公们已经把萧荣华的东西都搬到钟粹宫了。奴婢方才路过钟粹宫门口，还听见张荣华在发脾气呢。他发什么脾气？钟粹宫都成冷宫了，有个人跟他作伴不好？自从皇贵妃娘娘有孕，这宫里头除了河西宫，还有哪个宫里有恩宠的？都是冷宫的代名词罢了。还不是因为皇上让萧荣华住钟粹宫的主殿，张荣华先前已经是婉贵姨了，钟粹宫主殿一直都是她在住的。可惜后来她拎不清，非要和皇贵妃娘娘作对，被皇上贬了位分，才搬去了偏殿。住过好的，又怎么会再甘心住次等的？估摸着
还想回主殿呢。你刚才说什么？奴婢说张荣华住过好的就……不是，上一句你说张荣华是因为得罪了皇贵妃娘娘，才被贬到钟粹宫的。是啊，主子，您不知道吗？先前丽贵妃还在的时候，她家主子金昭仪和张荣华可是丽贵妃门下3大护法呢。哦，对了，还要再加上一个楚婕妤。可是楚婕妤早就被贬为了星者库的罪奴，大家都没有怎么关注她的动向了。也不知道楚氏现在是在哪个嬷嬷的手底下受罪呢。反正也不关他们什么事儿就是了。这名单谁拟的？皇上看过了吗？内务府拟的单子，皇上还没看，醒着给娘娘您送来了。江心月的大笔在于妃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叉，然后将册子交给了王德全。就这样吧，既然是皇帝赋予他的权利，他也不会扭扭捏捏的违心的装大度。出去玩，他不想看到自己讨厌的人，更不想在游玩的过程之中总有人阴阳怪气他。瞧瞧，朕说他是个记仇的，果然没错。皇贵妃娘娘心里惦记着皇上，奴才从河西宫出来的时候，娘娘还问皇上的手有没有请太医来处理。他总是想着朕的，让太医院的太医尽快研究出最好的祛疤药物。月儿她最喜欢喜鹊那个丫头，朕也喜欢她那野丫头有活力的样子，万不可让她的腿留下什么病根。那德妃娘娘那儿，朕的后宫容不得如此恶毒的女子。等德妃出宫，让玄镜司的人给朕狠狠的查。朕要看看，朕的这位爱妃还有多少惊吓是朕不知道的。月儿为何执意要将轩儿带上？皇上，三皇子叫什么名字？沈明轩，怎么了？江心月瞪大了眼睛，匆忙地撩开车帘，对着跟在车后的小轩子招了招手。娘娘，你有什么吩咐？你去冷宫之前叫什么？奴才7岁就进宫了，内务府的总管大人赐名小祥子，分配在私花房侍弄花草的。后来因为奴才不小心打碎了长公公最喜爱的一盆绿云，长公公说奴才是不祥之人，给奴才改名小轩子，贬去冷宫了。一花一水都是贵人主子们的，他一个太监怎么能够说长公公最喜爱的绿云呢？江心月明白这是小轩子在给长公公上眼药了，自己的人差点被人阴了。江心月也是配合的看向皇帝。小轩子那时候地位低微，接触不到上头的主子，不知道三皇子名讳也正常。那私花房的总管太监时常要给各宫主子送花草装饰，他难道也不知道三皇子名字中有个轩字吗？皇帝已有不悦，小轩子见状连忙请罪。奴才该死，奴才不知道自己与三皇子撞了名讳，若是知道绝不会改名的。臣妾在此之前都不知道呢，每日三皇子的叫着，竟是从未问过他的名字。朕不是在怪你们。王德全就站在皇帝的车架外，宣武帝一撩开帘子，他人就侧了过来。皇上，你让侍郎回去，给朕把私花房的太监总管撸下来，发配到冷宫去。冲撞了三皇子的名讳总归是不好的。从今日起，你还是改回你的本名小祥子。奴才谢主隆恩。鬼知道他顶着小轩子这个名字，每日有多么的胆战心惊啊！就怕德妃娘娘突然发难。三皇子不是中毒才不会说话的，臣妾觉得应该是他的心理原因。臣妾希望这次避暑之行可以让他开口说话。什么心理原因会造成他不想说话？这个疑问，江心月觉得还是三皇子亲自解释给他父皇听，可信度要比较高。从这里到避暑行宫，满打满算也只要马车2日，再改水路1日，加起来3日就到了。真州依山傍水，1年之中4季的温差不大，没有很热，也没有很冷的时候，可以说是最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了。2天之后，往真州去的皇家仪仗停在一个修葺的十分壮观的码头上，码头外有重兵把守。宣武帝扶着江心月下马车，准备换乘船而下。救命！救救我！快把这女刺客赶出来，别惊扰了皇上和皇贵妃娘娘。慢着，你知不知道无故冲撞御驾是要砍脑袋的？民女并非无故来驾，民女是贵阳首富秦之顾长女。1个月前，由皇上御驾要经过贵阳，
县令大人便以这个名头在府中设宴，邀请城中富商参加。民女的父亲、母亲和妹妹一同去了县令府，可再出来时，民女的妹妹她……说到这里，他眼神恶狠狠地看向刚才叫他女刺客的那名官员。民女的妹妹被他强行凌辱，一丝不挂地扔出县令府。爹娘为了给妹妹讨公道，却被他诬陷是民女的妹妹勾引他，将民女的爹娘下了大狱。民女本想为妹妹和爹娘讨回公道，可妹妹不堪受辱，因家中悬梁自尽。爹娘也不知何故惨死牢中，县衙仵作不肯验尸，坚称我父我母是被妹妹给气死的。民女冤枉，民女实在是冤枉，才做出今日之事，请皇上为民女做主。这也太惨了，一家人都死光，就剩他自己了。哎呀，太惨了！那个县令长成那个丑样子，也敢说晴儿姑娘勾引他？嘿，他以为他是谁啊？人家娇滴滴如花似玉的千金大小姐，犯得着自毁清誉，委身给他呀？他该不会是觊觎秦家的万贯家财，故意把秦老爷一家都……江心月拉住王德全，在他的耳边吩咐了几句。王德全微微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月儿和王德全说了什么？皇帝并没有让王德全带走秦大小姐，但是王德全还是过去扶起了他，让他在前方带路。只是怕百姓顾虑官官相护，不肯道出实情，所以臣妾得让王德全带上秦家姑娘，一路敲锣打鼓的告诉百姓们，县令落马了，让他们有什么冤情都只管报上来，皇上会亲自为他们讨回公道。大概过了1个时辰，王德全领着人回来了。不过这次可不只是秦大小姐一个人，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几十个抹眼泪的百姓。王德全去的时候心平气和，来时却怒气冲冲。皇上，那个狗官不是人呐！去年强行征收了我家的地，1分钱不给就算了，还打断了我儿子的一条腿。我儿子现在天天在家意志消沉，他这辈子都毁了。前年他让官兵把我媳妇带进县令府，占了他的身子，又把他扔在大街上。我媳妇怀了那个狗官的孩子，他知道以后找了庸医来我家，灌了我媳妇1碗堕胎药，导致我媳妇一尸两命。我们这些贫困学子参加乡试，才学再惊人，也总是考不上。也是他收受贿赂，把我们的考卷换给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之前有同窗举报过，结果却受到一顿毒打，他的右手手掌被打得粉碎骨折。大夫说以后都不能再提笔了。官官相护，我等求告无门。今日幸得皇上途经此地，万望皇上为我们做主呀！皇上明鉴，微臣真的不知道贵阳县内竟出如此蛀虫，定是臣府衙内出了内鬼，隐瞒不报呀！在你治下出现这种贪官败类，导致贵阳民不聊生，你跟朕说你完全不知道，你是把朕当傻子，还是把这里所有的受害者当傻子？皇上，这真州刺史原先便是宋家的门生，真州知府贪污案和他也脱不了干系，如今治下不严，又出这种问题，应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那依裴大人的意思，应当怎么严惩？这裴中书一时犯了难，罚轻了难平众怒，罚重了会寒了那帮跟着裴家的朝臣的心，左右他做的都不对。不如将贵阳县令革职查办，家产充公，打入大牢，待秋后问斩。青州刺史治下懈怠，理应降职，好好查查他。中书大人忧国为民，可举荐更合适的人来担任贵阳父母官和真州刺史。一声不合时宜的嗤笑声传来，众人的目光纷纷地转移到江心月的身上。皇贵妃娘娘笑什么？是觉得死了那么多人是件很好笑的事情吗？皇贵妃娘娘心肠未免太歹毒了些。放肆！你竟敢妄自用最恶毒的心思揣测皇贵妃娘娘的心意，该当何罪？皇上，贵阳县令草菅人命是不争的事实，再怎么严惩也不为过。可皇贵妃娘娘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发笑，
是没有把百姓的命当命。她贵为皇贵妃，理应与皇上同心。可本宫笑的是你为了拍中书大人的马屁，操了皇上该操的心啊！你一个后宫妃子，这里有你什么事啊？后宫干政可是……什么干政不干政的，本宫是不懂的。朝廷官员的升迁调令应该都是皇上来决定。要你越俎代庖做什么呀？你是直接安排皇上听你的？宋家与裴家从前就是姻亲关系，这推荐的人一个两个都出问题，你还视而不见的让中书大人推荐？像你这种虚溜拍马之人，也不适合留在你现在的官位上。到底是谁不把人命当回事？到底是谁在这里睁眼说瞎话？就连针对本宫，也是为了讨好自己的上风。皇上，贵阳县令张甲贪赃枉法，罔顾人命，扰乱朝纲。微臣提议就地诛杀，以震慑群臣，给百姓一个交代。不要！张甲还想要向裴中书求救，皇帝直接一个眼神，御前侍卫就抽出了冰冷的长剑，直接给他来了一个透心凉。好！那群王德全带来的人却是高声欢呼起来：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民女爹娘已死，妹妹也，家中只剩民女一人，民女愿变卖所有家财，捐献给朝廷，求皇上和皇贵妃娘娘让民女入上宫局。民女家世代都是以定制首饰而立足，民女的手艺更是尽得家父真传。民女想完成父亲的遗愿，将秦家的手艺发扬光大。奴才刚才去秦家的时候，秦家几个旁支逼迫秦大小姐交出秦家家产，要瓜分了秦家呢。她一个弱女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那些旁支族人是打算吃绝户了，就算不捐给朝廷，对方人多势众，她也斗不过呀。秦姑娘为了父母和妹妹赶来圣驾，实在是勇气可嘉。别说在场的夫人小姐心疼你，本宫看着也很是不忍。美丽的皇贵妃娘娘看向皇帝，撒娇道：皇上，你就答应秦姑娘吧，让她入上宫局，为臣妾打几只好看的簪子也行啊。臣妾在宫中都听说过秦氏珠宝阁的名字呢，您就成全臣妾这一回好不好？在场的男子无不觉得心中酥软，若是有如此美人对着他们这样娇娇糯糯的撒着娇，那就算是铜墙铁壁也会为他开出一道口子来。这谁顶得住啊？玄武帝表示他也顶不住。既然是月儿所求，朕哪敢说不行啊？他侧身看了唐世良一眼。朕留一艘船在此处，你带人陪着秦姑娘处理完家中事务，再一起来行宫。到时候朕会安排上宫局的女官来接替你。奴才遵旨。经过这么一个小插曲，众人更加明白，皇贵妃娘娘在皇上的心目当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皇帝正快步走向江心月，经过叶强儿身边的时候，却听女子惊呼一声，往他这边倒来。因着还在下船与码头之间的木桥，若是摔下去可就落水了，免不得又要耽误行程。宣武帝伸手将他接住，本想立马抽身的，叶常在却是将整个身体都挂在了皇帝的手臂上。皇上，嫔妾的脚扭了，皇上可不可以抱嫔妾过去？你们都是死人吗？自己主子摔倒了也不知道来扶一下，怎么要不要等着朕去伺候你们啊？奴婢不敢。两个小宫女忙不迭地走过来，将叶强儿从皇帝的身上扒了下来。皇帝面色不善地离开了。叶强儿像是吃了屎一样的脸色，引得周围的嫔妃都隐隐发笑起来。你们瞧瞧，他刚才那个浪荡样儿，哼，还让皇上抱他过去呢。他以为他是谁呀？真是笑死个人了。哼，这种低端的争宠手段也敢在皇上的面前使，当皇上是没有见过世面呢。皇帝要是这么好扑的，后宫里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就要效仿了呢。他喜欢的不一定是江心月的性格，但绝对不喜欢明目张胆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敢勾引自己的女子。哼，皇贵妃娘娘的下人都能够住长春仙馆，我们这些嫔妃都被发配到这偏僻处来。内务府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早晚要他们好看。
刘姐姐说的极是，要不然说同人不同命呢。程婕妤也和咱们一样，都住在揽月阁。她能和皇贵妃娘娘比吗？算哪门子的同人不同命啊？哼，以为被皇上宠了2日就与众不同了？一双眼睛长在那头顶上，看什么都是一副不屑的模样，装着清高给谁看呢？只要一想到程念和是踩着自己当陪衬才被皇上看进眼里的，柳潇潇就恨不得掐死他。还有你刚才在做什么呢？扭伤了脚？本小主看你现在生龙活虎的，你扭伤哪只脚了？叶常在红着脸，诺诺的说不出话来，壮着胆子搏一搏，兴许还有1分机会。若是不主动出击，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主子，皇上也太偏心了。皇贵妃娘娘宫中最低贱的宫人都能住长春仙馆，咱们却要这么多人一起挤在这揽月阁，柳贵人和叶常在还不知道要怎么笑话咱们呢。你在乎他们说什么干嘛呀？我住不成长春仙馆，难道他们就住得成？你看看其他的嫔妃，连揽月阁都住不成，咱们这儿已经不错了。那倒是，跟咱们坐一条船来的张美人、郑才女、张荣华，都不知道安排去哪儿了。一向亲近皇贵妃的蒋昭仪抱对了大腿，被分在了紧挨着长春仙馆的东照园中。主，咱们为什么不投靠皇贵妃娘娘呢？她在后宫之中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力了，膝下又有3位皇子，还有谁是她的对手啊？讨好她，得到一些蝇头小利，这不是我想要的。不如从一开始就成敌对关系，以小博大，以弱博强，这不是他从前惯用的手段吗？我就用他从前的手段来对付现在的他。若我侥幸赢了，我会比他更得宠，何必自降身价做他的哈巴狗？主怎么就觉得自己可以斗败皇贵妃娘娘呢？可能主已经想到办法了吧？做下人的少管主子的事。娘娘您看，那边好像有人在放花灯。唉，花灯放出去也不过是承载了姐妹们一番妄念罢了。皇上爱重皇贵妃娘娘，又哪里会在乎咱们几个的心意？进宫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可以得圣宠，为家族带来荣光。不曾想，走了个丽贵妃，又来了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皇贵妃。程念和，你要是真这么觉得，你就卷铺盖回家去吧。我们这些人进宫来，是为了在后宫之中争一席之地，要为了家族谋取利益的。你在这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是什么意思呀？怎么？上次我说皇贵妃娘娘不会放过你，你就吓怕了？她再怎么强势，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处置了我们。我们可是皇上的女人，区区一个舞姬之女，被皇上下令让江尚书扶上平妻之位，也改不掉她骨子里低贱的血脉。皇贵妃已经是她的极限了，难道咱们不能够争一争更高的位置吗？比如说空悬的后位。放肆！喜鹊不愧是神人也，撸起袖子，一瘸一拐的就冲了过去，在柳贵人高昂着的脸上狠狠地抽下了一巴掌。竟敢对皇贵妃娘娘出言不逊，按照宫规，要掌嘴30，请柳贵人跪下受罚。你一个……不好意思啊，本宫不是故意偷听的，是本宫刚好走到这里，就听见柳贵人在骂本宫血脉低贱。嫔妾并非是有意，是……好，并非有意，那就是故意的了。喜鹊，掌嘴！30个巴掌抽完了，喜鹊手脚都发麻了。好在小祥子扶着他，仍然气势十足地回到了江心月的身边。皇贵妃娘娘竟然亲自动手打了程婕妤一巴掌，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对善良柔弱的程婕妤动手。皇贵妃娘娘，你为什么打臣妾？因为你叫本宫皇贵妃娘娘。你……柳贵人，本宫奉劝你一句，不要总是被有心之人当枪使。今日这顿打，你挨得不冤。什么意思啊？众人慢慢回味着这句话的意思。皇贵妃娘娘是不是在说程婕妤给柳贵人下套？这届秀女没有几个聪明的，
都说的这么明白了，还似懂非懂的，真服了。刚才本宫从那边过来，程婕妤不是看到本宫了吗？原来如此啊，这么说众人就明白了。程婕妤是看到了皇贵妃娘娘，才故意说了那番话来刺激柳贵人。你要斗，就光明正大的来给本宫下战书，别总是躲在柳贵人身后，利用她为你冲锋陷阵。她傻，但本宫不傻，装成小白兔，实际是个白切黑。你这点招数啊，都是本宫用腻了的。别在本宫面前玩这套，安安分分的，大家还可以各走各路，井水不犯河水。你若执意要在本宫面前犯贱，本宫会让你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本宫是皇贵妃娘娘，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婕妤。程念和，老娘撕了你的嘴！你这个黑心肠的烂货！老娘当初在储秀宫那么的照顾你，你如今是这么对待老娘的？你们都别拦着我！谁拦我，我撕了谁！这30个巴掌，老娘要你一个不少的还回来！这是你欠我的！那清脆的巴掌声和程婕妤的尖叫声都在江心月的预料之中。程婕妤想利用柳贵人重伤他，那他就不会利用柳贵人叫程婕妤自作自受吗？宫斗冠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行至一处竹林清幽地，一阵笛声从竹林之中传出，曲调悠扬婉转，预示着吹笛之人的好心情。轻巧的脚步声传来，谢承辉睁开眼睛，笛声乱了节拍。微臣见过皇贵妃娘娘。原来是谢画师啊，本宫还以为是哪位嫔妃在此吹奏呢。本宫没打扰到谢画师吧？要早知道是谢画师在这里面，他还是照样会来的。谁不喜欢看小奶狗呢？皇贵妃娘娘来此，这冷幽之地也华光万千，何来打扰一说呢？谢承辉见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笛子，连忙拿出来递给他。不用，本宫只是……你们在做什么？方才在九州清宴收到了一封密信，信上说皇贵妃与谢承辉有私情，他还不相信。可是那信上信誓旦旦，还说谢承辉私藏了江心月的画像。他派人去了谢承辉所住的园子，搜查了一番，的确是有一幅女子的画像，但那画上的女子没画五官，只衣着身形有一些像江心月。微臣……你闭嘴！朕问的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该不会以为什么？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于妃带着一群后宫嫔妃赶来，以为你和谢画师有私情。他哼笑一声，将从谢承辉住处搜缴出来的无脸美人画像扔在了江心月的脚下。哼，你自己看看，若是没有私情，谢画师会画你吗？皇上，当初臣妾让谢画师给臣妾画像，他分明说过不画人像的，如今却在他那里找到了皇贵妃娘娘的画像，这要如何解释？于妃像是好不容易抓住了江心月的把柄，兴奋道：你们二人孤男寡女的，黑灯瞎火，把伺候的人都留在外头，跑到这里来私会，不是早有私情是什么？皇上，请您重重的罚皇贵妃，莫让这种歪风邪气弄脏了后宫。请皇上重罚皇贵妃娘娘，肃清宫闱。于妃说的还真是有鼻子有眼的，就好像躲在本宫床底下看见了一样。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你还想狡辩不成？看见什么了？是看见我和谢画师抱在一起，还是看见我俩亲在一起，脱了衣服躺在一张床上？皇上告诉臣妾，您看见什么了？本宫私会谢画师。本宫若真是想混乱后宫，你们谁都抓不住本宫的把柄。本宫定会将事情做得静悄悄的，不会蠢到大张旗鼓的带着整个宫里伺候的下人大张旗鼓的来会情郎，让你们都知道本宫来了此处。你们想陷害本宫，也麻烦来点高级的手段。他胸口剧烈的起伏，明显是气得很了，捡起地上的画卷砸在宣武帝的怀里。凭一张连脸都没有的画像，空口白牙的就说我混乱宫闱。好啊，现在就杀了我，这老狮子皇贵妃我不稀罕当了。江心月，你遇到点事情就闹着要出宫，现在又说不想当皇贵妃了，你把朕当什么？把朕的后宫当什么？皇上对臣妾呼之则来，挥之即去，旁人两句风言风语，皇上就怀疑臣妾不忠。皇上把臣妾当什么？
于妃娘娘，您说那幅画是从微臣的住处搜出来的？这还能有假？本宫早就察觉你们两个不对劲了。你们一走，本宫就收到了密信，说你和谢画师准备私奔逃走。本宫即刻就追了上来，就连皇上都收到了消息，这才派人去搜查谢画师的住处。果不其然，搜出这幅画来。江心月，皇上待你这么好，你对得起皇上对你的信任吗？等等，谢承辉都被他给逗笑了，有些无语道：谁告诉于妃娘娘那糟糕的画像是微臣画的？从你的住处搜出来的，不是你的是谁的？皇上，李画师说的对，宫里头就不该照这些细皮嫩肉的小白脸做宫廷画师，心高气傲不说，仗着有一张好脸蛋就敢胆大包天的勾引宫中嫔妃。王贵妃她也不过才18岁，哪里……你刚才说什么？理画师？江心月也扭头去看于飞，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只是听信了理画师的极度挑拨，于飞就断定他与谢画师有染。是啊，王贵妃估计也没想到吧。宫里头哪来的秘密？理画师说他好像看到过你们私下接触，所以臣妾才留了心，今日才能抓到你的狐狸尾巴。皇上，请皇上这次不要心软，赐死皇贵妃，再查一查六皇子的身世，免得混淆了皇室血脉，让个野种享受了皇家的待遇，岂不是贻笑大方？王贵江心月可以接受他对自己的各种污蔑，因为他们是敌对关系嘛。可他无法容忍于妃对六皇子出言羞辱。皇上，微臣画好了，请皇上过来一观。于妃娘娘拿来的那幅画，的确不是出自微臣之手。宣武帝眼神下意识地看向江心月，而江心月则是目不斜视，直接走向了谢画师。皇上明鉴，墨家大师墨子夜乃为师，墨家世代造纸，如今大燕朝最贵最好的纸，都是出自微臣师傅之手。微臣作画用的纸，都是师傅亲手制作。微臣所作，每一幅画的纸张夹层里，都有自己独有的印章，纸质也与市面上的有细微不同。这位想要陷害微臣的同僚，可能不清楚微臣的习惯，随便拿了宫里的画纸模仿微臣的风格，就想置微臣于死地，其行恶毒，实在是微臣没有想到的。不可能！于妃口口声声本宫与谢画师有染，还拿出这种贻笑大方的所谓证据，带着后宫这么多嫔妃过来抓奸，想看本宫的笑话，想挨着皇上处死本宫，还口无遮拦骂六皇子是野种，这种种罪行，皇上告诉臣妾，又该怎么罚呢？甄娘娘，稚嫩的声音从入口处响起来。甄娘娘，我明玉替母妃向甄娘娘道歉，对不起。大公主泪如雨下，扑倒在皇帝和江心月的脚下，不停地磕着头。父皇，甄娘娘，母妃她是昏了头了，被有心人一挑拨，便失去了理智。玉儿不是要为母妃开脱，母妃她向来没脑子，父皇和甄娘娘很清楚的，是不是？请父皇和甄娘娘重重的罚母妃，但是也请父皇和甄娘娘看在儿臣的份上，留母妃一命。明玉，你干什么？你……大公主摇头，拉着于妃一同跪下，对身后的宫人道：“把人带上来。”皇贵妃娘娘饶命！皇贵妃娘娘饶命啊！臣只是嫉妒谢画师得皇上重用，所以才在背后重伤了他几句。臣给于妃娘娘画像的时候，知道她也对谢画师颇有微词，而且还说皇贵妃娘娘与谢画师般配，这才生了歹心，唆使于妃娘娘陷害谢画师和皇贵妃娘娘。臣知错了，臣真的知错了。玉儿，大公主考虑清楚了吗？大公主今日若执意为于妃求情，那从今日起，本宫与大公主的情谊也烟消云散。若于妃再有下次，本宫不但不会放过她，就连你，本宫也一起清算。甄娘娘，您对玉儿的好，玉儿这辈子都铭记于心。只要甄娘娘这次肯饶我母妃一命，日后玉儿定当约束母妃，不让她再兴风作浪。若有下次，甄娘娘尽管动手，玉儿绝无怨言。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皇上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吧。臣妾累了，先告辞了。把人给朕拉下去砍了！于妃未经允许擅自出宫，污蔑皇贵妃，并且对六皇子口出恶言，罚杖责40。今日起贬为余嫔，迁宫延禧宫。蒋昭仪即日起封为蒋贵嫔，赐居顺安公主殿。谢画师，小谢大人。那要被拉下去砍头的李画师吓得屁滚尿流的，像狗一样爬到了谢承辉的脚下。我错了，我只是过过嘴瘾，我真不知道于妃会那么蠢，投到皇上面前来。小谢大人，你救救我！只要你向皇贵妃娘娘求求情，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报答你。我……谢承辉抬脚向后退了2步，清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几分戾气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的确心悦皇贵妃娘娘，所以你怎么敢让她置身险境？月儿，不知皇上跟着臣妾这水性杨花，朝秦暮楚，3心2意之人想做什么？还想捉奸？想看看臣妾的奸夫有几个？朕不是这个意思，朕只是吃醋。走了走了，都走，杵在这里做什么呀？喜鹊，带着他们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喜鹊很不服气的样子，凭什么这么多人在，光点他一个人的名字呀？显得他跟个刺儿头似的。小祥子拉着还打算和王德全眼神碰撞一番的喜鹊，赶紧进去。月儿，朕今年32岁了，而你才18岁，正是青春貌美之时。朕看你和谢承辉站在一处，你低头浅笑，他看着你时的目光，好像你和他才应该是一对才子佳人。朕心里不舒服，朕好像有一股怒气，不知道该怎么宣泄，所以皇上就可以顺着于妃的意思，说臣妾和谢画师有染吗？皇上知不知道，清誉对后宫嫔妃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死，意味着我的孩子将没有母亲，意味着我的家族都会被我连累致死，意味着我臣妾累了，皇上好好反省一下今日的行为吧，臣妾告退。还真的是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留给宣武帝呢。响亮的关门声重重地甩在宣武帝的脸上，虽然没有打到他，但也如同一记巴掌狠狠地抽在他的心上，吓得他身体都缩了缩。嗨，听声识人呢，是喜鹊关的门。哎，他有些可怜地坐在石阶上，叹了一口气，2口气，3口气。皇上，夜深了，该歇着了。明日真州的地方官还要设宴款待您和皇贵妃娘娘，您早点回九州清宴休息吧。皇贵妃娘娘气消之前，估计都不会理您的。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王德全那张没有温度的嘴里说出来的话，那么的冷酷无情，没有一句是他爱听的。王德全咬住下嘴唇，可怜巴巴地望着皇帝。这老家伙还委屈受了。明玉，你可是皇家的大公主，你怎么可以跪江心月那个贱人？她一个5妻之女，若不是得了你父皇的宠爱，到现在还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哪怕如今她那个5姬娘被提文的平妻，终究改变不了她出身下贱的事实。你跪她，也太有失自己的身份了。你就应该跪下来求你父皇处置了江心月。母妃到现在还认不清事实吗？甄娘娘就是父皇的心头肉，我和你加起来也不够她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是，甄娘娘出身不好，但母妃听说过英雄不问出处吗？世代起义成功的帝王，有多少出身贫瘠？后宫又有多少太后？初入宫时也不过一个小小的答应。你总是小看甄娘娘，却被嫉妒蒙蔽了双眼。她的心计手段，你还没体会够吗？你看看你，从4妃之一的良妃，到如今已经倒退成嫔了，你还觉得自己是她的对手？我那是……母妃还要死鸭子嘴硬。你说我不该跪她，那我跪她是因为谁？我求求你，不要再自取其辱了，给我留一点体面行不行？你再这么犟下去，我还能嫁个好人家不被看轻吗？你算计他，你舒服了，我的婚事还捏在他的手里。
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考虑考虑我的处境？你别吓我，你们的婚事自然都是你们父皇做主的，哪里轮得到他来插手？你这么肯定，甄娘娘未来3年内登不上后位？你别生气了，母妃下回一定不莽撞行事，听别人的撺掇了。你还想我下次？不是。于嫔娘娘、大公主，奴才等人奉旨前来，请于嫔娘娘受杖刑。大公主叹了口气，让贴身宫女拿出几锭金元宝来。父皇也只是想给母妃一个教训，并非想要她的性命，还请几位公公手下留情，这是本公主的一点心意。大公主放心，奴才几个心里有数的。钱是收下了，但是于嫔总觉得那几个狗奴才也打得不轻啊，每一个板子落下来，她都觉得自己的屁股要开花了。皇上，嫔妾的脸好痛啊！嫔妾的牙齿都松动了，皇上，你要为嫔妾做主啊！你又怎么了？怪他出门前没有让青天剑算个好时辰，刚走到这里就被柳贵人抓了个正着。皇上，柳贵人脸肿嘴麻，说起话来都有一些不太清楚了，顶着那张猪头脸，实在是让人联系不起来的。可惜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昨夜嫔妾和程婕妤一起游园，嫔妾只是问了一句他的琴修好了没有，他就让婢女把嫔妾打成这个样子了。皇上，嫔妾的位分虽然在他之下，但他也不可以这样狠毒啊！就算嫔妾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也该上奏给皇贵妃娘娘，还有皇贵妃娘娘来处置嫔妾，他有什么资格动用私刑啊？烦死了，关他什么事儿啊？唐十两，去揽月阁训斥一下程婕妤。后宫嫔妃当以皇贵妃为楷模，温柔娴静，大度容忍以为好，别动不动就打人，失了女子的德行。德先皇，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宣武帝已经是脚底抹油，趁着他磕头谢恩的功夫，一瞬间就不见了人影。小主为何说是程婕妤打的您呢？分明是小主自己祸从口出，得罪了皇贵妃娘娘才被打的。笨蛋，说本小主说是皇贵妃娘娘打的，皇上岂不是还要再打本小主一顿，给皇贵妃出气？昨夜皇上惹了那位生气，今日必定心情烦躁郁闷，根本就没有心思听本小主说了些什么。程念和他敢算计本小主，让本小主丢了这么大的一个人，他不让本小主好过，本小主也不会让他安生的。这不，他只说程婕妤，皇上心急着要走，连调查都不调查的，直接让自己的心腹太监去训斥程婕妤了。哼，你不是心高气傲，把野心都藏在那张温柔善良的皮囊下吗？我偏偏就要戳破你的假面具。那小主，您又提起程婕妤的琴，那琴不是被主子给摔坏了吗？你那日不是在现场吗？本小主只是砸了一下，他带回来的那堆木头分明是他自己砸坏了，再栽赃在本小主的身上的。那么急着将琴给毁了，肯定有猫腻呀。婢女不敢再问，扶着他往揽月阁走去。他以为自家主子总犯口舌是非，是个愚蠢的，可他又会算计皇上的心思，从而让程婕妤被皇上训斥，是不是人都有两面性啊？能入宫的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傻子，或许愚蠢只是他们的保护色罢了。月姐儿，裴家那边来了人，想给你妹妹和裴家嫡长孙说亲，你父亲他拿不定主意，托我来问问你的意思。是裴中书嫡次子的长子，名为裴之硕，今年17岁了。父亲说他私底下调查过，这个裴之硕才高八斗，性情温和，长得貌若潘安，是京城8大才子之一。妹妹见过这个裴之硕了？这次来行宫避暑，他也和他祖父一起来了，在路上碰见过一次，模样的确不错，但他顾忌着，不知道这个话该不该说。
江心月看了霜降一眼，霜降立刻会意：“你们几个跟我出来。”几个丫鬟太监都被带走，小祥子也是跟着走出去。江心妍才趴在阿姐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随后红着脸，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玩这么刺激啊？这种人父亲还要说给妹妹，他怎么样的？是不是疯了？嘘，你父亲他还不知道这种事情怎么好拿来到处说的。他们裴家人不要脸，哼，想让我妹妹吃这个哑巴亏，哪有这么好的事？这几日你就留在长春仙馆，不管去哪儿都跟在阿姐身边。本宫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狗胆。行宫之中人多手杂，娘亲也要多注意一些，不要着了歹人的道。只要父亲不忙，就与他在一处；父亲若是繁忙，您身边就多带些下人。总之，不能一个人落单，知道吗？我记下了，定不会给你添乱的。女儿不是怕您添乱，女儿是不想您遇到任何危险。但若真遇上了，也不必怕，派人来找我。无论娘亲遇到什么麻烦，女儿都会帮您解决的，只要不自乱阵脚就行。皇贵妃的算盘打得可真好，她那个妹妹长得如花似玉的，是想要把皇上迷得团团转，以后什么都听她们两姐妹的吗？你自己想要拉皇贵妃下马，你就自己动手，别在本小主这里挑拨离间。本小主不喜欢她，更加不喜欢你们这种又怂又孬的蠢货。打量着本小主脾气火爆，一个个的都想把本小主当炮灰使呢。叶常在连说着不敢，再也不提江心妍的事情了。程念和呢？让你去打探他的行踪，你倒好，说些有的没的。打听到了，今天晚上地方官在为皇上和皇贵妃准备了晚宴。程洁于意早就吃了饱月坊，听说是练琴去了，估摸着是想今晚在晚会上大出风头吧。咱们也去瞧瞧。哼，什么情生有灵性而引来蝴蝶，不过就是一些小把戏罢了，还真以为我看不出来呢。那就是昨日惹姐姐不高兴的柳贵人。哼，跳梁小丑罢了，不值得你惦记。啊，我苦练了2年的棋艺，还是比不过阿姐。你一心二用，怎么赢我啊？被阿姐发现了。油不要抹在石子路上，太容易被发现了，要抹在她鞋底的夹层里。她从揽月阁一路走出来，到了前面那条鹅卵石的小路上，夹层里的油就被挤压进到鞋底了。吐死了！还没有走到鹅卵石小路上去的侍女惊讶地张大了嘴，眼睁睁地看着柳贵人直接两脚朝天，背朝地的滑得飞起来，撞了个结结实实。她举起双手，对着江心妍摇了摇头，示意自己的油还没泼出去呢，不关她的事儿啊。阿姐早就有对付她的法子了，不用想，肯定是阿姐在柳贵人的鞋底夹层里抹油了。嘿，太厉害了！我说过了，跳梁小丑而已，哪里需要你动手？你就在阿姐这里开开心心的住一段时间，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阿姐会帮你物色一个好夫君的。阿姐惯会取笑我，阿姐是在教你，内宅之中若有争斗，该如何不动声色的解决麻烦。将来不管你嫁给谁，做谁的妻子，你记住了，只有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你不必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只要有阿姐在的一天，阿姐就会护着你一天。我的妹妹配得上这世间最好的男子。如果可以，她希望江心妍可以活得肆意快乐，不必困于后宅院的勾心斗角里。微臣见过皇贵妃娘娘，江三姑娘有礼了。裴公子免礼，方才听裴公子自称是已经在朝廷有任职了。回皇贵妃娘娘的话，微臣如今在礼部为郎中。裴公子上前来说话。裴之硕求之不得，抬脚就走了上去。哎，皇上不能冲动，不能冲动呀！王德全抓住了皇帝的龙袍。皇上，那是裴中书家的嫡长孙，裴家最近在打探江家的口风，有意要让裴小公子娶皇贵妃的妹妹为正妻呢。皇贵妃娘娘或许是想考教一番自己未来的妹婿。裴家想和江家结亲。如果他记得不错，裴家与江家之前还斗得你死我活的，月儿和裴中书的外孙女丽贵妃那可是你死我活的斗了一番呢。怎么说结亲就结亲啊？
裴公子这身衣裳真不错啊，府中绣娘绣工了得。裴之硕扬了扬手，一股好闻的香水味飘散开来。娘娘若是喜欢，微臣回京之后，立刻安排绣娘为娘娘裁制新衣。只不过什么？香气飘出来的一瞬间，江心月和江心妍同时觉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只不过娘娘要把您的尺寸报给微臣，微臣才好让绣娘动手裁制呢。若是不谙世事的少女望之心跳加速，如小鹿乱撞，恐怕就会以为自己爱上了此人。但是江心月可不是单纯的少女。裴公子身上什么味道？好臭啊！两人看向他的眼神全是抵触和打量，就是那种不太友好的打量，一边说还一边发出几声有点像是嘲笑的笑声。不，娘娘，微臣身上没有臭的。咦，不是身上臭，该不会是口臭吧？太恶心了！好好的一个美男子，竟然……太可惜了。微臣先行告退。阿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只要一想到那天在船上裴之硕故意与他偶遇，那日他也是用这样黏糊糊恶心的眼神打量娘亲的，江心妍就感觉到一阵的恶寒。本来还只是怀疑，今日见他对阿姐也是这副令人作呕的姿态，倒是可以确定了，裴之硕他戏弄人妻。这种以皮囊迷惑人心的人，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外表，别人对他的评价。你只要说他丑，说他臭，他接受不了，就会崩溃了。皇贵妃娘娘怎么好像不太喜欢裴公子的样子？晚上可要防着点裴中书，万一他当众要求圣旨赐婚，朕可不能同意。月儿和他妹妹不是特别满意的样子。阿姐，皇上过来了。江心月抬头草草地看了宣武帝一眼，拉着江心妍就走。月儿，他想追上江心月，还不是小跑几步的事儿啊。臣女见。平身。皇帝赶紧抓住江心月的手，也不说话，二人眼神交锋着，一个怒气直拉满，一个不要脸直拉满。江心妍卡在中间，一动也不敢动啊，眼睛珠子一会儿转到左边看看皇帝，一会儿又转到右边看看阿姐。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够显得她不那么多余呢？皇上，皇贵妃娘娘，这不是江三姑娘吗？也在啊。蒋贵平安好，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江三姑娘还没来过避暑行宫吧？不如本宫跟你做一日向导如何？这真州行宫，本宫可太熟了。你喜欢什么景致啊？要不要去兰园看花？正逢着盛夏，兰园里百花争艳，江三姑娘与本宫一道去看看如何？听您的。三姑娘真是温柔乖巧，也不知道今后要便宜了哪家儿郎。江心月的脑子里头打出一个问号，什么意思啊？是他约蒋贵嫔来此处下棋的，怎么像是没看到他似的，直接把他妹妹拐走了呀？月儿，你就算要生气，也要让朕知道你最气的是哪一点。朕下次一定无则加勉，有则改之。臣妾昨天让皇上反省，皇上就反省出这么一句话，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反省了，真的，朕不该以吃醋之名伤害你，不信任你，让你在众妃面前失了威信，是朕太没有安全感了。朕除了做一个好皇帝，其他一无是处。朕的不自信就来源于这里。你不是答应过朕，要教朕怎么去爱一个人吗？好的夫子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笨学生。月儿，别放弃朕，好不好？江心月低下头，没有说话，肩膀一耸一耸的。不好意思啊，每次皇帝跟他表明真心的时候，他总觉得皇帝的台词好像是琼瑶阿姨写的。不是说琼瑶阿姨不好，而是那些肉麻的台词，江心月真的是听得牙齿发酸呢。月儿怎么又哭了？是不是真又说错话了？不是哭，是在憋笑啊，山炮。臣妾的整个人、整颗心都已经是皇上的了，皇上为什么不自信呢？皇上在臣妾心中不仅仅只是一个好皇帝，您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啊。您这样好，那么多人喜欢您，该自行惭愧的是臣妾。
皇上年纪大又有什么关系？年纪大才会疼人，臣妾就喜欢年纪大的。好家伙，皇贵妃是会安慰人的，哪个点戳人疼，她专往哪里戳呀。再说了，皇上哪里像30多岁的人啊？看起来分明与臣妾一般大。臣妾梦里的少年郎就是皇上这样的。玉儿，你待朕之真心，朕深感欣慰。朕保证，日后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上回也发誓说什么不得好死的，结果还不是活得好好的。不应该呀，主子，怎么办？走，回揽月阁。叶常在就是柳贵人身后的一条狗，若是没有得柳贵人的吩咐，怎么会监视自己的行踪呢？他弹琴已经是不能够再吸引蝴蝶的事，绝不能够泄露出去。柳贵人想要让他出丑，他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柳贵人后背至尾骨骨折了，这3个月内都不宜下床活动，否则骨头长不好，以后有瘫痪的风险。什么？柳贵人一拳捶在了床上。贱人，肯定是程念和那个贱人在本小主的鞋底抹的油，他就是想要报本小主害他被皇上训斥的仇。定是叶常在去打探消息的时候被程婕妤发现了，要不然他为什么偏偏去了要经过那条鹅卵石小路的宝月坊？分明是算准了主子你也会去，提前在您的鞋子里抹了油。柳贵人越想越是觉得燕儿说的对，想要爬起来，但是臀部上方的骨头痛得她脸色发白，心中对程婕妤的恨意更浓了一些。妹妹笑什么？我是见皇上姐夫对阿姐你这么恩爱，替你们高兴。你们都找到了自己白头偕老之人，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为阿姐高兴还是为皇上姐夫高兴了，所以只能替你们俩一起高兴了。皇上姐夫，你这妹妹古灵精怪的，还挺有意思。那裴家的裴之硕的确配不上他。京中无人知晓裴之硕的真面目，皇帝呢也只是略知一二，并不清楚详情。再一个，站在男子的角度，他有些自己的小癖好，那也是人之常情嘛。皇上知道裴家要向臣妾的妹妹提亲，裴家背景强大，裴之硕又是京城8大才子之一，小小年纪已经在礼部任职。皇上说他配不上臣妾的妹妹，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吗？想问什么就直接问，想说什么就直接说，总是拐弯抹角的试探朕做什么？皇上是说裴之硕他品行不端。如果皇帝也知道裴之硕那见不得人的癖好，他相信皇帝不会把江心妍往火坑里头推的。有那么点风言风语，所以月儿下回再看到他，记得离他远一点。什么风言风语啊？皇上展开说说，臣妾的妹妹想听。江心妍心道：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是皇上姐夫，您能详细说说吗？未经证实，朕不能随意给人定罪，但嫁给他有风险。既然你姐姐不愿意你冒险，朕也不会让你所嫁非人的。臣女谢过皇上，谢过阿姐。若不是阿姐得宠，今次能不能够逃过这一劫还说不定呢。方才不是叫朕皇上姐夫，怎么皇贵妃还是阿姐，朕就变成生疏的皇上了？朕还是喜欢听你叫朕姐夫。那妍儿若是叫了您姐夫，可不能白叫。你这丫头还敢与朕提条件？那妍儿还是叫您皇上，免得被人听了去责怪妍儿不懂礼教。阿姐您说对吧？妹妹顾虑的极是，还是皇上比较好。你不要说话，这是朕和妹妹的事。说吧，你有什么条件？妍儿的婚事想让阿姐和皇上姐夫做主，可以吗？行，朕允了。谢谢皇上姐夫，皇上姐夫真好，怪不得阿姐这么喜欢您。这龙屁都要拍进皇帝的心坎儿里头去了，对江心妍当然是越看越顺眼了。程婕妤，你流血了！柳贵人，你嫉妒我弹琴能引蝶，就直说，何必这么狠毒，故意毁了我的双手呢？快去请太医来！这叫什么事呀？今天晚上还有晚宴，你们一个摔骨折了，
一个双手弄得这样血肉模糊，还怎么参加呀？后宫里的嫔妃都不敢冒头，就等着看看柳贵人和程婕妤能够走到哪一步，他们才好选择是继续蛰伏起来做小透明，还是为了前途来赌一把。若是这两个人毁在了内斗上，再去哪里找两个这么勇不怕死和皇贵妃娘娘杠上的蠢货呀？程婕妤总觉得自己是才智过人，殊不知旁人都在暗中观察，只把她当成是出头鸟而已。皇贵妃娘娘到！给皇贵妃娘娘请安。免礼，你们一天天的，少给本宫找点事做，本宫不用你们请也很安了。这话没人敢接，皇贵妃娘娘目光如炬。说说看，又是谁有冤屈？皇贵妃娘娘容禀，我们小主今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时候，发现鞋底被程婕妤抹了油，才导致我们小主摔骨折了。明明是程婕妤害了我们小主，她还要假惺惺的来给我们小主喂药。小主脾气直，不像她这般藏得住心思，便发火将药碗摔了。奴婢看得分明，小主只是轻轻推了她一下，她就自己摔在地上，还那么巧就按在碎片上伤了手。皇贵妃娘娘，您一定要为我们小主做主啊！你胡说什么呢？我家娘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想着从前的情谊，就没和柳贵人计较先前发生的事，还来看望柳贵人。你们不由分说的就把罪名扣在我家娘娘头上，还动手打人，现在又在皇贵妃娘娘面前恶人先告状，你们也太过分了！都不要吵了，这里是菜市场吗？看看你们的样子像什么？像什么？泼妇骂街呗。江心月懒得去给他们断案，直接各打50大板，让柳贵人给程婕妤道歉，又训斥程婕妤不该故意激怒柳贵人，最后让底下的人去查在柳贵人鞋底抹油的真凶。但是怎么查，最后估计还是要绕回到程婕妤的身上。至于他还要怎么报复，就让他们自己斗去吧。他们之间内斗，就没有精力来算计他了呀。你说什么？小公子今日碰到了皇贵妃，还出言调戏了人家，他疯了不成啊？老夫在这里费尽心机的让江衍坤那只老狐狸同意两家的亲事，他跑去，他是不是不要命了？站在门外的裴之硕面红耳赤，总不能跑进去告诉祖父，是因为皇贵妃娘娘实在是太过美貌勾人，他没把持住吧？祖父，孙儿知错，但这实乃那江心月的奸计，他为了不让江三姑娘嫁给我，主动勾引我，孙儿一时不察，还以为他喜欢我，才会如此孟浪。他好人妻的事情没有闹得人尽皆知，是因为他知道什么人能够碰，什么人不能碰。要玩也是找京城之中那些丧夫的俏寡妇呀。完事儿之后呢，与人丰厚的财富，哪个女子会把自己失了身的事情嚷嚷的人尽皆知呢？他回忆着那张千娇百媚的脸，以及那窈窕的身段，心底一阵阵的发热。她还是皇帝的女人，更刺激了。你在想什么啊？你给我想都不要想，你自己作死，你别连累裴家。院里那么多同房还不够你睡，你还去惦记那么危险的人。你听好了，若是你胆敢生出不该有的心思，老夫就亲自动手了结了你，向皇上赔罪。孙儿知道了，孙儿知道了。不能动皇贵妃，那皇贵妃那个曾经名动京城的5级娘亲总可以吧？卖身的玩意儿嘛，早就不知道被多少男人玩过了，他再玩一玩又有什么所谓呢？小主，怎么办？程婕妤和柳贵人都受了伤，今晚的晚宴是去不成了。那咱们的计划不是还有一个吗？听说叶常在昨日下船的时候还崴了脚，叫皇上抱呢。婉儿说是我成全叶常在，他会感谢我的。皇儿的心里为叶常在默哀呀。感谢是不可能的，能保住命就不错喽。他家主子不敢自己亲身上阵，给自己找了好几个试错的替死鬼。自从皇上独宠皇贵妃，这个宫里也平静得太久了，是时候添一把火了。去！小太监顾不得手疼了，
赶紧挥退那只肥肥的黑猫，怕它打翻了酒壶。这可是特供给皇上和皇贵妃娘娘的，真州当地最好最出名的神仙酿。一壶酒价值100金，若是被他撤了，就是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呀。妹妹去和2位堂姐坐吧，皇上总看着臣妾做什么？再看朕的月儿，今日怎么好像格外的美？皇上，臣替大燕朝的百姓敬皇上一杯，因为有这么勤政爱民的明君，我们大燕朝才能发展得日益强盛。皇上功在千秋，臣等万分敬佩。有了第一个拍马屁的人，就有后面一连串。不过第一个是江心月的便宜爹，他就放心多了。皇帝身边的小太监赶紧给皇帝将酒杯斟满。王德全上前用银针试毒，又稍稍的倒了一点在手指上，吃进嘴里。过了片刻，没有感觉到异常后，宣武帝才端起酒杯，与江彦坤遥望一笑。朕也很欣慰，诸君与朕一起将大燕朝带上巅峰。如今，朕也敬诸君一杯。望日后你们也时刻谨记着，身处高位要体恤百姓，不做贪赃枉法之事，与朕一同欣赏这大好河山。终有一日，他要踏平藩邦胡虏，让天下归一，再无战乱，还天下百姓一个海晏河清。江心月用袖子遮住嘴唇的时候，酒水全都倒在了地上。出门在外，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不是自己人端上来的饭菜酒水，轻易他是不会入口的。那些人没有胆子给皇帝下药，但却是巴不得他死啊。裴公子，你把我骗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啊！不知道从何处跳出来一只体型硕大的猫。叶常在，你没事吧？这行宫里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黑猫？吓死人了！赶紧把它抓住了，打死扔出去！万一惊着皇贵妃娘娘，看你们有几个脑袋可以砍的！叶强儿气得抓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叶常在，不过是一只野猫，不知道把自己气成这样，快擦擦吧。多谢张美人，美人姐姐平日里喜欢用什么香粉啊？妹妹闻着甚是喜欢。哪有什么香粉呀，我喜欢吃蜜饯，这是我的婢女用来给我包花香枣的。妹妹若是喜欢这味道，明日我让人送一些给你。甜食吃多了长胖，怪不得张美人一副圆润富态的模样。啊，那便不用了。她眼神微抬，看向身后的环儿。环儿点点头，从袖子里放出一只冰蓝色的蝴蝶。那蝴蝶挥动了2下翅膀，径直朝着最高处的皇帝飞去。皇帝也是注意到了桌子上的小东西，正想抬手将蝴蝶挥退，就被一旁的江心月叫住了。皇上，用这个。他接过锦帕，那蝴蝶还想飞走，被他直接隔着锦帕捏住了。王德全，带下去给太医院的人看看。小主，啊，我走不了了，脚好痛。又是你！他抬头的瞬间，眼底闪了闪，头也一阵的眩晕。宣武帝没有想到自己只是问句话而已，就把人吓晕了过去。宣武帝只能够皱了皱眉，将人抱了起来。一股香甜的气息钻入鼻腔，抱着叶常在的手突然一僵，皇帝便是觉得身体起了变化。怀中的女子体温传来，凹凸有致的曲线贴合着他的胸膛腹上，一股热流在下身流窜，只觉得浑身火热。二夫人，江三姑娘在那边好像肚子有些疼，差奴才来告知一声。妍姐儿，妍姐儿不是跟霞姐儿、彩姐儿去玩耍了吗？她和她2位堂姐在一处，公公没见到吗？奴才只看到三姑娘一个人趴在石桌上，身边连个丫头都没有。奴才也是担心三姑娘的安全。公公，我女儿。行至一处偏僻的园子里，阮氏根本就没有看到江心妍的身影。等他回过头想问的时候，哪里还有太监的身影啊？
江小夫人这是要去哪儿呢？裴公子，你把我骗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哎，江小夫人怎的这般无情？你从前在汝阳王府当舞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贞洁烈女吗？低贱的舞姬，跳舞的中途，只要有达官贵人看上了，摸一摸亲一亲都是可以的。若是主家同意，睡一觉，来个露水情缘也是常有的事。裴之硕就不信了，阮氏赎身之前没有被人睡过。江小夫人，你阅人无数，应当很难满足才是啊。江尚书都那把年纪了，还有什么滋味？不如跟了我，我让你体验一下做女人的真正快乐，如何？下流！江小夫人，我真的太喜欢你了，你就从了我吧。娘亲不是去如厕了吗？怎么还没有回来？娘娘无需担心，奴婢给夫人安排的宫女和太监，都是手底下有点功夫的，装成普通奴仆罢了。说是有人敢对夫人行不轨之事，倒霉的是动歪心思的人。皇上也是去了就没有回来，怎么这一个个的都跟掉茅坑里去了似的？娘娘，唐世良也不在皇上身边伺候着，来找本宫做什么？皇上呢？情况有些复杂，还请娘娘移步跟奴才来。娘娘，夫人出事了。江心月看了看唐世良，又看了看霜降，故意的是不是啊？娘娘，皇上那边10万火急。江心月微微一想，便朝着嫔妃们的座位看过去，皱着眉头：“小祥子，那是谁的座位？”回娘娘，是叶常在。叶常在，该不会……事关自己日后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他腾的一声就站了起来。小祥子，你去找本宫父亲。霜降，你给他们带路，找到本宫的母亲。你们知道什么是可以宣扬，什么是不宜闹得人尽皆知，实在拿不准的，听本宫父亲的安排。皇上到底怎么了？回娘娘的话，皇上他重要了，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叶常在在皇上的帐子里。什么意思？皇上已经和叶常在睡了，那还叫我来干什么呀？说话间，二人已经是到了皇帝随意进的一间屋子外。娘娘，您快进去救救皇上！王公公，这是干爹，他也重要了。你好小子！王德全把那张红透了的脸埋进地里，现在就想挖一个地洞离开这个世界。江心月目光往下，太监仲春那什么也会有反应吗？月儿，可不可以？真好难受。他中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再没有人帮他解的话，人都要胀晕过去了。皇帝问他可不可以，是因为知道自己中药了，怕他误会自己，只是把他当作泄欲的解药，不尊重他。江心月的目光透过床幔，里面躺着一个衣衫半解的玲珑身影。躺在床上的叶常在浑身都像是被火点着了，烧得他心口都发疼。偏偏皇上觉得是他下药，故意将他扔在床上。事已至此，他便将自己脱光，想要引诱皇帝。结果他刚走过去抱住皇帝，就被王德全叫来的宫女按在了床上，还用绳子将他给捆了起来。去把皇贵妃请过来，快点！皇上宁愿忍着这样强烈汹涌的情潮，也要等着皇贵妃来救自己。这对叶常在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可他如今被绑在床上，还要被迫去看皇贵妃轻而易举的就让皇帝动情沉沦，委屈的眼泪从双眸之中夺眶而出。别！江心月以为皇帝会公主抱自己的，没想到他抓住他的手便奔跑起来，穿过房间后门的长廊，再跑过一座精致的角楼，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琉璃花房。江心月高挑的身姿窈窕柔媚，被宣武帝有些粗鲁地按在花房的墙壁上，垂落的花枝也抖了抖。娘亲，你没事吧？还好月姐儿安排给我的人全都会些手脚功夫。刚才有太监说你一个人在这里晕倒了，让我来救你。
我想着有月姐送来保护我的这些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出来寻你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裴之硕设的局，他刚才想要非礼我。好在月姐儿早有准备，防着这一时。江彦坤的脸比锅底还要黑，走到裴之硕的面前，一脚踹在他的背上，痛得昏迷之中的少年又闷哼了一声。怪不得皇上今日和阿姐说，让阿姐给我相看一个好夫婿，原来是早就知道这裴之硕不是个好人了。皇上，你好了吗？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他弱不禁风的模样，让吃饱了的宣武帝开始反思，刚才的自己是不是太没有节制了，伤着月儿了怎么办？能走吗？若是疼得厉害，朕出去让人安排步辇来。那不是昭告天下，他和皇帝躲起来玩羞羞的游戏了吗？不用，刚才有人告诉臣妾，臣妾的娘亲也出事了，好像是和裴中书那位嫡长孙有关。可偏偏这个时候，唐世良又找臣妾，说皇上您这里10万火急，臣妾只能让父亲去了娘亲那里。臣妾现在很担心娘亲的情况，她本就因为身份之事自卑怯弱，被欺负了也不敢为自己讨回公道的。月儿放心，朕必不会让你娘亲受委屈的。敢在宫中向朕下药，直接赐死。皇上明鉴，嫔妾真的没有给您下药，就是给嫔妾100个胆子，嫔妾也不敢做这种事啊。而且嫔妾也没有那个本事，请皇上调查清楚，还嫔妾一个清白。宣武帝根本就不想花精力去调查，就算要不是夜长在下的，他在路上故意等着偶遇他，在他的面前宽衣解带也是真的呀。若是当时月儿推门而入，他就是有10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叶常在的确不像这么有本事的人，臣妾瞧着是不是蝴蝶的问题啊，或者是酒水的问题，不如就仔细查查，看看到底是谁在做这种损害皇上身体的事儿。这人一天不找出来，臣妾就多担心皇上一天。月儿说的对，那就先关押起来，等查清楚再说。皇上和皇贵妃娘娘该不会回去休息了吧？怎么这么久都不见人呢？不可能啊，皇上若是回去了，肯定有太监要告诉咱们的。哎，那不就来了吗？比起宴会刚开始的时候，江心月衣衫楚楚，发髻梳得一丝不苟。再次出现的她，云鬓松散，满面春色，艳若桃李的容貌更加的惑人了。虎妹子，呸！我怎么记得先帝在时就已经下令禁止穿浮光锦了？是我记错了吗？皇贵妃娘娘今日的衣裳可真好看，但是臣妾记得这浮光锦乃是宫中禁物，娘娘却在这么公开的场合来穿它，是不是不太妥当呀？她像是想要昭告天下，皇贵妃有违禁令，应该被处罚。皇上，你看，臣妾说方典衣技艺超群，定能做出属于她自己的霞光万丈织锦缎吧？什么意思呀？皇贵妃娘娘身上穿的不是浮光锦，这不可能啊，分明是一样的。司仪房的方典衣的确研制出了与浮光锦完全一模一样，但又比浮光锦更加亮丽的霞光缎。此衣哪怕是在白天，不用烛火之光照射，也能发出夺目的光彩，在阳光下更是会折射出如同天边云霞的光芒。是朕亲眼见过这布料被做出来的。张荣华见识还是少了点啊。本宫奉劝你一句，与其一天到晚的盯着本宫，希望本宫出错，不如你还是多读点书吧，就不会把霞光缎错认成浮光锦了。他是傻子吗？怎么可能用违禁的布料来做衣裳呢？那不是明晃晃的让别人来抨击他吗？霞光缎流光溢彩，比起浮光锦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臣妾看那些夫人们和贵女们都很喜欢的样子，皇上在赏赐有功之臣时，霞光缎啊，怕是要供不应求了。等咱们回宫了，朕就下旨让他升司仪。皇上，宴会进入尾声，裴中书和江彦坤一同从外头进来。老臣有事要禀。裴中书有何事要说？老臣思虑再三，还是想向皇上举荐刑部主事长虎和刑部侍郎焦伟成为贵阳知府和真州刺史，
这二人在刑部能力出色，早该进一进官职了。江尚书，你说是吗？刑部早就已经脱离6部之外，不听中书省的号令，里面的官员都是江彦坤的人，换而言之，全都是听皇帝号令的人。裴中书咬牙切齿地问，显然是不甘心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居然要换2个皇帝的人，所以因着阮氏被裴之硕调戏，裴中书为了息事宁人，堵住江家人的嘴，愿意大出血。江彦坤微微点头，皇帝才应了裴中书的请求。朕听闻周氏已经病入膏肓，今年之内，江家必有丧事可办，到时候朕下旨，封你娘亲为诰命夫人。江彦坤明媒正娶，8抬大轿的正妻还在，就没有办法抬阮氏的身份，不然又要惹来不必要的非议。江心月哪里会拒绝呀？低下头来，羞涩地笑着。娘娘，都准备好了。娘娘，咱们这样，万一被皇上知道了，是不是不太好？有什么不好的？霜降，这事你知，我知，小祥子知，你们2个不告诉皇上，他从哪里知道啊？行宫到处都是树林和花丛，寂静的夜晚有虫鸣蛙叫声掩盖了江心月的脚步声。不知走了多久，江心月在一处园子外停了下来。这皇贵妃娘娘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夜探男子寝居。皇上的脸色比这夜色都要黑了。皇贵妃娘娘自求多福啊！江心月进去有一会儿了，皇帝在外头又生气又有点担忧地站在花丛后。园林门口没有家丁，守门的人已经是关上了门。江心月这个笨蛋恐怕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了。娘娘，咱们……父亲，硕儿他昏迷刚醒，身上到处都是伤，您让儿媳先好好检查一下他的伤势好不好？你还有脸哭？都是因为你养出这么个糟心的玩意儿，才连累老夫丢了珍州要地。当初老大媳妇病逝不到3年就要娶你这寡妇，家族里的人都不同意，说你八字不好。是老夫见不得他郁郁不得志，人到中年还为情爱所困，想着他娶了你，入了他的心意，便能让他把心思放到官场上来。谁知他娶了你之后，你正日里勾搭他流连后院，彻底荒废了老夫为他的一番谋算。你这个丧门星，老夫真应该……祖父，都是四儿的错，你要打要骂，四儿都认了。但是我娘没错，她只是和父亲相爱而已，父亲要宠着她，她有什么错？您为何不骂父亲？当年若不是父亲为了娶门当户对的贵女为妻，对我娘始乱终弃，她又何必被逼怀着我下嫁给破落户，在那破落户家中被欺凌侮辱，被拳打脚踢。我娘也是为了我，为了维护父亲的名声，才没把裴家供出来。那破落户也是父亲杀的，让我娘带着我守寡那么多年，这都是谁的错？祖父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好，你好得很。扔下这句话，他就甩手离开。不一会儿，里头女子的哭泣声停了下来，没多久也是走了出来。直到房间里的油灯熄灭，下人们也是退出来关上了门，江心月才招着手。霜降赶紧把手中的盒子递过去。皇上，月儿不是让朕惩罚你吗？不知道这个惩罚，月儿满不满意？娘娘，真要这么做吗？不会出事吧？能出什么事儿啊？给他点教训而已。江心月将盒子打开，伸进了窗户里。娘娘，快跑！谁？被发现了。穿着太监服的3人立马撒开腿狂奔，分头跑。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去那边，我们追中间这个，快！皇上！宣武帝看着落荒而逃的江心月，恨铁不成钢的咬了咬牙。你带人去把人引开。堂堂皇贵妃，夜探男子住处都不怕，怎么看到朕像老鼠见了猫？朕有这么可怕吗？没有，不是皇上吓人，是臣妾做错事了，怕皇上责罚。皇帝离得近了，闻到他身上一股清新淡雅的瓜果香，喉结滚动了一下。那月儿说说看，朕要怎么罚你？皇上，
轻点好不好？臣妾怕疼。怕疼，倒是没瞧出来。平日里与他颠鸾倒凤的时候，可没见他如此娇弱。皇帝双手捧着他的脸，缓缓地亲吻着他的嘴唇，像是对待什么易碎的稀世珍宝。一点点，慢慢的，在他的唇上轻轻的啃咬，缠绵悱恻，缱绻温柔。皇上，月儿不是让朕惩罚你吗？不知道这个惩罚，月儿满不满意？亲了好一会儿，皇帝才放开了他。今日就想放过你，太医说了，过度纵欲伤身，你这小身板还要好好养养。手底下按着一个瓷瓶，这是什么呀？而宣武帝在看到那个小瓶子的时候，眼神瞬间就变得锐利起来。这个瓷瓶和当年小太子坠湖的地方找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皇上的意思是，有人给端惠小太子下毒，导致他头晕目眩，才坠湖的。江心月第一次觉得，皇帝其实也是一个可怜人。他拥有的一切，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如果可以，他是不是也向往夫妻恩爱、儿孙满堂、没有勾心斗角的普通人的生活？皇上，臣妾知道先太子的死令您非常难过，但是皇上，这不是您的错，您不要用恶毒之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出害太子的人，为先太子报仇，以为他的在天之灵，让他可以瞑目。还哪来的时间伤春悲秋？赶紧整死德妃才是正经的。不然别说是先太子了，现在宫里头仅存的这几根脆弱的小苗苗，都不知道还要遭遇多少的迫害呢。月儿说的对，是时候要让害死朕的小太子的人付出代价了。月儿，朕会好好保护咱们的小团子，绝不会让悲剧重演。江心月被皇帝带着回到长春仙馆没多久，霜降和小祥子也回来了。宣武帝看着穿着宫女衣裳，脸上打了胭脂的小祥子，差点没把刚含进嘴里漱口的花瓣水喷出来。奴才污了皇上的眼，请皇上赎罪。你们就是这样躲过裴家的追捕，这样也行？皇上怎么知道的？别看你们主子一个两个都胆大包天，真当朕不敢发落你们了？你们娘娘胡闹，你们就该规劝些，哪有你们这般跟着一起发疯的？哎呀，皇上，都是臣妾的错，他们做奴才的哪敢忤逆臣妾啊？皇上若是还生气，就对臣妾撒气，不要为难他们了。你还好意思说啊？再有下次，朕连着你们一起发。知道了，皇上，臣妾知道错了。哎，我知道错了，下次还敢？皇上，中书大人携子前来求见。看到没？你打了小的，两个老的就找上门来了。你以为你跑了，他们就猜不到是你干的了？猜到了怎么了？他们有什么证据啊？再说了，皇上肯定会保护臣妾的。他不仅有恃无恐，甚至当着你的面直接说出来。宣武帝又咬了咬牙，看着小祥子那满脸脂粉就来气呀。赶紧滚下去洗干净，等着别人来揭穿吗？霜降和小祥子这才赶紧起身，一溜烟的往后院跑了。江心月坐在那边没动，皇帝又对他露出一个凶狠的表情来，吓得他赶紧起身，也是跟着霜降他们往后跑。还说不怕，实际上听到裴中书来吓坏了。知道怕就好，知道怕，下次就不会再做这种危险的事了。娘娘，方才奴婢和小祥子逃跑的时候换了宫女的衣服，路上还碰见了裴中书的人，他们抓着奴婢盘问了一番，奴婢担心他们会不会认出奴婢和小祥子来。认出来又如何？3个小太监去的，却只发现2个可疑的宫女，人数都对不上，就跑来本宫这里讨公道。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的格局只有那么点大，因为本宫的父亲抢了他们2个官位，就来报复本宫呢。
霜降想了想，他家娘娘是怎么睁眼说瞎话的？要不是他是参与者之一，他都要相信自家娘娘的这番说辞了。娘娘，秦若芳秦姑娘在偏房候着了，娘娘可要见见？见见吧。求皇贵妃娘娘救命！王贵妃娘娘，民女之前的遭遇都是真的。贵阳县令害民女家破人亡，家中族人与县令勾结，逼迫民女嫁给县令为妾，好名正言顺地瓜分民女家产。民女不从，便被县令软禁。到前几日，民女突然被放了出来。有人告诉民女，只要民女想办法入宫，获得皇上喜欢，就会替民女报仇。可若是民女不听从吩咐，那些人不会放过民女的。民女求娘娘指点，给民女一条生路。对你的遭遇，本宫深表同情，但本宫呢，不过是区区一个后宫嫔妃，事关中书令大人，本宫也做不得主。但你是苦主，苦主要伸冤，得找陪中书上头的人。秦姑娘，可不要再走弯路喽。秦若芳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明明没有说半句陪中书，可是皇贵妃娘娘却是笃定地说出幕后之人就是中书令。她早就已经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多谢娘娘指点迷津，民女知道该怎么做了。小祥子，这会儿陪中书应该和皇上谈完了吧？你带秦姑娘先去休息休息。秦姑娘，请随奴才来。娘娘，您相信她说的话吗？老奴瞧着这位秦姑娘眼里的野心可不小，您这一路走过来，凭的就是这份铁石心肠、凌厉手段，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同情心泛滥了。六皇子还小，娘娘您本宫若是同情心泛滥，就凭你说本宫铁石心肠就能治你的罪了？可本宫知道这是你的一番好心，宁愿冒着风险也要提醒本宫，本宫承你的这份情。但是香嬷嬷，本宫的铁石心肠是不会变的。秦若芳她有野心是好事，她的仇人是裴中书，是裴家，是害她的贵阳县令和真州刺史。她要往上爬，给自己的家人报仇，还要仰仗本宫。对于万部来讲，将来裴家倒了，他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嬷嬷觉得他是本宫的对手吗？是老奴莽撞，沉不住气。娘娘心中有成算，老奴就放心了。父亲，难道就这样放过那个小贱人吗？硕儿的命根子都被毒蝎子给蛰伤了。太医说，就算治好以后，也会影响硕儿今后的生育能力，这不叫儿子断子绝孙吗？姚娘她哭得眼睛都快瞎了，难道就这么放过她吗？那不然你想怎么办？皇上要护着她，让你拿出证据来，你有证据吗？秦姑娘，这边请。裴思年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太监和昨晚他们遇见的那个打扮成宫女的人长得一模一样，他冲过去就抓住了小祥子的衣襟。狗奴才，是不是皇贵妃让你去放希儿弄伤我儿的？乔装打扮，鬼鬼祟祟，你以为这样我就认不出你了？我今日就要到皇。裴中书就这么看着他在朕这里胡闹。思年，回来。秦若芳这么快来了？还要多谢皇上，若不是皇上与皇贵妃娘娘留了人给民女，民女也不会这么快变卖家财脱身。秦家的财产，民女已经全都交给王公公充入国库，日后民女在私珍房一定为皇上和贵人主子们尽心尽力。你有这份心就很不错。小祥子，带秦姑娘下去，好好安顿，切不可怠慢。皇上能不能屏退左右？民女有些话要单独对皇上说。皇上，微臣观他并非有武艺在身之人。那你们便退下吧。是否是秦家灭门案中还有不可为人道的内情？还有多少的官员参与其中？宣武帝想弄个明白。呀，你说什么？叶常在被抓了？奴婢有个同乡在内务府，他告诉奴婢的，还没有往外传呢。哼，他又做什么死了呀？这个
奴婢没有问出来，奴婢那个同乡死活不肯说，只说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要杀了叶常在来着，还是皇贵妃娘娘劝阻的。玉儿，你堂伯写信来了，他在程远的帮助下，已经拿到了两广总督贪赃枉法的证据，只是他现在是众矢之的，不易出现在人前，所以托了程远送到真州来。你这个堂伯和你父亲真是完全不同的野路子，将来好好培养，有贤相之才。什么意思啊？唐伯是贤相，他便宜爹完全不同，那是说他便宜爹是做奸相的料，骂人呢还是夸人呢？那也是皇上会用人，唐伯的才能才有了施展之地呀。皇上对臣妾大唐伯而言，就是伯乐与千里马，若无伯乐，千里马亦沦为平庸。因为有皇上，大唐伯这匹千里马才不至于被埋没。玉儿这张巧嘴呀，又在哄朕高兴了。皇上，蓝月阁那边柳贵人和程婕妤都派了人过来了，何止是臣妾哄皇上高兴啊！臣妾看想哄皇上高兴的人都排着长队了。皇上啊，还是赶紧去安慰你的柳贵人、程婕妤吧。哼，别到时候又是一顶臣妾善妒专宠的帽子扣下来，臣妾可担不起。那朕就去看看。接下来的几日，皇帝都在陪着程婕妤。皇帝不来，江心月还乐得轻松呢，整天带着三皇子、四皇子和六皇子到处去玩。甄娘娘看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可不可以说出来呢？三皇子着急的又是一通的比划，江心月还是摇头。甄娘娘真的看不懂，三皇子可以说出来吗？三皇子急红了脸，发出啊啊啊的声音来，还用手指着四皇子离开的方向，又跺了跺脚。甄娘娘知道三皇子根本不是他们说的哑巴，三皇子会说话，只是不愿意开口罢了。你知道吗？你四弟很担心你，这次避暑回宫之后，他让我求求你们的父皇，让他去皇子所一起学习。原来他年龄不到是不可以去的，但是他担心你不会说话，会被宫人们欺负，所以才让甄娘娘求你们父皇的。三皇子在他说三皇子会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就慌乱起来。是因为德妃吗？你不想说，甄娘娘不会逼你，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一直不说话，时间长了，等你想说话的时候，就真的不会说话了。你是四皇子和六皇子的哥哥，本来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兄长，他们都应该把你当成哥哥依赖，可现在他们都同情你，照顾你，把你当成脆弱的瓷娃娃，跟你相处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触碰你内心的伤痛，这是你愿意看到的吗？不行。因为你母妃给你下毒，所以你不敢开口说话，怕你父皇知道吗？这下三皇子彻底的傻眼了，不明白甄娘娘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她什么都没说呀。你看，就连甄娘娘都知道的事儿，你觉得你父皇那么英明神武的人，他会不知道吗？母妃是不是不要我了？因为我太笨了，所以他不要我了。不会的，你的母妃很爱你，她只是一时糊涂，你给你母妃一个改过的机会好不好？德妃不会改的，等三皇子又有了做太子的机会，他只会变本加厉的毒害后宫里的其他皇子，所以三皇子必须要开口说话。从自己的儿子嘴里说出来的话，难道还不够重量吗？到时候再将皇后给的杀手锏拿出来，德妃才永无翻身之日。德妃在成国公府哭灵3日，到第4日准备回宫时，才终于摆脱了皇帝安插在延庆宫的探子，找到机会和父亲说话。区区一个刑部尚书之女，竟把你逼得这般境地，到底是她本事太大，还是你太无能啊？他有没有本事，父亲难道不清楚吗？撺掇朱家主母，动用宫中人脉对六皇子出手的，难道不是父亲的人吗？这话日后不许再说。祖母真的是被朱家的刺客杀死的吗？还是父亲为了平皇上的怒火，借杀手之名置祖母于死地？
你还好意思提呀？要不是你昏了头，给薰儿下毒，你祖母也不至于为了你去仗打皇后，给了皇帝收回虎头杖的借口。皇后死了，你祖母若是还活着，皇上会放过陈国公府吗？这就是变相的承认了，朱家人是刺杀祖母了，但是伤不致死，是父亲为了平息皇后去世后百姓们和宫中对陈国公府的怒火，所以选择了一命抵一命。父亲，若是有一日需要舍弃女儿的性命，才能保住陈国公府的荣华富贵，父亲也会这般毫不犹豫地舍弃我吗？你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按兵不动，别让江心月抓住你的把柄。薰儿那里你不用操心，我已经寻到了名医，自会让他开口说话。记住了，我让你按兵不动，就是什么也不要做。江心月，为父会找合适的时机替你铲除，必要的时候，你在皇帝面前最好做出悔过姿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未雨绸缪。女儿知道了，父亲若是没有其他事情，女儿就先回宫了。在国公府，他连哭都不能够放肆的哭一场，因为正常人该有的七情六欲，在他的身上都是不允许的。趁着江家那个庶女还没回宫，赶紧把你自己的人安排进河西宫才是正事。若是等到江心月回来，河西宫又如铁桶一般了。延庆宫，沉闷的喊叫声响起，绿茵在门口紧张地闭上了眼睛。德妃娘娘，我知道错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里面求饶的人被捂住了嘴，只能够发出短暂急促的痛苦声音，直到房间里传来血腥的气味。本宫不想再听见后宫中有人说听到惨叫声或者猫叫声，你明白了吗？奴婢明日就让内务府的人过来，把这里的窗户和门重新修葺一番。绿茵姐姐，娘娘越来越可怕了，我想调到别的娘娘宫里去。我也想。绿茵姐姐，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死在宫里。行了，你们好好为娘娘办差事，自然不会有什么事的。刚刚那些话我就当没有听到过，若是传到娘娘的耳朵里，我也救不了你们。房间里，一个穿着粉色宫装、赤脚披发的女子躺在地上，10个手指头鲜血淋漓的，指甲盖儿都被拔掉了。地上的人抬起头，赫然正是在宫里失踪，皇上大肆寻找，将整个后宫翻过来也没有找到的萧荣华。巨大的声响在黑夜之中格外的刺耳。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回江公公，是菜园子那边有堵墙，可能是年久失修倒塌了一片，所以发出了声响。墙倒了？过去看看。有小太监上前想卖个好。江公公，更深露重的，您回去接着睡吧。这点小事，咱们几个过去瞧瞧就行了。明日再叫内务府派人过来修就成。怎么，想抢咱家的功劳，在娘娘面前得脸呢？我告诉你啊，在这个河西宫里，只要事关娘娘和六皇子，那就没有一件事是小事。你们把罩子给咱家放亮一点，只要是一心为了娘娘和六皇子的，日久见人心，少不得你们的好处。但若是有些个拎不清的，想走旁门左道，用不着娘娘处置，我江川第一个饶不了你们。几个小太监立刻摆正了态度，连说不敢。江川看他们都老实了，这才带着人去了菜园子那边。那满园子的瓜果蔬菜可都是霜降和喜鹊的宝贝疙瘩，若是被破墙给砸到了，2个小姑奶奶回来定然是要发脾气的。啊切！霜降拍了他的伤腿一下，喜鹊夸张的抱着腿嗷嗷叫。断了！让你受了伤就在房里休息，你非要去看热闹，你这腿还想不想好了？我只是被咬掉一块肉，骨头又没受伤。严太医都说没事了，是你和娘娘太紧张了。你是没看到那个张荣华，以为程婕妤得宠，能在咱们娘娘面前耀武扬威。这2天他都在捧程婕妤的臭脚，一个荣华娘娘这样吹捧一个不如自己的婕妤，我真是开了眼了。程婕妤的父亲刚升了刑部郎中，
在咱们娘娘父亲的手底下做事，张荣华觉得程大人有望扳倒尚书大人，所以才会这般姿态吧。这个张荣华也真是个奇人，从来都是他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娘娘您都没搭理过他，他怎么疯狗似的咬着您不放？叶常在那里审出些什么了吗？让叶常在回忆了无数遍了，内务府的人说还是没问出可疑的人。那个送酒的小太监呢？那是唐世良唐公公手底下的人，全程也没有让任何人靠近过酒壶。倒是奴才觉得有一处奇怪的地方。什么奇怪的地方？叶常在和小太监的证词里都有一只黑色的大胖猫，或许是从前有嫔妃养过后有遗弃的，不知道躲在何处，偶尔会跑出来。晚宴那日，小太监见过那只猫，叶常在被他吓了一跳，才喝了一杯酒。张美人还好心借了一条帕子擦干净酒渍。奇怪的猫、酒、蝴蝶、帕子，还有张美人。会是张美人吗？江心月入宫的时间短，对宫中许多不太拔尖的嫔妃不是特别了解。去将蒋贵嫔请来，就说本宫这儿做了几道难得的美食，请她来陪本宫用午膳。你说皇贵妃请了蒋贵嫔陪她用膳？皇帝停下手中御笔，看向病恹恹的王德全，试探性的道：没人来请朕吗？倒是有的，揽月阁的柳贵人和程婕妤，清凉阁的张荣华园子里都来了人了，皇上要去吗？有病！皇帝瞪了他一眼，沉着脸又去批改奏折。王德全上次被连累中药，太医用药给他解开之后，在床上躺了3天才能够下地，后腰也一直在疼呢。起得来之后，感觉身体已经是大不如前。张美人是5年前选秀入宫的，好像是荆州人士，当地官府因其美貌而举荐入宫的。听说是个孤女，因这身世不显，至今不得宠，只是个小小的美人。娘娘你也知道的，咱们皇上就那个性子，对自己无用之人长得再好看，他也不会多看2眼的。又不是人人都是娘娘您，美成皇贵妃娘娘这样的，那就是例外了。那帕子上的香气呢？花香草用什么花腌制成的？为什么张美人说香味很独特？光这样听着，臣妾猜不出来，但如是能让臣妾拿到帕子闻一闻，基本就能知道了。不是他吹牛啊，他这个鼻子若是继承了他娘亲家的制香世家产业，他会成为大燕朝最出色的制香师。这也不难，先用膳，用完膳，本宫在百花园请所有的嫔妃前来喝下午茶。下午茶这个说法，宫里人也是在皇贵妃这里知道的。下午来喝茶品茗，可不就是下午茶吗？他还请所有的嫔妃喝下午茶，他有空请蒋贵嫔吃饭，还有空请嫔妃喝茶，就是不来看朕，不来请朕是吧？就是啊，皇贵妃娘娘也太过分了。你闭嘴！再过分也就只有他可以骂，别人说一句江心月的不是，玄武帝都感觉自己被冒犯了。唐世良忍着笑给皇帝布菜。皇上想皇贵妃娘娘，何不直接去百花园呢？这避暑行宫，难道还有您去不了的地儿吗？再说了，程婕妤娘娘也受邀了，不会被发现的。程婕妤近来得宠，旁人只会以为皇上是冲着程婕妤去的。皇帝心想也是啊，用膳的动作都快了几分。王德全看了看皇帝，又看了看唐世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好像自己这次病愈之后，皇上和唐世良亲近了许多呢。世良，我好几天没给皇上泡过茶了，今儿这盏茶你来替我泡吧。干爹泡的茶向来是最合皇上口味的，儿子这泡茶的手艺还不是干爹教的吗？话虽是这么说，但唐世良还是乖乖地跟着王德全去了茶水房。正好的水温泡出了茶叶的香气，色泽和温度以及口感都是皇帝最合口的那种。看来你已经把干爹所有的本事都学到手了，所以不再需要他的提拔了。干爹，后人种白茶1000种，可能呈给皇上的唯独母树，
不论儿子做什么，都是为了像干爹这般威风。可儿子永远记得，是干爹把儿子从泥泞中救出来的。您永远是儿子敬重的人。人各有志，你有远大的志向是好的。记住，只要不做那忘恩负义之徒，将来的路才会更好走。儿子谨记着干爹的教诲。他的追求与干爹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干爹是他这辈子的恩人和贵人，他不会做半点对干爹不利的事儿。就算日后干爹的年纪大了，他也愿意给干爹养老送终。王德全也是听懂了他的意思，只要干儿子不会对皇帝和他不利，其他的孩子大了要让他自己去飞，至于结果好坏，也是他自个儿去承受。就是你，把你的帕子给本宫用用。他这命令下的太过于理直气壮，顺其自然了。张美人想都没想，就从袖子里头抽出了帕子，双手呈给江心月。江心月接过帕子甩了甩，在衣服上稍微蹭了蹭，就顺手扔给了蒋贵嫔。本宫瞧着张美人倒是个知情趣的，本宫瞧着喜欢。臣妾也仰慕娘娘多时了。江心月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身体往前一滑，顺带着拉住张美人一起往前一扑。周围伺候的工人都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去接江心月。张美人被无数双手推的是东倒西歪，感觉身上被摸了个遍，但是又找不到是谁摸的。诶，哪来的小鱼干啊？一只黑猫从石块后跳出来，飞快地叼着小鱼干，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是野猫呢，经常在清凉阁那边出没。张荣华和正才女身上也常背着小鱼干投喂的。臣妾的小鱼干还是张荣华给的呢。啊，吓坏本宫了！小祥子，赶紧找人去把那黑猫赶出去。小祥子赶紧应是，是抓住了带去被关押的夜长在哪里，让他指认看看是不是这只猫吓到了他。张荣华，我们娘娘请您坐到程婕妤下手去，这个座位是我们娘娘特意留给张美人的。皇贵妃娘娘，这不合规矩，不知道是不是娘娘误会了。臣妾与张荣华只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而已，并没有什么。本宫也与张美人相见恨晚，只是让张荣华给她让个座位，有何不可能？你是不是在胡乱揣测什么？张荣华见状，只能够愤愤起身，坐到了程婕妤之后。有些人被皇上宠了个3、5天，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装什么纯呢？这句话的指向性太明显了，再笨的脑子都听得出来，这是在骂程婕妤。皇上喜欢清纯的女子，贵嫔娘娘就是想装，那脸上的皱纹，她也是不会答应的。臣妾听闻，贵嫔娘娘入冷宫之前也有姣好的容颜，冷宫一趟，倒是把娘娘给搓磨得没了人形。要不怎么说皇贵妃娘娘天生丽质，貌若天仙呢？同样都是进过冷宫的人，皇贵妃娘娘的容貌却一点都没变，越发的美艳动人了。江心月不是当初被挑战的丽贵妃，她只看了霜降一眼，霜降便是走到程婕妤的面前，很有礼貌的先行了一礼，而后啪的在众人不解且震惊的眼神之中，霜降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程婕妤，您的品阶是在蒋贵嫔之下，不该对她出言羞辱，恶意揭人伤疤。这一巴掌是教你，皇贵妃娘娘的容貌也不是您可以随意点评的，还请程婕妤日后要小心，毕竟祸从口出。霜降，念在程婕妤是初犯，就不要与她计较了。下次本宫没让你动手，你不可擅自打人了。虽说你也是按着宫规办事，但皇上若看到她脸上有伤，少不得要怪罪你了。娘娘，奴婢也是时情急。程婕妤入宫2年了，还不知道不能顶撞品阶比自己高的主子娘娘，传出去，旁人也是要说她不懂规矩的。皇上是最讲规矩的一个人，岂会为一个人破例？意思是程婕妤若是想找皇上告状，也要好好的掂量掂量，
看看皇上听了原因之后，是疼惜他呢，还是厌弃他？当太监唱皇上驾到时，程婕妤不但没敢上去告状，反而将被打的那边脸偏过去，怕皇上看到了再问其缘由。朕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有腿伤，少跪来跪去的，借着朕直接过来就是了。私底下自然是什么都听皇上的，但有外人在，臣妾不敢有半分不守规矩。宣武帝目光环视一圈，全都是外人，只有他和月儿是自己人。皇上日理万机，怎么也有空来皇贵妃娘娘组织的茶话宴了？朕过来打扰到张荣华你的雅兴了？不是，臣妾不。皇帝轻啧了一声，明显是不耐烦的表现。张荣华只能够躲到了程婕妤的身后，不敢再贸然搭话了。程婕妤这是怎么了？红着眼睛跟哭过了似的。宣武帝心里想着，只要朕装作没看见，那就不是月儿打的。程婕妤最好是识相一点，他爹的功劳有一大半都是江燕西的，别以为有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保护江燕西，他都不会把程远留下来。皇上，臣妾好像对百花园里的花粉有些过敏，想先行告退了。快送程婕妤回揽月阁，请个太医过去给他瞧瞧，可不能落下疤痕。张荣华，本宫听张美人说，你们私底下在清凉阁喂养了一只大黑猫。磨磨唧唧的做什么？没听见蒋贵嫔问你话吗？是，不是，是有一只黑猫，但不是臣妾一个人养的，张美人和郑才女也都喂了。臣妾只是喂那猫吃过一次小鱼干，那小鱼干还是张荣华给臣妾的，后来臣妾就再也没有喂过了。皇上难得来与众姐妹品茗闲聊，不如臣妾给皇上和皇贵妃娘娘表演几个戏法，如何？张美人还有这等本事？皇上，就让张美人表演一番看看，臣妾想看。准了。哇，好美啊！张美人真厉害。张美人的身影迅速转圈，而那火焰碎成千万闪耀的火花，往四面八方散开。火树银花之后，张美人双手一挥，闪着金光的凤凰从她的身后飞出，直奔着凉亭里的江心月而去。宣武帝惊惧之余，想用袖子驱赶，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纷纷避开。侍卫们连剑都拔出来了，江心月却是面无惧色，还拍了两下手。好高超的烟花戏法，张美人从哪里学的？随着他的鼓掌，围绕着宣武帝和江心月的凤凰轰的一声散去，徒留地上散落了一些黑色的被燃烧殆尽的烟花粉末。回皇贵妃娘娘的话，臣妾入宫前是杂技班子里专门编戏法的，因为被班主欺负，路过的县令大人见臣妾年岁小，又生得貌美，为了躲避班主的纠缠，便举荐臣妾入宫了。不过这烟花戏法是臣妾的祖传秘籍，皇贵妃娘娘是在哪里见到的？家中杂书上有记载，曾经有位姑娘也会这样的烟花戏法，后来被当作妖孽给处死了。她死后，人们才从她的住处发现了这关于烟花戏法的书籍，可是为时已晚。书是不存在的，他没见过，但是21世纪的电视剧里头有演过，谁让他电视剧储存量超大，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见过呢？娘娘出自书香之家，刑部尚书又是科举状元出身，自是打小就博览群书，当然见多识广，知道你这是烟花戏法，有什么难的？他看看江心月，见他没有受伤，这才又瞪了张美人一眼。你这戏法以后还是莫要变了，今日若不是皇贵妃娘娘替你解释，就凭你吓着皇上这一点，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宣武帝很不想承认自己的嫔妃镇定自若，他却吓得心肝颤。但事实就是如此啊，而且还被蒋贵嫔这个嘴上没个把门的给嚷嚷出来了，真是让他颜面扫地。臣妾该死，臣妾不是故意的。你的确是该死，但不是因为吓着了皇上，
而是你竟然胆大包天，敢伤害龙体，给皇上下药。一把小鱼竿，一片散发着好闻香气的花瓣，以及一个装满了白色粉末的木盒。江贵嫔立刻蹲下身子，用手指蘸了蘸粉末，在鼻尖下嗅了嗅。你是苗疆女？话音刚落，皇帝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身形不稳，向后倒去。皇上，太医呢？快点将太医来！江心月是真的有点着急了，皇帝现在死的话，可不是最好的时候。江心月，你为什么横插一手？要不是你，现在被抓住的就是张龙华。我替你铲除你的敌人，你不是应该感激我吗？我等这个机会等了5年了。你知道吗？我和班主心意相通，两厢情愿，是县令见我美貌，拆散了我和班主，非要我参选秀女，否则他就要杀了整个杂耍班子里的人。我们平民百姓总是有千般本事，也斗不过你们这些有权有势之人。狗皇帝临幸我一次，就把我抛诸脑后，那又为何不让我和班主在一起？可是皇上并不知道你是他一句不知情就可以独善其身，可我的班主却因为他被冤枉打死，再也回不来了。皇上请来行宫里给皇贵妃娘娘表演杂耍的戏班子，就是当年我和班主带的。但杀狗皇帝是我一人所为，用的是苗疆秘术，我也并非孤女，苗疆之术非苗人不可解，想寻苗人，这辈子我都不会让你们找到的。说完，他的嘴里流出比宣武帝还要乌黑的毒血，眼神望向行宫的围墙外，好像看到了一位穿着粗布衣裳的少年朝他招手。阿渊，别恨了，跟我走吧。恨呀，怎么能不恨？江心月把还未昏迷的皇帝交给唐世良，自己则是推开所有拦路的人，扑到张美人的尸体上，在他的衣服里摸来摸去。张美人该恨的是拆散他和情郎的县令，恨皇上。皇帝做的只是安心的享用各地各州各府送上来的美人儿，调查背景来历是底下人要做的事情，难道还要皇帝亲力亲为吗？封建王朝男权主义之下，皇帝睡的女人太多了，这下睡出问题来了。在张美人身上摸索了半天，什么药品也没有，他是真的想杀了皇帝，所以根本没有把解药放在身上。这是苗疆的干蛊，没有在服下后当场毒发，是因为张美人将蛊虫分为了好几份。从刚才霜降姑娘拿过来的东西里看，她是将干蛊的身体碾成了粉末，分别放在了黑猫和蝴蝶的身上。这干蛊的诱因就是叶常在闻过的香气，香气停在叶常在的嘴唇上，说话间诱发了皇上体内的毒。江心月坐在宣武帝的床榻边，听着裴中书慷慨激昂地谴责着苗疆蛊术，最后暴露自己真正的目的。刑部此次负责审讯苗疆一毒的具体位置，若是不成，便是不尽心力，因此造成皇上龙体欠安，需要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是终于逮到机会，想要搞死他家便宜爹。朕交给江爱卿，便是相信他的能力。如今朕中了蛊毒，你们应该做的是同心协力找到能解毒之人。所有人夹带私人恩怨，阻拦刑部查案。朕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别怪朕到时候诛你们9族。裴中书若是不想被诛9族，就不敢轻举妄动，不然皇帝性命不保，死之前也一定会让裴家9族陪葬。不用怀疑一国之君的能力，他发起疯来，无人可以逃脱。都退下，皇贵妃留下。裴中书还想说些什么，可迎着皇帝那强势的眼神，
怎么看皇帝都不像是马上要死了的样子，只得不甘心的退出去。严太医，严太医，快过来！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那虫子弄出来？若是长美人那条能引动蛊虫的帕子还在就好了，就能控制住蛊虫停留在一个地方。4天后，干虫就会游走在皇上的肠胃，到时再想把虫子取出来，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没有解药，就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皇帝被干虫折磨致死。确定帕子就可以吗？娘娘手里有。本宫此前怀疑是长美人下的药。根据叶常在的口供，实际他拿了一条帕子，让蒋贵嫔分析上头的香气到底是什么。如真像严太医说的这般，本宫和蒋贵嫔也算是误打误撞了。说着，他又对远远站着的小祥子道：“去将蒋贵嫔请来，让她把帕子带上。”娘娘，给您帕子。江心月拿了，立马给严太医。严太医看了看跃跃欲试的院正，将帕子交给他。院正，下官都跟你说了，皇贵妃娘娘对皇上用情至深，是万不会伤害皇上的。你现在醒了吧？如果他要害皇帝，根本就不会及时把太医叫进来，更加不会交出这条能令皇上延缓痛苦的帕子。他只要静静地看着皇帝被蛊虫折磨死，他就是最大的赢家。院正有些汗颜，将帕子绑在皇帝的左手手臂上，那蛊虫果然停在了帕子底下，不停地在耸动。但一个地方痛比全身痛好忍耐多了。还痛不痛啊？我爱卿啊，若是朕不幸陷入昏迷，朕的安全可以完全交付给皇贵妃，不用质疑她对朕的珍惜。宫中乾清宫的房梁上早就写好了密旨，若是他英年早逝，就让六皇子继承大统。他信任的几位大臣会做辅国大臣，辅佐六皇子至他大婚之后再放权。臣都听皇上的。臣妾幼时就喜欢翻阅山川地理杂记，臣妾的父亲却偏爱文学大家的孤本。若说找到苗疆人，臣妾或许能比父亲更快。皇上，臣妾恳请皇上让臣妾协助父亲。月儿，朕便寄希望于你了。大人，皇贵妃娘娘来了。娘娘怎么来了呀？父亲不必多礼，我来是给父亲指个方向的。拿笔来。阿姐，给。江心月摸了摸他的头，接过地图，勉强找到了真州到荆州的这条路线。这时候的荆州便是后世的湖南一带，湖南湘西的苗寨，在后世也是去凤凰古城路上的必打卡之地。父亲，请您分头派人去找，留住这条路线给唐世良，让他去找。娘娘如何得知苗疆人的位置？宫中藏书丰富，收录这世上所有的珍奇藏书。我向来最喜欢看地理杂记，风土人情。入宫这2年，宫里的藏书阁都被我翻了个遍，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泽哥儿有什么想看的书，也可以告诉阿姐，阿姐送你。等我需要了，就托爹告诉你。他还小，等他再大上一些，考取功名，也入朝为官，就能够经常出入宫廷了。怎么，皇上病了，他江心月就是老大了吗？都有权利替皇上决定见不见我们了。皇上呢？皇上说了不见我们了吗？这里又不是皇贵妃娘娘的一言堂。王总管不要忘了，皇上才是你的主子。来人，胆敢打扰皇上养伤，把他们都轰出去。皇贵妃娘娘，皇上受伤了，臣妾等人不清楚皇上的伤势，都很忧心。难道不能进去看望一下皇上吗？是啊，娘娘，你让我们进去看看皇上吧。没有见到皇上，我们这心里头总是惴惴不安的。看过了，也就安心了，不是吗？不行，你们一个两个的，一会儿见到皇上哭哭啼啼的，晦气得很。皇上本就疲乏，你们明知道他可能在睡觉，却还在这门口大吵大闹，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根本就没顾及皇上的伤势，想要把皇上吵醒来为你们做主。这番作态也敢说是担心皇上，哼，简直可笑。还不如直接说是怕皇帝病入膏肓，命不久矣，怕他掌控皇帝，逼着皇帝禅位给六皇子。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整个后宫就只有你对皇上是真心的，这里入宫时间最短的就是你了，姐妹们比你都更早陪在皇上身边。
是不是朕对你们太仁慈了，导致你们一个两个都敢来挑衅皇贵妃呀？朕早就说过，后宫无皇后，皇贵妃就位同父后。你们都不满朕的旨意，在这里为难皇贵妃吗？皇上虽然脸色有一些苍白，但精神看起来还算好，不像传闻之中的被挟持了的样子呀。皇上，臣妾等人愿意示己，请皇上恩准姐妹们过去好不好？朕不需要，朕这里有王德全和皇贵妃就够了。伺候的人那么多，不缺你们这几个，都给朕乖乖的待在你们的园子里，少来朕这里吵闹。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些养尊处优的娇滴滴的娘娘们会伺候什么人呢？我就一会儿没看着你，你就又跑出去惹是生非了。那程婕妤就是个搅事精，他说的话你也信？那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嘛。皇贵妃手里有3个皇子，三皇子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皇上若是驾崩，那他的儿子就可以做皇帝了，他能抵挡得住这个诱惑吗？就算是真娘娘的儿子将来登基，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膝下有子吗？3皇子、4皇子、5皇子、6皇子，他们任何一个人做皇帝，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对哦，他没有皇子，要急也是德妃应该着急呀。真娘娘心地善良，是你们总用最恶意的方式去揣测她的心理。你们都不知道，轩儿她已经会说话了，是真娘娘每天跟她玩，跟她谈心，才解开了她的心结。会说话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轩儿亲口跟我们说的。于平知道自己又被人当枪使了，立刻怒火中烧起来。本宫去撕了程婕妤的嘴！你站住！程婕妤的父亲程远立了功，刚被提拔为刑部郎中。父皇因着此事，少不得要给程婕妤体面。你这时候过去闹，不是又给了他在父皇面前装可怜的机会吗？他就是算准了你这冲动的性子，才找你说那些话的。你又要上去给别人递刀子捅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就任由别人欺负了？你听听父皇的话，就在院子里乖乖待着。这口气我会帮你出的。远在京城的程国公收到皇帝被蛊虫入身的消息后，立刻进宫见了德妃。想拉江家下水，这可是个好时机呀！我们要先马一扬一步，赶到东南处苗族人那边，把他们都杀光。杀掉所有的苗疆人，马一扬就拿不到解药，皇上得不到救治，一定会怪罪江家。父亲可有十足把握？江心月这人邪门得很，女儿几次精心谋算，都因各种问题而失败。不知到底是他手段通天，还是他就是天道宠儿，每每都能逢凶化吉。若是没有一定把握，咱们不能轻易动手。这事儿不用担心。裴家那个老东西，自己的孙子被皇贵妃给阉了，他现在报仇心切，都昏了头了。我安插几个人在他的人里，到时候东窗事发，罪名也都是裴家的，和我们国公府无关。父亲之前说的神医啊，已经安置在国公府了，到时候等轩儿回来，想办法让他回去一趟。神医不便入宫，宫里要带进去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难了。裴中书的女儿去年倒是带进去一个蛇女，还不是很快就被发现了，还因此赔上了性命。裴家竟出蠢货，所以现在的裴氏一族才会一年不如一年。娘娘，不好了！什么东西不好了？娘娘存放花肥的仓库因着前2天下雨，屋顶漏水了，看守的下人们没能及时发现。奴婢刚才去看的时候，好多名贵的花主和花肥全都没掉了。程国公对他那小女儿的爱好不感兴趣，看了绿茵一眼就离开了。我会安排妥当，你在宫里等着好消息便是。德妃赶紧让工人把程国公送出去，反手就给了绿茵一巴掌。蠢货！本宫差点就被父亲发现了。娘娘，怎么办？萧荣华跑了。什么怎么办？派人出去找啊！奴婢已经让库房那边的工人都出去找了，可没找到人。你们怎么办事的？连个身受重伤的人都看不好。10天之内给本宫把人找到，否则仓库那边守着的工人全部给本宫推到鱼池里去。绿茵的身子颤了颤，
像是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害怕的连嘴唇都失去了血色。你怕什么？你是本宫的心腹，本宫杀谁都不会杀你的。但是本宫希望你不要总是让本宫失望，你明白吗？奴婢知道了，娘娘。出了延庆宫，绿茵就直奔河西宫而去。漆黑的墙角有一阵大幅度的震动，一大片的莓果树丛里爬出来一个人形的不知道是人是鬼的东西，他的身体阴暗扭曲的爬行着，蓬散着乱糟糟的头发，根本看不清楚面容，衣服也是脏的，看不出来原色来。救了命了！菜园子里有鬼啊！怎么办呢？他今天晚上不会死在这里吧？娘娘，霜降、喜鹊、小玄子来世再见了！突然，那个女鬼扶着一旁的葡萄架，缓慢地站了起来，抬手就要去抓紫玉葡萄。住手！我真是忍不了了！就算你是女鬼，你要讲点道德吧！菜园子里那么多水果，你非要吃我们主子要的紫玉葡萄，总部就那么几颗，你吃一点得了，非得要全都摘光吗？你该不会是饿死鬼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吃我！我10几天没洗澡了，你吃了会拉肚子的。江公公，绿茵，见了鬼了！延庆宫的人怎么也出现在他们河西宫了呀？避暑行宫，严太医说了，中了干蛊不能够动情，否则蛊虫呢会异常的激动，在身体里头来回的乱窜。皇上，干虫蛹朕没事儿，朕想了想，要不然月儿，你还是先回长春仙馆休息。朕真的没事儿，有王德全和宫人伺候就好了。等江爱卿把解药带回来，把这恶心的虫蛊取出来，朕再去看你和孩子。啊！他在提醒他，孩子不能离开母亲那么长时间，让他回去陪孩子，总不能实话实说。皇贵妃坐在他的眼前，他总是失控，不自觉的就……皇帝的语气和动作神态都不自然。江心月视线向下，看着那可疑的宣武帝，双腿收紧，遮盖住自己那不合时宜的雄伟，还颇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本来没有看清的，这回呢，彻底看清了。娘娘，大人留给您的信，大人说都按照娘娘的吩咐，妥当安排下去了。还说让江心月在皇上脆弱的时候啊，多关心关心他，别给了别的嫔妃可乘之机。下面还又交代他说，裴中书这个人睚眦必报，江心月把人家的嫡孙的命根子给毁了，他肯定是要报复的，让他这段时间呢多关照一下家里人。一句话总结就是，为父在外辛辛苦苦的打野，你别让人把家给偷了呀。小祥子，先前安排给夫人的人都还在夫人身边吧？回娘娘的话，还在的。再安排几个人去我弟弟妹妹身边，还有2位堂姐和伯母，低调一些，1、2个就成，但务必要机灵的，身手好的。放多了难免引起裴中书的警惕，他既然做了准备，就不怕他下手，就怕他不出手。娘娘，叶贵人来给您道谢来了。皇贵妃娘娘在上，从前是臣妾不懂事，处处挑拨着程婕妤和柳贵人与娘娘作对，臣妾这次出事，方着娘娘菩萨心肠，今后臣妾一定以娘娘您马首是瞻，希望娘娘您原谅臣妾从前的愚昧无知。叶贵人快请起，本宫担不得你的谢。本宫虽然担着善妒的名声，但还是能分得清是非的。是你做的，本宫不会饶你；不是你做的，本宫也不会冤枉你。只要你日后安安分分的，本宫自然不会与你为难。若是上位者都是如此，那这天底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了。叶贵人第一次觉得，如果是皇贵妃娘娘来当这个皇后管理后宫，其实应该也很不错吧。让你们给江川写信的，你们写了没有？写了。奴婢除了让他守好宫里，防着有心之人陷害，还让他好好的把葡萄摘下来，放到冰盘里保存好。等咱们回去，可是要做葡萄，那个什么，娘娘说的沙冰吃。他虽然不知道沙冰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娘娘呢是美食高手，
他说好吃啊，就一定是很好吃。河西宫，说吧，你们怎么进来的？你们菜园子那道墙不是自己倒塌的，是德妃娘娘为了掩盖另外一边挖狗洞时发出来的声音，派人砸倒的。什么？他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来砸我们的墙？还有，你是德妃娘娘最信任的人，我凭什么相信你呀？江公公，我不是想要背叛德妃娘娘，只是我不想死，我想活下去。我已经23岁了，还有2年我就要被放出宫去了，我真的不想死。德妃娘娘她虐杀成性，以前还只是挑冷宫里的嫔妃和宫人下手，可现在她已经开始杀自己宫里的人了，我快疯了，我真的快疯了。若不是疯了，怎么敢把萧荣华放出来呀？还从狗洞里头钻进了河西宫求庇护。这宫里除了皇贵妃娘娘，没人敢管这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德妃娘娘为什么要挖一个狗洞出来，娘娘她没有安排我做下一步，但是因为这个狗洞，我才生了救出萧荣华的心。他已经是唯一一个被娘娘虐杀幸存的人了。如果皇贵妃娘娘想要扳倒他，萧荣华就是最好的证据。江川没有说话，他心中还是存着几分疑虑，不可能轻易相信他，怕害了自家娘娘呀。德妃娘娘杀了先皇后的2个皇子，就连当初6皇子的奶娘也是被白磷粉烧死的，那也是德妃娘娘的父亲陈国公买通了朱夫人的奴婢，唆使朱夫人干的。你告诉我，是想让我怎么做？江公公，您只需要把萧荣华藏起来，别叫他死了。等皇贵妃娘娘回来，我会和萧荣华一起在皇上面前揭发德妃的真面目。我不求别的，我只求皇贵妃能开恩，允许我提前出宫。这宫里我一刻都不想待下去了。若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自会对娘娘说明。但你若是敢哄骗我，我们娘娘有的是办法要了你的命。江公公放心，我今夜赶来就是下定了决心，绝不会蒙骗你们的。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不然德妃娘娘该起疑了。目送着绿茵从狗洞里头钻出去，江川百思不得其解。德妃娘娘这么大费周章在这里挖一个狗洞，到底是要做什么呢？皇贵妃娘娘，大公主和程婕妤在畅元阁不知为了何事争执起来了。大公主被推下了楼梯，磕破了头。余嫔娘娘已经去了畅元阁，和程婕妤打起来了。这也行啊？大公主可不是那么没有脑子且冲动的人，说是余嫔与程婕妤起了冲突还差不多呢。大公主呢？伤得重不重？玉嫔娘娘别打了，我们主子的手伤还没有好呢，你再打下去的话，我们家主子的手就真的要废了。我没有推大公主，是她自己滚下去的。你放屁！你这贱奴之后，穿上主子的衣裳也还是个贱婢，你有什么值得大公主冒着生命危险陷害你的？你也太给自己脸了吧！畅元阁的阁楼上一阵的鸡飞狗跳，双方打斗推搡之间，也不知道是谁推了程婕妤一把，她尖叫了一声，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江心月刚走到阁楼下，就见到一个橘红色的南瓜滚到了自己的脚边来。娘娘，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余嫔站在阁楼上，看到素着一张脸的江心月，心里头咯噔一声，坏了，又要被骂了。皇贵妃娘娘，您来的正好。程婕妤她以下犯上，不仅冲撞臣妾，还把大公主推下楼梯，导致大公主摔破了头，流血昏迷。您一定要为大公主做主啊！她也太目无王法了。她一边假哭，一边偷偷地打量着江心月的表情。什么？程婕妤，你竟然敢伤害大公主！来人，把程婕妤拉下去，重大30大板，事后该怎么处置，待本宫禀明皇上再定夺。我没。程婕妤刚从地上跪爬起来，还来不及为自己辩解呢，就被江心月这边的宫人堵了嘴带下去了。可是让他们逮着机会为娘娘报仇了。余嫔听着他明显偏袒自己的话，心中突然就想起了大公主说的，甄娘娘是最利益至上的人，只要我们不触犯她的利益，
甚至给他创造价值，我们会过得比以前皇后娘娘在的时候更好。你累死累活的争个什么劲儿？看清楚形势，父皇能给你的，甄娘娘以后可以给你更多。你听我的，从今往后不要跟甄娘娘作对了，要不然听女儿的，归顺皇贵妃算了。心里头一旦动摇了，当江心月再看过来的时候，她便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讨好的笑。大公主，大公主，皇贵妃娘娘来了！屋子里头一阵的鸡飞狗跳。江心月进来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宫女紧张地将假血袋掉在了地上。皇贵妃娘娘饶命啊！我们公主的确从阁楼上滚下来了，真的没有骗人。甄娘娘，我错了。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你父皇？拿蜡烛和绣花针来，还有刚才你们准备的动物血。什么叫做做戏做到底？好好学学。皇贵妃娘娘打你，自然有打你的道理，定是你做错了事，娘娘才教训你。不过这30大板也不至于将你打成这样。地下人借着鸡毛当令箭，故意对程婕妤下死手，这倒是真的。意思是皇贵妃没错，但皇贵妃底下的奴才有奴大欺主的嫌疑，皇上该惩罚一番才是。太医说臣妾被打伤了经脉，日后就算好了，每逢阴雨天气，腰背都会酸痛无力。臣妾落下这病根，臣妾……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皇帝的为难在王德全来了之后就解除了。皇上，大公主的额头上开了一道口子，周围的肉都烂了，严太医说可能会留疤呢。这公主破了相，以后轻视怕是……玉嫔娘娘听了已经晕过去了。这好好的一个公主，容貌秀美，性情温柔，说破相就破相了。宣武帝的怒气直窜脑壳顶儿。你都把朕的女儿搞破相了，你还敢恶人先告状？有没有王法？呸！朕就是王法。皇上，陈婕妤伤了大公主贵体，微臣实在是教女无方，请皇上下旨废了程婕妤，将她打入冷宫。微臣请皇上革了微臣的职，都是微臣没有教好女儿，对不起皇上的恩宠。王德全，把程婕妤送回揽月阁去，待启程回宫之前，程婕妤都要在自己房里养伤，就不要再出门了。程爱卿啊，先回去吧，朕今日没有心情。爹，揽月阁程婕妤的住处，他扶着后腰站了起来。你为什么要让皇上把我打入冷宫？那大公主根本就是装的，是她自己摔下楼的。她就是气我利用于嫔对付皇贵妃，故意报复我的。她……你们几个先下去。爹！等伺候的人都走光了，程远回头就给了程婕妤狠狠的一巴掌。我蛰伏在义庄7年，天天守着尸体，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好不容易终于熬到头了，让皇上看见我了。你若坏了我的大事，就算是我的女儿，我也照杀不误。听懂了吗？我知道了，爹。大人，您明明为什么要故意对小姐这么凶呢？别忘了，我在谁的手底下做事。小厮还想说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从长廊迎面走来2个穿着黑衣的家丁模样打扮的人。程大人，我们中书大人有请。哎呀，皇贵妃娘娘，承让了，承让了。您不是什么雀神吗？虽然臣妾不懂雀神是什么，但听起来应该很厉害的样子。臣妾还想着跟您学学的，您怎么把把都输啊？臣妾和叶贵人赢太多了，一会儿散场，娘娘可要给我们安排人抬回去啊！你给我等着，下次我一定赢你。切，抢男人臣妾抢不过你，这叶子牌你可不是臣妾的对手。玉嫔娘娘，你这样嘲笑皇贵妃娘娘，不怕她……本宫在她那里吃了这么多回瘪，本宫陷害过她，她也陷害过本宫，回回吃亏的都是本宫。言语上让本宫占一下便宜，怎么了？你别那么小家子气，皇贵妃娘娘不是那么小气的人。这些钱安心拿着吧，
江心月是不计较自己输了多少钱，但他特别介意于平嘲笑自己打牌技术烂。于是第二天，江心月就推翻了规则复杂的叶子牌，自己熬夜做了一副纸牌，并且对他们说明了规则。皇贵妃娘娘，这牌场上可是亲兄弟明算账，你一会儿要是把裤子都输了，可别不认账。你知不知道反派死于多话？哼，蒋贵嫔，你管管他，人家只是打个牌而已，怎么又成反派了？但是你刚才真的很像戏本子里演的那种嘲笑主角的反派，小心一会儿被打脸。叶贵人看着于嫔那一脸轻视的样子，心里就打起了12分的精神。蒋贵嫔娘娘说的对，于嫔娘娘现在这样，也像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嘴硬反派。别动，对2，我要了。于嫔打了3、4把，把把都赢。这下呢，她更加的膨胀了，看江心月就跟看菜鸟似的。哎呀，臣妾真是不好意思，又赢了呢。臣妾的脸，皇贵妃娘娘打不到了呀。好，那我们就赌把大的，一把定输赢。于嫔打出一对花牌，江心月先是装着自己打不起，于嫔得意一下，故意打出一个3。臣妾怕等一下皇贵妃娘娘输得太难看，让让您吧。那就谢谢你了，我一个大王，你要不要？这没个炸，谁要得起啊？偏偏于嫔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牌，再看看桌面上自己刚才打出去的牌，他以为江心月没有打牌，把自己手里的炸子全部都给拆掉了。他黑着脸摇摇头。江心月一手一个同花顺的出去，于嫔的脸更加的黑了。要不起啊？那我赢喽。他学着刚才于嫔的口气，将手里仅剩的最后一张小王平平的放在了一摊牌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啦，本宫这一把牌下去，于嫔，你4天牌都白打了呢，不止把赢本宫的都还回来，就连老本都输完了耶。于嫔，你一会儿还不会躲起来哭吧？终究是臣妾输的裤子都没得穿了。他打个牌都9曲18弯的，把我骗得一愣一愣的。我以前是哪来的自信，觉得我一定斗得过他呀？皇贵妃娘娘，您让臣妾约了于嫔来，但是却场场送钱给她，您就不怕她赢了钱跑了吗？她不会的，本宫连着4天一场都没赢过，又菜瘾还大，明摆着稳赚不赔的买卖，她为什么不来啊？赌博的人呢，赚了4000还想赚4万，赚了4万还想赚40万，更别提于嫔对本宫抢走皇上的宠爱，本就憋着一股气。她不在赌场上赢回来，又怎么会放过本宫呢？不过现在好了，谢谢你帮本宫约她出来，本宫约她呀，肯定要拒绝的。等皇上的蛊毒解了，到时候本宫让皇上带你一起出去玩。能为娘娘分忧，是臣妾的福气。话说回来，你们江家是不是得罪了德妃，或者是成国公府？你为什么这么问？臣妾的父亲不是吏部尚书吗？吏部掌管整个大燕朝官员的升降考核。前不久臣妾的爹来信，说咱们来真州之后，刑部一个主事便告假了。臣妾父亲觉得事情太过凑巧，便秘密调查了一番，发现这个主事竟然是成国公安差的人。他告假也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成国公府。至于成国公交代给他什么事情，那就打听不到了。德妃，大刑部主事马一阳回来，你当着皇上的面，把你刚才问本宫的话再问一遍。合适的话就要在合适的人面前说。他有没有得罪过德妃和他便宜爹有没有得罪过成国公，这要问皇上。皇上那么聪明的人，会给蒋贵嫔一个答案的。臣妾定不负娘娘所托。江尚书，一会儿委屈您当奴才的爹了。不碍事，不碍事，拿到解药比什么都强。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私闯我们寨子？原来苗寨里有会说官话的人呢。唐世良对那个拦住路的少女很有教养的作揖。姑娘，我和我爹是城里的富商，上山游玩误入此处，见风景独好，才不小心闯了进来。这里是什么不许来的禁地吗？睁眼说瞎话，这里哪里风景好了？这位姑娘，我看你面善，能不能带我和我爹到处逛逛？这是给你的辛苦费。少女看到银子，双眼都要冒出光来了，一副想要又不敢的样子。
带我们逛逛又不是难事，你怎么这么为难呢？我们一会儿就走。那你们跟我来，碰到人就说是我在山下认识的朋友。对了，我叫苗琳琳，你叫什么？我总不能喂的叫你，一会儿碰见人了可要穿帮的。唐师良有些犹豫，听说苗疆人爱下蛊，他担心，你该不会是怕我下蛊吧？你放心，你们这点碎银子还犯不着让我下蛊，我们苗寨的蛊虫可是很贵的，我才不会浪费在你们身上。我叫裴思年，这是我的儿子裴志硕。真是的，这有什么不该说的？你还不如一个姑娘敞亮，回头你祖父又要骂你没用的东西了。好家伙，江大人这是要把裴中树一家祖孙3代一起送走啊！父亲教训的是知硕小人之心了。这才对嘛！走吧，这苗寨可没有人比我更熟了。九州青燕也太奇怪了，玉儿在的时候，一个个都吵着闹着要见朕，玉儿不来了，他们也都不来了。朕就说他们是在故意和玉儿作对，果然没错。他堂堂皇帝的九州青燕，现在冷清的就跟个冷宫似的。皇上，暗卫的飞鸽传信到了，马一阳等人一路上都在被追杀，而且不止一方人马。哦，除了裴中书，还有人不想让朕活着。暗卫不知道另外一方是谁，自然也就没法来回答皇帝的话。不过皇上胸有丘壑，不管是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最后都会露出本来的面目的。让暗卫好好保护马一阳，不能让他有半点损伤。他倒是要看看，他要护下来的人，谁能够夺走他的性命。皇贵妃娘娘，皇贵妃娘娘呢？长春仙馆，孙氏跌跌撞撞地跑进去。皇贵妃娘娘，云姐被人掳走了。娘娘去九州青燕了。孙氏一听，立马又转身往外跑。老妹，帮我看一下四皇子，我去就来。孙氏这样着急，肯定是出事儿了呀。可娘娘是去九州青燕了，若是擅闯，是会被当成刺客当场诛杀的。钱胜赶紧大步跟着，也是冲了出去。江云霞提着裙摆，艰难地跟上。钱公公，娘娘安排了人保护我和妹妹，我们真的没有乱跑。今日也是几位夫人要去集市上逛逛，才带了我们几个一起去的。旁人去试衣裳都没事，娘娘派去的人也很尽心力，一直护着我们。可进试衣房换衣服，他们不方便跟着进去。就是这一错眼的功夫，他们只让妹妹的贴身丫鬟跟了进去。等了好半天也没有看到有人出来，众人这才惊觉出事了。大嫂，到底怎么弄的？阮氏什么都是道听途说，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孙氏和霞姐儿向皇上说明的时候，他也是竖起了耳朵来听的。那家店怕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皇上，此事事关臣妾至亲，爹爹和大伯都在外奔波，家中女眷却遭逢厄运，臣妾都不知道大伯回来，臣妾该怎么向他交代了。王德全，让。本想让行宫里的侍卫全城搜寻，但想到江云彩是女子，若是闹得满城风雨，人找回来也会被流言蜚语给逼死。让谁去比较合适呢？皇上，臣妾想亲自处理这件事，可以吗？朕让大理寺的人跟你一起去，再多带些侍卫，注意安全。你也去，看着些，别让不长眼的冲撞了皇贵妃。给我打，把这里全砸了！敢以次充好，用一些劣等的布料欺骗姑奶奶，把这里所有的衣服都给我烧了！掌柜的被打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从今往后，这家店就歇业了。敢得罪姑奶奶，把他们给我拉到后院去，姑奶奶要亲自收拾。不是说这里白天丢了个贵小姐吗？怎么又有人来闹事？丢了的姑娘找到了吗？我怎么听到的跟你们的不一样啊？我婶娘在行宫里给闺人们洗公桶，她说是因为这家店的老板黑心，欺负从京城里来的小姐面皮子嫩，故意卖假货给他们。其中有一个小姐穿了他们家的衣服，脸上起了疹子，羞于见人，所以偷偷回去了。结果在外头等的人还以为她失踪了，这才到处找的。原来是虚惊一场啊！这老板也是，这些贵人他怎么得罪得起啊？竟敢卖假货！不错不错，我听到的也是这样。我还听说那位贵小姐
回去就告状了。这不，人家家里人打上门来了。嗨，原来是谣传呐！我还真以为是这么大个人在这里凭空消失了呢，怪吓人的。就是啊，传谣的人是谁啊？太过分了！这不明摆着想毁人清誉吗？也太坏了！混迹在人群之中的裴家人，本来就是负责传播流言，把江家女眷的名声全毁了的。但是现在，皇贵妃娘娘也是想到了这一招，在百姓里安插了好多扭转乾坤的人，他们就不敢开口唱反调了。万一被抓住，问出来是裴家的下人，那中书大人一定会灭口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私闯民宅，我要去报官抓你们！报官？新上任的真州刺史、大理寺卿、刑部侍郎都在这里了。你说你要报哪个官啊？你大胆贱民，跟皇贵妃娘娘你你我我的，小心咱家拔了你的舌头！皇贵妃娘娘，这也没有人告诉他，他得罪的是皇贵妃娘娘呀。你只有一次机会告诉本宫，今日被你们打晕的那位姑娘，你们藏到哪里去了？小的什么都不知道。见血封喉，那跑堂的身体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到死都不相信自己居然就这样死了。到你了，是死是活你自己选。不说，那本宫留你何用？就用你的头颅祭本宫的堂姐。我说，哪有人像这样审问犯人的呀？一句话不对就杀了，倒是多问几句呀。再以后喽，要快点去，不然来不及了。哎呀，大爷，快！小金花都等您一晚上了，您再不来，小金花可要去陪别人了。爷今晚可不是冲着小金花来的，不是说来了个落难的官家小姐吗？爷还没玩过官家贵女呢。哼，我不管你从前是谁，到了我这点儿，你就得听我的。我叫你接客，你就得接。我折磨人的手段还有很多，你要都尝试个遍的话，估计人也就废了。你这年纪轻轻的，也不想成一个废人吧？江云彩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心中却是在盘算着，坚持了这么大半天没有妥协，时间拖延的够久了吧？娘亲和姐姐肯定已经去搬救兵来救自己了，是时候妥协了。我可以接客，但是我有个条件，我的出场必须与众不同。你要怎么个不同法？给我一个面纱。我跟你说了，我是当今皇贵妃的姐姐，你们抓错人了，你们偏不信。如今皇上和皇贵妃还有京城那么多人都认识我，今夜未必没有熟人。若是我被认出来，你们有麻烦，我的名声也毁了。老鸨只觉得好笑，心中暗自嘲笑这姑娘，怕不是得了什么失心疯了。卖她过来的人贩子明明说只是一个落了难的官家女，没有什么背景。多说无益，只要你给我一个面纱，我就乖乖听你的话。那位公子生得好生俊俏啊，看着有些脸生，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咱们去问问他吧。走在最前头的是刑部侍郎沈周安。便宜爹曾经也说过，此人能力一般，但他有刑部许多官员都没有的优点，那就是长得好看。江心月有自知之明，如果是他扮成男子模样进来，不出片刻的功夫就会被识破女儿身，所以他装扮成了沈周安的婢女。哎呦，这位公子稀客呀！美丽的女郎扭着腰肢，一屁股就把江心月给顶了出去。周围大有怜香惜玉的男子在，伸手就要去搂她的细腰。一只大手突然从旁边伸出来，赶在众人之前搂住了美人的杨柳腰。你怎么来了？一想到你要装成别的男人的女人，朕就无法接受。如果你必须要一个男人，那为什么不能是朕？那满身浓烈脂粉香气的女郎，本以为沈周安就已经是全场最大的金疙瘩了，现在又来了一个令金疙瘩都要卑躬屈膝的俊美男子。哎呀，这位爷好！皇帝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搂着江心月就去了2楼的雅座。切，假清高！侯妈妈，不是说今天晚上有新来的姑娘拍卖花蕊之夜吗？人呢？快点带出来！
到底是什么天仙呀？让我们屈三爷等一晚上了，待会儿出来，要是长得不好看，我们家三爷砸了你这怡红楼。哎呀，三爷莫急呀，要不是好货色，奴家怎敢劳动三爷呀？真是这个花容月貌，灵动可爱，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养在后院深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大小姐，包三爷满意。要是小爷我满意，少不了你的好处。那是陈国公的外甥，是德妃母亲弟弟的孩子，他应该叫陈国公姑父。真州屈家在先帝御驾亲征时，曾3次救下先帝性命。内外安定之后，屈家老太爷又卸甲归田，将兵权上交，所以先帝赐了屈家免死金牌。这就是陈国公府的老夫人敢仗打皇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只有收回了陈国公老夫人的虎头杖，进而才能够在他们再次犯错的时候收回免死金牌。收回虎头杖的代价是皇后娘娘的性命，那么这次收回免死金牌，难道代价是江家？响亮的铜锣声拉回了江心月的思绪。一个8尺高的大铁笼里，娇小的少女一袭明媚红衣，被装扮得妖娆妩媚，些许暴露的衣服让她很不自在，偏偏是她青涩害怕的神情和动作，让台下的观众们更加的兴奋了。这娇滴滴的小姑娘能被咱们三爷调教一晚，明儿再出来，伺候人的功夫就会1日千里了。三爷完事儿，明日就轮到咱们了。那些个蠢东西，还以为他们出价高就能得首页，殊不知三爷和咱们看不上的才轮得到他们。可不是嘛，一群冤大头上赶着送钱给三爷花，咱们晚一点去瞧瞧去。听说是个官家小姐，一定矜持得很，可别让她伤了三爷。大铁笼被打开，江云彩被推搡着往后走。江心月回头去看宣武帝。哎，你就这么不相信朕吗？臣妾不是不信皇上，臣妾是怕驱散了伤害堂姐。皇上，如果是臣妾被掳了来，您肯定也会像臣妾担心堂姐一般，担心臣妾的是不是？不，朕担心你，会比你担心他还要多得多。不，朕绝不会让你发生这样的事。若是发生了，他立马就会派兵掀翻了怡红楼。什么清誉不清誉的，该死的是这些逼良为娼的坏蛋。皇上是不是在想，若是臣妾遭遇这种事，一定会第一时间掀了这笼，找到臣妾？臣妾对堂姐也是这种心情啊。唉，可是朕希望你能无条件相信朕。你最擅长揣测人心，一定在想朕是要牺牲你堂姐而扳倒陈国公。朕可以如实告诉你，朕的确这么想过，但当你提出你要亲自处理此事，朕便知道你有多在乎你的家人。朕明知牺牲他对朕最为有利，但朕还是用了偷梁换柱的法子，将你堂姐救出来。你当知，朕只是不想看你难过。话音落下，江云彩已经是在几个婢女的搀扶之下走了过来。月姐儿，谢谢你，谢谢你来救我，我怕死了，我真的是怕死了。没事了，都过去了，有我和皇上在，谁都伤害不了你。他心中无比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皇上深爱着月姐儿，在乎月姐儿的感受，他今晚一定难逃魔爪。他又一直哭，哭得江心月束手无策，只能够求救似的看向宣武帝。皇帝冷哼一声，斜看了他一眼，选择抬脚就走。不是因为这弱唧唧的堂姐不信任他吗？不是心疼堂姐吗？自个儿收着去吧。二姑娘，咱们啊赶紧出去先，一会儿这楼里要发生点事情，您再不走可就出不去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突然这么多官兵冲进去？这怡红楼该不会窝藏了什么逃犯吧？那阵仗也太吓人了。会不会是冲着今晚那个落难的官家小姐来的？我就说嘛，官家小姐一般都是发落至教坊司，怎么会流落至青楼妓馆呢？这里面肯定是藏着事儿了。马车调转了车头，在人群密集起来之前退了出去。皇帝看着远去的马车，心里头忍不住发酸。
在他的心里，什么都比他更加重要，是吗？心寒，真正的心寒。皇上，您别想那么多了，皇贵妃娘娘心里是有您的，奴才旁观者清，您当局者迷。皇贵妃娘娘只是关心则乱，若是不相信您，怎么可能和您一块儿等着？她定是要主动出击，一间间房去找他。他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可才发现自己处处着想的人，其实并没有他想象之中的那么爱自己。感情是需要回应的，没有得到同等的情绪回应，他是真的很伤心，还有点愤怒。只是这份愤怒最后也没敢对着江心月发。江二姑娘是跑哪里去了？我们这么多人都没找到你啊。也不是什么大事，人找到就好了。江二姑娘没受伤吧？说是有，可别瞒着，尽早让太医看看的好。就差把你有没有被迫身子这几个字儿写在脸上了。你们猜怎么着？本宫找到他的时候，他和一群小乞丐在抢钱袋子呢。乞丐？抢钱袋子？是啊，我在里头正准备换衣服，一群小屁孩就把背板给推开了。我的丫鬟上前呵斥，还被他们一棍子给打晕了。他们上前就抢了我的钱袋，我脑子一热就直接追上去了，结果跑远了，跟着他们跑到了破庙里。你们是没看见，那破庙里还有好多老弱病残，我一个心软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了。但是钱袋子我想要拿回来，那群小屁孩不肯还，我就和他们抢起来了。要不是皇贵妃娘娘带人找到我，我就被小屁孩打了。也是能够理解的哈，高门贵女的贴身之物上头都有自己独有的标记，落在乞丐之手，将来若是有心人要害他，还不知道会编排出怎样的流言来，当然要把钱袋拿回来了。孙氏一巴掌打在江云彩的手臂上。你要死了！钱袋抢走就抢走了，实在不行，明日报官，让他们替你要回来就是了。你这样一声不吭的跑走，你知不知道娘有多担心？要不是娘娘把你寻回来，你真要和乞丐打架不成？娘，对不起，是女儿思虑不周了。她身体各处还有暗伤，为了不让旁人发现她受伤，手指头上也只简单的抹了一点止痛药。刚才被孙氏拍的那一巴掌，江云彩的手臂摆动间又有血液从指尖渗出。苏如月好像看到了，喜鹊急得不行，推了江云彩一把。奴婢该死！娘娘，奴婢这条腿自上次被咬伤后，最近总是隐隐作痛，不知道是不是快到阴雨天了，方才站不稳，不小心推了二小姐一把。奴婢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怪你，是我自己没站稳。哎呀，二姑娘，你的手受伤了，别留下疤痕来，快送二姑娘去找医女清洗一下伤口。可是我怎么听说皇贵妃娘娘是去了怡红楼啊？是江二姑娘，该不会是皇贵妃娘娘在青楼里头带回来的吧？周围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扫视着江云彩。二姑娘，不要听长舌妇逞口舌是非，咱们赶紧去找医女来看看手。等大伯母一家都走了，江心月才看向刚才说话的裴家姑娘。本宫是去了怡红楼，在那里没找到本宫的堂姐，倒是看到了屈家三郎，好像惹上了点麻烦。皇贵妃娘娘这话什么意思？那就要多谢那群小乞丐了，要不是他们抢了本宫堂姐的钱袋，让本宫以为堂姐被拐，本宫也不会求着皇上陪本宫一起去怡红楼了。本宫在里面没有找到堂姐，当即便出来了，听闻怡红楼里新买了一个落难的官小姐，结果发现是珍珠刺史手底下得力干将的小妾，那小妾带着贪官名单逃了的。真是可不是笨蛋，皇贵妃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着裴家意有所指，不就是说裴家掳走了江三姑娘，这才导致了皇上抓住了他儿子的把柄吗？现在江三姑娘毫发无伤，全虚全已的回来了，他儿子却是出事儿了，得去找公婆商量，快点把三郎给捞出来。没用的东西，想报复人家又捏不住人家的七寸，一个小姑娘你们都看不好，还让他们反将一军，把人给调包了。老夫人在家中坐，你们给老夫在外头树了个劲敌，真是我的好儿子呀！爹，
儿子也只是打算给江心月那个贱人一点教训。原本儿子要掳的人是他那个水性杨花的舞姬娘，可那女人根本就不出行宫，儿子实在没办法，只能从他大伯的家人身上下功夫。天，现在怎么办？乖乖等着，你也学学那个舞姬，这段时间别出门了，不然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曲天仲，账本到底被你藏到哪里去了？还不快点招供！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过去的时候，那女的已经死了，什么账本那本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呀！还敢狡辩？我们几个跟着你进去的，那女子好端端的被关在铁笼子里，后来被青楼的人带入后院，是你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尖叫一声，从里面跑出来，说死人了，只你一人在房中，不是你杀的，还能是谁？屈天仲吐出一口血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他睡女人之前有洗澡的习惯，怡红楼的老鸨是知道的，所以他进房之后没去管躺在床上的女子，而是先去屏风后洗了个澡。等他美美的洗完了澡，再去看床上的美人儿，就只看到一具死不瞑目的女子尸体，吓得他当时就萎了。回来了，回来了！刑部尚书江大人和唐公公回来了。你们怎么搞的？杀手不都追马主事去了吗？你们怎么也这么……一言难尽啊。总之解药是拿回来了，先去见皇上再细说吧。到了地方，江心月才知道，原来皇帝发高烧了。严太医和胡院正正焦头烂额地争辩着。不行，退烧药一下去，蛊虫就会失去控制，若是到了皇上的肠胃，皇上会被折磨致死的。可是不退烧，蛊虫感应到宿主的体温升高，便会破肉而出。蛊虫破肉，伤口永不愈合，也是死路一条呀。偏偏昨晚又将手臂给弄伤了，蛊虫吸附于皇上左臂，吸食手臂营养为神，让皇上手臂的骨头变得无比脆弱。用的药也会让蛊虫兴奋的。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先将蛊毒解了。江心月挥挥手，唐世良就举着一个小盒子上前去。江大人，唐公公，确定是吗？放心吧，这解药是唐公公牺牲色相得来的，那苗女害他害得无法自拔，不会有假的。唐世良的脸更红了。胡院正和严太医互相看了一眼，偷偷的去看唐世良时，眼神里都带了一点探究。不过眼前皇上的身体最重要，他们才强压下想打探的心，将盒子里黑色的瓶子取出来给皇帝服用。江心月站在床边，被那药水的臭气熏得直皱眉，烧得不清醒的皇帝更是猛地睁开了眼，而后趴在床边吐出大口的黑血。黑血里爬出来一只指甲盖儿大小的红色虫子，好似逃命似的往外爬，但没爬几步，身体就爆开了。不是说了让你不要来吗？怎么还是来了？臣妾父亲和唐公公从苗疆回来了，臣妾自然要陪在皇上身边，第一时间确认您的安全。现在蛊毒已解，自是没有性命之忧了。胡院正便赶紧把药端给皇帝喝了。待皇帝睡下，江心月才带着江燕坤从九州清宴出来。月姐儿，你能不能想办法给爹弄一点裴思年和裴志硕的毛发来？要不然我和唐公公要被那苗女缠死了。原来给皇帝下蛊的张美人并不姓张，而是苗玲玲的姐姐。早年因为爱上了苗寨之外的男子，所以跟那男子一起私奔了。据说他的父亲为了找女儿失踪了，已经是3、4年没有回家了。苗玲玲又从未接触过寨子以外的男子，见多识广、温柔多才的唐世良也就让他春心萌动了。唐世良怕自己拒绝之后就拿不到解药了，只能够使出美男计，哄得他交出了干蛊的解药。他们连夜偷跑的时候，唐世良还因为自己欺骗了人家小姑娘的感情而愧疚不已呢，将身上所有的银子都留给了他。可苗玲玲第2日就骑马追来，非要和唐世良一起走。要不是山下还有侍卫接应，他们想脱身也没有那么容易的。不过为父在外行走，报的都是裴思年和裴志硕的名字。那苗女想给我们下蛊，倒霉的就是裴家父子俩。那姑娘
为人性格如何呀？说是个好的，可该与他解释清楚才是，别误了人家一辈子。月姐儿，你说呢？杨青说的是，好好与他说，他定能理解的。也不是说唐世良不好，但总归不会有脑子正常的姑娘愿意嫁给一个太监呐。好什么呀？还未成婚呢，就想逼着唐公公与他合房，说是什么要采阳补阴，滋养他体内的蛊虫。知道我们有钱，天天找我们要钱，买的还都是阳谷的名贵药材，把我们当成他的私人钱庄的了。但凡我们不肯，就摆个臭脸。我们逃跑的前一天，还偷听到他要给我和唐世良下蛊，要让我们对他言听计从，这能是什么好人呢？你们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少说500两是有的。500两，别说是买2副蛊虫的解药了，就是买他整个寨子的人命都够了。唐世良可不欠他什么。裴思年和裴之硕最近好像都没有看见他们出门，可能是怕屈家人报复。行宫里伺候的下人都是内务府安排的。月姐儿，内务府有你使得动的人吗？有倒是有，但是先皇后留下的，也不知道会不会听他调遣。小祥子，你去请内务府的下管事来，就说阮氏和江心妍、江君泽听着他们父女2人密谋着如何算计裴思年和裴之硕父子俩，都有一些跃跃欲试。客栈，苗玲玲扯了扯身上穿得不太习惯的民女衣裳，眼睛死死地盯着行宫的方向。这几日她停在这里花钱打探消息，也是知道了一些事情的。行宫里有大人物中了蛊毒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大人物，但是能够出动中书令的儿子和孙子，必定是大功一件，否则哪里需要劳烦他们呀？哼，拿一点银钱就想要把他给打发了，做梦吧！只要他把情蛊下在裴之硕的身上，他就是中书令大人的孙媳妇儿，那泼天的富贵可就轮到他来享了。那不是裴公子吗？在哪儿呢？那儿啊，裴公子可是京城8大才子之一，多少的名门闺秀都想嫁给他呢。苗玲玲听到这里，激动地将头伸出窗外，正好看见江燕坤和唐世良从行宫大门走出来，但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大群的护卫，根本都近不了身。他也学聪明了，之前几回硬闯都被护卫给拦下来了，这次他选择偷偷地跟着。大人，您穿这件衣裳真好看，夫人看了定会欢喜。公子这件也不错，天青色的，很衬公子的肤色，不如就买这2件。可以，里头旧的不要了，一会儿让店家给我们扔了。偷到了头发的苗玲玲赶紧猫着身子跑回了客栈，护卫们这才散开。唐公公，这事儿算是解决了，咱们回去吧。剩下的他女儿会安排的。父亲手里的免死金牌到底是留给谁的？三郎已经被关了2天了，父亲到底什么意思？他的贴身丫鬟上前，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你这贱蹄子，有什么话就说，磨磨唧唧的，不知道我气不顺吗？夫人，奴婢听到有人在传，说大爷他在亭台巷养了个外室，那外室还给大爷生了2个儿子，老太爷也知道，所以才不肯用免死金牌救咱们三郎的。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次。夫人，奴婢就是不敢肯定，才犹豫不决的。不如咱们悄悄带着人去亭台巷去看看，那个地方不大，找人很容易的。去，现在就去，就是抬也要把我给抬过去。我倒要看看，这几年屈鹏飞瞒着我在外头养了个什么货色。江心月故意在行宫门口与甄氏相撞，是本宫不好，害得夫人马车都坏了。若是夫人有急事，不如做本宫的步辇，本宫让他们送你去。夫人膝盖上有伤，可别因为本宫加重，那便是本宫的罪过了。他说的情真意切，而且还主动从步辇中起身了。甄氏急着去抓奸，哪里还考虑得了那么多啊？道谢过后就上了步辇。屈夫人，您是不是也听说了屈家大爷在亭台巷的事儿呀？其实我们娘娘也听说了，不是想看您笑话，她今日来就是想提醒您的。不过您急匆匆的，我们娘娘猜到了，
又怕您悄悄的去会被欺负，所以才故意等在这儿，想让奴婢们护着您一些。从屈家带出去的下人根本上还是姓屈，男女主人打起来最后怕是还是帮着男主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抬不撵的都是皇贵妃娘娘的人了，就连她身边得用的宫女和太监都来了，闹起来屈鹏飞也是要掂量掂量。我们娘娘很感激屈夫人那日看出我们江家三姑娘的不对，却没有对任何人说，所以刚听说大爷这事儿就要去亭台下拿人，但又怕事情闹大了，夫人知道会伤心。我们娘娘还说了，甄家也是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比屈家差什么，说是大老爷行为不妥，夫人不必委曲求全，也不必和他闹，想想怎么拿捏大爷，让屈老太爷出面救出三郎才是正经。其实都怪裴家大爷，要不是他想算计我们江家的姑娘，皇上也不会陪着我们娘娘去找人，结果我们三姑娘不在，反而让您家三郎遭了殃。我们娘娘昨日想为三郎说几句公道话，裴家那一系的官员就给我们娘娘扣了一个后宫干政的罪名，吓得她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原来皇贵妃娘娘还帮过她，这裴家人未免也太过分了，就因为他们屈家在宫中还有一个德妃和三皇子，就想置他的儿子于死地。娘，你快点儿，爹说城里新开的那家云吞铺子可好吃了，去晚了可是没位置了。弟弟，你可真贪吃，娘，您走慢点，您肚子里还有妹妹呢。夫人您看，屈郎君又带夫人和小公子出去吃好吃的了，能否给我们带一份？我给钱。我帮您带给娇妹妹吃。她是你的夫人，那我是什么？一个不知廉耻的外室是他的夫人，那他这个八抬大轿被他迎娶进门的算什么呢？夫人，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请夫人放过我的孩子。霜降挑了挑眉，还是个有心机的，真是都还没有找他的麻烦，他自己恶人先告状了。你有什么冲我来？不要为难幼娘。对一个孩子动手，你自诩名门闺秀，那你的教养呢？你这不顾礼义廉耻，背着正室夫人养外室的斯文败类，也配跟我提教养？这屈夫人是外室啊？真没看出来呢，这屈夫人啊，看着不像这种人呢。他们孩子都8岁了，肚子里还有一个呢。周围几家善意的眼神立刻就变得嫌恶起来。如今养外室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是要被人戳脊梁骨骂的。夫君，你这个坏女人，不许欺负我娘妻！放肆！区一个外室女，也敢对外称夫人，生的孩子也不过是私生子，连族谱都上不得。真要算起来，不过是个奴才，反了天了，对官家夫人动手，赶紧死一边去！夫人，这是我们的家事，别让旁人看了笑话，不如回去再谈吧。想顾及脸面，可以把这个女人和2个孩子带上，我要去公爹面前处理这事儿。你一定要把这事闹大吗？我跟你本来就没有感情，是父亲逼着我娶你的。若说不知廉耻，在你嫁过来之前，我与幼娘就已经在一起了。到底是谁不要脸，非要嫁给我？你不想娶我，大可以拒绝这门婚事。既娶了我，又在外头养一个，把我当成应付家族的工具。姓屈的，你给我等着，我甄家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娘娘，您是没看见，屈夫人那巴掌把屈家大爷的嘴角都打破皮了，而且屈家大爷还很害怕，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带着那个外室和2个私生子一同回了屈家。屈夫人说了，等屈三郎被救出来，一定会答谢娘娘您的。甄氏是聪明人，聪明人不会大张旗鼓的送谢礼，而是会在其他的地方回报。霜降已经是暗示了裴家的问题，想必甄氏很快就会送江心月一份满意的礼物。一声闷雷在九州清晏的上空炸响。王公公，屈家老太爷在外求见皇上。是。听说屈鹏飞纳妾那日，老太爷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打了那妾室一巴掌，直言要将2个私生子记在甄氏名下。马后炮，不过是做样子给别人看，挽回一点颜面而已。1块免死金牌换回一个孙子，觉得不值，把气撒在了那外室身上。站在幼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答应入府为妾，一开始的这步棋他就走错了。
甄氏已经觉醒，而且知道了屈鹏飞喜欢什么类型的美人儿。江心月便提醒他，可以为屈鹏飞那2个比幼娘更加年轻、更貌美、更柔弱无辜、娇俏可爱的小妾来瓦解他们之间的信任与感情。不怪江心月这么狠，谁让他们站队站的是德妃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娘娘，娘娘，快起来！唐公公来了，他是皇上特意空了1天时间出来，想带您出去玩。霜降，更衣。飞快地穿好衣服，盘好头发，他又让小祥子去通知蒋贵嫔。本宫答应过蒋贵嫔，皇上带咱们出行宫玩的时候带上他的，你去说一声，在行宫门口集合。宣武帝看着江心月左手边的蒋贵嫔，又看了看他右手边的四皇子，人都懵了。他只想带着月儿2人世界浪漫一下，这2个出来凑什么热闹呀？小娘娘，小满今天就跟着您了，您可要看好我呀。祖祖说外头有很多的拍花子，专门拐小孩的。看父皇那个样子，只怕会偷偷的带着母妃把他们撇下，他还是抱紧蒋娘娘的大腿比较好呢，免得一会儿被丢喽。真州往西有一个天然的大瀑布，那里风景很美，月儿要不要去瞧瞧？该不会是红果树瀑布吧？月儿知道。书里见到过。让开，让开，让开！几匹黑白马横冲直撞，掀翻了街边的小摊贩。让开，快让开！已经有孩子的哭嚎声传来。江心月焦急地踮着脚去寻找蒋贵嫔和钱胜。人群中，蒋贵嫔被侍卫们护着退到了商铺的屋檐下，钱胜和四皇子却是跌跌撞撞地摔倒在地。白马冲在最前方，高高的马蹄扬起，眼看着就要踩在钱胜和四皇子的身上。宣武帝还未近前，那白马的马蹄已经是踩了下来，周围的百姓全都捂住眼睛，不敢看那一老一少血溅当场。一道黑色劲兽的身影冲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拳打在白马的脑袋上。一阵惨烈的嘶鸣声后，白马倒地，马背上的人也是摔倒在一旁的商贩摊子上，除了浑身酸痛，并未受什么重伤。小满有没有受伤？四皇子将头贴在他的肩膀上，寻求着安慰。没事了，没事了啊，别怕。那黑衣男子作势就要走，被侍卫团团围住。刚才纵马伤人的几个少年也全部都被抓了过来。王德全满脸的怒气：你们几个是何人？竟敢在避暑期间在真州纵马伤人，是不是不要命了？王公公，我是国子监祭酒家的四郎，我们去岁在行岁宴上见过的。我们夫子让我们出去游学，途经豫州，意外的发现豫州大旱，当地刺史不作为，把豫州百姓全都关在城内，任由他们因缺水渴死，互相残杀，被我们撞破后还企图杀人灭口，请王公公转告皇上，豫州刺史草菅人命，请皇上速速派人解救豫州百姓。皇贵妃娘娘，江家的江守卫和江守臣和我们一同游学，途中分别被追杀，请问他们有到真州吗？有人认出江心月，便有人认出宣武帝来。皇上，请严惩豫州刺史，救赎被困的豫州县令和百姓啊！皇上，臣妾并未见到2位族兄。也就是说，江家的2位郎君还没能脱身。出了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没有心思游玩了。召来地方官安抚赔偿商户之后，一行人便匆匆回了行宫。你才从两广回来，玉嫔的信还没送到两广，哪里知道他有没有在追杀你？还是我去？不行，若是只有我家守卫，我可以放心让坤弟你去。可这次还有二弟家的守城，你也知道二弟的臭德行，守城那孩子就是他的命。我带守城来京城时，他就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好好照顾守城。若是守城有什么事，二弟恐怕会发疯。江彦坤10岁之后就被自己的父母带来了京城，与老宅那边的兄弟亲人鲜少来往，感情并不深厚。就连江彦希也是因为举报上峰贪污被追杀，才寻求了他的庇护。相处之后，感情才逐渐好起来的。你们都不用去了。江心月走入江家所住的园林大厅。皇上已经派了先皇后的弟弟朱千义带着御林军去调查了，他答应本宫会把2位族兄安全的带回来。朱家人？朱家人不是被皇上贬到窄巷里去了吗？
朱千义怎么会在这里？那就要问问马主事了。大人，是属下。属下去苗疆时遭遇刺杀，九死一生，是他救了属下。属下想着朱家虽然倒了，但皇上并没有诛杀朱家人，说明他心中另有成算。既然不打算杀光朱家人，那就是留着有用。而朱家最能耐的男丁也只有一个朱千义。属下想着皇上或许是想用他，所以才以皇贵妃娘娘的名义救了他，也好让他知道将来该报答的主子是谁。马主事很聪明，你的投名状本宫接下了，但本宫提醒马主事一句，本宫不喜欢太聪明、太自作主张之人。之后若是再有这种事情，本宫希望马大人能听命行事。微臣谨遵皇贵妃娘娘旨意，从今往后定听命于大人和娘娘，为娘娘排忧解难。接下来的10几天，宣武帝一直都很忙，忙得脚不沾地，就直接忙到了回宫的时间。江心月回到河西宫，凳子都还没有坐热，就被告知萧荣华找到了，如今就在他的宫里躲着呢。你说他是萧荣华？从狗洞里偷爬进来的，奴才也不好把他送回去，万一德妃娘娘，那狗洞奴才不知道他们挖开要做什么，已经堵上去了。堵上做什么？晚上和小祥子趁着没人去把它重新挖开，明日在宫里大肆宣扬，就说德妃不要脸，趁本宫不在宫里，在本宫的菜园子的墙根下挖狗洞，偷本宫的菜吃。这说法有点过于接地气了，听起来不可能，但是又觉得好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至于萧荣华，继续让他藏着，本宫要看看德妃卖的什么关子。第二日，德妃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江心月对自己的打击报复。没想到宫里的风声四起，说她偷菜。皇贵妃娘娘说走时在菜园里种了紫玉葡萄，可回来时却少了许多。她调查之后说是有人看见绿茵姐姐半夜不睡觉，带着几个小太监在河西宫外的墙根下挖了一个狗洞，所以宫里才流传出了德妃娘娘宫里的人为了偷皇贵妃种的水果和蔬菜，在人家的墙根底下挖洞，导致皇贵妃娘娘大发雷霆，抓住绿茵打了一顿的板子。绿茵摸着被打肿的屁股，娘娘，奴婢那晚真的很谨慎，绝对没有人发现。江心月未必是查出来的，只是嫔妃们都去了行宫，只本宫留在宫里。不论他宫里出了什么事，他都会算在本宫头上。说他偷菜就是想给他添堵。德妃娘娘偷菜？江贵嫔一口热茶从嘴里喷出来，违心道：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皇贵妃娘娘宫里的菜的确好吃。再好吃，堂堂四妃之一的德妃也不可能下作到去钻狗洞偷菜呀。主子，柳贵人和程婕妤又来了。有完没完了？我这喜和殿的莲蓬都已经没有了，他们俩怎么厚着脸皮来摘？这跟德妃钻狗洞偷菜有什么区别啊？同样的不要脸。贵嫔娘娘，他们或许是冲着臣妾来的。平时他们非要来赏荷，蒋贵嫔也是懒得管他们。可今日他邀请了皇贵妃娘娘和余嫔几个牌搭子一块儿来打叶子牌的。哗啦一声，哎呦！走过长长的木桥时，突然一大盆水从荷叶后飞溅出来。给本宫抬好，不许松手。被泼了一身水的台年小太监被皇贵妃的怒喝声惊得站直了身子，双手紧紧地抓住了教员，这才免了让江心月掉进湖里的狼狈境地。是谁鬼鬼祟祟的躲在那里啊？再不出来，我马上去找2根棍子打死你们！皇贵妃娘娘恕罪，方才臣妾与程婕妤在玩闹，实在不知道您从桥上经过，我们不是故意的。程婕妤睨了他一眼，这蠢货倒是学聪明了，方才明明是他看到了江心月的不撵，把水泼上去的，还知道拉他下水了。突然，霜降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指着木盆的前方大叫起来。江心月探着身子看过去，也是吓了一跳。程婕妤也是顺着霜降的手指看了过去，所见之物吓得他直接失声了，连身体已经不受控制的都站了起来。
给柳贵人划木盆的小太监也是尖叫了一声，吓得扔下了主桨。那水溅在柳贵人的眼睛里，导致他没能看清是什么东西。狗奴才，你干什么？皇贵妃娘娘，你……这个时候，蒋贵嫔和叶贵人也是从里头走了出来。啊，柳贵人，你的前面怎么有具死人尸体啊？都腐烂了，只剩白骨了，太可怕了！柳贵人慌乱之中抓住了程婕妤的衣袖，被程婕妤用力一甩，他和他的小太监2个人连人带盆的翻进了池塘里。最令柳贵人惊恐的，并不是他不会浮水，而是他刚好就摔在了那具白骨上。杀人了！杀人了！蒋贵嫔杀人了！别管他，先把他救上来。小祥子已经是拿了竹蒿过来，将尸骨挑开，对着水里的小太监道：“把刘贵人救上来。”你们怎么都站在门口啊？这么欢迎臣妾吗？于嫔扭着腰，脚下一个趔趄，吧唧一声跌倒在地。谁啊？怎么他？鬼啊！叶子牌是打不成了，5个嫔妃晕了2个，最关键的是于嫔也晕了。这看尸体的腐烂程度是死了至少有1年以上了，但因为在水里泡了太久，加快了尸体的腐烂程度，加之这白骨已经生虫，被虫子啃食过，要确定他的死亡时间难度很大呀。皇上，皇贵妃娘娘，臣妾离宫的前几晚，好像听到了荷花池有什么东西落水的声音，但因为当时已经是深夜，臣妾害怕，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没有出来看情况。现在想来，这尸骨也许是那时候丢进去的。仵作有些线索，但犹犹豫豫的没有说出口，反而是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蒋贵嫔娘娘，这池塘里怎么没养点鱼呢？”鱼？本宫养自己都不错了，哪有那闲工夫养鱼啊？这和养鱼有什么关系？江心月和宣武帝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德妃宫里的那条食人鱼。把尸骨带下去。这几年宫中频频有宫女和嫔妃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是第一次发现尸体。你们好好的给朕彻查，查不明白，朕留着你们也无用。皇上，尸体是在喜和殿发现的，蒋贵嫔就能完全洗脱嫌疑吗？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请皇上把蒋贵嫔控制起来，否则后宫众人都不能安心。搞不了江心月，他就想搞江心月身边的人。你放！陈婕妤好大的胆子！你是在威胁皇上，还是在教皇上做事？臣妾没有，臣妾只是想让后宫众姐妹安心而已。蒋贵嫔很有嫌疑，不是吗？她有什么嫌疑？靠你一张嘴给她定的嫌疑吗？这荷花池里死的是谁？怎么死的？死了多久？你知道吗？臣妾怎么会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口口声声说蒋贵嫔就是凶手，要控制起来。那本宫还说你刚才推柳贵人下水是存心想害死她呢，你承认吗？好一招转移话题，祸水东引。程婕妤陷入自证陷阱。臣妾没有，是她自己掉下去的。分明就是你推的，当时岸边站着那么多人，大家都看到了，随便拉一个过来就知道你在撒谎。你们狼狈为……够了！王贵妃和蒋贵嫔品级都远在你之上，是谁教你这样口无遮拦、血口喷人的诬陷他们？再这么没规矩，就拖下去打板子。又打！程婕妤缩了缩，咬着唇不说话了。等等，江心月目光一凝，看向德妃身后，竟不见绿茵的身影。可是平时绿茵都是跟着德妃寸步不离的，为什么今天绿茵没来呢？江心月的心里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当皇帝遣散了众嫔妃，还是拉着皇帝回到河西宫，让江川把萧荣华放了出来。真的是你？自己最宠爱的嫔妃竟是杀人狂魔，这可如何是好啊？月儿，你遇到什么事了？你同朕说，朕一定会。皇上，臣妾怀疑绿茵可能已经死了。什么？光杀嫔妃还不够，都杀到宫女头上去了。皇上，你有没有在听臣妾说话？在听。你说。臣妾还在行宫避暑的时候，江川说绿茵来过，
他把萧荣华送过来，让江川把他藏好。方才德妃来时，绿茵不在，臣妾怕……绿茵送他过来的。宣武帝长长的舒了口气，还好人不是江心月杀的，不然他还要花好长的时间来接受这一切呢。萧荣华，是德妃害你至此？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们都不要过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知道错了，饶了我好不好？我再也不跟皇贵妃娘娘顶嘴了，我再也不敢了，不要拔了我的舌头！这话说出来，众人还以为折磨萧荣华的真的是江心月，而出现在萧荣华口中的江心月更是瞪大了眼睛，顷刻间便明白过来了。萧荣华是德妃特意送进河西宫里来的，他早就知道绿茵要背叛自己了。萧荣华被他囚禁之后，德妃应该是每天都去虐待他，在他的耳边不停地反复地说，他被这样对待都是因为他对皇贵妃娘娘不敬，因为他和皇贵妃娘娘顶嘴。一开始萧荣华肯定是不信的，觉得德妃不过就是想要陷害江心月，甚至会觉得德妃的手段如此鲁莽低级。人在清醒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况且德妃当时的做法在江心月所学的专业知识里叫格培尔效应，谎言重复1000次就是真理。皇上，臣妾不知道德妃对萧荣华暗示了什么，但臣妾这几个月都不在宫里，萧荣华身上的伤都是近几个月叠加。若是皇上不信，还可以召花房里几个会嫁接果树的老师傅。臣妾对吃的都比对折磨嫔妃有兴趣。德妃她早就知道绿茵要背叛她，故意让绿茵把萧荣华送到臣妾这里来的。今日臣妾打绿茵也只是做个样子，想让德妃安分一些。皇上您在场的，绿茵当时健步如飞，还感谢臣妾手下留情，对不对？万一绿茵真的死了，德妃便可以说是臣妾把她打死了，臣妾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救命！救命！怎么回事？王德全，出去看看。河西宫的大门一打开，浑身是血的德妃就跌跌撞撞地摔了进来，在看到宣武帝的那一刻，连滚带爬地扑了过来。皇上，救救臣妾！雅奴她疯了！话音刚落，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样貌丑陋的中年太监就面容扭曲地冲了进来，举着匕首冲向了德妃。德妃倒在皇帝脚边，侍卫们又怎么会让那太监接近皇帝？飞起来一脚就将雅奴给踢了出去。留活口！你们几个过来，这雅奴是聋哑人，还是只是不会说话？回皇贵妃娘娘的话，雅奴是10年前我们娘娘在冷宫救下的，那时候她已经被人用火炭烧哑了喉咙，用银针刺穿了耳朵，应当是那个时候就听不见也不会说话了。她识字吗？这个奴婢们不知，雅奴向来孤僻，河源寻常也不对外开放，都是雅奴一个人负责打扫清理的。绿茵姐姐偶尔会去，她性格不好，延庆宫里没有什么人与她走得近，对她都不太了解，唯一和她稍微走得近一些的就只有绿茵姐姐了。小宫女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大概是绿茵的离世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杀人了！杀人了！疯癫的不只是雅奴一个，萧荣华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侧门溜了出去，一边大喊着一边跑远。唐师良只能够带着人去追，留个疯子在宫里头乱跑是很不安全的。绿茵，江心月正准备说出心中疑惑，雅奴突然挣扎着摔倒在地，扭曲了几下之后便不动了。侍卫探了探他的鼻息，皇上，他死了。微臣等人给德妃娘娘用了吗啡散，她还未醒，只不过这德妃娘娘受伤颇深，不宜挪动地方。若是想要她活命，恐怕要在河西宫养伤几日，至少要等到她醒，方能移动她的身体。否则伤口崩裂，2次出血的话，还是难逃一个死字。让一个杀人如麻的变态住在这里，江心月倒是宁愿他去死，不能够挪动他。接下来的几天，江心月睡觉都要2只眼睛轮流站岗了，不然
他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宣武帝察觉出他的害怕，对喜鹊和霜降道：“愣着做什么？你们主人不喜与人同住，去收拾收拾。你们主子这几天和朕一起住承乾宫。”皇上，不如让蒋贵嫔来臣妾这里住几日吧。德妃会制毒，蒋贵嫔会制香，对气味极其的敏感，能够分辨空气之中不同味道的蒋贵嫔刚好可以克制德妃。皇上，要填平喜和殿前面的荷花池，还要重新改造喜和殿的布局，给他改个别的名字也是要时间的。蒋贵嫔迁宫突然，定是来不及准备的。借住在臣妾这里几日，等他的行李都搬到景仁宫了，他再过去也不迟啊。那就派个人去喜和殿通知一声，封蒋贵嫔为妃，赐封号文，赐居景仁宫。娘娘此举也太冒险了，差点把自己的命搭上。若是有个什么差池，那可如何是好啊？江心月走了吗？雅奴死了吗？皇上把皇贵妃娘娘带走了，说是让皇贵妃娘娘去承乾宫住几日。雅奴的毒是娘娘您亲自调的，自然不会出错，他们没问出什么来。那就好。哎，娘娘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太危险。不这样，皇上怎么信本宫？绿衣那个贱人，他知道本宫那么多事，本宫不过随意试探一下，他就把本宫的牢底都给掀了。不过也算帮了本宫一个大忙，让本宫有机会把从前的事抹平，寻了他和雅奴做替死鬼。娘娘神机妙算，那皇贵妃如今才几岁，入宫的时间又短，哪里是娘娘的对手啊？你这么想就错了。本宫自残是为了杀死绿衣，嫁祸给雅奴。而本宫之所以那么早就暗示萧荣华，防的从来不是东窗事发后无法脱身，本宫是为了防江心月被皇上发现。本宫尚能以三皇子博取同情，可若是被江心月捅出来，本宫才会一败涂地。江心月的智商谋略不在自己之下，所以他每走一步，第一个防的就是他的宿敌。皇上！唐世良捂着嘴从河源里头冲出来，一边跑还背对着皇帝，吐得昏天黑地。王德全陪着皇帝站在河源外，已经是料想到里面肯定是查出来了不同寻常的东西。15具尸体，有男有女，有嫔妃也有宫女太监。荷花池里那条食人鱼常年没有喂食，吃的都是死人肉，早就变异了，足有50斤重。玄镜司的人运去地牢了，准备当成审讯手段。在雅奴的房间里搜出了化尸粉，还有女子的绣花鞋，宫女们都说是绿茵的。这该死的老变态收藏了不少绿茵的鞋袜衣物，这次杀死绿茵，除了因为绿茵撞破他杀人，可能还有爱而不得的愤怒在里面。太恐怖了！这荷花池里的荷花常年艳丽不败，是因为池子里全是药粉，荷花早就石化了，吸收了人血而保持色泽。奴才们将荷花都拔光了，才发现荷花池里的水全是鲜红的人血。没了药水清洗池水，掩盖尸身腐烂的气味，那股腥臭直接把唐世良都熏吐了。江心月可不相信这10多条人命都是雅奴犯下的。他这几天也没闲着，让小祥子这个从冷宫里头出来的人回冷宫调查雅奴的身世来历，再让江川出宫去江家，让他们好好的查查绿茵。本宫的耳当掉下去了，你帮本宫找找。霜降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到假山边，借着高地势可以俯瞰下方，方便自己快点找到主子的耳当。突然一股极大的力道从他的背后传来，霜降凄厉的大叫一声，恐惧到了顶点。2个侍卫飞快地拉住他的手臂，将他从边缘拉了回来。娘娘，臣妾在门口能听到叫声，但是再往里，在屋子里的宫女听不到，所以绿茵也不是被假山撞死的，是被德妃杀死以后藏在假山的洞里，才把雅奴骗过来。雅奴看到了绿茵的尸体，悲痛之下失去理智，才想杀了德妃。德妃身边的宫女也说了，
雅奴冲向德妃，才从袖子里头掏出了匕首。可谁又能够保证，在雅奴推搡德妃的时候，那把匕首到底是雅奴拿出来的，还是德妃趁乱刺了自己一刀后，再将匕首塞进雅奴手里的？没人看见，不是吗？如果绿茵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被雅奴推下去的，他会像霜降一样发出惊恐的尖叫。然而事实是，他们谁都没有听到。娘娘放心，偏殿里那个有臣妾盯着呢。那个胡太医，臣妾觉得他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臣妾让太监守着偏殿的门了。就算德妃醒了，臣妾我不会让他在河西宫自由行走的。他是怎么把德妃逼疯的？臣妾给德妃姐姐请安。区区一个贵嫔，跟谁姐姐妹妹呢？小媛她疯了吗？德妃姐姐还不知道吧？皇上说喜和殿3天2头的出事死人，觉得那里风水不好，决定改名重建了。我家皇贵妃娘娘提议让臣妾搬去景仁宫，所以皇上封臣妾做了文妃呢。放肆！德妃身边搀扶她的宫女被大力的推了一把，紧接着就是文妃的大嗓门响起来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奴才！德妃娘娘重伤未愈，你们竟然不劝阻她，让她好好卧床休息，反而撺掇她被捅伤的第2天下床来，而且不是在屋子里随便走2步，还非要出去，你们安的什么心？文妃妹妹这是做什么？本宫的宫女你也敢打？娘娘，您就是脾气太好，性子太软了，才会被这些奴才骑在头上。您这刚被刀子捅，哪能起床呢？木檀，快来送德妃娘娘回去躺着。也不管德妃愿不愿意，木檀和另外几个小宫女上前来扶着德妃的手，将她送回到房间，并且按回到床上，贴心的替她盖上被子才走的。接下来的几天，只要德妃要走出房门，总会被文妃捣乱破坏，这导致德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偏殿的这间房屋之内。就连晚上，她躲着文妃，趁她睡觉偷偷出来，还没走出10步，文妃就会从窗子内伸出头来。德妃姐姐，这是河西宫，您可别乱跑。别人好心把宫殿借给您住，您也得讲究一些，是不是？皇贵妃娘娘这里好东西是多，你这样半夜做贼似的，臣妾可要通报皇贵妃娘娘，看看有没有丢东西了。江心月听着叶贵人说的话，笑得肚子都痛了。德妃对上文妃，那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他都能下地了，胡太医还说什么不宜挪动，骗鬼呢。人家好不容易才住进去的，当然不想那么轻易就出来。从前还以为德妃是个好的，臣妾和皇后娘娘还那样信任她，没想到她竟然是……想到从延庆宫搜出来的那10几具尸体，于嫔的身子都发凉了。她自认为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和德妃相比起来，她简直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江心月心道，要是你知道先皇后的2个皇子都是德妃害死的，估计会提着刀去给先皇后报仇了。文妃守着德妃来不了，倒让臣妾和于嫔娘娘长见识了。原来这就是皇上的寝宫啊！他们住的那叫什么地方？还没皇上的一个前厅大呢。驾！紧急军务，闲人避让。出家2郎送信给皇贵妃娘娘。文妃瞧着面生的小太监，你哪个宫里的？朱2郎要给娘娘的信，怎么会让你转交？奴才小杆子从前是在皇后娘娘面前伺候的，皇后娘娘仙逝后，奴才就在奉仙殿负责洒扫，看守皇后娘娘的灵位。文妃娘娘，奴才是朱家人。可是皇贵妃娘娘这几天都住在承乾宫，没有回来过。可这信，我家2郎派来送信的人说10万火急，片刻耽搁不得。文妃娘娘，奴才不能离开奉仙殿太久，而且也进不去承乾宫，能不能麻烦您赶紧送过去啊？他走了，德妃不就在河西宫称大王了吗？可是这小太监着急的样子又不像是假的。务必要看好德妃，不许她到处乱跑，最好把门关起来。实在拦不住她去哪儿，你就跟着去哪儿，明白了吗？奴婢一定寸步不离的守着德妃娘娘。小杆子说的是10万火急呀，
文妃便是觉得心有千金，万一关乎到娘娘的性命，她直接跑了起来。好在河西宫和承乾宫就挨着没多远，她很快就跑到了。你怎么了？德妃要杀你不成？豫州朱二郎来信，10万火急。豫州干旱，有人借题发挥，在干涸的湖心淤泥下藏碑，碑上刻有天降恨火，将待审心的字样。刑部有官员游玩至此，将石碑带回京城。火若阻拦，恐皇上疑心娘娘结党营私，遂书信一封，请娘娘早做打算。石碑因与书信同天抵达京城，望娘娘安。朱千义所说的那个刑部官员，就是文妃在行宫时说的向他爹告假了许久的那位主事，是成国公安排的探子。昨日皇上去河西宫跟你说让你迁宫的时候，你跟皇上说了那件事吗？说了。烧掉。要不要我们一起去？不用，你们要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本宫一人去便可。胡太医早已收到了消息，在宫门内等着。德妃娘娘今日就要将甲满门的性命。这块石碑可不是新刻的，而是在江心月得宠之后不久，德妃娘娘就让成国公府准备的。在皇帝知道豫州大旱之前，成国公府就已经是收到了密报，所以成国公派人将石碑运进城中，挖开河床，把石碑埋了进去。胡太医来之前，德妃娘娘还让他小心皇贵妃。小心什么呀？不过是仗着有几分姿色把皇帝迷得团团转，根本就不是他家娘娘的对手。他又不知道今日领主事要带石碑入宫，怎么可能来阻止呢？奇怪呀，这条路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安静啊。本宫让人封锁了入口，当然就安静了。这不是刑部的领主事吗？本宫父亲的下属，什么时候跟德妃的人走得这么近了？皇贵妃娘娘，你想干什么？这可是在宫里，你不要乱来啊！江心月理都没理他，大喊了一声袁雷。胡太医惊恐地回头，就看见一个大概有200多斤的巨人，手持双锤，将石碑砸得一个字儿都看不清，这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娘娘，够不够碎？你这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江心月，你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要是从豫州的河里挖出来，要呈给皇上的，你竟敢私自毁坏，我一定会禀明皇上，让他治你的罪。你们是把本宫当傻子，还是把皇上当傻子？天降灾祸，将待审心，天上掉下来的石头警告皇上是吗？那这天庭的南门建在蒙古不成？皇贵妃娘娘，什么意思？你们这刻字的石头叫巴陵印石，产自内蒙古赤峰巴陵右旗的雅马图山峰。我父亲书房里的《天下奇石记》中有记载，此石不仅透明度较高，而且质地细腻，软硬适中，既有赤橙黄绿蓝靛紫7种基本色素，又深浅浓淡清浊明暗等多变的色调。领主事，本宫说的对吗？这主事哪里知道对不对呀？这石头还是成国公交给他的，让他一定要带进豫州，埋进河内旱土深处，等皇帝避暑回来就带回京城，一定要闹得人尽皆知。方才他进宫来的路上，叫了一路的紧急军务，闲人避让，就是为了引起百姓的好奇心。他身后留了几个国公爷养在民间的百事通，一直在散播。听说豫州干旱数月，民不聊生，当地百姓在干涸的河床底下挖出来一块石碑，说的是因为皇上独宠妖妃，引发天罚，若是皇上不悔改，将来沈家的天下就会被江家所取代呀。宫里头德妃娘娘的宫里搜出来10几具尸体，德妃娘娘你们知道吧？陈国公的嫡女，从前还未入宫时啊，经常在城外破庙里搭棚施粥，时不时就送一些旧衣服给叫花子的那个小姑娘。那人能是她杀的吗？皇贵妃入宫之后发生那么多事儿，我看这事儿啊，8成就是她干了陷害德妃娘娘的。怪不得天降灾祸，原来是帝王星身边有邪祟作乱。这帮混蛋，一群疯狗，我阿姐他。江二郎，同行的几个少年七手八脚的把人给拖住了。你别冲动，这一看就是有组织有纪律，是有人特意安排了来抹黑皇贵妃娘娘的名声的。越是这个时候，你越是不能自乱阵脚，
你还是赶紧回家告知父母，商议一个对策来。程国公安排的这几个碎嘴子里，其中有一个已经是身患绝症，只要将军择动他一根手指头，明天他的家人就会抬着他的尸体去江府门口哭丧，让江尚书把杀人凶手给交出来。他们会去报官，让江君泽留下案底，这样他这辈子与科举再也无缘，就等于把江燕坤唯一有出息的儿子给毁了。你还真别说，听说那皇贵妃娘娘容貌倾城，是个浓艳美人。嘿，我要是皇帝，我躺在床上半年都不下榻啊！管他什么绝世美人，到了老子的胯下，那都哭着叫。你们放开我！我要打死那个狗杂碎！二郎，这种人死不足惜，可是为了这种人搭上自己的前程，不值得。江君泽哪里还管值不值得，这样编排他二姐，是个人都忍不了。放肆！来人，把这口无遮拦的东西抓去见官。就说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敢污言秽语，妄议皇上和皇贵妃娘娘，言语之间还想着自己做皇帝，简直大逆不道。那人吓得拔腿就跑，却被白衣公子的护卫一把给按住了，扭送至官府。直到他走了，江君泽才回过神来。那人是谁啊？长得真好看。我当是什么让你看入了迷，原来是被人家的容貌给震惊住了。那是翰林院谢大人的儿子谢承辉，小谢大人，在宫里当画师的，他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美男子，你连他都不认识啊？以前只听说过，没见过，这次见了，他人可真不错，还帮阿姐说话呢。宫中，江新月已经是快步走到胡太医的跟前，抓住胡太医指着自己的那根手指，用力一掰，只听咔嚓一声响起来，胡太医的那根手指以诡异的角度与手背重合。我的手，我的手断了！唯一救人者应当用这双手悬壶济世，救人于水火。胡太医却用这些来耍阴谋诡计，坑害他人，如此心术不正者，这手不要也罢。娘娘，咱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皇上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啊？本宫若是藏着掖着，他才会生气。皇上不总说让本宫信任他吗？那这次就让本宫看看他到底值不值得信任。皇上，胡太医和刑部的领主事求见，说是……他看了一眼周遭的一群大臣，欲言又止，显然是不方便说给他们听。皇上，那微臣等人就先行告退了。江爱卿和蒋清留下。皇上，豫州干旱，百姓从河底的淤泥里挖出天降灾祸，将带沈星的石碑。领主是游玩途经豫州，想把石碑带回来，还遭到了豫州刺史的阻拦。好不容易带回来呈给皇上，方才皇贵妃娘娘竟然带人半路拦截，把石碑砸得粉碎。皇上，皇贵妃娘娘还折断了微臣的手指，她实在是目无王法，太不把皇上你放在眼里了。请皇上斩杀妖妃，给全豫州惨死的百姓一个交代，还天下一个太平。不至于，不至于。皇上英明神武，这天下本就太平，天灾又不是人祸，这哪里提前预防得了啊？而且旱灾和皇贵妃娘娘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么说未免也太主观了吧？可石碑不假，的确被皇贵妃娘娘砸碎了。哼，你口口声声说娘娘她砸碎了你的石头，掰断了你的手指，证据呢？是啊，证据呢？证据就是……胡太医激动的表情在江燕坤戏弄的眼神里溃不成军，他嘴唇抖了半天，话说了一半，怎么也说不完整了，证据变成尘埃飞走啦。江燕坤是谁啊？那可是没理不饶人，有理要上天的江尚书。我当是什么事让领主是擅离职守长达3个月呢？哼，原来是跟着别人一起算计到我女儿头上去了。我下官只是去豫州游玩，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旱灾，请皇上明鉴。游玩？本官与马主事一同去了真州，刑部能管事的就你和侍郎2人，
本就人手不够，你哪来的闲心告假去游玩？况且本官已经询问过宋侍郎，你根本就没同他说过要告假，而是越过他，直接找的吏部蒋尚书。江彦坤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他。本官不在，宋侍郎才是你的上峰。你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才要去找吏部尚书告假？并且你几次出入陈国公府，又是什么意思？下官没想那么多。皇上，这样玩忽职守、品行不端之人，微臣的刑部庙小，容不下这么有野心并且一生许二主的墙头草。请皇上直接罢了领主事的官，让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你还血口喷人！您手都这样了，还是赶快去太医院处理一下吧，万一落下了什么病根，您可是太医呀。我不走，皇上，皇贵妃她是个妖女呀。自打她入宫，皇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后期更是独宠于她，不入后宫，长此以往对子嗣不利呀。如今天降灾祸，皇上还要偏宠他吗？微臣放肆！什么妖妃天谴，朕就是天，朕想喜欢谁宠着谁，还轮不到你这个老匹夫指着朕的鼻子骂。拿着豫州刺史与江爱卿是同窗来做文章，你们搞搞清楚，当年豫州刺史嫉妒江爱卿才华，两人早就老死不相往来，陷害人都陷害不清楚，真是废物。领主是扑通一声跪下来，哪里还敢讲半句话呀？朕不只要宠着皇贵妃，朕还要封她做朕的皇后。朕是龙，她便是凤，天命所归，何来天谴一说？来人，把这老匹夫给朕拉下去重打30大板，革了他的职，再赶出宫去。从今往后，不许他再踏进宫一步。他可以容忍蠢货，但是不能够容忍又蠢又坏的。江彦坤的眼睛都亮了起来，皇上竟然要封月姐为皇后，怎么没有听月姐提起过呀？是皇上被胡太医那个蠢货气的说的气话吗？皇上，那个朱千益，皇上不是想启用他，又不知道放在哪个位置上吗？微臣这里现在有现成的空缺，听说他武艺也高强，正好在刑部办事，就很适合他。朱千益可留，但不能这么快就启用。爱卿别忘了，东山还有个五皇子。微臣知道该怎么做了。君臣二人打着哑谜，可是苦了蒋和为了。什么朱千益，什么五皇子，什么东山的，他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听懂。从御书房出来的时候，蒋和为还是没忍住，半知半解地问道：江尚书，皇上说现在不要重用朱家二郎，和五皇子又有什么关系啊？江尚书还是就保持这样，别问太多，懂得太多了，皇上下次就不会留你一起了。你这人，你什么意思呀？你夸人还是骂人呢？你说什么？胡太医被打了一顿，赶出宫去了。躺在床上的德妃因为起身太猛而牵动伤口，疼得龇牙咧嘴。什么意思？胡太医不是什么不是？怎么德妃看到本宫好好的站在这里，像是很惊讶？皇贵妃娘娘，您这是什么意思？向你宣战的意思。你和那个老不死的爹搞出什么江代沈星的石碑，哼，以为皇上就会把本宫处死，把本宫的家族灭族？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宫中没有几个有野心的嫔妃了，文妃和余妃都是本宫的人。叶贵人家世不显，做不到这样的事儿。程洁玉和柳贵人也没这本事，在本宫这里拥有姓名的，不就只有德妃你了吗？小打小闹，本宫会怀疑别人，但这么大的手笔，本宫听一耳朵就知道是你。你有证？本宫不需要证据，本宫的第六感向来很准，帮着本宫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算计。本宫也知道，从一开始就是你在害本宫。你真以为本宫什么都不知道吗？你都知道些什么？江心月弯腰靠近他，一只手按在他的伤口上，微微用力，更多的血水疯狂地往外涌。皇贵妃娘娘，
本宫什么都不知道，本宫只知道你和你家那个老不死的想让本宫灭族，所以从今日起，本宫和你彻底撕破脸皮，你那些阴谋诡计，本宫一一奉还。耳边传来一股热气，可江心月的话却是叫德妃心底发寒。从今日起，本宫陪你慢慢玩。进去给德妃诊治，务必让她留下伤疤。微臣尊啊！严太医还以为是说要务必把他治好呢。江心月再看严太医一眼，仿佛在说：“本宫就这点要求，你也做不到。”是，微臣一定按照娘娘吩咐替德妃娘娘诊治。文妃、余嫔和叶贵人都在偏殿外等着。方才房门没关，他们几个伸着脑袋看完了，也是听完了全程。娘娘，您刚才好霸气啊！臣妾都有点爱上您了。从前臣妾没长大，还是个孩子，做了很多错事儿。希望娘娘看在臣妾正在改邪归正的份儿上，忘了臣妾从前做的那些个蠢事儿。以后臣妾要是也受伤了，可不要像对付德妃那样对臣妾，好不好？怪疼的。文妃一脸受不了的嫌弃啊！你都28岁了，你还是个孩子啊！皇贵妃娘娘才18、19岁呢，太不要脸了吧！不像我啊，我只会心疼娘娘。娘娘，您刚才按的手疼不疼啊？血腥味不好除，臣妾这里有一方广陵香泡过的帕子，娘娘您擦擦手，保证立马让娘娘的手香香的。讲真的，按过德妃就不要再按她了嘛。叶贵人不得不佩服文妃娘娘和余嫔娘娘的厚脸皮，不过她更加庆幸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对皇贵妃娘娘做什么坏事儿，主要是她级别不够，确实够不着。小主，没有鬼啊！燕儿和另外一个伺候柳贵人的宫女上蹿下跳，满宫的去抓因惊恐而躲避的柳贵人。哎，小主，你别跑了！你别缠着我！不关我的事啊！余嫔和文妃还在江心月的面前争宠，柳贵人突然披头散发的冲出来，吓了他们一跳。哎呀妈呀！什么怪物呀！不要杀我！去找江心月去找程解月，去找德妃，傻瓜吧，他们都傻瓜！皇上就是我的了！皇贵妃娘娘恕罪，我家主子是那日落水被吓坏了，昏迷之后连着高烧了3天，醒来就变成这样了。他不是有意冲撞皇贵妃娘娘的，请娘娘恕罪。把他带回去，找个太医，好好给你家主子瞧瞧。如此年轻就得了疯病，这往后的几十年可怎么过？燕儿的鼻头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跪在地上给江心月磕头。没想到主子处处与皇贵妃娘娘作对，可是到了最后，却也只有她会关心主子以后的日子。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夜里就传来了柳贵人的死讯。怎么死的？说是晚上就寝后，柳贵人自己打开了房门，跑出去投了湖。追封她为柳昭仪，葬入飞园陵。死后哀容是做给活人看的。江心月叹了口气，微微有些伤感。怎么了？不高兴了？没有，皇上，臣妾跟您坦白，其实在去行宫之前，臣妾对您的感情并没有很深，那些深情，臣妾可以对您，也可以对任何一个成为臣妾丈夫的人。没关系，你继续说。臣妾小的时候不受宠，经常被欺负，臣妾的娘亲因姿色过人，被夫人嫉恨。臣妾对小时候的记忆都很模糊，不知道到底是刻意去忘记那些让臣妾痛苦的事，还是真的不记得了。臣妾现在回想，小时候好像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那时候臣妾就告诉过自己，绝不会再被任何人伤害。您是皇上，您这一生注定拥有很多女人。臣妾若是爱你，便无法接受您和其他的女人有身体接触，臣妾会疯的。
所以臣妾缩在自己的壳子里，不愿意交付真心。若是有一日皇上变心了，臣妾还可以守着自己的心，不要变得太凄凉。3分真被江心月演到了10分情，给谁都要迷糊的，真怪不得宣武帝沦陷。你说的都对，你的忧虑都是正常的。朕的确没办法遣散6宫，牵扯到了前朝，朕不想引起朝野动荡。但是月儿，朕向你保证，你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朕会全心全意的爱你，与你白头偕老。以后有朕在，谁也不能欺负你，朕会好好保护你的。皇上是真心对臣妾好，臣妾是从那日开始，也对皇上敞开了心扉的。所以你就仗着与朕两心相悦，胆大包天的去拦截朝廷命官，还砸碎了那块石碑。臣妾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皇上的法眼。你若是想瞒，必定还有更好的法子，哪里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带那么多人去堵了公道？朕知道你向来光明正大，不屑用那些阴谋诡计。可是月儿，这世上总有些人见不得你比他们好，该阴的时候就要往死里阴。不然给了那些人死灰复燃的机会，将来又是一个大麻烦。咱们家小团子还小，没有自保的能力，待到了3、4岁，能跑会走的时候，想要害死他的人只会多不会少。咱们一起努力，让他幸福快乐的长大，早日继承朕的皇位，到时候朕就可以和你一起游山玩水了。这饼画的，江心月都快吃撑了。皇上处处为小团子着想，臣妾什么都听您的。都听朕的，那咱们再给小团子生个妹妹吧。承乾宫寝殿内，红烛摇曳，满室生香。江家，周氏躺在昏暗潮湿的小偏房里，用尽全身的力气咳嗽了几声，咳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下身更是传出了阵阵的尿骚味。来人呐！如今咱们夫人可算是苦尽甘来了。虽说那些长舌妇总叫着咱们2姑娘妖妃，但若是他们有女儿进宫后得到皇上这般偏爱，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就是，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眼红咱们家皇贵妃娘娘就到处编排。哎，前几天街上说咱们娘娘是妖妃的人被抓走了好些呢，还是皇上亲自下令抓的。哎，夫人性子好，可不像里头那个，生下来的姑娘没一个有好下场的。大姑娘和娘娘一块入宫，还没几个月就死了。3姑娘名声败坏，嫁不成汝阳王世子就算了，非得闹得满城皆知，结果被大人送到乡下庄子里去了，这辈子都还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呢。也不知道可怜，谁让里头那个年轻的时候不积德呢？那样搓磨夫人和皇贵妃娘娘，人家现在不报复他，都算仁至义尽了，还想有好日子过，做梦呢！你看看他现在的落魄样，皇贵妃娘娘得宠，大人把她送到这偏房里来，他娘家屁都不敢放一个。所以说呀，人要积德，不然恶有恶报，死了都没人收尸。他睁着大大的眼睛倒在地上，没了声息，竟是被活活气死的。林姨娘听见里头没了声，这才抬了抬手，2个婆子立马就住了嘴，躬身往后退，将破旧的房门推开了去。我和阮氏在你手底下吃了那么多苦，如今你死在我手里，也算不得委屈，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周氏年轻的时候嫉妒阮氏的美貌，最忌惮的妾室也是阮氏，所以折磨她最狠。如此也算是为了她肚子里曾经被周氏弄死的那个男胎报仇。多大的人了，还被这种小事吓得一惊一乍的。臣妾不是被吓到了吗？只是一直欺负臣妾和臣妾娘亲的人就这么死了，很不真实而已。朕最多再等3日，3日之后，你的封后大典和你娘亲的诰命同一天进行，如何？臣妾不许再说不想做皇后的话。朕为了让你做这个皇后，已经做了太多太多的努力了，不许拒绝朕。这个皇后除了你，朕不想给任何人。
可是皇上，臣妾若是做了您的皇后，身为国母，您振兴您的朝堂，臣妾也想为天下女子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天下人或许会觉得臣妾疯了，会觉得臣妾离经叛道。就算这样，皇上也会相信臣妾，支持臣妾吗？她不想做皇后，是不想给皇帝当老妈子，可确实只有成为皇后，才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乌托邦。你做的离经叛道的事还少吗？哪一次不是真为你身后啊？皇上，在行宫的时候，您不是捡到一个瓷瓶，说和害死先太子的很像吗？您查到什么没有？朕这个皇位也是近几年才坐稳的。太子落水的那年，内忧外患，朕根本没有心思关注后宫。况且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所有知情的人要么死，要么已经出宫。朕真是两眼一抹黑。可宫中嫔妃和皇后娘娘一起入宫的，又无宠在身，或者诞下子嗣的，只有德妃和余嫔。皇帝沉凝了片刻，德妃是三皇子的生母，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德妃是杀死先太子和二皇子的真凶。就连这次宫中出了让宫女太监们人人惧怕的荷花池案，他也总是下意识地为德妃开脱。江心月看他两眼就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真就每次对这个狗皇帝改观，想要和他好好相处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用他的优柔寡断劝退他走向他的脚步。宣武帝对人的情绪是很敏感的，江心月的脸冷下来的一瞬间，他就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泪光闪动地看着他。要命了，他是没学会怎么爱一个人，但是他学会了文妃和余嫔的那一套，对他撒娇。江心月没忍住，上手捏住了他脸颊上的肉，扯了扯，把皇帝的脸都给拉得变形了。跪下，叫姐姐。呸！以上是女王将自己想象的。皇上，别用那种眼神看臣妾，臣妾会把持不住的。把持不住就不要罢了，来吧朕。从今晚开始，臣妾就要守孝3日，就自个儿睡偏殿了。皇上也早点歇息吧，别熬坏了身子。月儿，守孝3日是从明日开始啊。臣妾有孝心，听完报丧就迫不及待想为嫡母守孝。皇上回寝殿歇着吧。德妃的伤已经愈合的能下地走路了，明日请皇上让她搬回延庆宫，臣妾也要回自己宫里去了。娘娘，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皇上，这一切都是德妃娘娘做的呢？这就沉不住气了。现在最沉不住气的应该是陈国公跟德妃，咱们急什么？奴婢只是担心夜长梦多。德妃娘娘人面兽心也好，佛口蛇心也罢，这话绝不能从咱们娘娘嘴里说出来，不然有一日说是皇上疑心咱们娘娘了，他所说的一切对德妃不利的话，都会成为皇上发作咱们娘娘的借口。清醒如江心月，就算他相信皇帝会爱自己一辈子，在他彻底对德妃死心，对德妃恨之入骨之前，他都不会在明面上说德妃的一句不是。父亲的回信上怎么说？大人说，自延庆宫东窗事发，宫外之物很难入宫，怕信件被人拦截，让内务府的一个小太监来传的话。绿茵的爹娘不是他亲生的爹娘，是陈国公夫人还在世的时候从雪地里捡来的，给了家里一对生不出孩子的下人养着，后来就成了德妃的贴身婢女。大人说他们已经查到绿茵亲生父母的下落了，前日就派了人去找，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不是亲生的父母，雅奴、绿茵非亲生父母。亲生父母，雅奴会不会就是绿茵的亲生父亲？以年龄来看的话，确实有这个可能。他的房里还有许多绿茵的衣服鞋子，会不会是他托人做了送给绿茵的？去司衣房，让方司衣去查查，从雅奴屋内查出来的衣服布料，近3个月有谁做过成衣？第二日一大早，皇帝还在早朝，江心月就带着伺候自己的宫人们搬回了河西宫。喜鹊站在偏殿门口指桑骂槐：咱们这河西宫风水不止养人，还很养狗呢。看看咱们过来，刚到这儿的时候瘦巴巴的像个小可怜，再看看现在被咱们养得白白胖胖的，赶都赶不走喽。文妃的宫女跟着本宫的那一日，本宫让你去做的事做好了吗？
六皇子的奶娘是个贪财的，家里还有7个女儿要养，丈夫又嫌弃她生不出儿子来，与她和离了。奴婢许以重金，她才答应帮忙的。只要六皇子一死，本宫的轩儿必定是这天下之主。吕奶娘一边看着江心月，一边从布包里掏出金银财宝。娘娘，奴婢听您的，得妃的人说什么，奴婢先是为难，等他们拿出好东西来，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他们给了奴婢好多好多宝贝，奴婢可是啥都没留，都在这里了。江心月看了喜鹊一眼，喜鹊走过去，在吕奶娘心虚的眼神里，从她的袖子里抖落出了一对翡翠耳环。都在这里了。奴婢就是瞅着这对耳环最喜欢，有点舍不得呢。霜降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是走到了他的身后，拉着他的腰带抖了抖，什么金钗、珍珠项链、名贵的点翠簪子之类的，叮叮当当掉在了地上，双方都有些许的尴尬。吕奶娘抬头望天，低头看地，就是不敢与江心月的眼神对上。向嬷嬷没忍住笑了出来，霜降和喜鹊也是捂嘴偷笑。行了，别在这里耍宝了，德妃既给了你，本宫就不会要你的，只要你把事办好了，这些都是你的。真的吗？哎呀，娘娘，您真是菩萨转世，是大大的好人呀！奴婢有您这样的主子，一定为了您和六皇子上刀山下火海。德妃想害您和六皇子，奴婢定把他耍得团团转。耍他玩有什么意思吗？江心月勾了勾手指，你这样。他声音极小，就连喜鹊和霜降都没有听清，但是不妨碍他们猜测，娘娘又要挖坑给德妃跳了。皇上，河西宫的吕奶娘求见，还带着一个小包袱。小包袱？要收拾铺盖卷回家不成？吕奶娘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小包袱，亦步亦趋地跟着唐世良，心里头在打鼓。娘娘说的到底靠不靠谱呀？这么多珠宝，皇上真的不会和我抢吗？还真别说，豫州大旱，两广贪污，真州官员落马，处处都是要用钱的地方。皇帝看到吕奶娘那琳琅满目的小包袱时，真的是动了点心思的。不过不是馋吕奶娘手里的这点东西，而是惊叹她的后宫嫔妃一个个都是腰缠万贯，奢靡至此。皇上，皇贵妃娘娘对奴婢有知遇之恩，给奴婢的月钱和赏赐已经够养活7个女儿的了。德妃娘娘给奴婢这么多好东西，让奴婢用冷水给六皇子泡澡，想让他风寒加重，这钱奴婢拿着亏心呀。奴婢不敢告诉娘娘，怕她怀疑奴婢，把奴婢赶走。奴婢又不敢拒绝德妃娘娘，怕她再去寻别人来害六皇子。奴婢没得法子，想着皇上您是这个宫里最厉害的人，奴婢这就来找您了。您给奴婢出个主意行不行啊？让朕给你出主意？朕的主意可不是随便给人出的。这地上的东西你就送给朕，作为朕给你出主意的代价，如何？怎么和皇贵妃娘娘说的不一样？小金酷威呀！可上首皇上还在等她的答复。吕奶娘又想到白白软软、奶奶香香的六皇子，不舍的眼神在金银细软上流连忘返了好一会儿。行，只要皇上能救六皇子，我奴婢不要了。皇帝低头没忍住笑，玉儿宫里都是有趣的人。皇帝一笑，唐世良也跟着笑。吕奶娘，皇上逗你玩呢。不过一些金银首饰，皇贵妃娘娘都没问你要，咱们皇上怎么可能要呢？皇上的意思是，这些钱，都是奴婢的啦。不过你记住了，不是因为旁的什么事做得好才给你奖赏，而是因为你守得住本心，万事以六皇子为第一，朕才觉得这是你应得的。吕奶娘哪里还听得进他说这些呀？满心满眼都想着这么多名贵的好东西，将来置换成嫁妆，
都够他7个女儿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德妃让你做的事，你只管告诉她做了就是，剩下的不用你管。六皇子哭闹不止的声音从皇贵妃娘娘的寝殿里头传出，吕奶娘在一旁劝说着：“娘娘，六皇子这是热病的，不能捂着了，得把窗子都打开通风。”热病什么热病？太医都说了是风寒，吹不得风。你比太医还厉害是不是？太医懂什么？他奶过几个孩子？我可是养大了7个女儿，谁能有我懂？这就是穿多了热伤风。你气死我了！你还让宫女熬药，你熬什么药？六皇子吃出问题来，你能负责吗？我负责就我负责，我才不怕。门外，一个长相普通的小宫女听完，从小厨房的灶台上端出了一碗药，趁着吕奶娘还在和喜鹊吵架，没有注意到这边，将药罐的盖打开，从袖子里头掏出一包药，就要加进还在冒着泡的罐子里头。拿下他！六皇子快看呀，那里有个蠢蛋蛋，四皇子给你抢个拨浪鼓，把你惹哭了，就真的以为您生病了呢。是母妃让我抢的。他说做戏做全套才真实，哪有生病的小孩子不哭的呀？哼，德妃许了你什么，让你这贱婢敢对朕的六皇子下药？没有，奴婢本就是德妃娘娘安排在河西宫的细作，皇贵妃娘娘搬进来之前，奴婢就被安排在这里了。奴婢不懂别的，奴婢只是听命令行事。月儿迁宫之前都算不得很是得宠，德妃居然从那么久之前就开始布局，其心计之深，实难置信呐。皇上，皇贵妃娘娘是泻药。六皇子若真的是感染了风寒，拉肚子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吕奶娘真的被德妃收买，给冻风寒的六皇子熬的热伤风的药吃，药性与病症相冲，这加了泻药并且与六皇子的病情不符的药，一旦被喂给六皇子喝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脾胃弱上一些的，有可能就直接拉到没命了。去延庆宫。娘娘，您说去看看三皇子回来没有，让他到本宫面前来。娘娘，您是怕被人识破了他们的计策，怕被人捅到皇上的跟前去，有三皇子在，也算是有了一张保命符。本宫纵横后宫10余载，从未逢对手，只有这个江心月，让本宫屡战屡败。本宫总是不信邪，可又不敢下死手。说是以前本宫对付过的那些嫔妃，一副毒药送他们走就是了。可他是江心月，本宫还要给自己留一线生机，只敢下泻药。就连先太子都是被他下药害死的，二皇子更是穿了他从宫外弄进来的染了天花的衣服，这才得上了天花，在宫外养病时被他父亲害死。他与父亲联手，本该是天下无敌的，碰上了江家人，却不得不多谨慎几分。母妃，雪儿，过来。母妃，您找孩儿有事吗？母妃问你，是不是在行宫的时候，甄娘娘对你说了什么？没有。是没有，还是你护着她，不愿意说？三皇子陷入了沉默，一双干净清澈的眼睛望向他，像是在审判什么。德妃一巴掌打在三皇子的脸上。到底她是你的母妃，还是我是你的母妃？自从她入宫，你们几个孩子就和被灌了迷魂汤似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母是谁了是吧？我这么冲锋陷阵的是为了谁啊？我问你，我是为了谁？到头来我是坏人，就他是好人是吧？你想给他做儿子，人家要你吗？人家自己有儿子，你还要排在四皇子之后呢。不要再拿我做借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只是想要一个母亲，仅此而已。你，皇上驾到！雪儿，你救母妃一次就一次，从今以后我一定不会再忽视你的感受了，好不好？三皇子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看见从门口进来的父皇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德妃行礼的姿势到了一半，一巴掌就扇了过来。
德妃残害宫人，为主不仁，今又妄想伤害六皇子，其罪罄竹难书。即日起，使其封号，入报事收刑60日后，贬为庶人，押往奉先殿，为自己的罪行赎罪。皇上，臣妾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臣妾的为人，皇上是知道的。平日里连蚂蚁都不忍心踩死一只，怎么会做那些丧心病狂的事呢？定是有人陷害臣妾，请皇上明察，还臣妾清白。皇后娘娘临死前交给本宫一样东西，宁妃秀，德妃总没有忘记吧？宁妃秀是三皇子曾经的贴身大宫女，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可以说连绿茵的地位都是不如他的。可那次为了陷害江心月，结果反而被拆穿了。为了掩盖真相，宁妃秀被德妃杀死了，尸体在皇后娘娘的宫里被发现，这才导致了众人认定是皇后给三皇子投毒。你，皇上，臣妾要状告德妃与成国公府，他们父女2人是当年害死先太子和2皇子的元凶。皇后娘娘临去时将宁妃秀的血书交与臣妾，臣妾自得了这血书，没有一日不再忧虑6皇子的安危。可臣妾又怕这血书一出，引起前朝后宫的动荡，所以一直在犹豫。他从喜鹊手里接过血书，皇上，臣妾今日才算明白，一个本性就恶毒的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改变。为了4皇子、5皇子、6皇子的安危，臣妾不得不揭发他的真面目。只希望皇上的后宫从此不要再有皇子死于非命。血书之上详细的记载着当初德妃是怎么收买太子和2皇子身边的人，骗取他们的信任，再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不仅如此，那些年宫中嫔妃不断的小产，生下来的孩子也总是活不过3、5天就夭折，那都是德妃的手笔。他喘着粗气，掐着德妃的脖子，将她从地上提了起来，再多痛骂的话都化为了手底下的力道，掐得德妃整张脸都胀紫了起来，一双脚离地，不停地扑腾着。三皇子终于是从呆愣之中回过神来了，冲到皇帝的脚边跪着：“父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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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儿臣的错，都是儿臣的错。要是儿臣没有出生，母妃就不会一错再错。儿臣求父皇饶母妃一条命。儿臣愿意去奉先殿，儿臣从今往后吃斋念佛，在奉先殿伺候皇后娘娘的灵位，儿臣去给她赎罪，求父皇饶母妃一命吧。”德妃喉间呵呵的，几欲昏迷。皇帝一摆手，德妃就被扔了出去。谢谢父皇，谢谢皇贵妃娘娘，谢谢父皇，谢谢皇贵妃娘娘。你想清楚了？今日你若选择耗尽我们之间的父子亲情，从今往后，朕不会再当你是朕的孩子，你就守着这个毒妇，不要再妄想那些永远不会属于你的东西。父皇有真娘娘，有4弟、6弟，父皇的选择还有很多。母妃她什么都没有，她就只有儿臣了。父皇，儿臣从未想过要做太子、做皇帝，儿臣只想安安稳稳的做个闲散人，请父皇成全。三皇子在皇子所念书有些时日了，学过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吗？德妃现在不仅是宫里18条人命的幕后真凶，她还杀死了先太子和2皇子，以及宫里绝大多数有孕的嫔妃，都被她害得与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你替她求情，你替她赎罪，那些被她杀死的人呢？他们有求饶的机会吗？如果人人杀了这么多人都不用偿命，那整个后宫是不是就要乱套了？看不爽谁就杀谁，反正不用赔命。文妃和余嫔以及叶贵人早就听了江心月的话，把那些曾经有小产或者是丧子经历的嫔妃都带到了延庆宫。听到三皇子替母求情，全部都跪在门口哭诉起来。皇上，臣妾童秀媛，宣武6年入宫，4年有孕，怀胎3月而小产。内侍查出是一个宫女不小心推了臣妾一把，臣妾怀疑她是被德妃收买，请皇上还臣妾一个公道。臣妾石秀仪，宣武4年入宫，宣武8年有孕，
产下一子，不过2日夭折，夭折的皇子不能进入宗族，臣妾的孩子连死了都没有归出，臣妾也怀疑德妃，请皇上还臣妾一个公道。臣妾庄妃6年前因小产伤了身子，不能再伺候皇上，一直住在梅园里。太医说是食用了过量的红花，导致了臣妾大出血，近年来一直淋漓不断。臣妾命不久矣，只想为自己和孩子讨一个公道。皇上，请赐死德妃！皇帝又抓住了德妃的脖子，将她连拉带拽的扔在了门口。你自己看看，你到底造了多少杀孽！妃秀当初死在皇后娘娘的宫里，谁知道这封血书是不是皇后为了扳倒臣妾而作假的，又或者是皇贵妃娘娘为了让六皇子继承皇位，故意逼着妃秀写下的。反正你和皇后娘娘同心，不然她也不会把五皇子交给你，不是吗？脑子倒还没有完全下糊涂，还知道用五皇子来扭曲江心月与先皇后的关系。你就是仗着死无对证是吗？哼，那你杀死绿茵嫁祸给亚奴的事又怎么解释呢？带进来。玄镜司的人领着一个穿着灰布麻衣的沧桑妇人进来。贵人，贵人，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家男人来京城寻你了，您不是说要把女儿还给我们的吗？他们人呢？人呢？已经上西天了，可是这妇人不知，还在哭诉。当年我们老两口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女儿，却被同乡偷走卖到了京城里。我们是砸锅卖铁的找了女儿那么多年，还是您找到了我们，说我们的女儿在您那儿当婢女的呀？那妇人过来，玄镜司又送了2个小太监过来。那2个小太监德妃根本就不认识，可他们却说，当初皇贵妃娘娘落水，是德妃娘娘吩咐绿茵让我们几个潜下水去，把所有的水草都打了死结。若不是太后的人提前动手，皇贵妃娘娘也会被德妃娘娘的人推入水中。不会水的人若是沉入湖底，慌乱挣扎间便会被水草缠住脚，必死无疑。皇上，当初德妃娘娘让绿茵姐姐处置了奴才们，可绿茵姐姐心存善念，不忍心叫奴才们断送了性命，便瞒天过海，将奴才们调到了偏远的宫殿，对德妃娘娘只说已经把奴才们都处理了。原本奴才们是不会出来指证德妃娘娘的，因为奴才们也知道当初陷害皇贵妃娘娘是事实，一旦说出来，奴才们的性命也难保。可他竟然连伺候了自己10几年的贴身婢女都杀，如果不揭发他的罪行，难以慰藉绿茵姐姐的亡灵。是呀，我坏事做尽，我罪该万死。那你沈烨敢不敢对天发誓，对我所做的一切你都毫不知情？皇帝眉头微皱，江心月知道德妃此时所言是真的，就像当初他对付那些想害自己的嫔妃时，都是在皇帝的算计之中的，他只是按照皇帝想要的剧情走而已。皇后娘娘的孩子是我害死的，可皇后娘娘却是你害死的，就是为了扶江心月上位，现在也是为了他，你就要把我置于死地，你好狠的心！6皇子是你的儿子，3皇子就不是吗？他为我求情，是他有孝心，你凭什么为了这剥夺他作为皇子的权益？不过就是怕他挡了6皇子的路吧。沈烨，你的爱太可怕了，你的恨也太可怕。要不是江心月，要不是他打乱了我的计划，你现在应该病入膏肓，让轩儿继承你的皇位。哼，事到如今还在为自己找借口开脱，看来是活腻了。既如此，那就赐毒酒吧。父皇，3皇子还想要求情的，但德妃冲着他摇了摇头，决然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们说的那些事都是我做的，和3皇子没有关系，和陈国公府更没有关系。皇上可不要趁着这事儿把脏水又泼到我父亲头上去。臣妾自知罪孽深重，甘愿赴死。甄娘娘，轩儿去了奉仙殿，会每日诵经念佛，
保佑您和弟弟们身体安康，万事顺遂。寻常甄娘娘也不要去看我，不要担心我。我母妃做的孽，就是让我在里面关一辈子也赎不完。甄娘娘，保重。此时此刻，再多的安慰也是显得那么的苍白。胸口闷闷的他吐出一口浊气，视线有些模糊。四皇子，不可以哭。皇上下令，德妃死后，任何人都不许为德妃哭。敢在德妃死后哭的，全部都拉下去砍头。别哭了，等你们长大了，三皇子就能自己想通了。你也可以常常去找他，又不是真的一辈子见不到面了。四皇子吸了吸鼻子，用力的点点头。他会努力长大，再和三哥相见的。秋日并不长久，豫州还未下雨，大燕朝就又迎来了1年1度的新岁宴。但这一年的新岁宴与往年大不相同，高句丽的丽华公主也是随使臣前来了。江燕坤把这个消息告诉江心月之后，他一时间并不明白，高句丽的公主又怎么了？有什么特别的？他没有把那位公主放在心上，听过就忘了。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让他更加的上心，他又有身孕了。你这个小东西，再晚几日多好，朕好不容易忙完了，你又来了，让你母妃的身体如何吃得消啊？朕让御膳房炖的鸽子汤呢，好了没有？又喝鸽子汤？皇上，臣妾都快喝成鸽子精了，不信你听，咯咯咯咯咯。咕咕咕是鸡，鸽子是咕咕咕咕咕的。原来皇上才是鸽子变的，怪不得一天到晚让臣妾吃鸽子呢。唐世良奉了皇上的令，在御膳房端出了皇贵妃娘娘要喝的鸽子汤。高总管，你一直守着没离开吧？没有，但是为了娘娘的安全起见，食用之前还是先试毒吧。唐世良走出了御膳房，被害妄想症就犯了似的，一直在胡思乱想。这一想一犹豫的，就耽搁了时辰。哗啦一声，你们是什么人？为何爬墙？站住！德妃娘娘诈尸了！诈尸？唐世良，你确定你看到的是德妃？千真万确，不止奴才一个人看到了，去御膳房的那几个全都看见了。竟然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偷梁换柱，好啊，真是好大的胆子！你在河西宫里好好待着，没找到德妃之前，身边不能离人。娘娘，文妃和余嫔在外求见，让他们进来。皇帝觉得这个时候江心月的身边人越多越好，文妃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不，皇上，德妃假死脱身，却在宫中潜伏了这么久，摆明了她是冲着臣妾来的，她想要臣妾的命，找不到机会，会一直留在宫里，这太危险了。臣妾可以把她引出来。不行，你也说了她很危险，朕不允许你做这样危险的事。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万一……让臣妾来吧。臣妾在顺安宫听到有宫女说德妃好像没死，把唐世良吓得够呛。臣妾的容貌虽不似皇贵妃娘娘1/1000，但臣妾的身形与娘娘最为相似，就让臣妾来引德妃现身。余嫔说的有几分道理，让她来。这次宣武帝很快就同意了，余嫔的白眼都快要翻到天上去了。拿着老娘的命做人情呢？哼，老娘是为皇贵妃娘娘，又不是为了狗皇帝，他可真能耐死了。娘娘让咱们都出来做什么啊？应该是想给皇上一个惊喜吧。娘娘今日不是还新练了一首曲子吗？咱们娘娘和皇上可真恩爱。我看四皇子想再有一个妹妹的愿望，很快就能达成了。兰姐姐，此时进去也不知是不是有诈，我等不了那么久了。父亲还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养2个小的，我尸骨未寒，他就把人接回国公府，还真是一点委屈都不想让那2个外室子受。他早就知道成国公在外面养了一个青楼女子，不过一开始他并不知道那女子还给自己生了2个弟弟，是早前皇帝透露给他的消息。而皇帝做这一切的目的是知道他不甘心自己去死，他一定会把成国公府拉下水的。河西宫里传出阵阵美妙的琴声，的确是符合宫女说的，是皇贵妃在给皇帝准备惊喜。有脚步轻巧落地的声音响起，余嫔穿着江心月的衣服，梳着江心月的发饰，背对着寝殿大门。
拨弄着琴弦的手指微微发抖。他很害怕，德妃这个杀人狂魔不会上来就给他致命的一刀吧？刚才提议自己上的时候，他还觉得自己挺英勇的，这下英雄变狗熊了。德妃打了个眼色，那二人上前来，还真是拔刀就砍。于嫔，快走！不想让于嫔死，就让他们停下来。皇帝抬手，那2个武艺高强的侍卫才一脚将德妃的2个堂弟都踢飞了出去。于嫔，我们相识也有10几年了，还真没看出来，你竟然愿意用自己性命换江心月的，恐怕先皇后都没令你做得如此吧？你这毒妇，你想不到的本宫的优点还多着呢。识相的，你就赶紧放了本宫，本宫还能在皇上和皇贵妃娘娘面前为你美言几句，否则你休想活着离开。你以为我放了你，江心月就会让我活着离开皇宫吗？省省吧！你以为他们会在乎你的死活？谁说我不在乎？于嫔是我的朋友，请你放开她。朋友？这宫里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朋友？江心月，你这个蠢货！于嫔她极恨你，要害你腹中胎儿的时候，你忘了吗？她帮着先皇后对你阴阳怪气的时候，你忘了吗？不用德妃细数，于嫔做的那些蠢事也够于嫔自己喝上一壶了。她心虚的往后缩了缩脖子，就怕江心月说你还是一刀送他走吧。那难道不都是你在利用他吗？窗外有黑影闪过，江心月的眼神闪了闪，脚步往门边移动。那2个侍卫也是警惕地看着他，带着德妃一起转动，背对着窗口，面向门边。于嫔曾经做过许多错事，但那些事不都是你利用她做的吗？她是蠢，但你是真恶毒，所以我为什么不能跟她做朋友呢？